大气，缥缈宗太难进了，师姐，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用一下你，助我修行。缥缈仙城一处偏僻的客栈之中，一个约莫28、9岁的娇媚女子看着床铺上正呼呼大睡的陈大气，一咬牙，身上的薄纱自动脱落，掉落在光滑整洁的地面上，随即一咬牙钻入陈大气的被窝，睡得迷迷糊糊的陈大气正做着一个美梦。师姐徐秋月可是答应过他，只要他护送师姐来到缥缈宗，师姐就将他的贴身丫鬟秀儿嫁给他。现在他正做着和秀儿洞房的美梦呢，梦中秀儿和他抱在一起，不停地喂葡萄给他吃，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嘿嘿，真好吃。下意识的，陈大气环抱住了身上纤细的娇躯。陈大气感觉到怀中的温热，吓了一跳，连忙睁开眼。师姐徐秋月长得很美，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所以她身上那股独特的香味，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陈大气吓了一跳，整个人惊醒了过来。师姐，你不是去缥缈宗了吗？半年前，徐秋月家中遭遇祸事，只剩下徐秋月和她的贴身丫鬟秀儿2个人逃了出来。然后，徐秋月带着为数不多的家财，去乡下找到了正在耕地的陈大气。徐秋月提出让陈大气帮忙赶车，拉他们去一个地方，正是这里，缥缈仙城。徐秋月所在的武馆，学成之后有机会进入缥缈宗修行，可惜他灵根不怎么好，在武馆内就被测试出只是杂灵根而已，所以在武馆大多数是干的杂活。由于自知修仙无望，所以陈大气起初不肯过来，因为正值种粮季节，再说路途遥远，外面兵荒马乱的，他不想出远门。直到徐秋去答应他，只要护送过去，他就将丫鬟秀儿许配给他，除此之外还给他100两银子。陈大气这才咬牙同意。这不，昨日3个人好不容易护送徐秋月到了此地，徐秋月一刻也不肯耽搁，和他们告别之后，他就进入缥缈宗了。没想到徐秋月深更半夜回来了，还爬到他床上。大气，夜色下，徐秋月的俏脸微微泛红。师姐平时对你好不？自然是好的。陈大气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自小父母双亡，从小到大受过不少欺负，就在饿死之际，是徐秋月看他可怜，让他进入徐秋月家族之中做一个杂役，所以从小到大，陈大气对徐秋月还是很感激的。那师姐要你帮个忙，成不？师姐，你要做什么？陈大气虽然憨厚，但也不傻。徐秋月深更半夜到他床上，他猜出了一些。徐秋月面色挣扎，他也知道自己这般实在是不守妇道，但为了求仙，为了进入缥缈宗，他只能如此。终于，他下定决心，一般艰难开口说道：“大气，我修为不够，被缥缈宗淘汰了。”啊，师姐，那怎么办啊？陈大气吃了一惊，他知道徐秋月对拜入仙城的执念是多么的深。我也没想到缥缈宗改规矩了，现在想进入缥缈宗，至少需要25岁前修为达到炼气2层，而我虽然炼气2层，还只是劣品灵根，关键是已经28岁。不过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28岁前达到炼气3层。陈大气疑惑不解：“师姐，那你找我做什么？”我手上有一门修仙术法，可以短时间内提升一下我的修为，但需要你的帮助。师姐，你说的该不会是双修功法吧？陈大气也了解了一些修仙界的传闻，据说有些双修功法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不过会影响后期进步。徐秋去解释道：“算是吧，虽然修炼之后，日后我筑基可能比较困难，但眼下没别的办法。大气，拜托了。”半个时辰后，奇怪，这术法的效果怎么如此之好？徐秋月脸颊红润的起身，言语中带着几分惊喜。说起来，这术法是和升仙令一起得到的，初看之时比较鸡肋，因为上面写了效果不大，还会提前耗费女子的潜力，未来筑基困难，慎用。可这次他感觉体内灵力充裕了一大截，就连他那里灵根竟然好似受到甘露浇灌了一般，变强了一丝丝。这个发现让他欣喜若狂。灵根天赋分劣灵根、普通灵根、良品灵根、优灵根、极品灵根。正常来说，没有天才地宝的辅助，灵根天赋是固定的，不会变好。但现在那劣灵根好了一丝丝，虽然只有一丝，但若是每次都能好一丝丝，岂不是能变成普通灵根，甚至良品灵根？就在徐秋月惊喜的时候，陈大气若有所思。就在刚刚，他感觉脑海中的一缕气息溢散出去了一丝，好像进入到了徐秋月体内。这是他身上的一个秘密，最大的秘密，哪怕和他关系最好的秀儿，他都没有告诉过。这个秘密源于他小的时候，有天夜里，他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感觉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喊着什么啊，穿越年年有，今年到我家，系统来。当时他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什么系统，什么穿越，这些词他听都没听说过。当时他下意识地拍了拍脑子，想把这个声音赶出去，然后脑子里那团声音被他震了一下，这声音惶恐喊道：“好强啊！”就这样，他晕了过去。等醒来后，他脑子里多了一团雾气。自从有了这团雾气之后，他发现自己饿到极点的时候，这团雾气就会散发出来，然后他就不饿了，全身充满了力气，十分神奇。由于发现不用吃饭也没事，反而力气越来越大，他就没去管了。除此之外，他不怕冷也不怕热，听觉和视力也变得耳聪目明起来。而在刚刚，他
他毕竟是个男人，面对徐秋月这样主动，他也就顺其自然了。就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脑海中的雾气在他四肢游走，不可避免地被徐秋月吸收了一丝丝。也就是头发丝那么多吧。这点雾气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多，因为只要干活、走路，哪怕啥也不懂，雾气都会自己逸散一些。但逸散之后没多久会自动补充，所以对他来说没什么损失。师姐，你还好吧？陈大气不知道那逸散的雾气被徐秋月吸收之后会怎么样，因为对他有好处，不代表对别人也有好处。好在徐秋月似乎没事，反而乐在其中。大气，我就知道你表现不错。徐秋月十分满意，在这个仙城，他只认识陈大气，所以自然只能找他。好在陈大气的表现让他十分惊讶，这也难怪，他大陈大气10多岁呢。这小子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但体格格外健壮，那高高隆起的肌肉宛若一块块石头，看得他面红耳赤。长夜漫漫，要不再来？念及此，徐秋月更加大胆起来。师姐，你这……陈大气双眼瞪大，扫视着这具丰腴的娇躯，他没想到师姐竟然还想要。直到第二天中午，徐秋月心满意足穿好贴身衣物。大气，我已经练气3层了，你很不错。他眼珠子一转，你觉得我美不？师姐当然很美。陈大气实话实说。那你还想要师姐不？师姐，你还想啊？陈大气是真的怕了。一晚上，你知道我一晚上是怎么过来的吗？要不然体内神秘雾气源源不断，否则他真的要倒下了。徐秋月嗔怪地白了他一眼，啊，你一副害怕的模样作甚？师姐又不会吃了你，反而师姐是给你一场大造化。你想要进入缥缈宗不？不想。让徐秋月惊讶的是，陈大气毫不犹豫地摇头，不想。让徐秋月惊讶的是，陈大气毫不犹豫地摇头。徐秋月冷然，你这呆子，有仙缘不要？师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天赋，我只是杂灵根而已啊。杂灵根是最差的灵根了。在武馆里的时候，师傅就说过，他这辈子顶多练气3层，以至于他在武馆里没怎么修行过。当然，主要是家里太穷，每天杂活和种地等事情很多，哪像师姐天天在修行呢？大气，但是你想想，咱们有了这双修术法，以后可以一起啊，这样你也能变强，对不对？徐秋月自认自己洁身自好，在这里只认识陈大气这个小师弟，所以是断然不会随随便便找其他难修的。当然，陈大气给他的体验也着实不错，让他有一种流连忘返、多来几次的感觉。他也没想到陈大气如此能干，所以忽然有些舍不得他了。陈大气又是摇头，师姐，还是算了，这里不适合我，家里的地还等着我种呢，这里我也赚不到银子的。陈大气暗自一叹，又是摇头。他其实没说的是，虽然师姐的丫鬟秀儿长得不如徐秋月，但是他们才是真爱。两个人早已经偷吃过禁果，已经决定永远在一起了。秀儿甚至把他们的孩子名都想好了，男孩就叫陈大强，女孩就叫陈大雅。徐秋月又劝说了几句，可惜陈大气油盐不进。你气死我了！徐秋月跺了跺脚，行吧，你回乡下种的去吧，不过你记住，秀儿不一定愿意回去呢。怎么可能？陈大气一愣，他偷偷问我了，他能不能修行啊？昨晚他就去宗门事务处，好像是去测试灵根了呢。我不信。陈大气的心一揪，觉得这是师姐骗他。呵呵，你不信算了，反正你改主意了，就来宗门找我吧。徐秋月已经穿好衣物，恢复成了趾高气扬的状态，随即离开了这里。陈大气第一时间去了隔壁屋子，发现屋内空空荡荡，秀儿一晚上没有回来。秀儿真的不见了。接下来2日，陈大气在仙城之中找了好几圈，可惜一无所获。之后去了缥缈宗的事务处，经过打听才知道，有一个女子在前2天晚上来测试灵根，灵根非常不错，所以提前让她拜入了内门。此女名为李秀秀，秀儿的全名就是叫李秀秀。秀儿，你已经进入内门了。陈大气得知这一点，无比的难受。说好的永远在一起，说好的生2个娃呢？他想到了师姐说的话，实在不行可以找他。如今秀儿和师姐都进入了宗门，他也不想回去了。他还想找秀儿问个清楚，为什么不辞而别？他们的约定还作数吗？当天中午，他就来到缥缈宗山门口，请求守门弟子找李秀秀。可惜守门弟子拿出令牌通报之后，李秀秀表示不见客。无奈陈大气只能请求守门弟子找一下徐秋月。守门弟子见陈大气老实巴交的一个人，看起来也可怜，于是不厌其烦的又帮忙问了一下。这次徐秋月倒是出来了，师姐，我打听了，秀儿真的进入缥缈宗了。和徐秋月走在缥缈宗内部小道上，陈大气有些闷闷不乐。哦，还真的进入缥缈宗了，不过外门没见到他人啊，我听说他进入的是内门，天赋还不错。怎么可能？徐秋月止住脚步，一脸不敢相信。是真的。陈大气叹息一声，刚刚我让守门弟子找他，但秀儿好像不愿意见我。哎，徐秋月见陈大气可怜的模样，你也别伤心，这不是有我，师姐以后关照你，那你愿意留下来吗？话先说好，你资质一般，可能连外门都进入不了，顶多找点活做做，那也行。对此陈大气倒是无所谓，他现在想法变了，既然不能和秀儿长相厮守，那就留在这里，用师姐的法子默默修行吧。见陈大气答应，
徐秋月喜上眉梢，随后便领着他去见了杂物堂执事。普通干活的没有月俸，也不能修炼宗门功法，只能领些活干，换取一些工钱。师姐，你说我还能见到秀秀吗？走出杂物堂，陈大器挠了挠头问道。徐秋月看着他，眼神闪烁。他走到陈大器面前，压低声音道：大器，你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别多想了，以后好好跟着我，我不会让你吃亏。他顿了顿，脸上飞起一抹红晕，声音细若文瑞，至于我们之间的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秀儿，知道吗？陈大器虽然憨厚，但不是傻子，他听懂了徐秋月话里的意思。他留下来是继续帮助师姐修行的。他看着徐秋月那张既有野心又带着一丝脆弱的脸，想起了2天前夜离的疯狂和他灵根提升后的狂喜，心中五味杂陈。他点了点头，我明白，师姐。以后你是属于我的杂役，你就叫我小姐或者夫人吧。知道了，是夫人。接下来徐秋月带着陈大器去认了一下住处。陈大器的住处是在山脚下，那里是一片低矮的茅草屋，与山上仙家景象格格不入。这片茅草屋连成一排，居住的都是给宗门干活的人。这些人大多数凡人，少部分也是和陈大器一样有着杂品灵根的杂役。陈大器独自来到杂役处报道，杂役管事是个面相刻薄的中年人，简单登记后便将他分到了最苦最累的差事，去林田里挑水浇灌。陈大器对此毫无怨言，他本就是农家出身，干这些活价轻就熟。他那身用不完的力气，在凡俗间只是异类，在这里却成了他唯一的价值。入夜，当陈大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杂役房大通铺时，脑海中那团神秘雾气却异常活跃。白天被测试灵珠吸走的那一丝力量早已补充回来，甚至还壮大了一圈。他能感觉到灵田周围溢散的稀薄灵气正被这团雾气缓慢地吸收转化。咦，来到宗门之后，这雾气活跃了许多，这雾气到底是什么东西？陈大器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只是休息了一小会儿，他疲累的身躯就恢复如初，甚是神奇。他有种感觉，拥有神秘雾气的他好像可以快速修行了。就在他打算尝试一下修行的时候，他腰间的黑色铁牌微微一热，他拿起一看，上面浮现出一行小字：速来我这。是徐秋月在传唤他。他小时候跟少爷陪读过，耳濡目染下认过一些字。陈大器心中一动，拿起铁牌，一脸好奇，此物竟然如此神奇，会出现字，怎么做到的？悄悄起身，借着夜色避开巡逻的弟子，熟门熟路地朝徐秋月的洞府摸去。当他推开石门时，看到的正是已经换上一身缥缈宗弟子服饰，却更显风韵的徐秋月。他俏脸微红，眼神迷离，显然已经等候多时。大器，你来了。看着面前一脸憨厚的陈大器，徐秋月满脸笑意。陈大器是他提升实力、改变命运的灵丹妙药，而对陈大器来说，徐秋月是外门弟子，和他搞好关系绝对不会错。关键是确实很舒服，这种感觉可要比在秀儿身上舒服多了。烛火摇曳，映照出踏上交叠的身影。徐秋月如一条贪婪的美女蛇，紧紧缠绕着陈大器，不仅索取着他身上的温热，更是在疯狂汲取那让他灵根悸动的神秘气息。这一次，他比昨日更加急切，甚至带着几分粗暴。陈大器只觉得体内的雾气如沸水般翻涌，顺着接触的肌肤源源不断地涌向徐秋月。良久，随着一声压抑的低吟，徐秋月瘫软下来，香汗淋漓，真的是每一次都有精进。他抚摸着自己的丹田，眼中满是狂热。大器，你真是厉害。好了，天快亮了，被人看见不好，你快回去吧。穿上衣服的徐秋月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清冷模样，仿佛刚才那个求索无度的女人不是她一般。回到杂役区那充满汗臭味和脚臭味的大通铺时，天依旧漆黑一片。陈大器躺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虽然一夜未眠，甚至还劳作了一番，但他却感觉精神出奇的好。脑海中那团雾气虽然缩小了一圈，但旋转的速度却比以往更快了。一股股暖流滋润着他的四肢百骸，让他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反正睡不着，我就修炼催气诀吧。陈大器心中暗想，朝四周看了一眼，他意外发现好几个干活的也正在打坐，这下他就彻底放心了。于是他也有模有样的打坐了起来。这催气诀乃是很早武馆里修炼的，他一直没怎么在乎过。现在既然已经来到这灵气浓郁之地，体内的神秘雾气似乎一直在运转，也许这门术法就有用了。随即他按照催气诀的修炼之法，他闭上眼睛，开始感应天地灵气。忽然体内的那团雾气在催气诀的激发下朝四肢百骸游走而去。他心中一喜，因为以前那团雾气根本不受他控制，每次都是他没力气的时候雾气才会游走，而现在他竟然能够催动它了。随着雾气在身体四周运转，所过之处酥酥麻麻，咦，空气中的气息也往我体内钻。陈大器吃了一惊，这一刻他五感都更加敏锐了许多。这难道就是灵气入体吗？陈大器有些古怪，因为他听师姐说修行是很难的，没几个月根本做不到引气入体，可是他居然第一天就做到了。他心中想着，可能这也是那股神秘雾气的作用。这时候耳边陆陆续续传来嘈杂的起床声，起来干活了。杂役管事那公鸭般的嗓子在屋外嚎叫。陈大器和其他人走出茅草屋，
还没来得及去领今天的干粮，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嘿，大个子，新来的？陈大器回头，只见一个尖嘴猴腮，看起来约莫30来岁的瘦小男子，正笑嘻嘻地看着他。这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杂役服，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透着一股精明劲儿。我叫陈大器，昨天刚来。陈大器老实回答。我看出来了，这一身腱子肉，在咱们这杂役堆里可是独一份。瘦小男子自来熟地勾住陈大器的肩膀。我叫吴秋，在这缥缈宗魂了7、8年了，大家都叫我老吴。大器兄弟，我看你面善，有个好差事，想不想干？经过对方介绍，这个叫吴秋的手上有个活，那就是除水草。吴秋表示干15天能领到1000灵煞，他拿400，剩下600，3个人分。陈大器明白了，这吴秋原来是包工头的，这样的人大多数是有一些关系的，要不然可领不到这种活。这吴秋看陈大器力气大，相貌老实，所以一眼看中了他。陈大器自然答应。随后他领着陈大器又叫上了另外2个看起来比较壮实的杂役，一行4人朝着宗门后山的碧波潭走去。一路上吴秋这张嘴就没停过，给陈大器普及了不少宗门的规矩和趣闻。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片碧绿的湖泊如同翡翠般镶嵌在群山之间，湖面上水汽氤氲，偶尔有几尾金红色的鲤鱼跃出水面，激起阵阵涟漪。这就是碧波潭，里面养的可是灵尾鲤，那可是给内门弟子甚至长老们享用的美味，据说吃一条能增进修为呢。吴秋咽了口唾沫，眼中满是羡慕。此时岸边已经站了一个身穿灰袍的中年执事，正皱着眉头看着湖面。湖面上大片大片暗绿色的水草如同头发般纠缠在一起，挤占了灵尾里的活动空间。这些水草受到灵气滋养，极难清除，范围又大，让修行者清除耗时耗力，成本极大，所以宗门一般安排杂役做这些事。李执事，人我给您带来了。吴秋一路小跑过去，点头哈腰的说道。那李执事扫了一眼陈大器几人，目光在陈大器那魁梧的身材上停留了一瞬。这次找的人还算凑合。听好了，这蚕丝水草长得太快，已经影响灵鱼透气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下水把这些水草连根拔起，扔到岸上来，给你们15天时间，酬劳1000，中午管1顿灵米饭。尔等可明白了？李执事严肃地叮嘱说道。听到有灵米饭，另外2个杂役的眼睛都绿了，喉结不住地滚动。灵米啊，那可是含灵气的粮食，凡人吃了延年益寿，百病不生。李执事，你放心，15天肯定能干好。吴秋兴奋地说道。但是李执事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起来。这潭水寒凉入骨，且深处有暗流，你们虽然身强体壮，但毕竟是凡胎，每次下水不得超过1刻钟，否则寒气入体，神仙难救。还有，若是敢偷摸或者弄伤了灵鱼，直接剁手喂鱼。众人吓得一哆嗦，连连称是。行了，干活吧。李执事扔过来几件特制的防水皮衣，虽然简陋，但好歹能隔绝一部分寒气。随即他直接离开了这里。好了，大家干活，先穿上皮衣。吴秋拍了拍手喊道。陈大器学着吴秋的样子穿上皮衣，随后来到潭边，深吸一口气，踏入了碧波潭。刚一入水，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透过皮衣钻入毛孔，仿佛无数根细针在扎着骨头。旁边的2个杂役也是冻得直哆嗦，牙齿打颤，脸色瞬间发白。这2个杂役分别叫王忠和刘能，只在这里干了3年。2人乃是吴秋的同乡，经常跟着吴秋手底下做事。老油条吴秋也是倒吸一口凉气，骂骂咧咧道：这鬼天气，水怎么比去年还冷？陈大器也感觉到了冷，但他刚想打个寒战，脑海中那团沉寂的雾气突然动了。呼，雾气缓缓旋转，竟然顺着他的经脉流向双腿。下一刻，那股刺骨的寒意竟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吞噬了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凉舒适的感觉，就像是大热天喝了一口井水，透心凉，心飞扬。陈大器愣了一下，他不觉得冷了，不仅不冷，他甚至感觉到水里似乎有一丝丝极其微弱的气息，正顺着他的毛孔被那团雾气贪婪地吸了进去。随着这一丝丝气息的涌入，那团雾气仿佛吃到了补品，变得更加活跃，反哺给他的力量也更大。大器，别愣着了，快干活！吴秋在旁边喊道。他雇佣陈大器过来，可不是让他闲着的。说着，吴秋已经开始伸手去抓那些蚕丝水草了。这蚕丝水草极为坚韧，根系深深扎在淤泥里，想要拔出来极费力气。吴秋咬着牙，脸憋得通红，才勉强拽出一小把。陈大器回过神来，也伸手抓住一丛水草，他试着一用力，扑哧，一大坨水草连带着淤泥被他轻轻松松地拽了出来，带起的水花溅了旁边的吴秋一脸。卧槽！吴秋抹了一把脸，瞪大了眼睛看着陈大器手里那足有半人高的水草团。兄弟，你这力气是牛长大的吧？陈大器憨厚地笑了笑，俺从小力气就大。他没敢说，他感觉这水草在他手里就像面条一样脆弱，根本没费什么劲。王忠和刘能更是瞪大了眼珠子，他们拔水草的时候都是一根根拔的，因为几根一起根本拔不动。至于说用刀子割，这可是吸收了水中灵气的水草，普通刀子根本割不动。好，太好了！吴秋十分兴奋，
暗道自己眼光着实不错，捡到宝了。他昨日看陈大气挑水，就发现他连续干很长时间，气都不带大喘一下，当时就产生了找他干活的心思。如今看来，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接下来的时间里，碧波潭上演了诡异的一幕。吴秋和其他2个杂役，每隔1刻钟就必须上岸烤火驱寒，冻得嘴唇发紫，手脚僵硬。而陈大气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水牛，一直在水里抛着。他左手一大把，右手一大把，所过之处，水草被清扫一空，岸上的水草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半个时辰过去了，1个时辰过去了，这个陈大气太猛了吧，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修士了。王忠和刘能嘀咕了起来。陈大气耳聪目明，敏锐地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他脑子里忽然想起师姐说的话，做事要低调，人心隔肚皮。他心中一凛，自己表现得太逆天了，万一被仙师看到，给他检查身体怎么办？要是被发现体内的神秘雾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念及此，陈大气决定不要太过张扬，于是连忙表现出一副快要被冻死的样子，狼狈不堪地爬上岸。冷，好冷，腿都不听使唤了。大气，快过来烤一会儿火。吴秋早已经在岸边升起了一团篝火，3个人正在烤火呢。见到陈大气如此狼狈，3个人这才没有多想，心中只是寻思着陈大气到底是年轻，刚刚表现逆天，估计是硬抗着呢，想在吴秋面前表现好一点。大气，你表现得不错，下次有好活我还是找你。吴秋默然一笑，现在吃饭吧，这是灵米饭团。他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木桶，里面有一股米饭的香味。陈大气也没客气，抓起几个拳头大的饭团就往嘴里塞。所谓的灵米其实是半灵米而已，宗门是不可能给普通杂役准备上好灵米的。饶是如此，这饭团入口软糯，带着一股清香，刚一入腹就化作一股热流散开。当然了，比起体内神秘雾气带来的效果，是远远不如的。这就是灵米吗？真好吃！陈大气3、2口吞下。王忠围了上来，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大气。大气兄弟，没看出来啊？你这哪里是人，简直就是头人行凶兽啊！刘能啧啧称奇，这碧波潭的水我都不敢多泡，你竟然能在里面这么久，服了，我是真服了。刘大哥说笑了，俺就是傻力气。陈大气谦虚道，这可不是傻力气，这是天赋。陈大气没有多说，因为经过刚才的试验，他发现了一件事，脑海里的雾气不仅能帮徐秋月修炼，还能吸收外界的能量来强化他自己，比如这寒潭里的寒气或者是灵气。这意味着他虽然是杂灵根，不能正常修炼，但这团雾气或许能让他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只要有足够特殊的环境，或者像徐秋月那样的对象，他就能变强。接下来几人聊起了自己事。吴秋的愿望是再干几年，随后把手上的灵砂换成银子，回家乡后娶3个媳妇，当地主老爷。王忠的心愿则是希望给自家儿子存一笔银子，让他能进入武馆拜师学艺。刘能的心愿最是简单，回家乡娶一个媳妇，他要求不高，女的只要满足2点就行，女的活的。收工后日头西斜，吴秋为了笼络陈大气这个好手，特意没去大食堂挤，而是神神秘秘地带着陈大气和另外2个人去了杂役区后面的一处僻静小院。他作为包工头是有单独的住处的，这地方正是他的住所。桌上摆着一只肥得流油的烧鸡，几碟炒菜，还有一壶散发着淡淡灵气的劣质灵酒。大气，敞开吃，这可是我想法子从伙房弄出来的灵真鸡，虽然是没人要的边角料，但对咱凡人那可是大补。吴秋撕下一只大鸡腿塞进陈大气碗里，陈大气也没客气，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油，含糊不清地道：多谢吴大哥，俺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鸡。王忠掰下鸡的头，一边啃一边问：烈了？大气，存了灵砂，你准备干嘛？我想要修行。陈大气咧嘴一笑，憨厚地说道。闻言，3个人愣住了，用看傻子的目光盯着陈大气。怎么了？陈大气停止了吃东西，好奇道：大气，你之前不是说你是杂灵根，你还想修行？吴秋惊讶地问道。大气，听哥一句劝，存点灵砂，回头下山娶个漂亮媳妇，这才是王道。王忠苦口婆心地劝说道。陈大气以前也是这个想法，但自从发现神秘雾气给他带来的帮助之后，他想法彻底变了。不过他没再多说，因为他也看出来了，眼前3个都是普通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这些其实没错。酒过3巡，吴秋脸上泛起了红光，拍着陈大气的肩膀，压低声音道：兄弟，你是不是纳闷，为啥那种既轻松钱又多的活总能落到我头上？陈大气老实地点点头，俺也奇怪，别人都抢着要去林田，吴大哥你怎么能弄到渔场的活？吴秋嘿嘿一笑，指了指碧波潭的方向，神色颇为得意。那是咱们上面有人，这碧波潭管事的李执事，那是我未出五福的远房表叔，虽然关系远了点，但在杂役这块地界，这点香火情足够让我吴秋吃香喝辣了。陈大气恍然大悟，连忙举起酒杯，原来吴大哥深藏不露，俺敬你。有了这层关系，加上那顿酒肉，2人的关系迅速拉近。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过得飞快。陈大气白天在碧波潭里不知疲倦地拔草，暗地里却是在疯狂吸收潭底的寒气与微弱灵气，脑海中的雾气团愈发浓郁，甚至隐隐透出一丝蓝光。而他在众人面前依旧装出一副憨厚卖力、冻得够呛的模样。15天转瞬即逝，
碧波潭的水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李执事来验收时，看着清澈的湖面，难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结算工钱时，原本吴秋是拿出600灵沙分给他们的，不过给陈大器的时候多给了他30灵沙，因此陈大器足足分到了230粒灵沙。捧着沉甸甸的袋子，陈大器心跳都漏了半拍。230颗灵沙换成银子，足够普通人家过上好几年富足日子了。若是攒起来，哪怕是换取最低级的丹药也有了盼头。入夜，月上柳梢，陈大器轻车熟路地避开巡查，悄悄溜进了徐秋月的住处。这几天，徐秋月也联系过陈大器，不过他干活回来已经天黑，就没有过去。门刚关上，徐秋月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大器，这几天你去哪里了？让你过来也不知道过来，是不是翅膀硬了，不听主子话了？半个月未见，他似乎遇到了什么烦心事，眉宇间带着化不开的戾气。陈大器发现徐秋月心情似乎不太好，也不知道为何，他现在也不怕徐秋月了，反而觉得是徐秋月有求于自己。心态上不知不觉间他有了一些变化，不过他还是耐心地解释这几天接了一个活。简单解释之后，徐秋月的气消了一些。你运气倒是不错，居然这么快就认识了人，找了这么一个好活。师姐，你心情好像不太好，可是遇到了什么事？陈大器好奇道。哼，还不是那个秀秀。徐秋月冷哼一声，不提他了。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陈大器上下打量了一眼，眼前一亮，他发现师姐的皮肤变好了许多。之前师姐皮肤就好，现在更加晶莹剔透，头发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柔顺了，尤其是那对浑圆。陈大器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瞧你这样。徐秋月娇嗔了一声，美不美？真美，和秀秀比谁美？是师姐你美。陈大器不假思索地说道。他憨厚归憨厚，但又不傻，知道在徐秋月面前可不能说其他人漂亮。哥，没想到你现在还挺会说话的。徐秋月得意地挺起胸膛，悄然道。大器，你可让我好等啊，为了等你，我里面都没穿啊。这陈大器心头一跳，随即被徐秋月拉着爬到了床上。片刻后，那股熟悉的气息抚平了他躁动的灵力。势必徐秋月披上一件薄纱，慵懒地靠在床头，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去。大器，你表现不错，我再赏你一次。徐秋月笑眯眯道。还来？陈大器心说是我奖励你吧，小嘴巴说的倒是挺好听的。片刻后，徐秋月穿好肚兜，忽然想到什么，问道。大器，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师姐，她人挺不错，如今她卡在炼气6层，最近她要参加内门考核，我寻思着如果帮她一把的话，助她进入炼气7层，岂不是和她能搞好关系了？师姐，你想怎么帮她啊？陈大器心说你自己都顾不好自己呢，还想帮别人？徐秋月道。我有这门双修功法，若是给她的话，她岂不是能顺利进阶？哦，那她有道理不？陈大器问道。还没有呢，不过她如花似玉，想要找还不简单。徐秋月眼珠子一转，继续道。让她要不也找你啊？找我？陈大器被徐秋月的脑回路吓了一跳，连忙摆手道。不行，她可是炼气6层的外门师姐，我只是一个杂役，碰她岂不是找死？她虽然憨厚老实，但也知道宗门之中非常混乱，万一碰了那些女秀，那可不得了，被人知道了，我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陈大器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你傻呀？徐秋月伸出修长的手指，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陈大器的脑门。谁让你大张旗鼓去碰了？这是偷吃，偷吃懂不懂？再说了，沈师姐若是能突破，她感激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杀你？她要是成了内门弟子，随便露点指甲缝里的好处，都够你受用无穷了。见陈大器还在犹豫，徐秋月眼眸流转，软硬兼施道。你若是不去，那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到时候李秀秀那个贱人踩在我头上拉屎撒尿，你也跟着一起受罪。你自己选，还是算了罢了，明天再说。徐秋月微微一笑，已经想着怎么和师姐沈秋怡说了。次日午后，演武场，这里是外门弟子切磋术法的地方，灵光闪烁，剑气纵横。在演武场的一角，站着一位身着蓝白道袍的女修，她身姿高挑，面容清冷如霜，只是眉宇间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绪。此人正是徐秋月口中的师姐沈秋怡。沈师姐。徐秋月笑着迎了上去。沈秋怡转过身，见是徐秋月，微微颔首，随即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道。秋月，我最近卡在炼气6层许久了，想静静。师姐，师妹过来正是要和你聊这件事的。徐秋月微笑道。哦。沈秋怡心中一动。师姐，我们坐到边上吧。两人走到一处僻静的石台旁坐下。徐秋月神秘一笑，凑到沈秋怡耳边。师姐，你知道我是怎么入宗的吗？徐秋月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下。双修术法。沈秋怡一愣，俏脸顿时爬上一抹红晕。这怎么能行？不行的，师姐，你先看一下再做决定。当初我修炼此法只是一晚，让我直接进入炼气3层，若是师姐修行1个月时间，绝对能突破至炼气7层。徐秋月将术法拿了出来。沈秋怡沉吟了一下，还是接过，只是一眼。沈秋怡皱起眉头，她毕竟境界高，可以推演一些术法，以此了解术法的品质如何。沈秋怡细细推演了一番，眉头越锁越深，最后将玉简还给徐秋月，沉声道。秋月，你莫不是被骗了？
这所谓的双修术法不过是极寻常的辅助功法，虽能调理气息，但绝无可能让你一夜之间跨越重重关隘，更不可能助我突破炼气7层的瓶颈。这不可能啊！徐秋月急了，我确实是练了这功法才……沈秋怡神色复杂地看着徐秋月，他觉得徐秋月不会这么大胆骗他，毕竟他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新弟子，抱他大腿都来不及呢，怎么会胡说八道？忽然他想到一个可能，压低声音道：“这功法效果确实没这么神，除非有一个可能，你找的男人是特殊体质。”徐秋月愣住了，他回想起每次与陈大器在一起时，那股汹涌入体的暖流，确实不像是这种低阶功法能产生的。师姐，你是说我找的男人特殊？不错，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不管男女，总是有天赋异禀之辈。比如有些女子是纯阴之体，对男修士的修行有巨大好处；有些男子是至尊阳体，对女修修行有巨大好处。沈秋怡心中有些犹豫，纠结起来。如果和徐秋月修行的人真的是特殊体质的话，那要不要找他？他以前也是高傲之人，一直想着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变强，因此他连找道侣的心思都没有。面对很多人的追求，他视若无睹。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心态逐渐改变。如果有捷径的话，为什么不走呢？他连续2次内门大比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不想再失败了。念及此，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徐秋月：“徐师妹，我想见见你那个双修道侣了。”他不是我道侣。那你岂不是找的是野？沈秋怡脸色古怪，话故意没说全。他其实本来想说，你找的是野男人，他是我的一个下人。徐秋月只能实话实说，俏脸也是一红，希望师姐能为我保守这个秘密。当晚，沈秋怡的私人洞府内，月光如练，洞府内燃着淡淡的檀香。陈大器在徐秋月的连哄带骗下，局促地站在洞府中央，大手不安地抓着衣角。师姐，我还是回去吧。这沈仙师看起来冷冰冰的。陈大器真的不想找什么仙女，他体内有着神秘雾气，觉得假以时日，自己肯定能修行得很厉害。怕什么？师姐是在帮你检查身体，若是你体质好，师姐随手赏你点灵丹妙药，比你当100年杂役都强。徐秋月一把拉住他，直接将他推向了内室的软榻旁。沈秋怡此时已换上一身轻薄的蝉翼纱裙，清冷的面容在昏暗的灯火下多了一丝勾人的柔和。他强忍着羞涩，示意陈大器坐下。大器，伸手。沈秋怡声音微颤，陈大器无奈，只能老老实实伸出手。沈秋怡那如葱白般的指尖搭在他的腕间，正打算输入一丝灵力查探，然而灵力刚刚触碰到陈大器的皮肤，沈秋怡就像是被火烧着了一般，娇躯猛地一震，好热！他感觉到陈大器的体内仿佛盘踞着一头远古火龙，那股炽热的气血之力浓郁到了极点，竟隐隐有种要将他冰冷的灵力瞬间点燃的错觉。这种体力，沈秋一步信邪地加大了灵力试探，却发现陈大器体内的气血深不见底，哪怕此刻他只是静静坐着，那股阳刚之气也自发地在狭小的空间内弥漫开来，熏得沈秋怡俏脸绯红，浑身酥软。他想起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神体，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失声道：“气血如炉，精满自溢。”秋月，这哪里是普通凡人？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至尊阳体？这种体质在凡间那是万中无一的战神，在修仙界更是所有阴属性功法女修梦寐以求的人形灵脉。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憨厚，甚至还有点想逃跑的陈大器，沈秋怡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贪婪与决然。陈大器心说，这哪是什么至尊阳体，分明就是体内的神秘雾气。只不过沈秋怡境界太低，感知错误了，这让陈大器心中有些担忧。按道以后得修炼一门可以完美控制气息的术法，将神秘雾气完全控制，否则被人再发现，那就完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沈秋怡一脸羞红，他转头对徐秋月道：“秋月，你先出去，我要亲自验证一下这至尊阳体的成色。”好的，师姐。徐秋月心中微微一叹，有些不舍地看了陈大器一眼。他现在其实有些后悔了，一直以为他能成功进阶炼气3层，靠的是那门双修术法，如今看来根本不是，而是因为陈大器体质特殊啊。早知道真的这样，他是断然不舍得让人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万一师姐要抢走陈大器，那怎么办？一想到这里，他就有一种错意的感觉，亏大了呀。可现在他也只能强颜欢笑，让陈大器跟着沈秋怡进屋，心中暗暗嘀咕：阿七啊，师姐修为高，你可一定要顶住啊。进屋后，陈大器瞪大了眼睛，忍不住问道：仙师，咋验证啊？要搬石头吗？沈秋怡脸色红得滴血，但一想到同门弟子的嘲笑，想到自己连续2次内门考核失败，想到内门弟子的优厚待遇，他心中一横，干了。随即他竟主动拉住了陈大器那双粗糙的大手，将其往自己腿上一放，语带娇嗔：不搬石头，搬师姐啊！这至尊阳体竟然如此强悍。沈秋怡惊愣地感知着自己身体，眼眸一片明亮，原本干涸的经脉此时像是久旱逢甘霖，不仅扩宽了数倍，甚至连原本虚浮的灵气都变得厚重凝练。一次，仅仅只是一次，竟然直接让他突破了困扰许久的瓶颈。如今的他炼气7层，刚刚的一切就跟做梦一样啊。此时他目光看着陈大器，
好像看一个大宝贝一样。当然，他心中也有些奇怪。根据古籍上所说，这尊阳体虽然作用很大，但是这也太大了吧，超乎了他的想象。他原本还寻思着，起码好几次才行啊，估计是我底子好的缘故吧。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娇嗔，自己还真是能干呢。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哪里是什么至尊阳体的功劳，分明是陈大器丹田内那团神秘雾气在作祟。当沈秋怡的灵力涌入陈大器体内时，那团雾气就像是一个精密的磨盘，将他那些驳杂的灵力瞬间萃取、净化，再反馈回去。这股纯净到极点的能量，对炼气期的修士来说，简直就是夺天地造化的神迹。沈秋怡看着眼前气喘吁吁的陈大器，眼中的清冷早已被一股近乎狂热的渴望所取代。不够，境界还未完全稳固。沈秋怡低声呢喃，为了那门考核，为了能在那群天才面前扬眉吐气，他顾不得什么仙子形象了。大器，再来一次，帮师姐巩固境界。陈大器瞪大眼睛，看着平日里高不可攀的师姐再次扑了上来，心中叫苦不迭。这炼气6层的体力，果然不是炼气3层的徐秋月能比的呀。洞府外，月影西斜，徐秋月靠在石壁边，手中的帕子已经被他搅成了麻花。听着内室里传出来的阵阵动静，他的心就像是被浸在了陈醋里，酸得发苦，疼得难受。那声音每响一下，就像是在他心尖上扎了一针。一次也就罢了，怎么还没完？徐秋月贝齿紧紧咬着下唇，眼中满是悔意。他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原本以为只是送个人情，博个师姐的好感，谁能想到陈大器这憨货竟然真的是个大宝贝。他想起之前陈大器陪着自己时，那股暖流虽然让自己进阶，但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让师姐如此失态。至尊阳体，若是让宗门那些老怪物知道，大器还能留在我身边吗？万一沈师姐动了心思，要把大器强行要去，我该怎么办？徐秋月越想越怕，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了他。他原本觉得自己是陈大器的主人，是掌控者，可现在他感觉自己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把属于自己的宝贝推向了一个比他强大无数倍的女人怀里。那内室里的声音听在他耳朵里，不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地位被篡夺的嘲讽。他看着紧闭的房门，头一次觉得这栋府冷得刺骨。不知过了多久，内室的声音终于平息，石门缓缓打开，沈秋怡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分先前愁眉不展的模样，整个人容光焕发，皮肤透着一股如玉般莹润的光泽，周身灵气凝练而不外显，那是修为达到炼气7层巅峰，境界完全稳固的标志。徐秋月赶忙迎上去，强挤出一抹笑意：“恭喜师姐，贺喜师姐！看来大器这小子没让师姐失望。”沈秋怡没有立刻接话，她淡淡的瞥了徐秋月一眼，那一瞬间，沈秋怡眼神中透出的威压，让徐秋月心头一震，下意识的低下了头。炼气7层已然是半步迈入内门的门槛，与他这种靠外力强行提升的炼气3层早已天差地别。秋月师妹，沈秋怡的声音忽然变得清冷，更多了几分不容置疑的霸道。师姐请讲。沈秋怡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屋里穿衣服的陈大器，转过头死死盯着徐秋月，语气森然地叮嘱道：“陈大器的事情，除了你我，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尤其是他体质的秘密，若是传出去半分，不仅他会死，你也活不了。修仙界可是有很多老魔头的，最喜欢的便是这种天生的人炉，明白吗？”徐秋月浑身打了个冷战，急忙跪倒在地：“师姐放心，秋月知道轻重，断不敢乱说一个字。”沈秋怡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过2日我会再来找他，这段时间你让他好好休息。徐秋月低着头，指甲深深掐入手心，心中苦涩无比。这哪里是关照，这分明是已经把陈大器当成了他沈秋怡预定的私产了呀。不过这时候，沈秋怡抛来一个玉瓶，这是一瓶淬体丹，你刚刚入门，给你服用正好，这可是价值6块灵石的好东西。沈秋怡淡淡道。徐秋月神色大喜，多谢师姐，有了这淬体丹，他就能拓宽一下身体经脉了，以后吸收灵力更加便捷。这一瞬间，之前的愁怨瞬间烟消云散。大器，你感觉怎么样？回去的路上，徐秋月一边走一边酸溜溜地问着，眼神不停在陈大器身上打量，仿佛想看看他被沈秋怡压榨坏了没有。陈大器此时不仅没有疲惫，反而觉得丹田里的雾气似乎又厚实了一圈，连走路都带风。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能得到好处的，并不是纯粹的付出者。他挠了挠头，笑道：“师姐，俺也没啥感觉，就是觉得沈仙师比你力气大多了，按得俺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真是的，徐秋月气得直跺脚，心里暗骂：这傻子占了大便宜还卖乖，那可是炼气7层的高冷师姐啊。对了，师姐有没有给你好处？陈大器没有隐瞒，兴奋道：“也给我一瓶淬体丹。”徐秋月惊讶道：“沈师姐出手可真大方，不枉你辛苦了2次。”陈大器心说：“其实也没辛苦，反而还挺惬意的。毕竟沈师姐虽然看起来高冷霸道，但私底下其实很温柔呢。”反而徐秋月生疏的像新兵蛋子。想到这，陈大器也很好奇，师姐在乡下的时候早早就嫁给少爷了呀，怎么如此生疏呢？夜色如浓墨般晕开，后山的一处偏僻草丛，草木繁茂，
虫鸣声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陈大器独自一人穿过乱石堆，寻了个隐蔽的地方坐下。他从怀里摸出淬体丹，借着微弱的月光倒出了一粒，药力猛，经脉如火烧。陈大器脑海中回想起徐秋月先前的叮嘱，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仰头将丹药吞下。丹药入腹的瞬间，一股狂暴的热流陡然炸开，仿佛一团烈火直接在五脏六腑间翻腾。陈大器闷哼一声，浑身肌肉瞬间绷紧，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正如徐秋月所说，这淬体丹的药力对于尚未正式筑基的凡人来说，无异于刮骨疗毒。那股燥热顺着经脉横冲直撞，所过之处，经脉仿佛被生生撕裂，又被那炽热的能量强行重塑。陈大器咬紧牙关，死守住灵台的一丝清明。他知道，这种时候若是泄了气，不仅药效全废，甚至可能伤及根基。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陈大器猛地睁开双眼，瞳孔中隐约有一抹金光划过。炼气2层，他站起身，随意挥出一拳，空气中竟隐约带起了阵阵风雷之声。这就是修行者的力量吗？陈大器自言自语，心中却异常冷静。待到天边泛起鱼肚白，陈大器回到了徐秋月的住处。屋门虚掩着，徐秋月早已经起床修行。他见陈大器衣衫凌乱，满身泥尘，脸上还带着些许青紫，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你服用了丹药？徐秋月走上前，语气虽然清冷，却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探寻。他伸手搭在陈大器的脉搏上，只觉得他的气血比昨日旺盛了数倍。师姐，我已经有修为了。陈大器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憨厚的挠了挠头。我感觉体内有一股气。徐秋月收回手，心中暗忖，虽然这小子狼狈了点，但这体质确实惊人，竟然真的硬生生扛过了淬体丹的洗礼，能扛下来就是你的福分。徐秋月看着陈大器那双清亮的眼睛，心中那种莫名的预感愈发强烈。这个师弟或许真的会成为他修仙路上的一个巨大变数。进去洗洗吧。徐秋月转身走向屋内，裙摆摇曳间留下一阵淡淡的冷香。是，师姐。看着陈大器那乖巧的样子，徐秋月心中那一丝不安稍微缓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野心。有了这只尊阳体，说不定他真的能在那忘恩负义的李秀秀面前彻底翻身。当然，前提一定要留住陈大器才行。但如何能留住他呢？他不禁苦恼起来。论年轻，不如李秀秀；论天赋，不如李秀秀和沈秋怡；论财力，也不如沈秋怡；论地位，依旧不如李秀秀和沈秋怡。难搞啊！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杂役区的大通铺旁已经响起了稀稀落落的脚步声。陈大器回到这里时，正好撞见吴秋几个人蹲在台阶上，手里拿着干硬的窝头，一个个垂头丧气，像是霜打的茄子。吴哥，哥几个这是咋了？陈大器走上前，习惯性的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虽然他现在已经是炼气2层，气力比以前大出数倍，但在这些同伴面前，他依旧把自己伪装得像个平凡的憨小子。吴秋抬头看了陈大器一眼，长叹一口气，把手里的窝头狠狠咬了一口，含糊不清的骂道：别提了，大器，原本管事答应把去青黄陵伐木的活儿派给我们几个，那是肥差啊，不仅零食给的多，运气好还能采到几颗年份浅的灵笋，拿去换点散碎银子也成。谁知道被张大虎那王八蛋给截胡了。旁边的王忠恨恨的接话，气得咬牙切齿，他仗着自己表舅在外门当杂役管事，刚才带了一帮人把咱们的名牌直接从公示栏上拽了下来，还把我们几个推搡了一顿。这世道没后台真是活得不如狗。其实吴秋自己也有后台，但是后台没人家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陈大器心中一动，张大虎他知道那是杂役院里有名的横人，听说练过几年世俗武艺，手下聚了一群地痞流氓，专门欺负他们这种老实巴交的散兵游勇。吴哥别愁，活儿总会有的，既然青黄陵的活儿没了，咱们去管事那儿再碰碰运气。陈大器安慰道，也只能这样了，去晚了怕是连挑大粪的活儿都抢不着。吴秋拍拍屁股上的土，招呼大家振作起来，随即起身往杂役院的登记处走。杂役院门口此时已经围满了人，那个常年板着脸姓孙的管事正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卷名册，不耐烦地训斥着几个上前讨活的弟子，去，没好活了。后山的灵池缺几个挑水的，去不去？不去就滚，别在这碍眼。那几个弟子苦着脸退了下来，挑灵池的水不仅累，还得忍受寒气入体，最是伤身。但还是有几个杂役估摸着好些日子没弄到好活了，一咬牙上去接了挑水的活。这活虽然赚得少，但好歹也能弄到一些灵砂，回头还是能换不少银子的。吴秋几人对视一眼，心里更凉了。就在这时，孙管事眼尖，一眼瞅见了跟在人群后面的陈大器。那一瞬间，孙管事原本像是欠了他500万灵石的死鱼脸，竟然奇迹般的绽放出了一朵如菊花般的笑容。他猛地站起身，甚至还往前迎了2步，对着陈大器招了招手：哟，新来的，过来。陈大器微微一愣，道他也认识这个孙管事，不过对方从没有给他好脸色过，唯一说过的2句话就是滚远点，别碍事。没想到孙管事现在对他如此客气，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器，愣着做什么？孙管事叫你呢，还不快去？吴秋见此，
急得几乎要跳起来。这可是孙管事，杂医院的主管啊！平时他们想找孙管事说话都不可能呢。陈大器倒好，居然还傻傻的站着。陈大器反应过来，朝孙管事走了过去。孙管事，您叫我？就是叫你呢。你叫陈大器，对不？陈大器点点头，对，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孙管事笑容满面的看着陈大器，慈祥的模样看呆了所有人，尤其是吴秋，他瞪大了眼珠子，嘴里的窝头渣子都快掉地上了。这孙管事可是出了名的贪财刻薄，平时他们送礼都换不来一个好脸色，今天这是吃错药了。他猛地反应过来，心中暗道：陈大器上面有个外门弟子做靠山，难道是那个外门弟子打招呼了？可是他不也是新来的？还是说陈大器有其他人做靠山了？不管如何，他感觉陈大器这下稳了，稳得一塌糊涂啊！孙管事，我过来看看有啥活干。陈大器也有点发虚，这孙管事的热情让他有点不适应。哎呀，你这孩子还看什么看呢？孙管事亲昵地拍了拍陈大器的肩膀，那力道轻得像是在拂尘，随即凑过来低声道：沈秋怡师姐都亲自跟我打过招呼了，说你干活细致体贴入微，深得她赏识，所以啊，特意嘱咐我让我给你留着一个美差呢。这下陈大器明白了过来，看来昨晚的活没白干啊！沈秋怡竟然亲自过来和孙管事打招呼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为了报答沈秋怡，下次一定要好好给他干活。看着陈大器惊讶的模样，孙管事心中唏嘘，真不知道这傻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得到了沈秋怡师姐的亲自打招呼。沈秋怡虽然不是内门弟子，但在外门之中，她可是正儿八经的师姐级人物。而且他一早听说沈秋怡于昨晚成功在自己的洞府顺利突破，如今的修为乃是炼气7层，这个实力很有希望能在之后的内门考核之中顺利成为内门弟子。所以对于沈秋怡师姐的亲自打招呼，他还是很重视的。孙管事，不知道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活？陈大器不由得问道。你现在年轻力壮，沈师姐专门交代了，要让你多见见世面，顺便补补身子，所以我这儿还有个更有油水的活儿，跟随外门捕猎队出巡。此言一出，周围响起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捕猎队在缥缈宗外门，捕猎队是专门进入外围森林猎取低阶妖兽的队伍，那些妖兽的皮毛、骨骼甚至血肉都是炼气炼丹的宝物，而那妖兽肉更是蕴含灵气的极品精肉。杂役跟随捕猎队不需要冲锋陷阵，只需在修士大人猎杀妖兽后，负责现场的切割、拆解，并将沉重的兽尸运送回来。这也是因为普通修士的储物袋空间都不大，而妖兽体积太大，储物空间不够用。另外，修士不愿意费功夫去切割血肉、皮毛，所以这种又累又脏的活就交给了杂役处理。这活虽然累，但报酬高的惊人。跟随捕猎队外出一天，哪怕什么都不干，都有200灵杀的进账。最重要的是，捕猎队的大人们往往看不上那些碎肉边角料，随手赏给杂役一点，拿回来熬汤。那对凡人甚至低阶散修来说都是大补之物啊！孙管事，这活真的给我？陈大器挠着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心中却是在飞快盘算。他现在炼气2层，体内的神秘雾气似乎对这种血气旺盛的东西非常敏感，如果能亲手拆解妖兽，说不定对自己修行大有裨益。能干，太能干了！孙管事一拍大腿，沈师姐说了，大器你手脚麻利，心眼又实，最适合干这种细致活。而且这次带队的队长正是沈秋怡沈师姐本人。沈师姐带队，陈大器心中一暖，他知道这是沈秋怡在变相的报答他，毕竟他现在的身份还是个杂役，若是沈秋怡直接赏赐太多灵石丹药，反而会引起他人的关注。而安排这种名正言顺的肥差，不仅能让他合理的获得资源，还能在他的羽翼下保证安全。反正从今天起，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沈师姐的人了，以后谁还敢和他大呼小叫的？那我能带几个伴吗？陈大器看向一旁眼巴巴瞧着自己的吴秋和王忠等人，他从小就知道，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得有一群忠心的帮手朋友。吴秋他们对他一直不错，在这个时候拉一把，最能收买人心。大器，你想带谁就带谁。孙管事大方的不得了，转头看向吴秋等人，脸色瞬间变得严肃。你们几个听到了吗？这是大器给你们讨来的机缘，要是到了林子里谁敢偷懒或者对大器不敬，回来我亲手剥了他的皮。哎呦，多谢孙管事，多谢大器哥！吴秋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原本以为今天的肥差被张大虎抢了，这几天都要喝西北风，没成想峰回路转，竟然能捞到捕猎队后勤这种顶级肥差。王忠更是直接走上来给陈大器肩膀一拳，嘿嘿直笑。大器哥，以后我就跟你混了，你就是我的亲大哥。边上的刘能也是一脸兴奋，想不到咱们的大器哥这么厉害。陈大器憨厚的笑着，连忙道：你们年龄都比我大，还是叫我大器好了。吴秋连连点头，按道陈大器虽然上头有人，但不骄不躁，这个朋友没有交错。好了，大器，你去宗门口等着吧，捕猎队待会也会在那里集结。孙管事叮嘱道。多谢孙管事。接过任务令牌，陈大器内心感叹，这世道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沈师姐的一句话就能让不可一世的孙管事变哈巴狗，
也能让他们这些最底层的杂役一步登天。半个时辰后，吴秋召集了数10个平日里信得过的熟人，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宗门的门口。这些杂役平日里干的都是最苦最脏的活，此刻个个精神抖擞，背着巨大的竹筐，手里拎着金刚打造的包皮尖刀，眼神中充满了渴望。集结地的空地上，5位身着蓝白道袍的外门弟子已经等候多时。领头的女子身姿如松，背负一柄青色长剑，阳光洒在她如霜的脸庞上，显得出尘脱俗，英气逼人。正是刚刚突破到炼气7层的沈秋怡，在她身后是4名炼气5层到6层不等的外门弟子，3男1女，此刻正低声交谈着，眼神中偶尔掠过一丝高傲。沈师姐，这就是孙管事派来的杂役。一名身材瘦削的男修扫了一眼陈大器等人，皱了皱眉，人是不是多了点？咱们这次去猎杀的是铁甲溪，带这么多累赘，怕是会拖慢速度。沈秋怡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语气不容置疑，这些杂役手脚利索，都是孙管事挑选出来的熟练工。这次猎杀的数量较多，人多点，运送速度也快。怎么，赵师弟有意见？不敢，不敢。那赵姓师弟缩了缩脖子，现在的沈秋怡修为已经压过他2头，又是这支小队的队长，他哪里敢触眉头？沈秋怡的目光不经意间在陈大器身上停留了一瞬，看到陈大器那副老老实实的模样，他的心弦微微颤动了一下。昨晚那荒唐而又疯狂的经历再次浮上脑海，让他原本清冷的脸庞浮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这个坏家伙穿上杂役，辅导又是一副傻样了。沈秋怡心中暗嗔，但更多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安心感。此次之所以照顾陈大器，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自己也要修行，所以不可能给陈大器很多的好处。昨晚给的2瓶淬体丹，其实他都心疼了许久呢，所以他暗中给孙管事打招呼，以此算是换一个方式报答。出发！随着沈秋怡一声令下，一行15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深入密林。进入外围森林后，四周的光线暗了下来，巨大的古木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腐殖质的气息，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兽吼。陈大器走在杂役队伍的前头，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五感比以前强了太多。数10丈外的灌木丛里有一只灰兔窜过，他能清晰地听到呀沙沙声，树梢上有什么毒虫在爬动，他甚至能闻到那股腥气。最让他惊喜的是，他体内的那团神秘雾气，随着深入密林，这雾气竟然变得活跃起来，像是一个饥饿的小兽，贪婪地感知着周围充沛的水木灵气。这森林里的灵气比大通铺那边足足浓了1倍，不过似乎有杂质。这里灵气虽然浓郁，但含有杂质，切记不要随意吸收。沈秋怡忽然开口，朝陈大器这边还看了一眼。陈大器心中一动，他一边走一边悄悄运转着催气诀。不能吸收。陈大器脸色古怪起来，不对啊，他好像可以吸收啊，而且吸收的十分顺畅。片刻后，陈大器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可以吸收这里含有杂质的灵气了。他体内那神秘雾气就像是一个完美的转化器，将周围有散的灵气吸入，然后轻松地转化为他自己的力量。这个过程几乎不需要他怎么运转，只需要默默运转催气诀即可，所以他体内灵力迅速聚集，比在杂役区修行要快2倍之多。走在前面的沈秋怡突然回头看了陈大器一眼，作为炼气7层的高手，他隐约感觉到陈大器的气息有些古怪，似乎比昨天又强了一点。看来他昨晚就服用了淬体丹。沈秋怡暗自揣测，他心中不禁对那所谓的至尊阳体更加好奇和震撼，这体质简直逆天。一行人约莫走了2个时辰，来到了一处山谷边缘。停！沈秋怡抬手示意，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的一片烂泥滩，那里正有3头浑身披着厚重黑色鳞甲，体型如小山般的犀牛在低头饮水，是铁甲溪一阶巅峰妖兽，力大无穷，防御惊人。沈秋怡低声指挥，赵师弟，你带王师妹从左侧包抄，李师弟，你们2个断后，我负责正面强攻，杂役留在100米外，没我的命令不许靠近。是。几名外门弟子应声而动，刹那间灵光闪烁，沈秋怡长剑出鞘，一道青色的剑气如匹练般划破长空，重重地斩在最前方的一头铁甲溪背上。吼！妖兽吃痛，发出震天的怒吼。陈大器躲在远处一棵大树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局，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看修士战斗。沈秋怡的身姿在林间腾挪跳跃，如同一只轻盈的仙鹤，剑光舞动间，每一击都带着千钧之势。铁甲溪虽然皮糙肉厚，但在炼气7层的强大实力面前，依然被打得节节败退，鳞甲飞溅。吴秋躲在陈大器身边，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沈师姐太猛了，以前总听人说她遇到了瓶颈，我看这哪是瓶颈啊，简直就是杀神降世。王忠也点头如捣蒜，是啊，听说沈师姐这几天突然顿悟了，修为突飞猛进。大器哥，你可得好好干，沈师姐这种大腿，咱们一定要报警了。陈大器心说，这大腿他不仅抱了，还摸了呢。不到1刻钟，战斗结束，3头庞大的铁甲溪道在血泊中彻底断了气。沈秋怡收剑而立，虽然鼻翼微汗，但气息丝毫不乱，炼气7层的底蕴展露无遗。大器，带人过来干活。沈秋怡转过头，对着陈大器的方向喊了一句，声音虽然清冷，
但落在众杂役耳中却无异于天籁。来了！吴秋一声吆喝，数十个杂役蜂拥而上。就在他们数十个杂役干活的时候，几个修士盘膝坐在四周，手里各自拿着一块灵石，恢复灵力。切割妖兽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犀牛皮坚硬如铁，必须顺着关节和纹路下刀。陈大器走到那头最大的犀牛尸体旁，看着其他人怎么干活，他还是第一次处理这种妖兽的尸体。深吸一口气之后，握紧了手里的尖刀。当刀锋刺入兽肉的那一刻，他感觉到一股暴力的气血直冲面门。这血气大不啊？陈大器不动声色想着。由于力气大，他的动作越来越快，剥皮、剔肉、取骨。1个时辰之后，他已经熟练的不像个新手。旁边的赵姓弟子看得一愣一愣的，这杂役力气不小啊，这心有几股最是难拆，他竟然一刀就给卸下来了。沈秋怡站在一旁，嘴角噙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他自然看出了陈大器的不同寻常，这个男人就像是一个未开发的宝藏，而且他可以预见，陈大器虽然是杂灵根，但未来绝对不会太弱。当然，肯定是比不上他的，但是比徐秋月师妹要强。大家快点干，拆下来的碎肉，沈师姐说了，每人可以分5斤。赵姓弟子大声吆喝着。哦，沈师姐万岁！杂役们欢呼雀跃，干活的劲头更足了。此时沈秋怡转过身，望向森林更深处，眼中闪过一丝野心。有了大气，有了这神奇的进阶速度，内门考核他志在必得。准备一下，继续深入。沈秋怡朝几个修士说道，他们出来一趟并不容易，所谓的猎杀妖兽其实也是属于外门弟子的任务，而这次的任务一共要猎杀6头铁甲犀牛。随着沈秋怡一声令下，原本喧闹的泥滩逐渐安静了下来。铁甲犀这种妖兽浑身是宝，沈秋怡先手一扬，腰间的储物袋绽放出淡淡的微光，将那些切割的最为整齐、蕴含灵力最纯净的筋肉收纳其中，那是任务交付的关键，也是他们这些外门弟子进阶的资粮。随后，另一只灰扑扑的储物袋被祭出，巨大的犀牛毛皮、厚重的鳞甲如流水般被吸入。至于那些沉重且占地方的犀牛骨，沈秋怡转过头看着吴秋等杂役，淡淡吩咐道：“吴秋，你带几个人把这些骨头和一些粗肉先运送回宗门，这骨头是炼制低阶法盾的辅材，不得有误。”是，沈师姐。吴秋忙不迭的领命。陈大器帮着吴秋他们捆扎骨架，手上的力气控制的恰到好处，既表现的比常人强一些，又不至于惊世骇俗。片刻后，他看着同伴们远去的背影，心中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这一次真的赚大了，除了赚到灵沙，还有很多大肉，这可是要瘦肉啊，吃了可是大补。入夜，密林深处，这里的夜晚不同于外围，空气似乎被一层浓稠的湿气包裹着，远方时不时传来的几声凄厉兽吼，在层层叠叠的树影间回荡，令人心惊肉跳。沈秋怡从怀中取出4枚泛着微光的灵石，熟练地在一处被封的土坡四周布下了简单的防御阵法。随着一道半透明的淡蓝色光幕缓缓升起，那股直钻骨髓的凉意和隐隐约约的腥臭味被隔绝在了外面。阵法内篝火跳动，5个修士围火而坐，手中各自攥着灵石，汲取灵力，恢复白日的损耗。陈大器坐在阵法的角落里，靠着一棵古树的根部，他低着头，看似在打瞌睡，实则体内的催气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这阵法内的灵气虽然被修士们占据了大半，但那些溢散出来的丝缕灵气却在神秘雾气的牵引下，悄无声息地汇聚向他的丹田。沈仙师布阵的手法真玄妙。陈大器心中暗暗记下那些灵石摆放的位置。他发现，当灵气经过阵法过滤后，变得更加温驯，那种原本暴力的灵间杂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春雨般细腻的能量。沈秋怡睁开眼，目光掠过火堆，看向角落里的陈大器。陈大器赤裸着双臂，他那手臂上的肌肉就好像石头一样，看得沈秋怡面红耳赤。他明明只是个杂役。沈秋怡心中微乱，急忙收回视线。他能感觉到，自从那晚之后，他的心境出现了一丝裂痕，不再像以前那样古井无波。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修为稳固在炼气7层，甚至隐隐有向第8层攀升的迹象。沈师姐，怎么了？一旁的王玉师妹察觉到沈秋怡的神色，关心地问道。无事，只是在想那剩下的3头铁甲犀。沈秋怡掩饰性地拨弄了一下篝火，声音清冷。这片区域的铁甲犀似乎受了惊扰，白天咱们杀了3头，剩下的恐怕已经潜入了更深的地方。明日若再寻不到，任务恐怕要延期了。接下来的3天，正如沈秋怡预料的那样，捕猎小队在方圆数十里的密林中反复穿梭，惊起了一群群飞鸟，也猎杀了几只不长眼的青脊妖狼和2窝灵耳兔。可那体型巨大的铁甲犀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连个体影都没留下。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脚下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淤泥遍布的沼泽，巨大的铁线藤如同毒蛇般缠绕在树干上，每一口呼吸都带着一股腐烂的霉味。该死，这铁甲犀莫非是搬家了？赵姓弟子挥刀砍断挡路的藤蔓，一脸晦气地骂道：“咱们这几天光跟这些烂兔子打交道了，储物袋都要被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塞满了。”其他几个修士也露出了疲态，在密林中高强度保持警惕对精神的消耗极大，
尤其是这里瘴气渐浓，若不是有解账单撑着，他们这些炼气中期的修士也吃不消。沈秋怡停在一棵枯死的巨树旁，先指轻抚过树皮上的一抹新鲜擦痕，她美眸微凝，那是大型生物经过时留下的痕迹，但很细碎，像是为了规避什么。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沈秋怡转过身，神色凝重地看着队员们，目标散得太开，咱们5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且搜索效率太低。我决定大家分开行动。分开？赵姓弟子一愣，沈师姐，这深处怕是有2阶妖兽出没，而且就算遇到铁甲溪，我们单打独斗怕是对付不了。咱们只是在这一带搜索，一旦发现踪迹，立刻灵符传信，切不可私自动手。如此一说，另外4个修士只能点头同意。反正只是寻找，又不是单打独斗，安全性还是很高的。沈秋怡又道，每个人带一个杂役弟子，负责处理扎营、切割小妖兽等杂事。若是遇到危险，杂役也能起到一些预警的作用。修士们互相对视一眼，带个杂役虽然是累赘，但确实能省去很多琐事，比如刚才猎杀的那些妖狼、剥皮拆骨这种事，修士是不屑于亲自动手的。晚上休息的时候，杂役也能负责警戒。总体来说，聊胜于无吧。我带大气。沈秋怡语气平淡，仿佛只是随口指定。他力气大，处理妖兽尸体最快，没有人提出异议。毕竟陈大气这几天的表现确实出众，那股子蛮力在拆解铁甲溪时已经证明了价值。赵师弟几人各自领了一个杂役，选定方向后便消失在了浓雾弥漫的林间，原地只剩下沈秋怡和陈大气。浓雾逐渐靠拢，将2人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沈秋怡看了一眼陈大气，发现这汉子正老老实实的背着背篓，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波澜，只是静静的候着。师姐，咱们往哪边走？陈大气憨憨地问了一句。跟紧我，别掉队。沈秋怡收起长剑，手中换了一柄短刃。在这浓雾笼罩的复杂地形，长兵器反而施展不开。2人一前一后，踩在松软腐败的落叶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随着远离营地，沈秋怡原本那副严肃的表情逐渐放松下来，她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解脱，似乎离开了同门的视线，她才不需要时刻维持那副高高在上的师姐派头。大气。沈秋怡突然开口，声音比平时柔和了许多。哎，师姐您说这几天累不累？沈秋怡回过头，正好看见陈大气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在这瘴气弥漫的地方，凡人呼吸都会觉得肺部灼热。不累，跟着师姐我心里踏实。你服用了淬体丹后修为如何了？炼气2层了。陈大气道。沈秋怡惊讶道，果然我没有看错。不过你一定要低调行事，宗门若是知道你一个杂灵根修行速度还这么快，对你不利。我也是这么想的，还请师姐替我保密。回头我去兑换一门可以隐藏气息的术法，你好好修炼，寻常修士无法感知到你的气息。多谢师姐。陈大气神色一喜，他最近愁的就是这件事。沈秋怡又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淡绿色的丹药，递给陈大气，这是清毒散，含在嘴里能挡住这林子里的晦气。陈大气受宠若惊的接过，指尖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沈秋怡冰凉的手心，那一瞬间2人的身体都微微僵硬了一下。空气中原本苦涩的腐霉味，似乎在那一刻被一种微妙的属于沈秋怡身上的淡淡幽香所取代。谢仙姐赏赐。陈大气赶紧低头，掩盖住眼中闪过的一丝火热。他能感觉到沈秋怡在照顾他，虽然他也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活好的缘故，但不管如何，只要对他好，那就足够了。回头一定要好好干。陈大气暗暗想着。接下来2人继续走着，越走越偏。大概快天黑的时候，沈秋怡带着他来到一处以前他待过的山洞之中。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沈秋怡声音平淡，随即和往常一样开始在山洞入口布置起阵法。陈大气则是开始生火，随着火苗升起，2块筋肉飘到他面前。把肉烤了。沈秋怡吩咐道。是，师姐。陈大气神色一喜，如此一来自己也能吃上这块大肉了呀。他自小在乡下自己做饭做菜，手艺自认不错，所以没一会儿，2块被攥在木棍上的烤肉已经滋滋作响，香味扑鼻。咦，沈秋怡闻到香味，诧异看来，这小子烤肉手艺倒是不错。师姐，烤好了。陈大气将一串烤肉递了过来。沈秋怡不再打坐，接过烤肉，似笑非笑道：大气，你已经是炼气2层修士了，你还认为徐秋月是你主子吗？陈大气愣了一下，没想到沈秋怡忽然提起徐秋月，他想当然的点了点头。我能入宗，多亏了师姐，做人可不能忘恩。沈秋怡微笑道：你倒是忠心。他心中感叹，这个陈大气还真是老实。不过越是这样的人，他越是喜欢，因为只要得到他的认可，岂不是意味着就能得到他信任？以后陈大气可是他修行的关键一步，如果能独占，那自然再好不过。不过徐秋月在陈大气心目中地位不低，自己不能用抢。思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和徐秋月共享，反正至尊阳体的阳气连绵不绝，体质很好。别说只是他们2个人，哪怕再来几10个，恐怕陈大气一点事都没有。念及此，沈秋怡忽然想到自己的师尊，师尊身上留有暗伤多年，也遇到了瓶颈。不行！沈秋怡连忙摇头，甩去心中这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师尊可是出了名的冰清玉洁，冰肌玉骨，守身如玉，关键是还有未婚夫，听说不成亲都不让未婚夫碰呢。师尊怎么可能会找陈大器？我若是说了，师尊还不得骂死我啊！当然了，他对师尊还是绝对信任的，所以才会产生将陈大器介绍给师尊的想法。就在沈秋怡胡思乱想的时候，陈大器美滋滋地吃起了烤肉，一口精肉入口，陈大器眼前一亮，太香了！随着一块肉入腹，那气血气息直冲身体四肢百骸。大器，这铁甲溪的精肉味道如何？看着陈大器狼吞虎咽的样子，沈秋怡嘴角翘起，笑着问道：“师姐，这肉真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陈大器连连点头道：“你看你这吃相，慢着点，等这次回去了，我私底下多给你一些。”沈秋怡淡淡道。陈大器瞪大眼睛，惊讶道：“真的吗？师姐，骗你做什么？谢谢师姐，师姐，你真好。”陈大器发自内心的说道：“就谢谢。”沈秋怡眉目流转，意味深长。陈大器很会察言观色，只是一听就知道沈秋怡是什么意思了。这时又有用得到他的地方了呀。师姐，这几天我都没洗澡，身上脏。陈大器说道，他身上全都是血污汗渍，怕被沈秋怡嫌弃呢。毕竟沈秋怡可是比师姐还要高贵的仙子，一想到自己脏兮兮的手去触碰那高贵的娇躯，光是想想自己都有些膈应呢。沈秋怡微笑道：“这还不简单。”只见他从储物带取出2张黄色灵符，此为清洁符，你输入灵力之后，拿着灵符从头到尾清洗一遍。陈大器眼前一亮，恭敬接过，随即学着沈秋怡的样子往灵符之中输入灵力。嗡，灵符启动，一股清洁之力涌出。陈大器拿着清洁符在自己身上扫了一遍，温润的气息扫过，身体和衣服上的污渍都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拂去，不仅仅变干净了，而且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这股清香和沈秋怡身上的清香差不多，难怪沈师姐身上这么香，原来是这样。陈大器惊叹不已，我有些累了，大器，给我捏捏肩。此时沈秋怡也清洁了身体，那白皙的肌肤上散发一股淡淡幽香。是。陈大器走过去，但这时候沈秋怡身上的衣物从双肩滑落，这次足足1个多时辰才结束，毕竟有好些日子了。沈秋怡其实一直在想着陈大器给她带来的极致的享受。第二天一早，沈秋怡十分满意，虽然这次没有让她马上进阶，但让她连日来疲惫的娇躯得到了缓解。现在的她神清气爽，收起阵法，2个人再次进入密林。大概下午的时候，忽然陈大器的脚步停住了，他敏锐的听力似乎捕捉到了一种不属于风声的动静。师姐，等等！沈秋怡恢复了之前清冷的样子，她瞬间警惕，短刃横在胸前，发现什么了？那边水塘里好像有喘气声。陈大器指了指左前方，那是一处隐蔽在繁茂蕨类植物下的泥潭，黑漆漆的潭水泛着诡异的气泡。沈秋怡放轻脚步，灵力灌注双眼，穿过层层迷雾，只见在那泥潭的边缘，一头比之前猎杀的都要大上1圈的铁甲蜥，正半个身子埋在烂泥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的背部有一道恐怖的抓痕，皮开肉绽，甚至能看到里面森森的白骨。他受伤了。沈秋怡心中一喜，但随即脸色一变，不对，能把铁甲蜥伤成这样的。吼！一声狂暴的兽吼从铁甲蜥上方的老树上炸响，一道黑影如同闪电般扑下，目标却不是那头垂死的犀牛，而是正处于惊讶中的沈秋怡。师姐小心！陈大器目眦欲裂，他根本来不及思考，体内的炼气2层灵力在那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他整个人如同一头发怒的公牛，猛地拉着沈秋怡后退。沈秋怡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他整个人被拉着后退。撕拉！黑影的利爪擦着他的衣襟划过，狠狠地抓在了陈大器的背篓上，坚固的竹筐瞬间粉碎。2个人借着这股冲力在地上滚了几圈，黑影落地，露出了真容，那是一头浑身覆盖着漆黑鳞片的暗影豹，双瞳赤红，悠悠地盯着眼前的2人。一阶巅峰妖兽，防御力虽然不如铁甲蜥，但是速度极快。暗影豹的速度快得惊人，在那幽暗的密林中，它就像一道流动的黑烟。那双翅红色的兽瞳在浓雾中拖出2道长长的残影，带着死亡的腥气直扑陈大器的咽喉。该死！沈秋怡瞳孔骤缩，她万万没想到，在这铁甲蜥的领地边缘，竟然潜伏着一只即将踏入2阶的1阶巅峰暗影豹。大器，闪开！沈秋怡尖声喊道，随即她果断扔出飞剑，朝暗影豹射去。陈大器此时心跳如肋骨，炼气2层的灵力在他体内疯狂流转。畜生，滚开！陈大器怒喝一声，他没有退缩，反而借着身体旋转的惯性，抡起那条已经彻底碎裂的木质背篓残骸，狠狠地砸向豹影。砰！一声闷响，背篓在暗影豹的一爪之下崩成碎片。但陈大器的这一阻拦，也成功为沈秋怡争取到了最宝贵的几息时间。沈秋怡毕竟是炼气7层的高手，战斗经验丰富，他翻身落地的瞬间，飞剑已经接近暗影豹。这里有事，速来！同时，沈秋怡迅速拿出灵符传讯。好！暗影豹被飞剑逼退，他伏低身子，喉咙里发出不甘的低吼，死死盯着陈大器。他那野兽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看起来浑身都是汗臭味的凡人，骨子里散发出一种让他心悸的炽热气息。
陈大器双手抓着2块从地上捡起的尖锐山石，肌肉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他背上的划痕在微微发烫，那是神秘雾气在自愈，但在沈秋怡眼里，那是陈大器在用血肉之躯为他抵挡致命一击。他竟然真的不顾生死地护着我。沈秋怡心中五味杂陈，这种被拼命保护的感觉，是他修行10余载从未有过的。在宗门里，男修们看他的眼神，要么是贪婪他的美色，要么是觊觎他的修为和背景。唯独陈大器那双眼睛里，除了对野兽的狠厉，就是一种纯粹的近乎愚蠢的忠诚。这种忠诚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要重要。撑住，师弟们马上就到。沈秋怡深吸一口气，顾不得心疼体内的灵力，即起飞剑，化作一道冷芒围绕着2人盘旋，形成了一圈防御圈。不到片刻，远处传来了急促的破风声。沈师姐莫慌，赵某来也。赵姓弟子当先赶到，身后跟着另外3名同样气喘吁吁的修士。他们看到眼前的局势，尤其是看到那头巨大的暗影豹和倒在泥潭里喘气的铁甲蜥，先是一惊，随即狂喜。是一阶巅峰暗影豹，还有受伤的犀牛王，围住他，别让这畜生跑了。4名修士迅速结阵。那暗影豹极其灵敏，见势不妙，他那赤红的兽瞳中闪过一丝阴狠，最后深深看了陈大器一眼，身形一晃，竟直接钻入密林深处，消失不见。他知道面对几个全副武装的修士，他讨不到便宜。呼！沈秋怡脚下一软，险些跌倒。陈大器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的胳膊。师姐，您没事吧？没事，刚刚亏得你发现及时。沈秋怡强撑着站稳。刚刚若不是陈大器及时发现暗影豹，他可能真的会受伤。随即他转头对众人说道：去把那头铁甲蜥杀了，他伤得极重。赵师弟等人兴奋地冲上去，几道剑光落下，那头巨大的铁甲蜥终于发出一声悲鸣，断了气。发财了，沈师姐，这头犀牛起码能抵3头普通铁甲蜥的功勋。赵师弟一边擦汗一边大笑。陈大器却没跟着欢呼，他皱着眉看向那处黑漆漆的泥潭，又看向铁甲蜥刚才挣扎出来的痕迹。师姐，那水底下好像还有东西。陈大器低声道。众人一愣，赵师弟有些怀疑地看了看浑浊的泥潭，能有什么？大器，你是不是吓糊涂了？不对，那底下的气味很浓，是一股子血腥的味道。陈大器坚持道。沈秋怡虽然有些狐疑陈大器是如何发现的，不过看陈大器如此认真的样子，他选择了相信。赵亮、王玉，你们下去看看。沈秋怡吩咐道。2个人都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找来了长杆，然后走到泥潭里捅。没过多久，干尖像是触到了什么坚硬而又有弹性的东西。咦，好像真的有东西。赵亮立刻跳下去，灵力涌动间将泥潭的泥水推开。随着一阵烂泥翻涌，3具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但鳞甲依然完好无损的铁甲蜥尸体浮出水面。这是怎么回事？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沈秋怡走上前查看，只见这3具尸体上都有着和刚才那头活犀牛一样的抓痕，看来是那只暗影豹干的。沈秋怡分析道，这畜生极其聪明，他利用这泥潭的复杂地形伏击这里的犀牛群，然后把尸体藏在水底作为口粮。可惜这次便宜了咱们。天哪，加上刚才那一头，咱们这次出巡直接超额完成了任务。赵亮激动得满脸通红。沈师姐，这次回去咱们的奖励起码翻倍啊。沈秋怡也露出了由衷的笑意，她看向陈大器，眼波柔和。大器，还要多亏了你，若不是你发现泥潭有异，咱们杀了那一头就走了，哪里能发现这水底的乾坤？陈大器嘿嘿一笑，挠了挠头，我就是鼻子灵，没啥本事。杂役们对陈大器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哪里是傻人有傻福，这大器分明是仙子们的福星啊。就连赵亮和王玉等修士看向陈大器的目光也顺眼了不少。之前他们还奇怪师姐对一个小小的杂役咋这么照顾的，现在看来这个叫陈大器的杂役确实有长处啊。3天后，捕猎队大获全胜，满载而归。缥缈宗外门杂役院，陈大器走在回屋的路上，手里拎着沈秋疑似下塞给他的一大包精血肉，还有4颗晶莹剔透的灵石。原本只有3颗灵石的奖励，不过在沈秋一提一下，多给了他1颗。对此赵亮他们也无所谓，毕竟要不是陈大器，他们不可能提前完成任务。现在的陈大器在杂役们眼中简直就是活神仙，连孙管事件到他都要隔着老远打声招呼，问问他渴不渴，累不累。刚走到住所门口，陈大器发现腰间的令牌微微发烫。陈大器看了一眼，不是徐秋月会是谁？陈大器，听说你跟着捕猎队回来了，别去杂役房领那臭烘烘的稀饭了，今晚来我这儿吃，我亲手做了几道菜，快点来吧。看到信息，陈大器愣住了，师姐给他做饭，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在他印象里，徐秋月别提下厨做饭了，就是扫个地都不曾做过呢，估计是想我了吧。陈大器心中嘀咕，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精肉和零食，心中又是一暖，这下真的发达了，手里的肉起码吃个10多天呢。他先回杂役房，把自己里里外外弄得干干净净，换上了一身利索的粗麻新衣，然后才怀揣着那包精肉，有些局促地敲响了徐秋月的房门。师姐，我进来了。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混合着饭菜清香和淡淡胭脂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徐秋月今日没穿那身冷冰冰的弟子服饰，而是换了一件淡粉色的长裙，头发半散着，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属于小女儿家的妩媚。她看着陈大器那干净整洁的样子，尤其是感觉到他身上那股隐隐散发的充满阳刚气息的味道，心跳不由加快了几分。这几日他得知陈大器跟着捕猎队出去，而带队的就是沈秋怡之后，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傻子都看得出沈秋怡这是想和陈大器拉近关系呢。他可以想象这几日私底下这两个人肯定苟且了好几次，以沈秋怡的脾气，肯定在陈大器身上榨出了不少油水，这让他十分惆怅。以前怎么就没觉得师姐如此心机呢？亏他以前还觉得师姐人不错，处处照顾他。由于担心陈大器被沈秋怡抢走，思来想去，徐秋月想到了一个法子，那就是更加对陈大器好。他对陈大器很了解，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结婚生子，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自己虽然无法给他这样的日子，那可以给他做做菜，陪他喝喝酒。简单来说，就是把陈大器当成真正的家人。杵在那儿干什么？当门神呢？徐秋月俏脸微红，嗔了一声，随即侧身让开，还不快进来。陈大器进屋，只见那窄窄的小木桌上竟然真的摆了3、4个精致的小菜，一盘翠绿的笋竹炒肉，一碗热气腾腾的半灵米饭，甚至还有一壶散发着果香的灵酒。师姐，这都是你做的？陈大器眼眶有些热，曾经的他不正是希望过着他在外面干活，老婆在家洗衣做饭的日子吗？怎么嫌不好吃？徐秋月瞪起眼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要知道，她这个从未下过厨的大小姐，折腾了整整1个下午才捣鼓出这桌饭菜。不，我是太高兴了。陈大器赶紧把怀里的精肉拿出来，师姐，你看，这是我这次立功分到的精肉，沈师姐说这可是好东西。徐秋月看着那包还带着体温的肉，原本心中那点小小的嫉妒和怨气瞬间烟消云散。傻子，那是沈师姐赏你的，你自己吃就是了，给我干嘛？他嘴上说着，手却已经接过了那包肉，嘴角那一抹笑意怎么也压不住。坐吧，今晚陪我喝2杯。徐秋月斟满2杯酒，烛火摇曳，倒映在他的眼波里，显得格外迷人。陈大器坐下来，看着眼前这位风韵无比的美人，他突然觉得这修仙界虽然残酷，但这方寸之地竟然也挺舒坦的。如果徐秋月一直对他这么好，那也不错。酒足饭饱，陈大器道：“师姐，那我去收拾吧。”徐秋月点了点头：“行吧，我去烧点水。你这些日子在外面肯定没洗澡吧？洗个澡舒服一些。”陈大器吃惊不已，师姐竟然给他烧热水。要知道，在他概念里，烧热水可是下人干的活呀。怎么杵着做什么呢？师姐，你忽然对我这么好，我有些不太习惯。陈大器不好意思道：“哎，咱们2人在这里也算是相依为命，对你好点也正常。再说了，我都把身子给你了，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徐秋月眼波流转，娇躯柔软，说话的时候几乎要趴到陈大器身上了。如果是以前，陈大器肯定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马上掏心窝子给人家。可是经历了秀儿的事情，经历了修仙界种种，他脑子也没那么简单了。短暂的感动之后，陈大器心中很清楚，徐秋月之所以如此，一切都是因为他体内的神秘雾气罢了。没有这个，人家正眼都不会瞧自己一眼。陈大器也没有多说，拿着碗筷去水桶边上洗碗了。片刻后，大器，水好了，过来吧。随着屋内徐秋月的呼喊，陈大器朝屋内走去。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是徐秋月身上的味道。徐秋月主动走过来，替陈大器褪下身上的衣物。2个人早已经有肌肤之亲，所以陈大器直接在他面前进入水中。热气在狭窄的屋内氤氲升腾，水雾模糊了铜镜，也让屋内的气氛变得粘稠而微妙。陈大器坐在巨大的木桶里，感受着温热的水流浸透每一个毛孔，多日来在林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徐秋月挽起袖子，露出一截如霜雪般洁白的小臂，他手里拿着一块柔软的绸布，正一下一下地在陈大器的背上摩挲着，那力道不轻不重，指尖偶尔划过陈大器那扎实的背部肌肉，带起阵阵酥麻。大器，这次出去，沈师姐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出格的话？徐秋月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丝藏不住的试探。他的身体微微前倾，胸前的丰盈几乎要贴到陈大器的后脑勺，那股子淡淡的幽香在水汽中愈发浓郁。陈大器闭着眼，心中却亮堂如镜。现在他太清楚徐秋月在担心什么了。这位师姐现在是怕他这块肥肉被别人叼走了，所以才又是做饭又是烧水的。沈师姐不仅说了呢，还做了呢。沈师姐不仅说了呢，还做了呢。陈大器心中腹诽，但嘴上却鼾声鼾气地回答：“沈师姐能说啥？她可是高高在上的外门师姐，平时就指挥咱们干活。这次多亏了她照顾，俺们这些杂役才没在那妖兽口中丢了命。”就这些。徐秋月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显然不信。就这些啊？哦，对了，沈师姐还夸俺力气大，干活细致，说以后有这种好事还带上我。陈大器故意把话说得模糊。徐秋月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焦虑。干活细致，这话落在他耳朵里，怎么听怎么暧昧。有没有提起我？陈大器摇了摇头。徐秋月嘴角一撇，不行，得想办法
把这傻小子看得死死的。想到这里，徐秋月眼波流转，身子软软的往前一靠，双臂从后面环住了陈大器的脖子，娇声细语道：“阿器，这水快凉了，要不我进来陪你一起洗？咱们好些日子没正经在一起了，我也想看看你这几天有没有瘦了。”说着，他的手已经开始去解自己腰间的丝带。陈大器感受到背后的柔软和热度，浑身血液瞬间加速。他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更何况眼前的美人儿修为虽然低，但不比那些所谓的仙子差。然而就在这干柴烈火即将点燃的关键时刻，砰砰砰，一阵清脆而有节奏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谁啊？许秋月吓了一跳，原本的动作戛然而止，语气中带上了一丝掩饰不住的恼怒。徐师妹，是我，沈秋怡。门外传来的声音清冷淡然，却像是一盆冰水，直接泼在了徐秋月的头顶。徐秋月脸色一变，暗骂一声：“这骚狐狸怎么追到这儿来了？”陈大器也是心里一紧，赶紧往水里缩了缩。徐秋月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怠慢这位师姐，赶紧披上一件外衣，草草理了理乱发，打开了房门。门外，沈秋怡依旧是一身蓝白道袍，仙气飘飘，她手中拎着一个精致的纸包，看到徐秋月那副衣衫不整、面带潮红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讥讽，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以她修为，自然早就感知到陈大器也在屋内。沈师姐，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徐秋月堵在门口，没打算让位，也没什么大事。沈秋怡笑了笑，径直把手里的纸包递了过去。这是2块处理好的铁甲西精肉，蕴含灵力中正平和，最适合师妹以这种刚稳固修为的人食用。我想着大器刚回来，肯定也累了，顺便来看看。这样啊？怎么不欢迎我进去？欢迎师姐，请进。沈秋怡毕竟带了礼物过来，徐秋月不好拒绝。屋内的木桶离水气还没散，师姐。陈大器连忙打招呼。沈秋怡眼中笑意更浓，师妹倒是好兴致，亲手给大器洗澡，倒真是像极了一对俗世的恩爱夫妻。徐秋月干笑道：“大器出门这么多日，毕竟辛苦了，对他好点也是应当的。”沈秋怡走到桌边坐下，纤手从怀中取出一枚通体漆黑、散发着幽光的玉简，轻轻放在桌上。大器，你先出来，我有事情和你说。好，师姐。陈大器第一时间爬出木桶，随意披了一件衣物在身上。出来后，沈秋怡认真道：“我也就不绕弯子了。这次在林子里，我发现你体内的气息波动有些大，虽然在外人看来只是力气变大，但若是遇到那些修习过探查术法的内门之士，你炼气2层的修为恐怕瞒不住。”沈秋怡又指了指那玉简，这是藏息诀，之前和你提起过，一门专门隐藏气息的旁门术法。修行圆满后，只要你不主动动手，即便金丹境界的人也只能看出你是个力气大点的凡人。你现在体质特殊，修为提升太快，若是被人当成妖孽抓去切片研究，我也保不住你。陈大器心中一凛，谢沈仙师赏赐。陈大器躬身行礼。还有一件事。沈秋怡转过头看向徐秋月，语气平静：“大器现在的身份还是杂役，住在那大通铺里，不仅不利于修行，也容易暴露秘密。我在外门东侧的翠竹坡找了一个独栋的小屋，那儿清静，打算让大器搬过去住。”一听这话，徐秋月彻底炸了。好你个沈秋怡，这是打算直接把人进屋藏娇啊？那地方他知道，离沈秋怡洞府住处很近，可问题是离他这边远了呀。若是让陈大器住到沈秋怡安排的地方，那以后岂不是沈秋怡想什么时候去采补就什么时候去？他徐秋月连口稀汤都喝不上了，不劳师姐费心了。虽然徐秋月对沈秋怡很敬畏，但此时不表态的话，好东西真的被抢走了。徐秋月上前一步，紧紧搂住陈大器的胳膊，昂首挺兄弟说道：“我已经在大器回来之前租了一处2人的独栋小院，那儿不仅环境好，还有小型的聚灵阵。大器以后就跟我住一起，我亲自照料他的修行和起居。”沈秋怡秀眉微挑：“哦，2人同居还有聚灵阵？师妹，这种小院不便宜，你哪来的零食？”徐秋月倔强地道：“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任务，也赚了一些。那行吧，不过你修为低，可不是能一直赚得到啊，你确定能负担得起？”沈秋怡看着徐秋月那副护食小母鸡的样子，心中暗笑。她其实早就预料到徐秋月会嫉妒，刚才的提议不过是激将法罢了。只要陈大器能搬出杂役区，住在徐秋月那儿和住在他那儿区别并不大。毕竟他以后想找陈大器，徐秋月也拦不住，甚至还得乖乖配合，还要给他们盯梢呢。反倒是让陈大器一个人住的话，他身边没人盯着，沈秋怡反而不放心。如果被徐秋月知道沈秋怡想法的话，一定会气得吐血，因为他确实担心沈秋怡抢陈大器。如果知道沈秋怡还想让他盯梢来着，徐秋月绝对不会如此作态的。我确定。徐秋月一咬牙道：“既然师妹已经安排好了，那自然是极好的。”沈秋怡起身，深深地看了陈大器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大器，记得好好修行藏息诀，还有那犀牛肉要趁热吃，补气血最是有效。师姐我过2天再来看你。”说完，沈秋怡留下一串清灵的笑声，飘然而去。屋里重新安静了下来。徐秋月恨恨地关上门，转过身就开始数落陈大器：“你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心里早就想跟着他去了？我告诉你，陈大器，他那是想榨干你。
只有我才是真心对你好的。陈大气看着徐秋月那副又急又恼的样子，心中只觉得好笑。这两个仙子平日里高高在上，现在却为了他争得不可开交。师姐，俺哪儿也不去，俺就跟着你。陈大气顺势拉过徐秋月的手，憨厚的笑着，哼，算你有良心。徐秋月脸色稍微和缓，但随即又皱起眉，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租住的地方。那地方虽然好，但是1个月的租金是2块灵石，他1个月只有3块灵石工钱，就这还需要每个月至少完成1次外门弟子任务才能得到。说实话，压力很大。他原本的打算其实是过2、3个月稳定了再换住处的，而且他还想打算买一个储物袋，以后方便携带重要的东西。除此之外，丹药、法器、法袍，哪都需要灵石啊！看来日后只能多做一些外门弟子任务了。徐秋月暗暗想着。看到徐秋月表情不对，陈大气询问道：“师姐，你有什么心事吗？可是对新住处有什么问题？”徐秋月叹了一口气，简单说了一下情况。说完之后，悄悄看陈大气的表情，他寻思着，陈大气如果能承担1块灵石的租金，那再好不过。可惜陈大气干脆装傻，当不知道。开玩笑，他才不会傻乎乎拿自己的灵石去补贴徐秋月呢。夜色渐深，窗外的月光透过轻薄的纱幔洒在屋内。刚刚结束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之后，屋内的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粘稠的温热。徐秋月此时正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浑身软绵绵的蜷缩在被褥中，白皙的长腿若隐若现，眼角还挂着未曾散去的余韵。他侧过头，看着身旁依旧神采奕奕，甚至连呼吸都未曾乱过半分的陈大气，心中既是惊叹又是无奈。这只尊阳体到底是什么怪物？徐秋月暗自心惊。每次修炼，他这个炼气4层的修士都觉得精疲力尽，仿佛浑身的灵力都被那股炽热的气息反复压榨。可陈大气却像是一口永远也掏不空的深井，反倒越战越勇。若不是他有着修士的根基支撑，怕是早就被折腾得下不来床了。陈大气见徐秋月睡眼惺忪，轻声唤了一声：“师姐。”“别闹了，让我歇会儿。”徐秋月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翻过身去，沉沉睡去。陈大气笑了笑，轻手轻脚地坐起身，盘膝而坐。他闭上双眼，意识沉入体内。此时，那团盘踞在丹田处的神秘雾气正处于一种极度活跃的状态。随着雾气的旋转，一股股温热的能量流向他的后背，那是被暗影豹抓伤的地方。此时，原本狰狞的血痕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在神秘雾气的滋养下，伤口处的细胞仿佛拥有了独立的生命，肉芽欢快地蠕动交织。那种深入骨髓的麻痒感让陈大气忍不住微微颤抖，但他咬牙坚持着。不过片刻功夫，那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便彻底结痂脱落，露出了如新生婴儿般红润却又比生铁还要坚韧的皮肤。不错，仅仅1天，伤势就恢复了。陈大气睁开眼，目光中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冷静。林间那头暗影豹的速度在他脑海中反复回放。当时若不是他凭借本能挡了一下，沈秋怡或许能活，但他陈大气绝对会变成一具尸体。在修仙界，境界固然重要，但杀人的手段才是保命的关键。他推了推睡得正香的徐秋月：“师姐，师姐醒醒！”徐秋月有些不耐烦地睁开眼，语气里带着几分起床气：“陈大气，你还没折腾够啊？再不睡天都快亮了。”“不是，师姐，我想学点武技。”陈大气挠着头，一副憨厚求学的样子：“你看我这次出去，光有一身力气，遇到妖兽还是抓瞎。我想学点那种仙师们用的招数，以后也能更好的护着师姐，不是？”徐秋月愣了愣，睡意散了大半。他看着陈大气那双真诚的眼睛，心中不由得软了几分。这傻子倒是难得有这份心，他若是真能学点防身的本事，以后出去做任务，我也能少担点心。徐秋月坐起身，从枕头下的储物袋里翻找了一阵，摸出一枚泛着淡淡青光的玉简。这是灵力指，是外门弟子入门最基础的武技，它不需要太复杂的经脉运转，只需要将灵力凝聚在指尖爆发出来。徐秋月将玉简递给他，语气严肃了些。不过虽然是入门级，但对灵力的控制要求很高，很多杂灵根的弟子练上个1年半载，也只能发出个火星子。你就先拿去琢磨着玩吧，别太勉强。在他看来，陈大气虽然体质特殊，但脑瓜子不是太好使，能感气入体已经是奇迹了。想要掌握武技，怕是难如登天。毕竟他自己修炼这门武技，现在入门还没完全掌握呢，所以陈大气肯定也学不出什么花头。但他也不能拒绝，万一他去求沈秋怡了，那怎么办？陈大气如获至宝地接过玉简，学着修士的样子将其抵在眉心。轰！一股信息流瞬间冲入脑海，灵力指的运转路线、发力技巧、灵力压缩的方式走马灯似的闪过。若是常人，此时恐怕已经头晕目眩，可陈大气体内的神秘雾气却在这一刻猛然膨胀，将这些杂乱的信息瞬间梳理得清清楚楚。雾气在陈大气的经脉中模拟运行，原本生涩难懂的法门，在雾气的引领下，竟然像是一条已经走过千百遍的老路，顺畅无比。陈大气伸出右手食指，深吸一口气，心中默念口诀，丹田内的灵力被神秘雾气瞬间提纯、压缩，顺着手臂经脉一路狂飙，最终汇聚于指尖。
成了，成了！陈大器内心惊呼一声。之前看徐秋月的表情，这术法很难的呀，起码徐秋月自己还没修炼成功呢，怎么自己一下子成功了？神秘雾气，陈大器想到了刚刚神秘雾气起到的作用，内心惊呼，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而且他还发现，动用普通灵力的话，灵力值的威力也就一般般，是根据他目前修为来判断的，修为多高，灵力值的威力多强。但如果动用神秘雾气攻击的话，那威力就要强大许多了。收起玉简，陈大器又学起了藏息诀。藏息诀是一门旁门术法，所以修炼起来比灵力指更为玄奥。它并非杀伤之术，而是一种对周身毛孔、窍穴灵力流动的极度微操。通过这种微操，从而隐藏起自己的气息。陈大器闭着眼，他能感觉到体内那团神秘雾气仿佛化作了无数根纤细的丝线，将原本因为突破到炼气2层而微微外泄的灵气一寸寸的包裹收敛。在雾气的引导下，他那原本炽热如火的气血在外界感知中迅速变得平庸暗淡，最终归于寂静。此时的他若是闭上眼往人群里一站，任谁看都只是个身体壮硕些的庄稼汉子。成了，不过还不熟练，以后多多修行才是。之前灵力只修炼得快，靠的是神秘雾气，但藏息诀显然不能通过神秘雾气修行了。不过不要紧，给他一点时间，迟早就能修炼成功。想到这，陈大器心中大定，有了这层伪装，他在外面行走就安全多了。翌日清晨，天色微亮，一阵细微的穿衣声惊醒了陈大器。他睁开眼，看见徐秋月正背对着他，仔细地系着道袍的束带。平日里总是带着几分蛮横的师姐，此刻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孤单，甚至透着几分倔强。徐秋月转过头，见陈大器醒了，强撑着露出一抹傲娇的笑：“大器，我领了个去后山采集寒烟草的任务，得出去几天，临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等我回来咱们就搬家。”陈大器张了张嘴，心中有些无奈。他知道徐秋月并不富裕，所以为了这1个月2块零食的租金，这个从没吃过苦的大小姐正在拼命。师姐，危险不？要是太危险，接一些简单的任务也行。陈大器问道。放心吧，不危险的。徐秋月微微一笑，眼神中藏着一抹温柔，随即匆匆出门，像是怕被他看穿心底的软弱。她终究是一个要强的女人。目送徐秋月离开，陈大器也打算去找活干，多多赚取零食，等修为提上来了，一切就简单了。再次来到杂役区的院子，陈大器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往日里热热闹闹的打水房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没办法，他只能去吴秋的住处。以往这时候吴秋早就招呼人准备出去干活了，可现在这里也没人。好在他感知到屋内有动静，他悄悄推开偏房的门，瞳孔骤然收缩。吴秋正趴在草垫子上，后背上是纵横交错的鞭痕，血迹已经透过了粗麻衣。王忠在一旁更惨，一只眼睛肿得像个烂桃子，正苦着脸给吴秋上药，手都在哆嗦。边上站着的刘能和另外2个杂役，身上也个个带伤。谁干的？陈大器低声问道，虽然语气平静，但内心十分愤怒。毕竟现在谁都知道他背后有人，而吴秋他们是和他一起混的，打了吴秋等于是给他上眼药。关键是要是他再有活的话，身边没有信得过的人了，所以这等于是断他财路了呀。吴秋吓了一跳，见是陈大器，赶紧想爬起来，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大器，你别管了。是张大虎，他带人说我欺负他的人，于是他就打我们。马德，他就是故意找茬，看我们赚了不少瘦肉，眼红。是啊，这下搞得我们这几天干不了活了。张大虎，陈大器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他心里通透得很。张大虎这杂役头子，这是在那儿敲山震虎了。张大虎知道陈大器现在背后有沈秋怡撑腰，不敢直接动他，就变着法子断他的根。在杂役区，你陈大器再有背景，干活也得有人帮衬。张大虎把吴秋他们打残了，陈大器就没了帮手，没了劳力点，他再有背景也无法找活干，因为很多活都是需要几个人一起的，他一个人根本来不及。这阴沟里的老鼠真是找死。陈大器冷笑一声，他咽不下这口气，自己要是缩了，以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放心，这件事我来想办法，不会放过张大虎的。他安抚好几人，转身就往外门弟子的住所赶去。他打算找沈秋怡，虽然他不想事事依靠女人，但这种杂役间的肮脏算计，沈秋怡只要一句话就能平。然而到了沈秋怡的洞府门口，他却吃了个闭门羹。沈师姐闭关了，什么时候的事？陈大器焦急地询问一个路过的女弟子。就今早，听说是猎杀铁甲稀有感，要闭关稳固修为。女弟子一脸不耐烦地说道。陈大器站在门口，心里凉了大半截。这时间点太巧了，徐秋月出任务，沈秋怡闭关，谁也靠不上啊。陈大器因沉着脸往回走，求人不如求己，既然师姐管不到这里，那他想办法给张大虎使绊子。别看他平时老实憨厚，但那是人家地位高，以前徐秋月可是他主子，可不代表他对别人也一样老实。张大虎惹了他，他那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心中如此盘算着，这时候路过外门药铺时，一阵清雅的药香钻进鼻孔。陈大器，你怎么在这里？一个略显迟疑的声音从路旁响起，是李秀秀的声音。陈大器停下脚步，
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回廊下站着一个身穿翠绿色外门正式弟子服的俏丽女子，她手里端着一个竹筐，里面放满了珍贵的灵药，正是李秀秀。如今的李秀秀皮肤比以前更白嫩了，眉宇间带着一丝长期处于上位者的自信。听闻她天赋异禀，被一位叫南宫灵的专门炼丹的女仙师看中，收为贴身处理药材的弟子，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秀秀！陈大器下意识地喊道。1个月都没到，他发现自己都要认不出李秀秀了，因为实在是太美了。以前李秀秀就很漂亮了，但毕竟一直干粗活，所以皮肤只能说一般，甚至脸庞略黑，有些粗糙。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李秀秀看着眼前的陈大器，神色十分复杂。曾几何时，这个男人是他在乡下唯二的依靠，一个是夫人，一个就是他。他喜欢过他那股子傻劲和体贴，可经历了这段时日，他发现凡人终究是凡人，他要的是长生，是长生路上的道侣，而不是一个只会劈柴喂马的杂役。心中虽然早已经斩断了情缘，可此时看到陈大器眉头紧锁，衣衫有些凌乱的样子，他心中那抹早已尘封的旧日情分却莫名动了一下。你怎么在这儿？这么急急忙忙的，是徐师姐欺负你了？李秀秀走下台阶，目光落在陈大器身上，她试图从他身上看出点什么，可感应之下，对方依旧只是个浑身充满蛮力的凡人，连灵气入体的迹象都模模糊糊。李秀秀心中暗叹，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了。不过毕竟眼前这个男人给过她很欢愉的体验，若是他需要帮忙的话，就尽量帮一下吧。陈大器看着李秀秀，心中倒没什么怨恨，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他叹了口气，把吴秋被打、张大虎挑衅、自己求援无果的事儿简单说了说。他没奢望李秀秀能帮他，只是此刻心中憋闷，找个熟人倒倒苦水罢了。张大虎对这个人他有些印象，因为之前他管理一片药园，那家伙对他献过殷勤，但转头欺负一个女杂役，为此还被他一个师姐训斥了一顿。李秀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嫌恶。那个仗势欺人的恶奴，大器，这修仙界就是这么残酷，没有实力，连呼吸都是错的。他沉默了片刻，从袖口中掏出一瓶淡青色的药膏，递给陈大器。这是生肌散，对外伤很有效，你拿回去给那几个杂役用吧。这……陈大器微微一愣，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肯定很贵吧？无缘无故的，我不能要，让你拿着就拿着。李秀秀一把抓住陈大器的手，接着将药瓶往他手里一塞。陈大器接过药瓶，感受着那冰冷的瓶身，心中一暖。秀秀终究还是帮他的，谢了，秀秀，这药我收下了，以后我会还你。这只是凡人所需要的丹药罢了，并不值钱。至于那个张大虎，我回头帮你去说说，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李秀秀颇为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听说那张大虎背后也有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执事。现在我可是内门弟子，而且我是尊师炼丹师南宫灵。那多谢秀儿，不，现在我应该叫你李师姐，称呼无所谓了。对了，徐秋月那里你还联系不？李秀秀问道。陈大器点点头，他也很照顾我的。他这么好？李秀秀真的惊讶了。接着2个人又闲聊了几句，李秀秀似乎对徐秋月意见很大，当着陈大器的面，李秀秀不停蛐蛐着徐秋月。李师姐，夫人以前对你也很好的，她哪里得罪你了？陈大器忍不住问道。哼，对我好，那是你不了解她，她可心狠手辣了。李秀秀眯着眼，继续道，你可不要被她的外表迷惑。怎么心狠手辣了？她……李秀秀本来想要说什么的，但话到嘴边咽了下去。不管了，总之你记住，绝对不能信任她，知道吗？不说了，我还要去药园，先走了。握着那一小瓶带着少女体温的生肌散，陈大器走在回杂役区的路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李秀秀刚才的样子。不得不说，修仙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以前在乡下，秀秀虽然俊俏，但总归带着一股子烟火气，皮肤因为劳作显得有些粗糙。可现在的她，通身透着一股灵动之气，皮肤白皙的近乎透明，像是一朵被鲜肉滋养过的空谷幽兰。若是以前，这样的女子，俺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吧。陈大器自嘲地笑了笑，但也正因如此，他心中变强的欲望愈发炽热。他也想要和李秀秀一样。正想着，迎面撞见了背着个大竹筐、满脸汗水的刘能。刘能刚从山下的集市买药回来，累得像条老狗，一见到陈大器，赶紧拉着他躲到了树荫下。大器，你可算回来了，你这是干嘛去了？刘能抹了一把汗，压低声音骂道。吴哥他们伤势较重，没办法，我下山买药去了。都是那个张大虎，仗着他那个在内门管事堂当差的表舅吗？整天耀武扬威，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还有他那个表舅，区区炼气3层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刘能越说越气，吐了口唾沫，这种丧良心的，早晚得被妖兽叼了去。哟，刘能，你这是在咒谁呢？一个阴森冷笑声突兀的从树后响起，刘能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竹筐差点掉在地上。只见张大虎带着3个狗腿子，手里拎着一根黑漆漆的短棍，慢悠悠的走了出来。张大虎看向刘能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呆仔的鸡。看来早晨那几鞭子还没让你长记性，背后编排老子。我看你这舌头是不想要了，骂我也就算了，连我表舅也敢骂，他可是仙师大人，你小子不想活了。虎哥，我错了，我乱说的。刘能吓得脸色煞白，两腿发软。
他刚刚就是吹个牛逼呀，哪知道这么倒霉。张大虎正好经过这里，还被他给听到了呀，这下真的麻烦了。张大虎也许只是把他打一顿而已，但他的表舅可是可以将他逐出宗门的呀。离开这里，他去哪里找这种好差事？张大虎没理会瘫软的刘能，而是转头看向陈大器，他眼底深处藏着一丝嫉恨。他想不通，陈大器这么个憨头憨脑的傻子，凭什么能让沈师姐另眼相看？陈大器，我知道你有本事，在沈师姐面前挺吃香。张大虎走到陈大器面前，用短棍敲了敲他的肩膀，皮笑肉不笑道：我不动你，那是给师姐们面子，但你得识相。这杂役区姓张，以后你老老实实待在你的屋里，这帮废物的闲事你少管，否则就算师姐们能保你，我也有100种方法让你在这儿生不如死，明白吗？陈大器低头看了一眼肩膀上的短棍，又看了看那张写满嚣张的脸，心中原本压抑的怒火像是被丢进了一颗火星的火药桶，这只蛀虫竟然在威胁他。俺不明白。陈大器憨厚的开口，但那双眼睛却冷得吓人。什么？张大虎一愣。我说我不明白，你凭什么觉得能在这儿只手遮天？话音未落，陈大器一把抓住张大虎手里的棍子，猛地一扯。他没有动用灵力指，因为那太显眼，他只是动用蛮力而已，就能让张大虎吃一糊了。找死！张大虎看到短棍被抢走，冷哼一声。他早年间在俗世学过一套猛虎拳，自诩对付一个凡人杂役绰绰有余。他侧身一闪，一拳直奔陈大器的腰间。然而陈大器反手就是一棍，砰！拳棍相交，张大虎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顺着棍身传来，虎口瞬间震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陈大器的肩膀狠狠撞在了他的胸口，咔嚓，那是肋骨断裂的声音。张大虎整个人像是被全速奔跑的蛮牛撞中，惨叫一声，凌空飞出3、4丈远，狠狠撞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滑落下来时，嘴里已经全是带内脏碎块的鲜血。几个狗腿子都傻眼了，这陈大器力气怎么大到这种地步？因为震惊以及恐惧，他们都不敢靠近陈大器，生怕也受到波及。谁敢在这里行凶？一声暴喝响起，紧接着一名穿着深蓝色执事服的中年男子从院外疾驰而来。表舅，表舅，这个陈大器竟然打我！张大虎捂着胸口，大口吐血。大虎！中年男子脸色微变，此人正是张大虎的靠山赵管事，炼气3层修为。赵管事看着瘫在树下大口吐血的张大虎，气得浑身发抖。他转头看向陈大器，眼中杀意毕露。大胆杂役，竟敢残害同门，今日我便带宗门废了你这畜生！他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抬手便是一道冰蓝色的灵力掌风，直冲陈大器胸口。得到消息的孙执事缩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喘。赵管事也是这里老人了，他根本护不住陈大器。陈大器心中一紧，正准备拼死发动灵力指。赵长海，你好大的威风啊！一道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穿透了整片林间，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降临，竟是直接将赵执事那道冰蓝色的掌印在空中震散。一名灰袍老者缓缓走入院中，此人正是外门管事长老周长风长老。赵管事脸色大变，赶紧收手行礼。周长老，您老怎么来了？周长老看都没看他一眼，反而径直走到陈大器面前，仔细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随即冷哼一声，看向赵长海，受人之托来看看咱们外门的杂役。赵长海，你刚才说要废了谁？你要废了一个刚为宗门立下猎杀铁甲西大功的杂役，还是要废了南宫林长老亲传弟子李秀秀的同乡故交？李秀秀、南宫林这2个名字一出，赵执事只觉得两眼一抹黑，差点瘫在地上。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陈大器除了徐秋月和沈秋怡，竟然还和那位新晋的炼丹天才有关系。周围的人更是一片哗然，陈大器竟然是南宫林弟子的同乡。好家伙，我幸好没得罪过陈大器，这下张大虎倒霉了。周围杂役们窃窃私语着。赵长海闻言更是两眼一黑，差点就要瘫软在地上了。他颤颤巍巍道：周长老，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怎么了？你的意思是陈大器若没有这层关系，你就可以随意欺压？周长风的声音冷若冰霜。不是啊，还请周长林开恩，我知道错了。赵长海说着，又朝陈大器看去。大器兄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算了吧。眼前一幕让人唏嘘。要知道，赵长海可是一个有着炼气3层修为的修士啊，而现在竟然对着一个杂役弟子卑躬屈膝。陈大器也不说话，冷哼一声道：我若是饶了你，我兄弟们吃的苦岂不是白吃了？张大虎则是哭丧着脸，跟家里死了人似的。周长风挥了挥袖子，声音冷若冰霜：张大虎欺压同门，逐出宗门，生死由命。赵长海纵容亲属，滥用职权，撤去执事之职，也逐出师门，你们有意见吗？长老，这个罪名未免太大了呀。赵长海颤抖说道：你们2人已经不是本宗弟子，给你们1个时辰时间，再强行留在这里，双腿打断，再扔出去。小的不敢。赵长海面白如纸，颓然跪地。陈大器站在原地，看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仇敌瞬间跌落尘埃，心中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反而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李秀秀那句话：在这修仙界，实力和背景
就是一切。周长老临走前拍了拍陈大器的肩膀，传音入密道：“小子，李秀秀那丫头前途无量，南宫长老很看重她。不过你们二人毕竟仙凡有别，我不希望李秀秀再因为一些俗事打扰到她的清修，要不然你就算以死谢罪也赔偿不起。”陈大器心中一凛，知道这是周长风警告他啊。哎，本以为周长风也能关照他，没想到是警告他。陈大器也不傻，他顿时也明白了，李秀秀这层关系以后恐怕是不好使了，再去找李秀秀那就是他不识抬举了。看着张大虎像死狗一样被拖走，刘能和周围的杂役们爆发出一阵欢呼，纷纷围住陈大器。大器，以后这里没人能再欺负咱们了。是啊，还是大器你有本事。陈大器却没怎么高兴，反而有些失落，毕竟以后再找李秀秀的话就要掂量一下了。他挤出笑容道：“大家散了吧，我这里有些药给吴秋他们送去。”把药送到吴秋那里之后，陈大器没有留下来，他心情现在很复杂。今天的遭遇让他认清了一件事，仙凡有别，哪怕李秀秀愿意帮助你，但是他身边的人也会嫌你碍事，所以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啊。修行，他下定决心多花点时间修行才行。反正最近也没什么好的杂役活，他决定回徐秋月屋里修炼去。如今的他，一些挑水种地等杂活已经看不上了，倒不是说眼高于顶，而是觉得浪费时间干杂活，赚的真的太少了，还不如自己潜心修行。有了实力，自己也能去接大活啊，所以还不如修行，多多提升实力来的舒服。回到徐秋月住处，徐秋月因为外出了，屋里没有人，他往床上一坐，开始运转催气诀，脑海中的神秘雾气迅速翻滚了起来，随即开始贪婪地吸收四周的灵力。比起在碧波潭那里的吸收速度，这里实在是太慢了。陈大器微微皱眉，按照这个速度，何时突破炼气3层？就在陈大器苦恼如何突破的时候，沈秋怡所在的洞府之中，一道碧蓝色的剑光如惊鸿过隙，在洞府中急速穿梭。剑光所过之处，寒气凛然，连空气中的水汽都被瞬间凝结成细小的冰晶。收！随着一声轻喝，沈秋怡先手一指，那道碧蓝剑光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圆弧，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稳稳地落入了他背后的剑鞘之中。沈秋怡长舒了一口气，原本清冷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罕见的笑意。御剑术终于圆满了，可以去找陈大器了。已经好几日没去找了，他得好好享受一下。不，怎么能算享受呢？沈秋怡俏脸微红，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觉到无语。自己可是冰清玉洁的小仙女，和陈大器在一起也是为了修行啊，才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感觉呢。甩去心思，他嘀咕道：“不过还是先去师尊那里一趟吧，他得早点把这个喜讯告诉师尊。”收起心思，沈秋怡整理了一下衣服，随即快步朝着峰顶的一座素雅楼阁走去。那是他师尊缥缈宗长老柳如烟的居所。柳如烟元婴初期大修，在整个宗门也是排得上号的高手，更是宗门长老。当年他以一介女流之躯强行冲击元婴境，虽最终成功，却也因为中途出了一些岔子，导致根基不稳，元婴受损，落下了极其严重的寒毒暗伤。沈秋怡刚踏入楼阁，便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扑面而来。这寒意并非自然的冷，而是一种带着寂灭气息的灵力外泄。师尊，沈秋怡心中一紧，急忙推开内室的大门。只见屋内陈设简单，中央的一张万年玄冰床上坐着一名身穿素白长裙的女子。女子面容绝美，看上去不过30岁上下，但此时她那原本如羊脂玉般的肌肤上，竟然覆盖着一层淡淡的寒霜。柳如烟眉头紧锁，牙关紧咬，身体在微微颤抖。她周身的空气仿佛都要被冻结，那是元婴之火都压制不住的寒毒在反噬。师尊！沈秋怡惊呼一声，想要上前，却被一股柔和但坚定的力量推开。柳如烟缓缓睁开眼，眼底那一抹幽蓝色的寒芒渐渐隐去。她吐出一口带着冰渣的浊气，脸色苍白的让人心疼。秋怡，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透着一丝虚弱，却依旧温婉。突破了，苦而不负厚望，御剑术已达圆满。沈秋怡跪在冰床前，眼眶微红，声音有些哽咽。师尊，您的伤难道连宗门的阳元丹也没用了吗？柳如烟苦笑一声，轻轻摇了摇头。阳元丹虽好，但终究是外力，我这伤是伤在元婴根本，阴阳失衡，除非能有纯阳属性的至宝重塑元婴，否则只能靠时间慢慢磨了。只是怕为师没那么多时间了。看着平日里高高在上护持自己的师尊此时如此落寞，沈秋怡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他脑海中猛地跳出了陈大器的脸。陈大器是至尊阳体，那是古籍中记载的世间最纯粹的阳刚本源，他能不能给师尊治疗呢？这个念头一产生，便像野草般疯狂生长。如果陈大器能帮到自己，那是不是也能帮到师尊？不过虽然能助我修行，但师尊毕竟是受伤啊，两者完全不一样啊。而且陈大器只是个卑微的杂役，而师尊是元婴期的高人，那种帮忙的方式实在是……沈秋怡俏脸一红，羞愧地低下了头。若是让师尊知道自己已经和一个凡人杂役有了肌肤之亲，怕是会气得当场拍死陈大器，那岂不是害惨了陈大器啊？导致自己以后没得用了，那自己都没地方哭了呢。更何况陈大器的修为太低了，炼气2层的灵力
能承受得住元婴大修的寒毒冲刷吗？万一师尊在治疗过程中收不住力，陈大器恐怕会瞬间爆体而亡。可如果不是，难道就看着师尊这样日复一日的枯萎下去？沈秋怡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慌乱，试探性的开口道：“师尊，徒儿近日翻阅古籍，看到一种体质，名唤至尊阳体。据说这种体质天生静阳，其本源灵力能中和世间一切阴寒。不知这种体质对师尊的伤势可有注意？”柳如烟微微一愣，随即有些惊讶地看了沈秋怡一眼：“至尊阳体，你竟然在古籍中看到了这个？这种体质在万年前的古修仙界确实威名赫赫。若真能寻得一位成年且达到金丹期的至尊阳体修行者，配合双修之法，引导阳元注入元婴，为师的伤确实能彻底根除。但是为师怎么会做那种事？”柳如烟冷哼一声，似乎十分不屑。“对了，你突然说起这个做什么？”沈秋怡心跳落了一拍，赶紧垂下眼帘，佯装镇定道：“徒儿只是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听闻一些散修议论，说曾见过类似的体质，所以才好奇疑问。若是这体质真的有用，徒儿便想方设法去为师尊寻找。”柳如烟心中一暖，伸手摸了摸沈秋怡的头：“傻孩子，这种虚无缥缈的传说不必当真。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修行，冲击炼气圆满。至于为师，就算你找来了，为师也不会与不认识的男子双修的。”沈秋怡心中哀叹一声，果然，师尊是冰清玉洁、守身如玉的存在。他就算是死，修为被废，魂飞魄散，也不会碰陈大器的吧？况且师尊说的，除非至尊阳梯者，修为达到金丹期才行。但陈大器区炼气3层，自己就算说了，恐怕也没用吧。随后，柳如烟又指点了沈秋怡几句：“师尊，您好好休息，徒儿先退下了。”走出阁楼，沈秋怡看了一眼天色，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踏着月色，沈秋怡心事重重地朝徐秋月住处走去。刚到门口，一股浓郁而诱人的肉香味便钻进了鼻孔，冲散了他心中那抹挥之不去的寒意。只见门口角落里，陈大器正蹲在火堆旁，翻动着一块烤肉，滋滋的油脂顺着被烤得金黄的肉皮滑落，滴在炭火上，发出一阵阵好听的声响。“沈师姐，你来了。”陈大器抬起头，炉火映照着他憨厚的脸庞，那双深邃的眸子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明亮。沈秋怡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中原本紧绷的那根弦莫名的松了一下。在冰冷残酷的修仙界，这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味道，竟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过来看看你，许秋月呢？”“哦，他外出做任务了。”沈秋怡点了点头，走过去，不顾淑女形象地盘腿，坐在陈大器身边的草垫上。“给我也烤一块，正好有些饿了。”“哦，好的。”陈大器熟练地割下一块最肥美的肉，用洗干净的宽大树叶包好递给他。沈秋怡接过，咬了一口，满嘴留香。“大器！”沈秋怡装作不经意的开口，目光却盯着跳动的火苗。“你这至尊阳体对女修修行的好处，你也感受到了。我是说若是，你不要误会，以后有别的女修，比如遇到了性命之危的瓶颈，求到你头上，你会帮吗？”陈大器撕咬肉块的动作猛地停住了。他虽然看似憨厚，可心眼一点都不少。沈秋怡这话问的突兀，他瞬间就闻到了其中的是炭味儿。帮别的女修，我又不傻。陈大器内心暗哼一声，现在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还没成长起来之前，他就像是一株会跑的万年灵药。沈秋怡对他温柔，是因为他有用，且沈秋怡心性不坏。可若是被那些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女修盯上，恐怕自己就不是帮忙，而是被直接抓回去锁在地窖里，当成练功的顶炉了。“师姐，是不是有谁需要我帮忙？”陈大器试探性地问道。“没，也没有谁，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多想。”沈秋怡目光一闪，连忙说道。实际上他心中立刻出现了师傅的面庞。虽然说师傅说金丹才对他有用，可前期也许能够缓解了。“大器，我真的随便问问，要是有，你愿意帮忙吗？”“不帮。”陈大器咽下肉，回答得干净利落。沈秋怡一愣，为何？若是对方给出的报酬极其丰厚呢？甚至能让你直接进入外门，以后有更大靠山。“沈师姐，我是个粗人，但也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陈大器看着沈秋怡，神色认真。“我这体质，知道的人越多，我死的就越快。你和我家夫人是好人，不会透露秘密，我还能睡个安稳觉。要是再来几个大修士，我这小身板，怕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除非什么？除非我以后也成了大修士，谁也抢不走我，害不了我，那我想帮谁就帮谁。”陈大器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现在嘛，我只想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以及伺候好沈师姐你。”听到伺候好3个字，沈秋怡俏脸一热，啐了一口，心里却因为陈大器的果断拒绝而生出一丝莫名的窃喜。那种感觉就像是守着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宝藏，虽然这宝藏有些沉重，算你有自知之明。沈秋怡低声嘀咕，师尊的事他到底还是没敢说出口。师尊是元婴大修，自尊心极强，若是让师尊知道自己把这种事拿出来商量，怕是会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吃完烤肉，沈秋怡突然抬起脚，娇嗔道：“大器，上次林子里你救了我，要师姐怎么报答你呢？”陈大器一愣，师姐的声音怎么忽然娇滴滴了呀？虽然有些奇怪，不过不得不说，
这声音听了真舒服。他认真回答：师姐已经对我很好了，不需要报答。傻子，师姐难道不漂亮？沈秋怡白了他一眼，按道我都这么说了，你居然听不懂，果然是傻乎乎的呢。不过怎么就傻得如此可爱呢？师姐当然漂亮啊。陈大器说完，已经恍然大悟，知道沈秋怡意有所指了。他看着面前娇滴滴的大美人，很自然地凑了过来，一双大手部安分地揽住了沈秋怡纤细的腰肢，这才对。沈秋怡莞尔一笑，要是以前，以她孤傲的性子，是断然不可能说出这种放荡的话的，更不可能主动露出大长腿给野男人看。但她早已经和陈大器熟悉了，自然是没有那种心理负担，反而是心中期待着陈大器能够更加主动一些。师姐修炼累了，腿有些发酸，你给我捏捏。沈秋怡的腿搭在陈大器的腿上，吩咐说道。哦，好的。陈大器看着这白皙如雪的光滑美腿，憨厚的点了点头。片刻后，沈秋怡身子微微发软，陈大器手都有些发酸了，道：师姐，要不早点休息？他有些无奈，再这样下去，今晚就不用修炼了。说着，直接扶起沈秋怡。他也算是看出来了，在这种事上不要和沈秋怡客气。沈秋一向争性的推搡了2下，便顺势靠在了他宽阔的怀里。月影摇曳，屋内灯火渐暗。沈秋怡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迷恋这种修炼方式了，不仅仅是因为修为的提升，更是因为那种灵魂颤栗后的极致放松。良久，云收雨歇，沈秋怡趴在陈大器胸口，手指在他结实的肌肉上划着圈，声音里还带着一丝事后的慵懒。大气，最近杂役区没什么大活吧？没活你就没收入，你这修为也长不快。陈大器点点头，俺也愁呢。师姐知道你难处，所以我给你找了个活儿。沈秋怡坐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咱们宗门在灵州仙城那边，前些年开垦出一片灵地，那片林的种植了灵土豆，这灵土豆可是比灵米更加珍贵。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宗门都会派遣一批杂役前往挖土豆，一天的工钱乃是500灵沙。什么？这么多？陈大器一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500灵沙一天，2天就是1块灵石了，1个月就能赚15块灵石，逆天实在是太逆天了。你先不要着急高兴，那灵土豆生长在地底3尺，而且那里的土壤乃是冻土，每挖一颗都要用工具以蛮力开凿，这过程中还不能伤到灵土豆，否则是要扣工钱的。所以啊，这不仅是力气活，更是需要小心翼翼。你确定要干吗？对了，在那里每天都可以吃灵土豆，这可是比灵米还要好的大补灵骨呢。陈大器眼睛一亮，师姐，我愿意。那就好。沈秋怡穿好道袍，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任务是我托了一个师姐得到，这是任务令牌，里面有明日的集合地址。陈大器接过木牌，沈秋怡则是离开了这里。看着沈秋怡离去的背影，陈大器握紧了拳头。挖灵土豆吗？只要能赚灵石，就是挖矿他也愿意啊。随即他立刻往令牌之中输入灵力，很快这上面出现任务内容：灵州仙城东部荒野，灵土豆成熟，需130名杂役以及外门弟子前往开挖灵土豆，集合地点缥缈宗外市广场。任务酬劳每日500灵沙，为期1个月，每日结清酬劳，要求每日挖出100斤灵土豆，分量不足者酬劳为0。今晚倒是没白干活。看着这上面任务，陈大器乐开了花。这一觉，陈大器睡得格外深沉，梦里他仿佛置身于一片金灿灿的灵土豆田，每一颗土豆都长得像磨盘那么大。他一天就挖了很多很多。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窗户，陈大器一咕噜爬了起来。他下意识地内视了一眼，发现体内的灵气更加凝实了一些。如今他有一定修为，还有灵力值这等保命底牌，出门在外也算是有一定手段了。陈大器感慨了一声，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该去集合了。他摸了摸怀里那块沉甸甸的木质令牌，心中满是斗志。对于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的杂役来说，500灵沙一天的活计，那就是天大的恩赐。简单的洗漱后，换上一身干净的杂役弟子穿的灰布短衫，一边啃着昨晚吃剩下的肉干，一边直奔缥缈宗外市广场。外市广场此时已经聚拢了不少人，130号人的规模并不小。人群被泾渭分明的分成了2波，一波是像陈大器这样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一股子憨劲的杂役，另一波则是衣着光鲜，神态倨傲的外门弟子。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杂役弟子数量较少，不足30人。因为这种挖灵土豆的活虽然赚得多，但是普通杂役干不了，所以这里的杂役要么学过凡俗功法，要么和他一样乃是杂品灵根。虽然灵根不好，但体内需要有一定灵力，因此这里的杂役弟子并不多，就算有，也都是他不认识的。这里的杂役弟子大多数是跟着主子进来贴身伺候，所以不需要干杂活。也就是这次的活却10核算，所以连带着外门弟子都有不少接了这个任务。由于谁也不认识，陈大器只能在一旁安静的候着。没等多久，2个身穿高级执事服饰的女修士各自脚踏一柄飞剑飞了过来。来了，是于婉晴和吴红仙子。有外门弟子惊呼一声：于婉晴！陈大器一听，这个女修正是沈秋怡的师姐，她这个活正是于婉晴介绍的。看到于婉晴的瞬间，陈大器呼吸微微一滞。如果说沈秋怡是一朵清冷孤傲的雪莲，那这个于婉晴便是一颗熟透了
几乎要溢出蜜汁的红樱桃。那女子穿着一套略显紧身的淡紫色道袍，本该是肃穆的服饰，却被她那丰腴玲珑的身材撑起了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她年纪看上去比沈秋怡稍大几岁，眼角眉梢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成熟风情，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哪怕不说话也仿佛带着钩子。这种韵味不是那种小女孩的青涩，而是一种被雨露滋润透了的属于妇人特有的妩媚。陈大器虽然年轻，但只是一眼便知道这个于婉晴应该是有道理的女修了，因为这种感觉他在乡下农村的寡妇身上也感受到过。于婉晴一落地，身后突然出现一艘不大不小的灵舟，随即他目光扫视四周，肃然道：叶次由我带你们前往灵州仙城东部，现在所有人持任务令牌上灵州，所有人上灵州之后不许喧哗打闹，违者后果自负。陈大器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灵舟，眼中一片火热，这是真正的仙家法器啊，什么时候自己要是也能拥有那就好了。思索间，队伍开始排队，一个个人朝着灵舟走去。陈大器赶紧低头，在上周的时候将令牌交给于婉晴看了一眼。陈大器，你就是沈师妹说的那个人？于婉晴诧异地看着陈大器。陈大器一副受宠若惊的憨厚模样，见过位师姐，多谢于师姐给我这个机会。呵呵，听说你力气很大。于婉晴掩嘴轻笑，目光在陈大器那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上扫了一圈，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他心中很好奇，这个陈大器有什么长处，竟然能让沈师妹专门去他洞府一趟，求他给这杂役弟子这个美差。师姐，我也就是有一些蛮力气。陈大器回答。可有灵根？有，是杂品灵根，体内已经聚集了一些灵气。陈大器说道。不错，长得倒是厚实，到了地头好好干，只要你能挖够数，师姐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师姐。就在这时，一道略显阴冷的目光投射了过来，一名身材修长、面容英质的男子走到了于婉晴身边，很自然地搂住了她的纤腰，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警告：婉晴，时间差不多了，不过是个杂役，没必要交代这么多。于婉晴身子微微一僵，随即又恢复了那副笑盈盈的模样，朝众人介绍道：这位是我的道侣张万山，也是此次外门弟子的领队之一。张万山又冷淡地扫了陈大器一眼，随即转头对于婉晴道：出发吧。陈大器心中暗领，这张万山气息沉稳，显然已是练气后期的修为，看其对于婉晴的占有欲，怕不是个好惹的角色。这张万山看我的眼神跟看死人没区别，不过于师姐这样的尤物，摊上这么个冷冰冰的男人倒是可惜了。陈大器心里腹诽着，面上却唯唯诺诺地退到了杂役队伍中。万山，刚刚你怎么了？干嘛板着一副臭脸？回到非洲甲板上后，于婉晴朝张万山不解问道，语气里有一些埋怨的意思。毕竟刚刚明眼人都看得出张万山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还用一副命令的口吻说话。区一个杂役，你和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那人是沈秋怡师妹的下人，我也是看在沈秋怡师妹面子上照顾她一下而已。沈秋怡，哼，那个贱人。张万山嗤笑一声，十分不屑，你骂人家做什么？这沈秋怡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后离她也远点。你老是针对人家做什么？于婉晴不由得埋怨。于婉晴，你记住，你是我的道侣，我张家每个月因此还给你一笔修炼物资，你居然不帮我！张万山眼神不悦地盯着于婉晴。于婉晴连忙安抚道：好啦，夫君，我们在宗门修行，最好和同门搞好关系嘛，毕竟沈师妹可是师父面前的红人，你说呢？总之，你是我女人，就要听我的话，要不然……张万山气息寒冷，冷哼一声，离开了这里。看着他背影，于婉晴轻咬嘴唇，目光混杂。自从夫君筑基失败之后，他性格大变，如今更是变得疑神疑鬼。悠然还记得1年前刚刚认识张万山的时候，他俊朗阳光，是宗门内门弟子中的翘楚，也因此他们走到了一起，还一起约定等张万山成功筑基，他们就正式入洞房。只是没想到他筑基失败了。为了安慰他，于婉晴不顾他人异样目光，嫁给了张万山。但现在随着张万山性格越来越古怪，他深刻意识到自己错了。与此同时，甲板另一边，耳聪目明的陈大器耳朵一动，听到了于婉晴和张万山之间不和谐的对话。这张万山有毛病吧？我什么时候招惹他了？陈大器很生气，寻思着我也没招你啊，干嘛针对我？思来想去，他觉得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个男人一看就是个小赌鸡肠的人，以后还是离于婉晴师姐也远点，免得遭遇无妄之灾。非洲上面陈设简陋，众多弟子只能在甲板上席地而坐。陈大器和一群杂役盘膝而坐。大器师弟，过来！就在这时，忽然有2个外门弟子朝陈大器这边招手。陈大器皱了皱眉，他一个杂役弟子，可不想和这些外门弟子有关联。不过对方对自己说话了，他只能挤出笑容，走过去毕恭毕敬：二位师兄，你们怎么知道我名字？不知道唤我何事？听闻你是沈师姐介绍过来的，所以认识你。说话的这人身材魁梧，一张国字脸，看起来颇为豪爽，名叫周大海。而他身边那个稍显瘦弱，眼神透着几分精明的青年，则叫武打。2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态度倒算是客气，并没有把他当成普普通通的杂役。陈大器心中暗自打鼓，
弯腰行礼道：“原来是二位师兄，不知叫小弟过来有何吩咐？”周大海哈哈一笑，伸手拍了拍陈大器的肩膀，那力道不轻，带着几分试探，也有几分亲近。大器师弟不必客气，听说沈师姐对你颇为照拂，便猜到你定是沈师姐信得过的心腹。在宗门里，沈师姐可是出了名的冷淡，能让她开金口关照的，整个杂役区怕是也没几个。吴达也在一旁凑过来，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是啊，大器师弟，咱们都是外门摸爬滚打的老弟子了，最明白一个道理，多个朋友多条路。”陈大器心中了然，这两位显然是看中了自己背后的关系。沈秋怡虽然只是炼气7层，但她背后的师尊柳如烟可是元婴长老，这种背景在外门弟子眼里简直是通天的大树。原来是想通过我来讨好沈师姐啊！陈大器心中暗笑，面上却是一脸感激，心中暗暗腹诽：不过这样也好，总比被那张万山盯着强。想到张万山，陈大器心有余悸地往甲板另一头瞥了一眼，发现那阴冷的男子正独自闭目养神，并未看向这边。二位师兄抬举了，俺就是个卖力气的，以后还得仰仗二位师兄指点。陈大器表现得十分上道，见陈大器如此谦逊，周大海和吴达对视一眼，露出满意的神色。好说好说。吴达从怀里摸出一把缺了口的制式短铲，比划了一下，低声说道：“大器师弟，这挖灵土豆可不是个轻省活。那灵州荒野的冻土被地脉寒气侵蚀，硬如金铁，若是蛮力挖掘，不仅累得半死，还容易损坏灵土豆。没等你把土豆挖出来，那里面的灵气就因为震动散了一半，到时候管事验收不合格，你这一天可就白干了。”陈大器听得认真，这可是实打实的生存经验，还请师兄指教。窍门就在一个稳字。周大海接过话头，指了指自己的手心，挖掘时灵力不能像劈柴那样猛灌，得像一根细针，先钻进土里，把土豆周围的冻土给震松。记住，灵力要像水流一样包裹住土豆，让它在脱离土壤的一瞬间气息不外泄。吴达嘿嘿一笑，抛出了真正的橄榄枝。这次任务杂役和外门是混编的，待会儿到了地头，你跟着咱们哥俩的组，咱们负责用灵力破开大面积的冻土，你负责最后那一下的捡土豆，再负责清洗，到时候算总账，咱们哥俩分你30%效率，保你每天拿满那500灵沙，如何？陈大器心中飞速盘算，这两人显然是想拉他组队，名义上是帮他，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跟他套近乎，甚至可能是想分润他的劳动成果。总之绝对不会白白给他好处。不过自己第一次挖土豆，所以和他们合作绝对能学到一些经验，而且现在的局势对他不利。张万山那莫名其妙的敌意像悬在头顶的剑，若能靠向这两个老资格的外门弟子形成一个小圈子，张万山就算想找茬也得顾及一下众目睽睽。念及此，陈大器心中已经有了决断，那小弟就先谢过二位师兄的照拂了。陈大器拱手应下，一脸的喜悦，若是以后有机会在沈师姐面前露脸，俺一定替二位师兄美言几句。哈哈，大器师弟果然爽快。周大海和吴达志得意满地笑了起来，陈大器也陪着笑，目光却看向了前方。云层散去，远处青山绿水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张万山，你走你的阳光道，我挖我的灵土豆，只要你不来惹我，大家都好。若是你真要找死……陈大器摸了摸胸口那团越来越活跃的神秘雾气，眼神深处闪过一丝不属于憨厚农夫的狠辣。2日后，巨大的非洲掠过云层，缓缓降落在灵州仙城东部的荒野边缘。这里的天空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灰蓝色，空气中透着一股肃杀的凉意。远处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大片大片黑色的冻土，而在那冻土之下便藏着价值连城的灵土豆。灵州仙城是方圆千里唯一的修士贸易枢纽，这片仙域开发出来还不足100年，以前乃是一片荒凉之地。陈大器跳下非洲，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农舍和熙熙攘攘的灵职夫们，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土腥味混杂着稀薄的灵气，这是金钱的味道。所有人听令！张万山站在高处，手中挥舞着一杆赤红色的令旗。杂役分为10组，每组有2名外门弟子监管，记住了，每日100斤，少1两扣全天工钱。说话间，张万山指了指边上一堆破旧的铁镐、铁锹，这是你们所用的工具，用坏了是要赔偿的，切记。这时候，陈大器才发现，来这里的弟子们几乎都是自己带着工具来的，看来他们来之前都打听清楚了。陈大器没办法，只能去捡了一把看起来成色不错的铁镐。看着手中沉重的特制铁镐，又看了看前方那片坚硬如铁的冻土，他不仅没有畏缩，眼中反而闪过一抹贪婪。别人怕冻土，俺有的是力气，每天500灵沙，老子挖穿这地皮也要把它挣到手。张万山继续喊道：另外，所有人可以用储物袋，但离开这里必须接受检查，若是私藏，后果自负。当然，不想被检查的话，就用这里的麻袋。张万山断断续续又说了好几个需要注意的规矩，包括挖土豆的时间、住处、吃饭地点等等。最重要的是，小心杀虫。杀虫！听到这2个字，原本还在掂量铁镐分量的杂役们纷纷脸色一变，原本热络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陈大器心中也是一紧，他在宗内这段日子也听说过这种毒虫。杀虫通体土黄，能完美契合地气，缩在泥土里时连灵石都难察觉。这玩意儿毒性极烈，
一旦被咬中，灵力便会停滞，伤口溃烂。若是没钱买昂贵的解毒丹药，虽然不至于死，但起码要休养3个月以上。这3个月无法修行，身体虚弱，要遭老罪。看来这500灵砂也不好拿呀。陈大器暗暗皱眉，好在他自诩体内有神秘雾气存在，这神秘雾气还有着疗伤功效。以前受伤，每次都是神秘雾气滋养他的肉身，让他得以恢复。不过对于这种毒，他却是不知道有没有用。熟悉了这里的情况后，天色渐晚，陈大器扛着破旧的铁镐，被分配到了边缘地带的一处土坯农舍。同屋的自然是周大海和吴达。虽然是荒郊野岭，但这片农舍由于大量修士的聚集，竟然已经出具小房式的规模。夕阳西下时，街道两旁简陋的木屋里亮起了橘色的灯火，空气中除了土腥味，更多了一种廉价脂粉和烈酒的气息，甚至能看到一些姿色尚可但眼神浑浊的低阶女修，三三两两地靠在门框边，朝着路过的男修士投去露骨的眼神。这些都是修行无望又舍不得仙缘，只能沦落到此处靠出卖肉身换取几颗灵砂的苦命女修。走，大器师弟！周大海一把搂住陈大器的肩膀，嘿嘿直笑，笑容里透着一股子男人都懂得猥琐。这地方虽然破，但这里的妞儿玩得花呀。那些女修为了击块灵砂，什么姿势都能配合。咱们去喝几杯花酒，松快松快，明天才有劲儿干活。吴达也在一旁撺掇。是啊，大器，这任务苦哈哈的，不找点乐子，人都要憋疯了。走，吴哥请你喝酒，但说好了，女修的开销自己付啊。陈大器看着街道尽头那热闹又糜烂的景象，心中没有任何想去的意思。他在想，若是自己没这神秘雾气，若是没能攀上沈师姐的关系，以后会不会也像这些落魄女修一样，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为了几斗米折腰？再说了，家里还有美貌如花的夫人等着，沈师姐那边的功课还没教完，哪有心思去碰这些残花败柳？和他们在一起修行之后，陈大器看女人的眼界在不知不觉中也被拔高了不少。随即陈大器摸了摸怀里的令牌，憨厚一笑，挠着头婉拒道：多谢二位师兄美意，我这人笨，力气大但经不住酒力，明天还得出力挖土豆呢，万一喝醉了耽误事，岂不是耽误二位师兄的事情？我还是在屋里歇着，顺便琢磨琢磨师兄教的挖掘窍门。真不去了，我可跟你说，难得来这里一趟，要不然在宗门附近那些落魄女修的价钱可贵了。周大海劝说道：就是啊，上次我去喝花酒，那模样比我家二嫂还丑，居然还要我500灵砂，关键是一个劲的喊我快点快点，他还要招呼下一个。吴达气愤地说道：二位师兄，我真的不去了，身上也没什么灵砂。陈大器又是婉拒。周大海见他态度坚决，有些索然无味的摆摆手：成吧，你小子真是个榆木脑袋，那咱们哥俩去乐呵了，你帮咱们守着门。两人勾肩搭背，嬉笑打闹着引入了夜色中，农舍内顿时清静了下来。陈大器并没有休息，他打开自己随身带着的行囊，从里面找出一块干饼啃了起来。虽然不吃饭也行，但是很浪费神秘雾气恢复的时间，所以一般有吃的情况下，他还是宁愿吃点东西。吃饱之后，他盘膝坐在坚硬的土炕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运转起藏息诀。这门法诀虽然不提升修为，但对他这种怀揣重宝的人来说却是救命的本事。随着法诀运转，他体内原本由于刚突破而略显狂躁的阳刚之气开始像被收进鞘里的宝刀，一点点往深处收缩。从外表看，他现在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最后几乎变成了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陈大器一边修炼，一边奋出一缕心神，感知着体内的那团雾气。他发现在这一片荒野的土灵力滋养下，那团雾气似乎比在宗门时更加活跃。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和嬉笑声。周大海和吴达回来了，两人一身酒气混合着那股劣质的脂粉香味，一进屋就嚷嚷个不停。那小娘儿们真润，就是贵了点，200灵砂就这么没了。周大海嘟囔着倒头就睡，吴达也打着酒嗝，迷迷糊糊地看了陈大器一眼。大器，你小子真没福气。片刻后，呼噜声震天响，陈大器睁开眼，眼神清亮，他看着这两个睡得跟死猪一样的队友，轻轻摇了摇头。翌日清晨，天蒙蒙亮，张万山那刺耳的集合声音传遍了整个农舍区。周大海和吴达顶着2个黑眼圈，哈欠连天地爬起来，嘴里的酒气还没散尽。不过毕竟是修士，喝了一口水后便招呼陈大器外出集合。走，上工！陈大器扛起那把铁镐，背上麻袋，跟着众多的杂役和外门弟子，踏入了那片雾气昭昭的黑色荒野。地头，张万山背着手巡视，路过陈大器身边时，他微微停了一下，眉头微皱。在张万山的感应中，陈大器今天的气息似乎比前2天更弱了，简直像个被酒色掏空的软脚虾。哼，废物！张万山冷哼一声，不屑地移开了目光。本来他还想刁难一下的，不过见陈大器如此废物，他也失去了刁难的兴致。陈大器做梦都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低调躲过了一次麻烦。面前的林地很大，不过外围区域的土豆产量都不高，所以很多人不约而同深入荒野深处，寻找深埋在地里的灵土豆。陈大器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镐，小心翼翼地前行着。清晨的荒野，寒风如刀，卷着浓重的雾气在黑色的土地上肆虐。大器师弟，咱们先分开。周大海哈了一口白气，搓了搓有些僵硬的手，
低声交代道：“这外围的灵地虽然大，但灵气分布极不均匀，有的地儿一镐下去能刨出一川，有的地儿挖上3尺也是白费力气。咱们3个人散开，谁发现土层色泽偏紫，灵气反馈浓郁的地方，就立刻打手势。记住了，闷声发大财，别惊动了旁边那几组。明白？”周师兄放心，我晓得了。陈大器眼前一亮，按照周大海的办法真的不错。他憨厚地点了点头，提着铁镐走向了左侧的一片乱石堆处。吴达则是眼珠子一转，钻进了另一侧的一处低洼地。陈大器站在乱石堆边上，低头看着脚下那黑得发亮的冻土。这些土在月余的严寒下，早已被地脉寒气冻得紧实无比。先试试这土到底有多硬。陈大器深吸一口气，双脚微分，腰胯合一，双臂肌肉瞬间隆起，抡起那柄特制的沉重铁镐，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砸了下去。咚一声沉闷的巨响，仿佛铁锤砸在了老橡木桩子上。陈大器只觉得虎口猛地一震，一股强烈的反震力顺着铁镐直冲肩膀，震得他半边身子都有些发麻。低头一看，那黑色的冻土竟然只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白印，连皮都没蹭破多少。好家伙，这哪是土，简直比一般的生铁还要硬上3分。陈大器心中暗惊，若是普通人全凭蛮力，别说100斤，怕是挖到天黑连50斤都凑不齐。难怪来到这里的都是拥有灵力的修士，估计沈师姐也没想到这地方是很难的吧。好在我有一身比修士还大的蛮力气。陈大器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气馁，从小到大他吃过的苦很多，眼前这点困难并不算什么。周师兄说要用灵力查探，他闭上双眼，调动体内的那一丝灵力，顺着双臂灌入地下。他试图让灵力像触角一样去感知土壤下方那些蕴含生机的灵土豆。然而灵力刚刚深入地下不到半尺，陈大器就变了脸色。这片土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永不满足的黑洞，灵力一进入其中，瞬间就被那股刺骨的寒意和厚重的土元气给冲散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滴水落入了大海，甚至连个涟漪都没泛起来，更别提反馈什么信息了。不行，灵力太弱了，或者说这土地对普通灵力的压制太强。陈大器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他偷偷瞄了一眼远处，周大海正挥汗如雨的开垦，而吴达则是像条猎犬一样趴在地上感应，两人的进度都极慢。若是俺第一天就交不出数，那就白干了。想到这里，陈大器心念微转，脑海中的神秘雾气开始动了。那我就试试这个。陈大器小心翼翼地引导出一缕极细的神秘雾气，这雾气不同于普通的灵力，它带着一种温润却极其霸道的生机。随着这缕雾气顺着他的指尖渗入泥土，陈大器的世界瞬间变了。那些冰冷、死寂、厚重的冻土在神秘雾气面前仿佛变成了透明的琉璃。仅仅3息时间，陈大器的脑海中便勾勒出了一幅他脚下的草图。在他的正下方3尺处，土层中竟然蛰伏着2团淡淡的黄色荧光，那些荧光约莫拳头大小，正吞吐着微弱的灵气，像是一个个沉睡的小生命。这就是他要找的灵土豆，找到了。不过这里只有2颗，虽然数量不多，但陈大器依旧心中狂喜，毕竟他找到了发现灵土豆的办法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黑暗中突然打开了透视眼，一切宝藏都无所遁形。他没有急着动手，而是朝边上走去，控制雾气向周围蔓延。毕竟仅仅2颗灵土豆，犯不着浪费大量时间去开挖。左边1丈开外是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左前方2丈位置只有3颗灵土豆，右边的一块巨石边上竟然密密麻麻地堆叠着一簇荧光，看规模起码有上100斤重。这神秘雾气简直是寻宝的神迹。陈大器深吸一口凉气，强行压住内心的激动，他故意装作体力不支的样子，抹了把汗，假装气喘吁吁地朝周大海那边看了一眼。周大海正刨开了一处土层，里面露出一颗干瘪的小土豆，正骂骂咧咧地往麻袋里扔。陈大器想了想，直接告诉大家这里有灵土豆，未免也太过惊世骇俗。尤其是张万山本身就对他有所不满，他眼珠子一转，心思电转，随后故意在那块巨石边缘又是刨土又是搬石头，弄出老大的动静。他算准了位置，抡起铁镐，用一种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精准无比的力道，狠狠砸在了那簇灵光边缘的冻土上。哎呦！陈大器忽然发出一声惊呼，故意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泥里，却顺手在那被震裂的土缝里抠出了一块淡黄色的皮屑。他故作震惊，扯着嗓子喊道：“周师兄，吴师兄，快来看看，这石头底下的土怎么是黄色的？”这一嗓子立刻把不远处的周大海和吴达勾了过来。吴达跑得最快，他立刻凑到土缝边上一闻，眼睛顿时亮得像狼一样，好浓郁的土灵气。大海快看，这土层的色泽，底下绝对是个土豆大窝子。周大海跑了过来，见到眼前一幕，也是一脸狂喜。他拍了拍陈大器的肩膀，哈哈大笑道：“大器，你小子可真是个福将。这石头边上的位置平日里没人理会，谁能想到这巨石底下压着这么个宝贝疙瘩？起开起开，让师兄们来，这冻土太硬，你那点力气都挖到什么时候去？”两人心中得意至极，暗自庆幸这次带了陈大器这个采石运爆棚的家伙，浑然不知这一切都在陈大器的算计之中。接下来的时间里，3人开始合力挖掘。
周大海和吴达为了不让灵气外泄，使出了浑身解数，灵力疯狂运转，震松动土。而陈大器则在旁边清理浮土。待两个人挖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负责取出半埋在泥土里的灵土豆。一番干活下来，他故意表现得气喘吁吁，每干一会儿都要抹一把汗，手中的铁镐也是抡3下歇一下，显得力气虽大但后劲不足，这样刚好既出了力，又不会显得太突兀。陈大器一边演戏一边暗中偷乐，在神秘雾气的精准导航下，这一个下午他们简直像是进了自家菜园子，每一镐下去都能精准地带出几颗圆润饱满的灵土豆。由于陈大器每次都是引导周大海和吴达过来，所以在这两个人看来，之所以能找到这么多灵土豆，还要多亏了他们，所以他们发自内心觉得是他们的功劳。到了晚霞满天的时候，他们这一组的3个麻袋都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收工交班时，营地前的称重处排起了长龙，负责称重的是个麻子脸管事，姓刘，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刘麻子。这刘麻子长着一双倒3角眼，平日里最是克扣斤两，在杂役中名声极臭。周大海160斤，吴达155斤，陈大器总计150斤。刘麻子看着秤上的数字，尖叫了一声，引得周围弟子纷纷侧目。要知道，陈大器只是一个杂役，他居然运气这么好，挖到这么多灵土豆。按照规定，每个人每天的任务是100斤，超出的部分每50斤可以奖励5斤灵土豆留作私用。陈大器超了50斤，按规矩他能分到5斤灵土豆，这可是好东西，不管是自己吃增加修为，还是拿到房市去卖，都能换不少灵沙。刘麻子斜眼看了看周大海和吴达，这2人是外门弟子，他不好明着得罪，便各递了一个小袋子给他们分了灵土豆。轮到陈大器时，刘麻子冷哼一声，直接把称好的那5斤土豆往脚下一踢，冷声道：杂役弟子能完成任务就不错了，这奖励宗门另有安排，你先回去吧。陈大器愣住了，他看着周围那些嘲讽和怜悯的目光，拳头不由得攥紧。另有安排，这分明是看俺好欺负，想私吞。陈大器愤怒的心想，在乡下的时候，他去官府教米，那些负责收税的衙役就是这么欺负人的。从小到大，他最恨的就是这些有一点小权力就欺负人的小官。但再生气又如何呢？他只是一个杂役，连外门弟子都不是。没看脸周大海和吴达都不敢多说什么吗？刘管事，这规矩是宗门定的，我虽然是杂役，但也是出力了的。陈大器压低声音，语气中带着几分克制的哀求。他知道这时候不能硬碰硬，废什么话，我说有安排就有安排，一个臭杂役也配跟老子讲规矩？刘麻子做事要一脚踢开陈大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周大海和吴达在一旁对视一眼，虽然有些不满，但为了区5斤土豆去得罪管事，显然不划算。2人竟然齐齐选择了沉默，甚至往后退了一步。陈大器心中一片冰凉，这就是底层修仙者的现实。周大海和吴达终究是为了利益才和他合作，否则怎么会看得上他这个杂役？就在陈大器打算认命的时候，一道清冷且带着愠怒的女声从后方传来：刘管事，我宗门规矩里什么时候写了杂役不配这4个字了？众人回头，只见于婉晴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她今日换了一身紧身的淡紫色劲装，将那曼妙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此时正俏脸寒霜，冷冷地盯着刘麻子。刘麻子原本嚣张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于师姐，我只是什么？只是觉得沈师姐关照的人，你可以随便拿捏。于婉晴走到陈大器身边，冷厉地看着刘麻子。自从之前被道侣警告之后，于婉晴也有意和其他男子保持距离，但这次她真的看不下去了。啊，于师姐，误会，这是误会，我不知道啊。这样吧，我把灵土豆给他。慌了，这一刻刘麻子真的慌了。哼，晚了，刘麻子，今日起扣除你1个月俸禄，待会自己去领10鞭子。这5斤灵土豆，你不仅要给陈大器，还要双倍赔偿他受到的惊吓，听懂了吗？于婉晴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她可是炼气9层的女修，也是内门弟子，地位比刘麻子高多了。刘麻子的脸绿得发黑，却只能咬着牙，颤抖着手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布袋，连同原本的奖励一起，毕恭毕敬地递到了陈大器面前。陈师弟，是老哥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陈大器接过那沉甸甸的10斤灵土豆，看向于婉晴，赶紧道谢：多谢师姐。无妨，在我手下做事，我只要求一点，那就是公平，不要以为手上有了一点权力就可以胡作非为。于婉晴的声音虽然不大，但传递很远，不远处几个管事都是瑟瑟发抖，不敢多言。陈大器回到那间简陋的土坯农舍时，屋外的寒风更紧了，但屋内的气氛却有些微妙的燥热。周大海和吴达一进屋，也没急着脱那身满是泥土的短打，而是并排坐在床边上，4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灵土豆。第一天挖土豆，收获就这么巨大，这让他们心情很激动。关键是刚刚于婉晴师姐竟然为陈大器出头。大器师弟，行啊你。周大海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嘿嘿一笑，粗糙的大手在膝盖上摩挲着。刚才于师姐那样子，啧，我在这外门混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他为一个杂役发这么大的火。你老实跟哥说，
你跟于师姐是不是私下里也有交情？吴达也凑了上来，精明的眼中透着一股子打探和忌惮。是啊，大气，于师姐那可是内门的高才，平日里眼高于顶。她虽然说是为了公平，可这修仙界哪有那么多公平？若不是看中你，她能为了以自将身份去训斥刘麻子？陈大器心中微微一沉，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人语气中的试探。修仙界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陈大器暗自警醒，若是让他们觉得我真跟于师姐有什么私情，这两人怕是会把我当成某种资源来压榨，甚至可能引来张万山的疯狂报复。他可是见识过张万山的小赌鸡肠的。想到这，陈大器立刻换上一副受宠若惊又惶恐不安的神情，连连摆手道：“两位师兄，快别这煞小弟了，我就是一个乡下来的粗胚，哪能入得了于师姐的法眼？估计是因为我是沈师姐介绍过来的，于师姐跟沈师姐交好，这是在给沈师姐面子呢。我刚才吓得腿都软了，哪敢有什么交情啊？”见陈大器说的诚恳，脸上的惶恐也不似作伪。周大海二人对视一眼，眼中的疑虑消散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原来如此的优越感。也是，沈师姐的面子大过天。周大海舒了口气，拍了拍陈大器的肩膀：“既然逃过一劫，走，跟哥俩去房室喝2盅。那儿的酒虽然烈，但解乏呀。对，昨天那2个小女修嫩的可以掐出水呢，我介绍给你。”吴达乐呵呵说道：“多谢师兄美意，我这体力实在跟不上了，只想早点歇歇，明天还得靠2位师兄带俺多挖点呢。”陈大器憨笑着婉拒，两人见他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勤快劲儿，也就不再强求。随后2个人从储物袋里面拿出崭新的衣服，换了之后就打算出门了。此时陈大器看着怀里的10斤灵土豆和领到的鸡10颗灵砂，犯了难，这东西带在身上太扎眼，万一晚上有人见财起意，关键是明天要出去干活，这些东西留在屋子里，万一被人偷了去，那怎么办？想到这，陈大器问道：“周师兄，吴师兄，我想请教下，这么多土豆和零食随身带着实在不便，这农舍也没个锁，你说没储物袋的话，我都放哪儿啊？”吴达回头像看土包子一样看着他：“大器，你不至于吧？一般来说，省吃俭用还是能买得起个2手的，你来这里没买？”陈大器眼馋地道：“买不起，没事，你可以去房市办事处租一个，租金不贵，20灵砂1天。”周大海解释完，便和吴达勾肩搭背地走远了。陈大器咬了咬牙：“20灵砂1天。”他虽然心疼，但不租不行，才不露白的道理他还是懂得。于是他第一时间揣着灵土豆，顶着寒风出门了。片刻后，来到了房市街道的办事处。此时天色已暗，办事处内点着几盏昏暗的灵灯。柜台后面，一个长相清秀、约莫18、19岁的少女正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算盘。陈大器走上前，客客气气的行礼：“见过这位仙师，我想租一个储物袋。”那少女抬头看了陈大器一眼，原本有些冷淡的眼神，在看清他的脸后，忽然微微一动。“陈大器？”少女试探着问了一句。陈大器一愣，也认出了这个少女。此女正是之前跟着于婉晴身后的一个年轻师妹。当时他听周围的弟子称呼她叫吴红。“师姐认识我，我是吴红，于婉晴是我师姐。”少女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刚才在称重场的事儿，我听说了。于师姐很少为了个杂役大动肝火，你倒是挺有本事。而且听说沈秋怡师姐也挺照顾你呢。”陈大器心头一跳，按道这修仙界的消息传得比乡下的流言还要快。吴红看着陈大器那副局促的样子，微笑道：“你不必拘谨，能得到师姐的赏识，也算是你的本事。主要是于师姐做事公平，我何德何能？”陈大器谦虚道：“你倒是谦虚，杂役之中很少有人像你这么老实的。”吴红微笑道。说到这，他将一个半旧不新的储物袋扔在柜台上。一般来说，一个储物袋的租金是20灵砂1天，不过20灵砂那是对外人的价。既然你是沈师姐要照顾的人，就算你10个灵砂1天吧。吴红手指微动，在陈大器的杂役令牌上一划，押金也不收你的了，直接把租赁信息录入令牌，若是弄丢了，宗门自然会找你算账。陈大器大喜过望，连忙作揖：“多谢吴师姐，多谢吴师姐，10个灵砂，这一下子省了一半。”陈大器接过储物袋，按照吴红的指点，尝试着输入一丝灵力。虽然灵力微弱，但足以打开这简陋的空间。这里面空间并不大，但足以存放一辆马车大小的物资了。看着怀里的土豆和灵砂，嗖的一下消失在袋子里，陈大器心里踏实了不少，总算是不需要担心东西被偷了。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吴红忽然压低声音道：“陈师弟，这几日挖土豆小心些，我听说今天有好几人遇到了沙虫，甚至有人被咬穿了脚掌。”陈大器心中一凛，郑重地点了点头：“我这里有解杀虫毒的药粉，你可要1瓶？”吴红拿出一个红色1瓶，晃了晃说道。陈大器盯着那红色的小瓷瓶，视线像是被钩子勾住了一般。他太清楚杀虫这2个字的威力了。这几天和那些干活的弟子一起吃饭，他没少听那些老弟子提起，一旦被杀虫咬中，那不仅仅是皮肉之苦，那股奇毒会像复古之居一样钻入骨髓，折磨得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若是没钱买药，轻则残废，重则修为尽丧，沦为彻底的废人。我现在虽然有神秘雾气护体，但这雾气到底能不能解毒，我心里也没底。万一这雾气只能疗伤不能驱毒，
那这条命可就悬了。陈大器心念电转，脑海里浮现出家里老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财是身外物，命是自家根。财的最大作用就是保命，可千万不能做出为了省钱而不留后路的事情，要不然悔之晚矣。念及此，他咬了咬牙，手颤抖着摸向怀里那刚刚捂热乎的灵砂。买！陈大器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他从怀里掏出布包，一颗一颗地数出200颗灵砂，每一颗灵砂离开指尖，他的心尖儿都跟着颤一下。这种感觉无比心疼。吴师姐，俺要一瓶。陈大器闷声道，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心疼。吴红看着他那富视财如命的模样，扑哧一笑，眼角的戏谑之色更浓了。哟，陈师弟还真是个果断的人。放心，这药粉是我一位师姐炼制的，只要不是被杀虫网咬中，保你平安无事。他接过灵砂，随手一扫便收进了袖中，将那红瓶子递给陈大器，语气悠悠地补了一句：舍得花钱买命的人，通常活得最长。我看好你哦。陈大器接过瓷瓶，像是接过了一块1000斤重的巨石，他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入刚租来的储物袋中，长舒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里。这储物袋只有巴掌大小，藏在衣服内侧，系在身上，倒也不容易被人发现。接下来的3天，荒野上的雾气一天比一天浓重。陈大器这一组的表现堪称惊世骇俗，每天傍晚交班，他们3个人的产量雷打不动地排在前3。周大海和吴达整个人都飘了，哈哈！大器，看到没？这一块的土层颜色发暗，灵气波动虽然细微，但在哥们这双火眼金睛面前，根本无所遁形。周大海唾沫横飞地显摆着，手里拎着2颗个头硕大的灵土豆，满面红光。吴达也是一脸嘚瑟，一边挥稿一边附和：啊是，大海哥，你这寻灵土豆的本事见长啊！我看咱们要是能保持这势头，这个月下来能换不少凝气丹呢。陈大器蹲在一旁，正吃力地清理着地表的积雪，汗水顺着鼻尖往下滴。他憨厚地笑着，不住地点头：周师兄厉害，吴师兄也是神人，跟着2位师兄，我真是沾了大光了。他心里却在暗暗苦笑。这3天，他每隔半个时辰就要悄悄释放一丝神秘雾气，在大地深处探查。每当发现灵土豆密集的区域，他就会故意装作无意间往那边走，或者在附近种地跺几脚，然后喊一句：两位师兄，俺总觉得这块地儿脚感不对，是不是底下有石头？结果周大海和吴达冲过来一顿刨，每次都能刨出一窝宝贝。次数多了，这2个人也彻底相信了是他们自己灵觉爆发，甚至是运气逆天。而陈大器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体力好，运气好的跟班罢了。时间一长，这2个人有些懊恼了起来。他们觉得能找到这么多灵土豆，靠的是他们，干活最多的也是他们，而挖到的土豆还要分给陈大器一份，亏大了。这天晚上，土坯农舍内，陈大器劳累了一天，郑和一躺在炕头装睡。至于周大海和吴达，据说是去隔壁和其他外门弟子赌牌九去了。没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听到2个脚步声传来。由于他耳聪目明，屋外的风声、隔壁的磨牙声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忽然，一阵压低了的窃窃私语从屋外的小道那一头传来：“大海哥，你考虑清楚没？”这是吴达的声音，带着一丝贪婪的急躁。这外围的灵土豆虽然多，但个头太小。我打听过了，往荒野深处走10里，那里有一片黑水洼，地气更足。前2天有个组在那儿刨出了灵豆王，一颗就顶外面10斤。周大海沉默了片刻，声音显得有些迟疑。深处，张管事说那边沙虫出没频繁，还有些不知名的妖兽。咱们3个去，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风险大回报才大呀！吴达急促地打断道。而且，咱们真的要带上大器那个累赘吗？累赘？他们竟然说我是累赘！陈大器的心猛地抽动了一下，心中十分难受，但呼吸却依然平稳，一动不动。大器这小子虽然老实，力气大，但他毕竟是个没修为的杂役。吴达压低声音，语气里充满了嫌弃。去了深处，万一遇到杀虫，咱们还得腾出手来救他，而且他还要分走咱们30%的收益。大海哥，你想想，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灵石啊！他这几天表现的虽然不错，但归根结底还不是靠咱俩的寻灵术，带上他，咱们得少赚多少？周大海长叹了一声，语气也变得冷漠起来。你说的对，这小子运气确实不错，但他太弱了，深处那种地方，带上他确实是害了他。明天一早，咱们就跟他说，咱们要跟外门的其他师兄组队去深处历练，让他自己在外面地带转悠吧。嘿嘿，大海哥英明，这小子是个憨货，带着他影响咱们赚大钱。反正前几天已经带他发财了，他肯定还对咱们感恩戴德呢。说起来，前几日要是没有他，我们多赚不少。周大海有些心疼地说道。就是啊，不过他也不能得罪，切记切记。声音渐渐低了下去。陈大器睁开眼，盯着漆黑的房梁，心里像是有团火在烧，又像是掉进了冰窟窿。要是没有他，我们多赚不少。陈大器在心里冷笑。这几天他为了帮这2个人，耗费了不少神秘武器，甚至为了不让他们起疑，表现得很窝囊，对他们鞍前马后的。结果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那点所谓的朋友情谊，脆弱的连一张纸都不如。罢了罢了，既然你们觉得我是累赘，觉得收益分给我可惜了，那这缘分
也就到头了。一抹从未在他脸上出现过的冷冽之色，在他眼中一闪而逝。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周大海和吴达还没等陈大器开口，就主动找上了他。大器啊，那个哥俩这几天合计了一下。周大海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甚至不敢正眼看陈大器。外围的灵土豆数量不多，听说深处灵土豆多，不过深处的灵气暴动得厉害，我们要去挖的话，难度很大。你底子薄，跟着我们太危险，万一出个好歹，我们没法向沈师姐交代。是啊是啊，吴达在一旁演戏，你就在这外围转转，安全第一。那好吧。陈大器没有任何挽留，反而还一脸惋惜之色。对了，你要是发现灵土豆多的，大可以通过传讯令牌喊我们过来。周大海提醒道。那是一定的。陈大器道。那我们走了。两人说完，急匆匆地背起铁镐，钻进浓雾中，消失不见了。陈大器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自嘲地摇了摇头。罢了，靠自己吧。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向了房事办事处。柜台后，吴红正在打着哈欠，见到陈大器又来了，有些惊讶。怎么，储物袋弄丢了？不，吴师姐，我想租一把玄铁镐，最好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灵力驱动就能破开洞土的。这几天他也了解到，这地方还有上好的玄铁镐对外租赁。有了这玩意，就算他挖到不少灵土豆，别人也不会怀疑什么了。毕竟这玄铁镐哪怕是凡人使用，也能轻易地挖开那些洞土。缺点就是租金太贵，要200灵沙一天呢。他在这里干活，一天工钱是500灵沙。但要知道，有些人不是每天能完成固定任务的，所以有时候完不成，就需要用灵沙去其他人那里购买灵土豆补充上去。所以这玄铁镐一般很少有人租，主要是怕租来了又找不到灵土豆多的地方，那吃大亏了。不过对陈大器来说，他可以找到，所以没这个顾虑。吴红打量了陈大器半晌，发现这少年的眼神变了。如果说前2天的他像是一头温顺的耕牛，那现在的他似乎成熟了许多。你确定租？这可是要200灵沙一天哦。租了。陈大器咬牙，一副心疼的模样。行吧，我算你100灵沙一天了。什么？陈大器先是一愣，接着大喜。师姐，太感谢你了。没事啦。吴红笑了笑，很快便替他办好了手续。1个时辰后，陈大器避开了所有人的视线，扛着用麻袋包裹的玄铁镐，独自来到了荒野西北角的一处偏僻之地。这里乱石嶙峋，地势险恶，加上常年刮着刺骨的白风，一般的采掘组根本不愿意来这儿。毕竟这地方是出了名的贫瘠之地，一般不会有灵土豆在这里生长。陈大器环顾四周，这里的浓雾成了他最好的掩护，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神秘雾气瞬间如沸腾的江水一般，顺着经脉疯狂涌动。很快，他发现一块石头下面长着数十颗灵土豆。他笑了，他没有使用灵力，而是纯粹调动肉身之力和神秘雾气。他抡起那把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玄铁镐，腰部猛地一拧，铁镐带着撕裂空气的厉笑声，重重地砸在了一块被冻得比钢还硬的冻土层上。轰！一声爆响，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闷响。那坚硬无比的黑色冻土，在陈大器恐怖的力道和神秘雾气的侵蚀下，竟然如同脆弱的豆腐块一般，瞬间崩裂成无数碎片。一镐下去，直接深入地底3尺。陈大器根本不需要像周大海那样费力的查探，他的双脚踏在大地上，神秘雾气顺着脚底蔓延开来，方圆10丈内的地下景象清晰地映照在他的脑海中。这里有，这里也有，还有那一团，好大，好圆。陈大器动作极快，此时的他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挖掘机器，每一镐下去，必然精准地带出一串滚圆、饱满、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灵土豆。仅仅2个时辰，他身后的麻袋里就已经塞进了50斤灵土豆。这种效率，若是让周大海看到，非得吓疯了不可。很快，忙活到了下午，陈大器很兴奋，这就已经150颗土豆了。回头，我提前离开这里，免得被那些挖土豆的人看到眼红。陈大器心中寻思着，那就最后再干1个时辰。扑通，又一镐下去，陈大器感觉手感不对，这块泥土下传来的不是清脆的碎裂声，而是一种粘稠阴冷的阻力。他心中警铃大作，身体本能地往后一跃。几乎是同一时间，一道土黄色的细影从炸开的土缝中爆起，速度快若闪电，口中喷吐着绿色的毒雾，直奔他的脚踝咬来。杀虫！陈大器眼神一冷，但他没有惊慌，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正愁没机会试试这神秘雾气能不能解毒呢。此时此刻，只见那道土黄色的细影在空中扭动，尖锐的口气再次喷出一股腥臭的绿雾。不过这次的绿雾要稀薄了许多，看来这种毒物也是不可持续的。找死！陈大器冷哼一声，手中的玄铁镐并未因为惊讶而减速，反而借助下坠的力道，精准地劈在了杀虫的头节处。啪！一声脆响，玄铁镐锋利的尖端瞬间将杀虫钉在了冻土之上，墨绿色的血液溅了一地。杀虫的尾部剧烈地挣扎了几下，随即便彻底将死。看着那一滩冒着绿泡的毒血，陈大器没有立刻离开，因为他要测试一下自己体内的神秘雾气到底有没有解毒的功效。随即他悄然蹲下身，指尖凝聚出一缕微弱的神秘雾气，缓缓靠近那尚未散尽的毒雾。奇迹发生了，那原本连土石都能腐蚀的绿色毒素
在接触到神秘雾气的瞬间，竟像是血遇到了沸水，迅速消融、瓦解，最后化作一丝微不可察的黑烟，彻底散去。这雾气竟然真的能解毒！陈大器心中狂喜，这神秘雾气不仅能强化体质、探测灵物，还能疗伤。现在还发现具备如此强大的解毒能力，这意味着他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又多了一张保命的底牌。他谨慎地将杀虫残骸深埋入地下，又用周边的冻土反复覆盖，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战斗痕迹后，看了一眼身后沉甸甸的布袋。今日挖了足有150多斤，我还是早点回去，以免碰到熟人。夜幕降临，陈大器早已经回到住处，不过他没有待在住处，而是在四周逛了一圈。看到挖土豆大军回来后，他这才朝农舍走去。还没进门，他就听到了吴达耐气及败坏的咒骂声。晦气，真是活见鬼了！大海哥，你说咱们今天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跑了那么远，结果全是硬石头，累得半死才挖了不到60斤。别说了，老子这虎口都震裂了。周大海的声音也透着浓浓的疲惫和沮丧。那深处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那帮外门师兄光顾着自己跑，还差点把咱们带进杀虫窝里。两人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门槛上，见陈大器回来，吴达斜眼一扫，阴阳怪气地问道：“哟，大器回来了，今天收成怎么样？”陈大器故意把步子迈得沉重些，脸上换出一副比他们还要沮丧的表情，重重地叹了口气：“别提了，周哥、吴哥，那外围的土豆比我想象中少得多。我今天转悠了大半天，连50斤都没凑够，还要扣掉100灵沙的租金，这日子没法过了。”听到陈大器也没挖到多少，周大海和吴达原本阴沉的脸竟然奇迹般的舒展了不少。人就是如此，当看到有人比自己更倒霉的时候，心情总是会很舒畅的。吴达拍了拍屁股站起来，心里舒坦多了。你也别灰心，这挖灵土豆本来就是靠运气的，今天我和大海哥的收成也不行。周大海眼珠子转了转，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提议道：“大器啊，我看你这一天白干也挺郁闷的，正好隔壁屋的几个哥们儿攒了个局，正玩牌九呢，咱哥俩前阵子可赢了不少，要不要一起去转转运？说不定一把就能把你那几天的工钱都赢回来。”对，去赌几把，转转运。吴达神色一喜，前几天陈大器可是赚了不少，若是能从他身上捞点过来，那也不错。陈大器眉头微微一皱，他想起了小时候在村子里那个因为豪赌而卖儿卖女的二狗子，最后冻死在草堆里的惨状。从小到大，爹娘教育过他，赌博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多谢两位哥哥美意。陈大器憨厚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这人手笨，临时攒着还得娶媳妇。再说师姐教的那套呼吸法我还没练熟，想趁着这会儿有空再练练。修行要紧，修行就你。”吴达心中嗤笑一声：“大器，不是哥说你一个只是杂品灵根的杂役，练到死也没什么花头，给你发财的机会都不要，真是个木头脑袋。大器，你真的不去？要不是当你兄弟，我们可不会带你发财。”周大海见陈大器油盐不进，语气有些不太好。陈大器摇了摇头道：“真的不去，我修行了。”说着直接坐到自己床上，盘膝而坐。行了，人各有志，他不买账就算了。吴达挥了挥手，拉着周大海往外走：“走，咱哥俩去杀，各片甲不留。”看着两人兴冲冲远去的背影，陈大器眼神中的憨厚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冽的清醒。他关上门，感受着体内因他修为渐长而愈发浓郁的灵力，心中一片清明。多，那是弱者的幻梦，而我只要好好修行。接下来的几天，对于周大海和吴达来说，简直像是落入了无尽的噩梦。没了陈大器的暗中指引，两人在荒野深处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第一天，他们误入了一群杀虫的领地，被追得屁滚尿流，周大海差点还被咬了一口，若不是跑得快，怕是要交代在那。第二天，两人累死累活挖了大半天，结果挖出来的全是干瘪发黑的废树，不仅不值钱，还得倒贴灵矿租金。随后2天也都是勉强凑够100斤，但很快又浪费了好几天功夫。他妈的，怎么会这样？前几天明明随手一挖都是宝贝。吴达蹲在田边，双眼布满血丝。由于连续2晚在赌桌上熬夜，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大器那小子不在，咱们的运气好像也跟着丢了。周大海咬着牙，心里也直犯嘀咕。他们不甘心，越是亏钱就越想从赌桌上赢回来。然而牌九这东西，越是急功近利就输得越惨。短短2天，他们不仅把前阵子攒下的灵石赔了个精光，甚至还向隔壁屋的几个外门弟子借了灵石。这借债可是要还利息的。离开矿区只剩最后3天了。当晚，陈大器刚回农舍，就被一脸谄媚的吴达拦住了。大器啊，哥两个最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先借咱们个3、5块灵石周转一下，等回了宗门，哥一定加倍还你。吴达嘿嘿笑着，可那笑容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疯狂。借灵石？陈大器看着突然一脸殷勤的周大海和吴达，他坐在床沿，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自己的草鞋，心中却是冷笑：借给你们，那怕是肉包子打狗。周哥、吴哥，不是我不借，实在是……陈大器面露难色，叹了口气：我最近收成也很差，你前阵子不是存了不少吗？是啊，借一下吧，回本了，加倍给你。我也攒得不容易，今天下至路过房市，我打听过了，
最便宜的初级储物袋也要好几十零食。我这辛辛苦苦挖的土豆，刚够个首付，我还指望着能买个袋子，以后出任务也方便些。储物袋？周大海眼睛一瞪，语气变得急躁起来。你一个杂役，要那玩意儿干啥？先救急要紧啊！就是啊，大气，咱们可是兄弟。吴达也在一旁帮腔，眼神深处藏着一丝埋怨。真不行！陈大气语气坚定，甚至带了一丝憨傻的执拗。爹娘说了，钱要花在刀刃上，修行要紧，我得买袋子。陈大气，这就是你不够意思了哇！当初要不是我们哥俩带着你，你怎么可能挖那么多？现在只是问你借一些，你这都不肯。吴达怨气十足地说道。陈大气一听，心中乐了，寻思着若不是我苦心积虑引导你们去挖，你们以为能挖得到？不过这种事他也不好明说，而且他也看出来了，和这两人的关系算是到头了。不好意思，你们还是问问其他人吧。你……吴达正要发作，却被周大海一把拉住。周大海隐晦地摇了摇头，他想起这小子之前被于师姐照顾的情景，那个孙麻子的待遇还历历在目呢。若是他们真的动了粗，万一于师姐怪罪下来，他们两个底层弟子可吃不消。行，算你有种。吴达压低声音骂了一句，转过身去，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看着两个人气愤离开，陈大气皱起眉头，他觉得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了。这两个赌红了眼的家伙，谁知道半夜会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念及此，他觉得还是不住在这里了，晚上就去房室街上凑合一晚。方室之中有宗门弟子巡逻，只要自己不去那些阴暗角落，不会有什么问题。先去吃饭。片刻后，陈大气吃好领土豆，回到农舍，拿起铁镐和被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农舍。大气，这么晚了你去哪儿？迎面正好碰到回来的周大海和吴达。吴达见他离开，朝陈大气阴沉地问了一句：哦，我去房室玩一会。陈大气随口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这家伙这是躲我们呢？吴达咬牙切齿道。周大海骂骂咧咧，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带他的，忘恩负义的东西。大海哥，咱们欠了这么多债，这可怎么办啊？吴达的声音带着颤抖。怕个屁，只要把那件事干成了，这些债还不是轻轻松松。周大海的声音透着一股狠劲。可是张万山师兄交代的那件事，要是成了还好，要是败露了，那可是死罪啊！咱们真的要动手？就在两个人窃窃私语的时候，门外的陈大气屏住呼吸，全身灵力瞬间紧绷。屋内的一切他自然全都听到了。张万山，他要这两个人做什么事？结合张万山之前对他不满过，所以陈大气本能地认为张万山是不是要对付他。想到这，陈大气看了看四周，四周此时无人。趁着夜色，他悄然躲到农舍屋后，偷听两个人说话。哼，富贵险中求，这张万山师兄说了，只要咱们将影虫散涂抹到领土豆上，放到外事处，到时候就没咱们什么事了。陈大气贴在农舍后墙的阴影里，心跳如鼓。影虫散，张万山这是疯了不成？他虽然下山没多久，但对那玩意有所了解。影虫散是吸引杀虫的一种东西，有些杀虫躲在领土豆之中，为了防止有人受伤，成吨领土豆运回去之前就会动用影虫散，吸引躲在领土豆里面的毒虫出来。而这次张万山竟然要他们将影虫散放到外事处，而最关键的是吴红师姐就在那儿值守。之前他租储物袋和玄铁镐就是在吴红师姐手上租的。张万山难道想要害吴红？陈大气心中惊怒交加。吴红师姐之前对他非常不错，他绝不能坐视不管。可他一个杂役，空口无凭跑去告密，说不定反被张万山倒打一耙。就在他思忖对策时，屋门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周大海和吴达怀里揣着鼓囊囊的东西，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两人对视一眼，确认四下无人后，便压低身子，借着夜色的掩护，轻手轻脚地朝着房室方向前去。陈大气屏住呼吸，悄然催动藏息诀，随即抄了一条偏僻的路，快步朝房室赶去。不管如何，先去外事处再说。深夜的外事处只有几盏摇晃的灵灯在寒风中发出惨淡的光芒。由于白日里挖掘辛苦，值守的弟子们大多已在屋内打坐或歇息，今日的街道附近显得格外冷清。大海哥，就是那儿。吴达指着不远处堆放代运土豆的后窗，声音细如蚊蝇。周大海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瓶，他显得有些紧张，手指微微颤抖。快点，弄完赶紧走，这鬼地方待久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周大海催促道。陈大气伏在仓库外的石槽后，目光冰冷地看着两人的背影。他手中的玄铁镐早已握紧，只要他愿意，现在就能上去一镐一个，结果了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他知道杀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张万山才是真正的毒蛇，得拿个现行，这样才能让他们自食其果。陈大气心念电转，很快一个计划油然而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荒野上厚重的浓雾，一声凄厉到扭曲的尖叫狠狠割裂了房室的宁静。死人了！外事处的吴红师姐，吴红师姐没气了。这一声尖叫让原本还在睡梦中或是正在准备出宫的杂役和弟子们齐刷刷打了个冷战。陈大气此时跟随人群来到外事处这边，一向肃穆的木屋前此刻已被围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那是泥土混合着腐烂血肉的气息。吴红师姐此时躺在门口的担架上，尸体直挺挺的，一块白布盖在她的身上，白布下面只露出她的一只手，手上似乎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血肉腐烂，散发臭味，是杀虫王造成的伤势。一名老资历的外门弟子蹲下身，只看了一眼便吓得连退数步，声音颤抖：“什么？杀虫王？这可不得了啊！”听到杀虫王几个字，一群人顿时慌乱了起来。就在这时，一股如山岳般的沉重威压从半空降下，一名须发皆白、面色阴沉如水的长袍老者稳稳落在场中。他背负双手，双眼中金芒流转，周身散发的灵力波动让周围的杂役们几乎窒息。这个人乃是此地镇守长老，筑基期高手叶森。叶森看了一眼吴红的尸体，眉头紧锁，俯身从旁边的领土豆袋子上抹了一把，指尖凑到鼻翼清嗅。引虫散。叶森的声音冰冷彻骨，还是提纯过的。他的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场，外事处重地堆放的是宗门战略物资，竟有人敢在此私设禁药，引诱妖虫王，导致同门丧命。若不揪出此人，老夫何以向宗门交代？人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现在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吴红师姐的死是有人故意为之。吴红师姐平日里负责外事处事宜，也住在这里。有人趁夜在屋里撒了提纯的引虫散后，趁着吴红师姐入睡，而后吸引毒虫袭杀她。到底是谁这么恶毒？吴红师姐待人亲切，谁这么狠心啊？要是被我知道，绝对不会放过她。一个个弟子咬牙切齿说着。由此可见，吴红师姐在弟子们之中的人缘是很好的。人已经死了，先将尸体带走。叶森忍着怒意，朝边上两个女弟子吩咐道：“是，叶长老。”就在这时，张万山和于婉晴这对道侣飞了过来。于婉晴俏脸满是不可思议：“叶长老，听闻吴师妹出事了，他人呢？”叶森冷哼一声：“尸体已经让人抬下去了。此事是有人故意要害吴红，为此还撒下了提纯的引虫散。”于婉晴眼圈一红：“叶长老，可查出到底是谁所为？”叶森摇了摇头。张万山站出来，拱手道：“这个简单，只要查一下昨晚上谁在这附近鬼鬼祟祟的就行。”顿了顿，他主动请命吴红师妹和婉晴同亲姐妹，我愿意查出幕后真凶。哦，张万山，你愿意亲自调查？叶森脸色凝重地问道。张万山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道：“若是查不出，弟子愿意受罚。”好，那你打算如何调查？叶森问道。张万山朝四周看去，朗声道：“有谁在昨晚路过这里的，都站出来。谁若是不主动站出来，事后却查出路过这里，别怪我不客气。”闻言，众人都是面面相觑，一时间根本没有人站出来。哼，看来要我一个个查吗？张万山眯着眼道。就在这时，周大海和吴达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这两个人此时看起来憔悴无比，眼神中透着一股子悲愤。师兄，弟子有要事禀报。周大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泪俱下。昨晚我和吴达师弟睡不着，想着去房市买点跌打药，路过外事处附近时，曾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仓库后窗徘徊。吴达也跟着跪下，指着人群中的陈大器，尖叫道：“就是他，杂役弟子陈大器。”当时我们还纳闷，他一个杂役深更半夜不睡觉跑这儿干什么？现在想来，他这是要害吴红师姐啊！唰，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在陈大器身上。陈大器浑身一震，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踉跄着后退两步，脸色瞬间从苍白变成了惨白。这两个人竟然指认他！他语无伦次的摆手：“不是我，两位师兄，你们不能乱说啊！我昨晚没来这里，你还想狡辩？”周大海厉声打断：“我和吴达亲眼所见，无缘无故诬陷你做什么？不错，之前你说在吴红师姐那里租了储物袋和玄铁镐，你是不是想着杀了吴红？这样的话，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不归还了？”吴达猜测说道。“定然如此，这可是价值好几十块灵石呢。”周大海指认道。如此一说，作案动机也有了。一时间，所有弟子都朝陈大器投来愤怒的目光，叶森长老的目光也落在陈大器身上。那沉重的灵压让陈大器砰的一声半跪在地。“陈大器，你有什么可辩解的？”叶森冷冷问道。陈大器低着头，身体剧烈颤抖，心中却冷静到了极点。这两个畜生竟然把黑锅全扣在我头上，长老冤枉啊！陈大器哀嚎一声，眼圈都要通红一片。“那你说说，昨晚你来这里做什么？”叶森问道。“我昨晚确实来了房市，那是我想在这里找个地方睡觉。睡觉？你们这些杂役都有农舍给你们居住，你好好的住处不住，跑到这里来住，骗谁呢？”这时，一直站在叶森身后的张万山缓缓走了出来，朝陈大器呵斥道。他今日穿了一身玄色劲装，显得正气凛然。张万山说的不错，好好的住处不住，为什么来这里？叶森质问。陈大器没有办法，只能指着吴达和周大海解释道：“因为那两个人问我借灵石，我没借给他们，我只是一个杂役，而他们是外门弟子，我怕他们报复我，所以我干脆住到外面。对了，我也没有杀虫王啊，我只是一个杂役，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叶长老，据我所知，很多弟子在挖领土豆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会挖到一些杀虫，他们会在瓦罐之中撒入引虫散。张万山解释道。张师兄找到外事处账册了，
陈大器确实在前几日租赁了玄铁镐和储物袋。这时候，一个师弟从屋内翻出一本账本，交给张万山。张万山接过，翻开手中的一本账册，眼前一亮，随即他对着叶森躬身行礼：“长老，这里确实有一份记录。前几日，这陈大器在吴红师妹这里租借了一个初级储物袋和一把玄铁镐。”哦，叶森接过账册，也看了起来。张万山又走到陈大器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眼神冰冷无情。陈大器，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因为贪图那储物袋和玄铁镐，所以便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只要吴红师妹一死，这借贷的记录自然就成了无头公案，对吧？只可惜你千算万算，没算到每一份生意都是记录在册的。你一个下等人，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些，所以无意中得到杀虫王之后，于昨晚你害死吴红师妹。此言一出，周围议论纷纷。原来是这样，这陈大器太不是东西了，一个储物袋值好几十灵石呢，对杂役来说确实是一笔巨款，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日里看着憨厚，下手竟这么毒辣。吴红师姐多么善良的人啊，她怎么下得去手的？陈大器，你怎么能如此？亏我之前还帮你。于婉晴咬牙切齿地瞪着陈大器质问。陈大器心中一沉，感受着那些如刀子般的目光，心中冷笑连连。张万山，你真是给俺织了一张好网啊！陈大器，你还有什么好说？叶森长老冷哼一声，显然已经偏向了张万山的推论。长老，我真的没有。我闭嘴！叶森摆了摆手，厌恶地看了陈大器一眼，带走，先关押在黑水牢，好好审问。一个杂役竟然敢残害内门弟子的羽翼，简直无法无天！长老！张万山目光一闪，立刻上前一步，抱拳请命，语气中带着一种痛失同门的悲愤。吴红师妹生前与弟子交情极深，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请长老准许弟子亲自审问。弟子定要让这恶贼从实招来，以告慰师妹在天之灵。张万山低垂的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快感，只要陈大器落到他手里，他有100种方法让这小子在招供后畏罪自杀。陈大器星沉到了谷底，一旦落入张万山手里，那真的是有死无生。万山，你心系同门，这份情谊老夫明白。叶森淡淡的开口，语气不容置疑，但此事涉及杀虫王一懂，而且杀虫王还没有被发现，万一有其他同伙，实属麻烦。老夫需要你带队去这附近的地方再探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目击者或者是妖兽残留的气息。审问的事先交给戒律堂的弟子，你就不必操心了。张万山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他也没想到竟然被拒绝了。罢了，拒绝就拒绝吧，如今人证这方面证据确凿，这陈大器只是一个普通杂役，无论如何也翻不起什么花浪吧。念及此，随即很快恢复如常。张万山低下头去，是长老思虑周全，弟子遵命。随后陈大器被2名外门弟子粗鲁地架了起来，拖向营地后方的地牢。在经过张万山身边时，他清晰地听到了张万山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小子，牢里冷，慢慢熬。”陈大器没有回话，只是那双被尘土遮掩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胸有成竹的自信。黑水牢说是牢房，其实就是在一处渗水的岩洞里挖出来的深坑，四周湿漉漉的，一股霉味直冲天灵盖。这里通常关押的是犯了事的弟子，亦或是作恶的散修。陈大器被锁链锁住了手脚，跌坐在泥水中。他在等，目前的一切依旧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昨晚在看到周大海和武打2个人撒影虫散的时候，他就想到了眼下这个计划。用不了多久，张万山就会露出马脚。大约到了掌灯时分，地牢外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叶森长老在张万山的陪同下再次出现在牢门口。张万山的脸色看起来比白天更阴鸷了几分，他对着叶森微微躬身：“长老，刚刚又有2名房市的商户送来线报，他们昨晚在打烊后确实看到陈大器在外事处附近逗留，而且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瓶子，形迹非常可疑。”哦，叶森冷哼一声，看向坑底的陈大器：“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证人证物俱在，陈大器，你这杂役的命怕是保不住了。陈大器蜷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像是一个已经认命的死囚。张万山冷笑：“陈大器，你不说话也没用了，这次我必须要为吴红师妹报仇雪恨，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随即他朝叶森长老拱手：“叶长老，还请下令立刻诛杀此僚。”叶森点头，毫不留情地说道：“来人，将这恶徒修为废除，然后千刀万剐。”是。从地牢出来，寒风吹拂，张万山不远不近地跟在叶森身后，直到叶森走远，他才停下脚步，吐出一口浊气：“嘿嘿，成功解决了。”张万山微微一笑，他并不是故意针对陈大器那等废物，他还没心思去针对他，只不过是顺手找那个倒霉蛋做替死鬼罢了。就在这时，一道曼妙的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来，于婉晴。她今日穿了一件素白的长裙，在月色下显得有些清冷。她看着张万山，那双平日里总是带着温婉笑意的眸子，此时却透着一丝复杂。万山，陈大器那杂役真的做了这种事吗？于婉晴轻声问道。张万山转过头，脸上的阴戾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奈和沉痛。婉晴，我知道你心软，
但证据确凿，那么多人都看到了，而且你也知道，杂役这种身份最是容易心生歹念。为了那点灵石和法器，他们什么干不出来？张万山说着，叹了一口气，走上前揽住于婉晴的肩膀。婉晴，我知道你和吴红师妹的感情好，你放心，叶森长老已经说了，将那小子千刀万剐。我相信吴红师妹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至于你，你可千万不要多想，万一日后你筑基，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心境，那可就麻烦了。于婉晴微微皱眉，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吴红是我带出来的人，他性格温柔，对下面的人很好。而沈师姐和我说，陈大器这个人性格淳朴，知恩图报，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其实之前他确实很生气，恨不得将陈大器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恨。但事后他思虑良久，觉得这里面很蹊跷。最关键的是，陈大器区区一个杂役，手上怎么会有杀虫王呢？而且夫君突然对他温和的态度，也让他有种不真实之感，仿佛故意为之一般。婉晴，张万山的语气变得严厉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你就是太善良了，恶人杀人是不需要逻辑的，贪念一动，佛也变魔。吴红惨死，我也是痛心疾首，但事实就是事实。那小子杀了吴红，只要藏起储物袋和玄铁镐，过段时间拿到远处的房市一卖，他一下子就有好几十灵石，顶得上他10年的酬劳。这就是他的动机，再清楚不过。于婉晴沉默了很久，月光洒在他的脸上，显得有些苍白。万山，你真的没有瞒着我什么吗？他忽然抬起头，目光直视张万山的眼睛。张万山心头跳了一下，但面上却毫无破绽。他坦然地回望着妻子，冷哼一声：我能瞒你什么？为了一个区区杂役，你难道要怀疑自己的夫君？早点回去歇息吧。那好吧。于婉晴轻点了一下头，我继续调查去了。张万山轻松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里。看着张万山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于婉晴站在原地，目光落向了黑水牢的方向。大清的杂役，那双眼睛不像是会为了财物杀人的眼神。作为人妻，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张万山表现得越是完美，越是正义凛然，她心里的不安就越重，因为她清楚知道张万山不是那种正义凛然的人。隐隐之间，总觉得张万山似乎瞒着他什么事情一般。而在阴暗的地牢深处，陈大器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周围那些渗入泥水的寒气正被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神秘雾气隔绝在外，所以他没有感觉到任何寒冷。张万山，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呼，婉晴刚刚竟然怀疑我。夜色下，张万山走在冷清的碎石小径上，心有余悸地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刚才于婉晴那审视的目光，像是一柄锐利的剑，几乎要刺穿他的伪装。他太了解那个枕边人了。于婉晴看似温婉，实则心思缜密。若是真的被他揪住蛛丝马迹，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乡巴佬陈大器是个完美的替罪羊。想到这里，张万山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弧度。他左右环顾，确认四下无人后，身形一闪，避开了几处巡逻的杂役，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外事处。此时的外事处，因为吴红的惨死已被勒令查封，大门贴着宗门的封条，透着一股凄清的死气。张万山绕到后院，站在那片被鲜血浸染过的黑土地上，眼神中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充满了疯狂的贪婪。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半年。1年前，他冲击筑基失败，不仅消耗了所有的家底，还让他在宗门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自己身体也受伤，这让他一度自暴自弃。为了重新站起来，他需要再筹集1枚筑基丹所需的巨额灵石，可1枚筑基丹至少需要5000多灵石，他哪还能弄得到这么多？于是他动了邪念。他曾偷偷在房市暗中购买了1枚御兽令，以及1只罕见的杀虫王幼虫。这种妖兽生性残暴且极难驯服，但他凭借御兽令，硬生生的在私底下养了他大半年。这一点连道侣于婉晴都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和于婉晴哪怕结为道侣，也没有碰于婉晴的原因。因为在一起之后，于婉晴很容易会察觉到他杀虫王身上的气息，所以他对于婉晴说的时候，只说自己突破筑基失败后，身体有了顽疾，这才让于婉晴作罢。他也一直憋着，硬是没碰于婉晴这个道侣一根毛。这半年，他的计划很简单，那就是得到外事处这边的灵石。平时的时候，这地方是他和吴红负责，所以吴红是这个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他管理账目滴水不漏，为人又正直。张万山几次想挪用灵石都被他挡了回去，但吴红一死，死无对证，他拿走的灵石和修炼物资再也不会有人来查。既然你挡我的路，那就只能请你去死了。张万山狞笑一声，随即他从怀中掏出一个漆黑的口袋，那是他私藏的储物袋。今天白天，趁着吴红惨死引发的混乱，他已经利用职权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了外事处里整整1000多枚下品灵石，以及价值500多灵石的高阶药草和灵土豆等物资。这么多物资，离他再度买1颗筑基丹的距离近了一大步。宝贝儿，回来吧！张万山低声呢喃，双手快速掐诀，那枚藏在袖中的御兽令发出微弱的红光。没错，此番过来，他正是打算召唤杀虫王回来了。这杀虫王以后还有大用呢。白天的时候人多眼杂，不方便行事，所以他暗中让杀虫王躲在这边地底。如今陈大器已死，
可以让沙虫王回来了。这时候，地面开始轻微颤动，泥土像沸腾的水一样翻滚开来。片刻后，一只巴掌大小、通体暗金、长满锋利倒钩的巨型沙虫从地底钻出。它那磨盘大小的口气喷吐着腥臭的气息，但在玉兽令的压制下，它显得异常温顺，缓缓向张万山腰间的玉兽带爬去。张万山露出满意的笑容。就在他准备将沙虫王收回，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一道如万年寒冰般冷冽的声音毫无预兆地从他身后响起：“万山，你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啊！”张万山浑身的汗毛在那一瞬间全部炸开了，他僵硬地转过身，只见在月光照不到的阴影里，一个苍老的身影缓缓走了出来。叶森长老，他怎么会在这里？只见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神中透着一种看破世俗的漠然，更多的则是毫不掩饰的失望与杀机。长老，您怎么会在这里？张万山手里的玉兽令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从红润变得像白纸一样惨白，接着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倒在那头沙虫王面前。叶森看都没看那狰狞的妖兽，只是盯着张万山的眼睛，冷冷说道：“从你今天白天迫不及待想去审问陈大器开始，老夫就一直盯着你。只是老夫没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程度，连宗门的物资都敢私吞，连同门的手足都敢残害。”夜风呼啸，吹得外室处的破损窗棂嘎吱作响，也吹碎了张万山最后的一丝侥幸。夜色凄迷，外室处后院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张万山看着叶森长老，心中一片凄凉。他苦心孤诣经营了半年的局，那足以让他翻身的堆满储物袋的灵石和资源，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催命的符咒。长老饶命！弟子是一时糊涂。张万山反应极快，他猛地双膝跪地，膝盖撞击在坚硬冻土上的闷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他一边拼命的磕头，一边痛哭流涕，声音里充满了悔恨与恐惧。是那沙虫王，是他诱惑了弟子的心智。弟子筑基失败后，心魔丛生，才做出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长老，看在弟子往日为宗门勤恳操劳的份上，饶了弟子这一回吧。弟子手里的灵石资源可以都给叶长老您啊。他额头很快便磕出了血，鲜血顺着鼻梁流下，配合那副凄惨的哭相，若是不知情的人见了，怕是真的会动了恻隐之心。然而叶森只是静静地站着，那双宝金风霜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他见过太多在生死关头丑态百出的修士，张万山的戏码在他眼里拙劣的像是在演给死人看。万山，你最让老夫失望的不是你的贪婪，而是你的自私。叶森语气平静的可怕，为了你的筑基，你杀了吴红，为了掩盖罪行，你又想毁掉一个无辜杂役的命。张万山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他知道求饶已经没用了，叶森长老这种老牌筑基高手，一旦认定的事绝无更改的可能。去黑水牢吧。叶森淡淡的开口，等回了宗门，交给戒律堂发落。念在你曾是外门精锐，老夫今日不亲手杀你。黑水牢、戒律堂，张万山心中狂叫，去了那种地方，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剥离修为，打入凡间，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老东西，是你逼我的！张万山内心疯狂咆哮，原本跪在地上的身体陡然紧绷。他藏在袖中的左手猛地一捏，一张散发着狂暴雷属性气息的一阶巅峰的雷霆遁形符瞬间激发。这种符箓是他留着保命的最后底牌，可以勉强对付筑基初期修士。宝贝儿，杀了他！张万山又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厉喝，那是对沙虫王下达的最强自杀式攻击指令。原本温顺的沙虫王在御兽令的剧烈催动下，浑身甲壳瞬间变得血红，口中喷出一股墨绿色的剧毒腐蚀液，磨盘大小的口气带着刺耳的尖笑，疯狂地朝着叶森的面门撞去。趁着沙虫王暴起的刹那，张万山周身雷光一闪，整个人化作一道电弧，疯狂地朝营地外遁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带着那1000多枚灵石，隐姓埋名去别的修仙房室当一个散修。假以时日，他依然能东山再起，冥顽不灵。叶森冷哼一声，面对咆哮而来的沙虫王，他连脚步都没挪动一下。只见他右手并指如剑，凌空一划，一道湛蓝色的冰墙凭空而起，那足以毒死炼器9层的腐蚀液撞在冰墙上，发出嗤嗤的响声，却无法前进分毫。定！叶森左手翻掌向下，一股厚重如山的灵压轰然降临。正在疾驰中的张万山只觉得四周的空气陡然变成了粘稠的泥沼，那道雷光符的威力在筑基后期的绝对威压面前，竟然应声生地被熄灭了。这就是老牌筑基修士的力量。炼器9层修士引以为傲的底牌，在筑基修士面前就好像逆捏的一般，不堪一击。轰！张万山像一只被拍飞的苍蝇，重重地撞在后院的石墙上。还没等他爬起来，2道冰锁便如灵蛇般缠绕而上，将他的四肢死死锁住。与此同时，那头狂暴的沙虫王也被叶森随手一指，一道冰晶直接贯穿了他的中枢神经，挣扎了几下便瘫软在地上，化作一滩腥臭的烂肉。巨大的动静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如同平地惊雷，瞬间惊醒了整个外室处营地。什么人？后院出事了，快去看看！杂乱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几十个原本就在附近值守或刚被惊醒的弟子纷纷涌向后院。于婉晴正带着几名师妹在营地边缘巡逻，
由于心中一直惦记着吴红师妹被杀的事，他还想多调查一下，所以他走得并不远。听到后院传来法力波动的巨响，他心头一紧，那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瞬间笼罩了全身。万山在那边调查。于婉晴俏脸煞白，带着沈青青和几个杂役房的师妹飞速赶来。当他们冲进后院时，看到的却是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昔日儒雅温和、备受尊崇的张万山，此时正被寒冰锁链吊在墙上，满脸鲜血，神情扭曲。而在他脚边的泥土里，半掩埋着一个大口袋，里面撒出来的正是大把亮瞎人眼的灵石和宗门珍贵的物资。那头还散发着御兽令气息的杀虫王尸体，则是躺在不远处。万山，于婉晴娇躯剧颤，眼前一阵发黑，几乎要站立不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叶森长老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周围惊呆的弟子，声音洪亮地传遍全场。张万山利欲熏心，饲养妖兽杀虫王，残害同门吴红，并监守自盗，吞没宗门巨额物资，其罪当诛！轰！人群炸开了锅，竟然是张师兄！我的天，吴红师姐是他杀的，他还想嫁祸给那个杂役陈大器，1000多灵石，他真是疯了！那岂不是说陈大器白死了？沈青青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内衣的狼藉。他原本只是担心陈大器会被屈打成招，却没想到真相竟然如此阴狠。就在众人纷纷唾弃张万山时，黑暗的小径上又走来了一个人。此人穿着一身粗布杂役服，身材魁梧，步履沉稳，只是他脸上戴着一副诡异的面皮，面色蜡黄，看起来老实巴交，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叶森长老看到走过来的脸皮蜡黄的人，眼神稍微柔和了一些。陈大器，委屈你了，既然真凶已经现身，你也不必再戴着这脸戏面具了。这面具是叶森长老白日里为了引蛇出洞特意交给陈大器的，他让陈大器假装被关在牢里，之后他给了陈大器这块面具，让他跟随自己。两个人都知道幕后真凶会来这个地方，因为他要将杀虫王带走。果然他们看到了张万山过来了。什么？陈大器没事？这真的是他？在那万众瞩目之下，陈大器缓缓抬起手，揭下了那层蜡黄的面皮，那张平凡憨厚却带着一种死里逃生后漠然的脸庞出现在月光下。他的目光越过众人，直直地落在了瘫倒在地的张万山身上，然后又移向了正一脸呆滞、泪流满面的于婉晴。陈大器，于婉晴呢喃着，心中充满了无地自容的愧疚。想起自己白日里还曾动摇，还曾听信丈夫的挑唆，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诸位师姐师兄，其实我没有死，这一切乃是我和叶长老的一个计划。陈大器的声音依然憨厚，但在张万山听来却如同勾魂的丧钟。他终于明白，自己败给的不是叶森的敏锐，而是败给了这个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在眼里的乡巴佬。张万山看着陈大器那双平静得不起波澜的眼睛，内心深处终于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他筹谋了一切，却唯独没算到一个杂役竟然能在他这个筑基失败的高手眼皮子底下织出一张比他更密的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婉晴作为张万山的妻子站出来问道。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沈青青也好奇道。陈大器道，其实在昨晚我就知道张万山派出周大海和吴达2个人要对付吴红师姐了。他将昨晚自己听到的内容简单说了一下。什么？既然你早就听到了，为什么不救下吴红？于婉晴忍不住埋怨问道。是啊，明明你可以救人的，谁说我死了？就在这时候，人群之中一个身材娇俏的少女走了出来。只见这个少女的脸上同样也戴着一张颜色蜡黄的人皮面具，她站在月光下，虽然脸色还有些蜡黄，但呼吸平稳，双目有神。众目睽睽之下，少女撕下了脸上的人皮，她竟然是吴红。此时的她哪有被毒死的样子？吴红师妹，你没死，这怎么可能？白天我们明明看到了你的尸体啊！周围的弟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个个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尤其是那些白日里还对着陈大器指指点点，大骂他杀人凶手的人，此时都瞪大了眼睛，跟见鬼了一般。于婉晴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随即疯了似的冲过去，一把抓住吴红的肩膀，手指都在颤抖。吴红，你真的没死，你真的还活着？由于用力过猛，于婉晴的指甲甚至掐进了吴红的肉里，但吴红只是温柔地笑了笑，反手握住于婉晴的手，轻声道：婉晴姐，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白天的尸体，于婉晴语无伦次。你没事？你怎么会？张万山也是一脸恐惧。吴红看了一眼已经完全丧失志气的张万山，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和后怕，缓缓道出了实情。昨晚深夜，周大海和吴达悄悄潜入我在外事处的居所，在我的窗根底下和被褥周围撒下了大量的引虫散，那种粉末无色无味，极难察觉。若是等我睡熟了，杀虫王顺着气味钻得而上，我必死无疑。吴红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神情憨厚的陈大器。就在他们刚撒完药离开后不久，大器师弟就进入外事处，我当时正在算账，他和我说了此事。众人的目光再次唰的一下集中在陈大器身上。大器告诉我，他之前撞见了2个外门弟子鬼鬼祟祟的在准备引虫散，又听到他们提起张师兄的名字，觉得不对劲，这才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来救我。
我当时也被吓傻了，是大气冷静地告诉我，既然张万山动了杀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如果不抓到他的现行，我一辈子都要活在暗杀的阴影里。所以在陈大气的建议下，我们连夜去了叶森长老的居所，将整件事和盘托出。叶长老深明大义，让我们将计就计。白日里你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尸体，是我装死而已，为了不让人发现，提前盖上了白布。之后为了让张万山彻底放心回来取走财物，以及引出他的杀虫王，我和大气才一直戴着脸息面具，配合叶长老演了这一出戏。听完吴红的讲述，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于婉晴只觉得脑中轰鸣作响，她转过头看着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爱她，甚至还假惺惺安慰她要节哀的丈夫，此时正像一滩烂泥一样缩在角落里。张万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于婉晴的声音颤抖得厉害，那是极度的失望。张万山惨笑一声，避开了妻子的目光。他算计了一切，却唯独没算到一个小小的杂役不仅有胆子救人，更没想到他会演出这么一出引他出动的好戏。输了，他真的输了。叶森长老此时冷声开口：张万山，你私吞的1500灵石及物资，证据确凿。不仅如此，你还残害同门，嫁祸无辜，按宗门律令，当废除修为，送去宗门，关入戒律堂，终身禁闭。废除修为，终身禁闭。张万山喃喃自语，他知道他这辈子彻底完了。夫人，救我！回头你一定要救我啊！你可以求师尊。张万山激动地抓住于婉晴的手，只是被于婉晴厌恶的直接甩开。此时的陈大气长舒了一口气，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救下了吴红师姐。这时候2个弟子也将周大海和吴达带了过来。叶森挥挥手，将这2个面如死灰的人带走。陈大气，这次还要多亏了你。叶森拍了拍陈大气肩膀，昨夜他和吴红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还不信呢，直到他跟着吴红去了外事处，见到了那条杀虫王，他才决定陪他们演这么一场戏，将宗门害群之马揪出。长老，陈大气虽然天赋一般，但是他有勇有谋，我建议提拔他成为外门弟子。吴红拱了拱手，主动提议，说完还朝陈大气眨了眨眼睛。陈大气心中一动，若是能够成为外门弟子，每个月有3块灵石的俸禄，当然了，每个月也至少要完成1件任务才行。这个就和杂役弟子不一样了，干杂役的话，属于干得多拿得多，不干也没事。除此之外，成为外门弟子，一些地方也能进去了，他也不用再遭遇白眼。叶森看着陈大气，点了点头，大气，那我破例提拔你为外门弟子。多谢叶长老。陈大气激动地说道，你将你的令牌拿出来。陈大气交出杂役令牌，叶森接过之后，输入一道灵力法力，令牌内的信息被他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他外门弟子的信息。至此，他正式成为宗门外门弟子。夜色渐淡，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张万山被押走了，人群也渐渐散去。于婉晴失魂落魄地站在院子里，看着走过来的陈大气和吴红，神色复杂。大气，之前我还以为你是凶手，对不起。于婉晴声音沙哑，仿佛喉咙里干涩的厉害。师姐，你也不知情，说起来也是受害者。陈大气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说这些客气话。于婉晴又看向吴红，哀叹道：吴师妹，我也没想到我的道侣居然有害你之心，对不起。师姐，你和张万山根本就不合适，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和他分手吧。吴红说道。陈大气没有心情继续听这2个人说话，拱了拱手后便离开了这里。没了周大海和吴达，他自然是直接住到了农舍之中。回到久违的农舍，陈大气坐在粗糙的木床上，手里把玩着那张薄如蝉翼，触感却温润如玉的面具。这是之前叶森长老为了引蛇出洞特意给他的脸息面具。叶长老临走时雷厉风行，忙着押解张万山回宗门受审，似乎压根忘了这件小玩意儿。而陈大气自然也不会傻到主动去提醒，于是就这么便宜他了。不过他估摸着这玩意不值钱，要不然叶长老怎么会不在乎？好东西啊！陈大气心中暗忖，眼中闪过一抹异彩。刚才他在回来的路上偷偷试了一下，只要将这一层薄膜贴在脸上，不仅容貌会变得枯槁蜡黄，连浑身的灵力波动都会被压制到极其微弱的地步，等于说他换了一个人似的。叶长老说这东西能隔绝普通炼器修士的探查。陈大气抚摸着面具，心里盘算着，我现在成了外门弟子，虽然风光了，但也容易招人眼红。以后若是出去寻找机缘，或者动用那股神秘雾气，这面具就是我最好的掩护。在这吃人的修仙界，多一张脸就等于多了一条命。而且之前使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动用藏息诀配合着脸息面具，隐藏气息的手段更加完美。别说炼器修士，就算是筑基修士也很难探查，真是好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将面具收好，随后收入储物袋之中。至此，那颗紧绷了数日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3天时间一晃而过，外事处的血雨腥风在繁重的劳作下逐渐被人们淡忘。陈大气凭借着超凡感应的神秘雾气，最后几天赚得盆满钵满。这天下午，众人下旨，于婉晴来到田间，找到了众人。她看起来清瘦了许多，眉宇间的哀愁虽然还在，但那种被背叛后的呆滞已经消散了不少。1个月的挖灵土豆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这一季的收成比往年还要好上2成。于婉晴看着众人，
目光在陈大器身上停留了片刻，带着一丝复杂的感激。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回宗门。今晚大家可以去山下的房室散散心，休息一番，也算是一场告别。说完，于婉晴便离开了这里。对于离开这里，众多弟子们都没怎么开心的。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可是实打实的好差事啊，现在好差事没了，众人自然是开心不起来。不过还是有不少弟子打算去房室一趟，马上要走了，今晚不醉不归。走，去房室喝酒了，我要去买点胭脂水粉带回宗门。陈大器却没有跟着人群闹腾，他心里还惦记着一件正事，那把玄铁镐还在他手里，他得去还了。夜色降临，房室里灯火通明，陈大器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径直走向了吴红所在的外室处。吴红此时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借着月光修剪一盆灵草。有人吗？听到外面有人喊，吴红走了出去，见陈大器走进来，他眼睛一亮，放下了手中的剪子。大器师弟，你来了。吴师姐，我明天就要跟于师姐回宗门了，这玄铁镐是我租来的，得还给你。陈大器说着，从腰间的储物袋里取出了那柄沉重的玄铁镐。行，镐头我收下了。吴红接过镐头，随手放在一边，随后又看向陈大器腰间的储物袋，微微一笑，那个储物袋你就留着吧，就算是我送你的谢礼。陈大器微微一愣，师姐，你的意思送我？是啊，怎么了？不要？要，我当然要。这二手的储物袋起码也要20块灵石，对于他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他并没有推辞，只是憨厚的笑了笑，对着吴红拱了拱手，多谢师姐，若是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还得赶路。说罢，他转身就要往外走，脚步那叫一个干脆利落，仿佛生怕吴红师姐会反悔一样。哎，你就这么走了？吴红愕然地喊道，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陈大器还真是跟他见过的那些修士不一样，别的男人见了他总想多搭几句话，甚至不惜送礼讨好，他倒好，救了人的命，拿了人的礼，竟然连半句客套话都没有，扭头就要走。还有啥事儿？陈大器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吴红道，你救了我的命，我就送你个破袋子，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吴红多吝啬呢。既然明天就要走了，今晚就别去房室跟他们挤了，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他指了指院子里冒着热气的泥炉子，笑盈盈地说道，我准备了一些上好的赤脊猪肉，还有刚出土的灵土豆，咱们一边烤火一边吃。陈大器嗅了嗅空气中飘过来的肉香味，肚子里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他寻思着去房室吃还得花灵石，吴红这儿不仅免费，而且那赤脊猪肉可是大补之物。成，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肚子空落落的。陈大器咧嘴一笑，大马金刀的坐在了炉子旁边。吴红看着他那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眼中笑意更浓。在这勾心斗角的修仙界，陈大器这种直爽到有些木讷的性格，反而让他觉得格外踏实。陈大器熟练地拨弄着木炭，吴红则是坐在一旁，纤纤素手捏着木签，不时翻动着火架上滋滋冒油的赤脊猪肉，火光映红了两人的脸，气氛在这静谧的夜里显得有些微妙。我看吴师姐你平时做事滴水不漏，这账目算得比宗门那些老执事还精，家里是做买卖的吧？陈大器咬了一口软糯香甜的灵土豆，含糊不清地问道。吴红抿嘴一笑，大方地点了点头，大器师弟好眼力，我家确实经商，乃是常德商会的旁支，从小跟着父辈耳濡目染，看人看物总习惯先算一算价值。陈大器心中暗暗吃惊，对这个商会他有所耳闻。常德商会可是这方圆几千里数一数二的大商会，生意遍布各大仙城方士，难怪这吴师姐对于价值20块灵石的储物袋送的眼都不眨一下，原来师姐还是个深藏不露的小富婆。陈大器感叹道，那这种苦差事师姐怎么也肯来，这叫历练。吴红拨了拨鬓角的发丝，眼神中透着一丝精明。宗门准备把这片灵土豆产区开发成一个新的小型方式，未来会有不少商家进驻。我来这里名义上是外事处主事，实际上是为常德商会打前站，先摸清地脉和人脉，若是做得好，这也是我在商会立足的资本。陈大器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压根不懂，他原以为大家都是来挖土豆挣辛苦钱的，没想到人家连商业布局都想好了。那张万山真是瞎了眼，放着你这么个宝贝师妹不要，非要去搞那些阴谋诡计。陈大器随口说了一句，吴红的神色暗淡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正常。他那个人心术不正，总想着走捷径，却不知商道及人道，算计的再多，最后也终究……轰隆！话音未落，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远处的黑水牢方向传来，震得地面剧烈晃动，石桌上的碗筷震落了一地。紧接着，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如潮水般席卷而来，即便隔着数里远，陈大器也感觉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何方宵小，竟敢偷袭本长老！那是叶森长老的怒吼声，声音中充满了惊怒交加的杀意。不好，出事了！陈大器和吴红猛地站起身，冲出小院，极目望去，只见黑水牢上方的夜空中，3道流光正疯狂地撞击在一起。叶森长老手持一柄青色长剑，剑气纵横数10丈，但这本该锐利无比的剑气，此时却仿佛被一层暗红色的光照死压制。在叶森长老身周，6根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黑色阵旗凌空旋转，形成了一个诡异的6角阵法，正不断抽取着他的护身法力。
是筑基修士！吴红失声惊叫。陈大器眉头皱起，谁这么大胆，竟然敢偷袭叶森长老？只见天空中，一名全身裹在黑袍里的修士阴冷大笑，手中的白骨幡挥动间，无数阴魂厉鬼咆哮着冲向叶森。而在叶森身后，还有一名炼气9层的壮汉，手持2柄宣花大斧，疯狂地劈砍叶森的防御灵光。叶森长老显然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阵法偷袭，此刻腹部竟然有一道狰狞的血痕。面对2人的合力围攻，已是力有不逮，身形摇摇欲坠。还没等陈大器从筑基斗法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下方原本早已经安静下来的方士，此时也混乱了起来。杀！一个不留！灵石、法器、女修，全是老子的！街道2旁的阴影里，数10个戴着狰狞面具的劫修突然杀出，他们动作极快，见人就杀，手中的法术和兵刃专门往那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宗门弟子身上招呼。火光冲天而起，店铺的禁制被强行轰碎，凄厉的惨叫声连成一片。不好，此地出现了大量劫修，他们这是早有预谋，要趁着叶长老被偷袭的功夫洗劫整个矿区。吴红俏脸煞白，纤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水蓝色的长剑。这时候，陈大器看着远处有2个正狞笑着朝这个方向冲过来的蒙面人，眼神瞬间冷了下去。杰，这儿还有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带回去给弟兄们乐呵乐呵。伴随着2声刺耳的怪笑，那2道黑影如秃鹫般稳稳地落在店铺门口。2人都戴着青面獠牙的鬼脸面具，一人气息浑厚，竟有炼气6层的修为，与吴红持平；另一人则是炼气4层，手中拎着一把还滴着血的鬼头大刀。吴红虽然是炼气6层，可他终究是温室里长大的商会嫡系，平日里算的都是临时账目，何曾见过这种断肢残臂、火光冲天的血腥场面？看着那柄滴血的大刀，吴红心跳如肋骨，大脑竟有刹那的空白。大气，快进屋，启动阵法！吴红惊叫一声，身形仓促后退，脚下的步伐已然乱了分寸。他一心只想冲进农舍，启动那套应急的小型防御阵，却忘了修士对决最忌讳将后背留给敌人。想跑，给老子留下！那炼气6层的劫修战斗经验极其老辣，一眼便看出了吴红的虚实。他狰狞一笑，并指如刀，一道锐利的指锋夹杂着浑浊的黑气，如毒蛇般射出。哎呦！吴红只觉左腿一阵钻心的剧痛，平衡瞬间被打破，整个人狼狈地跌坐在地，水蓝色长剑也脱手飞出。师姐！陈大器眼眶一缩，他没想到吴红这么中看不中用，关键时刻如此狼狈。死吧！那炼气4层的劫修见状，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尖叫着挥动鬼头大刀，对着吴红的肩膀狠狠劈下。吴红看着那不断放大的刀锋，眼中露出绝望之色。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宏图伟业还没开始，就要憋屈地死在一个无名劫修手里。然而就在这一瞬，待在屋里的陈大器动了。由于他身上毫无灵力波动，从一开始那2个劫修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从头到尾没关注他，这给了他突然出手的机会。妈的，藏不住了！陈大器心中暗骂一声，体内那一丝丝灵力瞬间汇聚指尖。灵力指，瞬间这一指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咻！一道近乎透明的劲气激射而出，精准地击中了那炼气4层劫修的前胸。扑哧一声，那劫修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前胸便被生生洞穿，碎裂的内脏和鲜血从劫修后背飞溅而出。瞬间，鬼头大刀在距离吴红额头不到3寸的地方颓然坠地。吴红愣住了，那炼气6层的劫修也愣住了。炼气4层劫修一脸绝望之色，痛苦地看着陈大器方向。偷袭！趁着对方愣神，吴红骨子里那股狠劲被死亡威胁激了发出来。他顾不得腿上的伤，忍痛从怀里摸出一张通体赤红、灵纹繁复的符箓。去死吧！杂种！吴红嘶吼一声，将体内法力疯狂注入，一阶上品烈焰爆裂符。这符箓化作流光，瞬间朝炼气6层的修士飞去。轰！一团篮球大小的紫红色火球瞬间撞在那炼气6层劫修的胸口。那劫修压根没想到这个软柿子身上竟然带着这种昂贵的保命底牌，他连护体灵光都没来得及撑开，整个人便化作了一个人形火球，惨叫着在地上翻滚。老大！被洞穿前胸的炼气4层劫修吓破了胆。老大可是炼气6层的高手啊，竟然就这么废了！这破店铺里不仅有富得流油的女修，居然还有一个执法阴狠的硬茬子。他扭头就跑，想要冲入夜色寻找同伙。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陈大器冷哼一声，眼神冷冽如冰。他知道一旦让这人跑出去，引来更多劫修，他和吴红必死无疑。他的手指再次并拢，体内灵力如大江入海，又是一记灵力指点出。这一次他瞄准的是对方的后脑。与此同时，他体内的神秘雾气早已经覆盖四周，所以感知变得无比敏锐，一草一木一粒灰尘，哪怕闭上眼睛他也能清晰感知。这就造成了他动用灵力值的时候百发百中。噗一声轻响，那劫修往前扑了几步，重重地栽倒在泥地里，他的后脑勺出现了一个焦黑的血洞，气绝身亡。陈大器快步上前，一把拽起还在发呆的吴红，顺手捡起他的长剑，低喝道：快进屋！2人撤入屋内，砰地关上沉重的铁木门。吴红颤抖着手，
捏了一个法诀，随即低喝一声，阵法启动，一阵嗡鸣声响起，乳白色的防御阵法光幕缓缓升起，将这屋内的方寸之地护在其中。这是店铺的小型防御阵法，除非筑基修士亲临，否则普通炼器修士一时半会破不开这里。如此，暂时安全了。吴红背靠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被鲜血染红的裤腿，又抬头看向正一脸冷静，从窗户缝隙观察外面的陈大器。大器，你……吴红的声音还在颤抖，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你不是普通人吗？你刚才那一指，怎么可能杀得了炼器4层？他虽然战斗经验少，但眼力还是有的。陈大器那一指的力量极度凝聚，这绝对不是普通杂役弟子能有的手段，甚至连一些老牌的外门弟子恐怕都没有这种瞬间毙命的精准度。吴师姐，我虽然天赋差，但又不是没有灵根，我一直勤勉修行了，平时没事就爱琢磨这灵力指。挖土豆的时候，偶尔碰到硬石头，我都用这招钻孔，练得多了，自然就快了点。这一刻，他脑子转得飞快，随口胡诌了一个理由。还别说，这理由挺合适的。师姐，您伤势如何？先治伤，外面的劫修恐怕还没散，咱们得守住了。吴红立刻从店铺里翻出一瓶止血药粉，看着陈大器的背影，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练了许久，挖土豆练出来的。他深深地看了陈大器一眼，按道这个陈大器天赋差，但也许悟性好呢。须知修炼法术，天赋只是其一，最重要的乃是悟性啊！吴红忍着剧痛，动作有些颤抖地撕开被鲜血浸透的裤腿。原本白皙如玉的小腿上，此时多了一个焦黑的血洞，那是被刚才那名炼器6层修士的指锋所伤。幸好没伤到骨头，要不然完了。他紧咬着牙关，将止血药粉厚厚地撒在伤口上，药粉与鲜血接触的瞬间，发出嘶嘶的声响，疼得他冷汗直流，娇躯不住地轻颤。然而肉体上的痛苦远不及心灵上的震撼。他一边包扎，一边抬眼偷瞄站在窗边的陈大器。在修仙界，天赋决定了上限，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但悟性却决定了一个人的爆发力。那些精彩绝艳的剑修、法修，往往能跨阶杀敌，靠的就是对某种术法强大的理解。难道陈大器真的是那种灵根虽然低劣，但在战斗术法上有着恐怖直觉的天才？他想起刚才那一指，没有任何多余的灵力浪费，那种精准度就像是一个老练的猎人盯着陷阱里的猎物。若是他真有这份悟性，那以后常德商会对他绝不能仅仅当做一个普通的杂役来对待。吴红作为商人的思维本能地运作起来，甚至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招揽。而此时，陈大器站在窗户缝隙后，他被外面的惨状彻底震撼了。透过那窄窄的一条缝，他的视线仿佛被血色染透。矿区的街道上，火光冲天，他看到了那个平时总在巷口招揽生意，笑得有些谄媚的女修。此刻，他正被2名粗鲁的劫修像拖死狗一样拖在地上。他那身原本为了招揽生意而穿的单薄的粉色纱裙早已破烂不堪，露出的白皙肌肤在粗糙的石板路上磨得鲜血淋漓。求求你们放过我，我所有的灵石都给你们！他的哭喊声在嘈杂的喊杀声中显得那么微弱，换来的却是劫修无情的嘲笑。灵石我们要，你的人兄弟们也要！陈大器死死捏住拳头，指甲深深陷入了掌心。这群畜生！更远处，几个和他一起挖灵土豆的外门弟子正蜷缩在角落里试图求饶。这些外门弟子修为都在炼器3、4层，修为低也就算了，战斗经验也极差，根本不是心狠手辣的劫修对手。就在刚才，陈大器亲眼看到一个弟子怀里紧紧揣着的布包被劫修一刀挑开，灵土豆和灵石掉落一地，扑哧，一道雪亮的刀光闪过，这弟子的首级冲天而起，温热的鲜血溅在了一旁的灵土豆堆上。那些平日里被他们视若珍宝，辛辛苦苦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此刻却成了这世上最廉价的背景。这就是修仙界，弱小就是原罪。陈大器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体内的神秘雾气在那一刻仿佛感受到了他剧烈的情绪波动，流动速度加快了数倍。怎么会这么巧？此时吴红已经给自己小腿包扎完毕，他那带着一丝沙哑和颤抖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大器，你有没有觉得这事不对劲？陈大器没有回头，沉声问道：师姐的意思是？太巧了。吴红扶着墙撑着站起来，脸色难看至极。你们这批杂役刚刚挖好灵土豆，账目还没完全核对入库，明日就是护送队运送灵石和灵药离开的日子，偏偏这群劫修这时候杀进来了，而且甚至连专门克制叶长老的6角阵法都准备好了。陈大器点点头，这些劫修显然准备多时了。吴红的声音透着一股寒意：我们之中有内鬼，而且这个内鬼地位绝对不低，他出卖了整个矿区的布防图和运送时机。陈大器心中一动，内鬼肯定是了，没有内鬼的话，这房市周围的防守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解决呢？须知这新建的房市虽然防御不如其他地方，但是不代表没有。缥缈宗在四周设立了不少防御据点，可现在这些据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连叶森长老都被偷袭。他现在顾不得思考这些阴谋，他只知道外面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天空中，叶森长老的怒吼声已经带上了一丝疲惫和虚弱。那名筑基劫修显然是存了必杀之心，每一招都是很辣的杀招。他
配合着地面的阵法压制，叶森长老每出一剑，体表的护身灵光都会暗淡几分。如果叶森倒了，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包括这个防御阵法内的他们。就在这时，吴红手中的一枚传讯玉简忽然剧烈闪烁起微弱的红光，他急忙探入神识，随即脸色大变。是于婉晴师姐，吴红急切地说道。他在黑水牢外围的一处隐蔽点，他原本是去送审讯文书的，没想到被困在那边了。陈大器眉头一皱，于师姐说什么？他说他手头有一套半成品的一阶极品阵法锁云大阵，如果能成功布置，可以暂时干扰那筑基结修的感官，给叶长老争取反击的时间。但是这阵法需要2个人催动才行，可是其他人根本联系不上，要么战死了，要么逃了。吴红低头看了看自己血肉模糊的腿，惨然一笑，我这样子也无法过去啊。陈大器皱眉，布置阵法。这时候吴红看向陈大器，他在想要不要让陈大器过去帮忙，可陈大器修为只是炼气前期啊，这里距离黑水牢不少距离，这一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危险，所以话到了嘴边却有些说不出口。在他看来，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但这时候传讯符又闪了一下，于婉晴又传信息过来了，他表示叶森长老快要力竭，等他一死，房氏就是结修的天下。他们这个房氏只有叶森一个筑基长老驻守，一旦失去这个顶梁柱，那全完了。无奈吴红只能看向陈大器，把事情说了一下。陈师弟，眼下情况紧急，只能拜托你了。陈大器沉默了，他绝非什么舍己为人的大侠，但此时他看了一眼窗外，一旦叶森战死，筑基修士亲自动手，这小小的防御阵就像纸糊的一样，若是叶长老败了，咱们是不是都得死？陈大器缓缓开口。吴红凄然地点了点头，筑基之下皆蝼蚁，对方那名筑基修士绝不会留下任何活口，这叫寸草不留，免绝后患。陈大器转过身，看着吴红那张苍白却依旧绝美的脸庞，重重点头。师姐，那我去黑水牢吧。吴红愣住了，太好了，只要你不遇到那些劫修，那就没事。反正留在这里也是等死。陈大器自嘲地笑了笑，其实他心中有另一层盘算，他有神秘雾气，感官灵敏到了极致，而且他有脸息面具，配合那雾气，他有把握在黑夜中瞒过那些劫修的粗略扫视，这是一个绝佳的博弈机会。成了，不仅能救命，还能让叶森长老和于婉晴欠下天大的人情。在这宗门里，人情有时候比灵石更管用。再者，眼下这种情况，他就算躲也躲不掉，当缩头乌龟，必死无疑。所以他心中一横，拼了。吴红看着陈大器，心中莫名地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信任感。他从怀里摸出2张符箓，双手微微颤抖着递给陈大器，这是护体符，能挡炼气9层修士全力一击。这一张是神行符，能增加3成遁速。吴红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极其凝重大气，我吴红今日若是不死，欠你一个人情。陈大器张了张嘴，很想说人情可不可以换成灵石呢？他觉得眼下灵石更重要，随即接过符箓，感受着上面流动的温润灵力，微微点头。对了，这是和于师姐的传讯符，你输入灵力可以对于师姐传讯。我知道了。随后他没有再多说什么，朝后门走了出去。拐了一个街角后，他重新戴上了那张薄如蝉翼的脸息面具，原本厚实憨厚的气息瞬间收敛，整个人仿佛与四周的阴影融为了一体。黑夜如墨，唯有冲天的火光在远处跳动。陈大器紧贴着残破的墙根，身形如同一道若有若无的青烟。刚转过一条偏僻的巷弄，一阵令人作呕的狞笑声和女子微弱的抽泣声便钻进了耳朵。借着微弱的月光，陈大器看到2个赤裸着上身的劫修正围在一处柴堆旁，地上的女修衣衫破碎，那是房室里负责拉客的散修，平时总是打扮的花枝招展，此刻却像一指待宰的羔羊。看到这一幕，陈大器瞳孔一缩，这女修的喉咙处有一个血窟窿，正不断往外冒着血泡，显然那是劫修为了防止他大声呼救而下的毒手。他那双空洞的眼睛绝望地盯着夜空，生命力正在飞速流逝。陈大器死死按住怀中的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救不了也没法救。他在心中冷酷地对自己说道，现在的他一旦暴露，不仅救不下人，还会把于婉晴和吴红最后的希望也给掐灭。他深吸一口气，随即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绕过这处充满了绝望的角落。一路上惨状比比皆是，他看到了外门师兄的头颅被随意地抛弃在路边的臭水沟里，死不瞑目。他看到了那些平日里自诩高人一等的弟子，在真正的杀戮面前，卑微的连一条野狗都不如，跪在地上求饶。这就是弱者的悲哀，若我不变强，总有一天我的头颅也会这样滚进沟里。陈大器心中那股对力量的渴望，从未像此刻这般炽热。谁在那儿？一声厉喝打断了他的思绪。陈大器心中一惊，只见前方巷口转角处，一名身穿灰色劲装，手中拎着一把阔口长刀的劫修大步走来。其实这里劫修和普通散修还是很好辨认的，那种杀戮的气势不是普通散修身上能够拥有的。此人气息凝厚，炼气5层。不仅如此，陈大器那敏锐的感知瞬间察觉到，左右两侧的街道上也有杂乱的脚步声传来。那一伙劫修正成包抄之势，
若是被缠住，瞬间就会陷入重围，避无可避，唯有一战，拼了！陈大器眼神一狠，身形不仅没退，反而脚尖猛地点地，像一只猎豹般直接冲向那名炼气5层的修士。那名杰修愣了一下，在他眼里，冲过来的这个家伙气息全无，就像个被吓傻了的普通凡人，连最起码的灵力波动都没有。什么阿猫阿狗也敢冲阵，找死！他狞笑一声，阔口长刀顺势劈下，刀锋上亮起一层淡淡的土黄色光芒，那是他引以为傲的护体灵力，专门克制一些凡间的兵刃。在他看来，这一刀就能把对面这不长眼的小子劈成2半。然而，就在刀锋即将临身的瞬间，陈大器出指了。他的手指平淡无奇，但在那一瞬间，丹田内那团神秘雾气疯狂翻滚，一缕极其微弱却纯粹到了极点的灰气顺着经脉瞬间融入了灵力之中。萧，空气中甚至没有传出多少灵力波动的声响。那名炼气5层修士原本万无一失的土黄色护体灵光，在接触到这一指的瞬间，竟然像脆弱的豆腐遇到烧红的烙铁，发出一声轻微的扑响，直接被烧穿了一个洞。怎么可能？杰修瞪大了眼睛，瞳孔剧烈收缩，紧接着那一指重地射在了他的咽喉处，狂暴的灵力夹杂着那丝诡异的灰气瞬间爆发，直接震碎了他的颈椎和气管。这乃是陈大器故意为之，击穿对方的脖子，可以保证他不会发出声音求救。果然，那名杰修连惨叫都发不出来，手中的长刀颓然坠地，身体由于惯性往前扑了2步，重地栽在陈大器脚边。陈大器虽然心脏狂跳，但动作却极其麻利，他弯腰一扯，直接将此人腰间的一个藏青色低阶储物袋给拽了下来，塞进怀里。在那边有斗法的波动，有人在那里。忽然，身后传来吆喝声，已经越来越近。陈大器不敢逗留，反手一拍大腿上的神行符，嗡！一股清灵的风属性能量瞬间包裹了他的双腿，他的速度陡然提升了3成，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在那伙杰修冲出来之前，便消失在了复杂的民房群中。一路上，他凭借着神秘雾气的感知，硬生生避开了3波杰修的巡逻，距离黑水牢越来越近了。那股令人窒息的筑基期斗法波动也越来越强烈。陈大器躲在一处断壁残垣后，取出于婉请给的传讯玉简，注入一丝灵力于师姐。我到了黑水牢外围，下一步怎么走？片刻后，玉简里传来于婉请那带着焦急和剧烈喘息的声音：大器师弟，真的是你？太好了，你现在来黑水牢右侧的一处竹林墙角边躲着，这里有一堆战斗留下来的乱石，千万小心，这附近潜伏着好几个杰修的暗哨。陈大器收起玉简，屏住呼吸，悄悄向那片竹林摸去。当他蹲在竹林墙角，透过翠绿竹影向黑水牢前的空地看去时，即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天空中，叶森长老浑身浴血，青色长剑上的光芒已经摇摇欲坠，而对面那名黑袍筑基修士手中的白骨幡已经化作了一团漆黑的乌云，无数阴魂厉鬼正疯狂地撕咬着叶森的护身法盾。更阴险的是，那名手持巨斧的炼气9层壮汉，像是一头狡猾的豺狼，不时瞅准机会，对着叶森的后背或猛劈一斧。每一斧落下，叶森都要奋出灵力去抵挡。叶森长老已经是强弩之末，叶长老坚持住！陈大器深吸一口气，立刻翻入院墙。一落地，他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陈师弟，你终于来了！刚刚进去，一声细若蚊内的呼唤从不远处的假山阴影中传来。陈大器转过头，只见于婉晴正缩在那假山缝隙里，那张原本清冷绝美的俏脸，此时满是灰尘，眼神中透着深深的无助。而在他身前，几面散发着淡淡流光的阵旗正横放在地上。这哪里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姐？此刻的她就像一个在风暴中瑟瑟发抖的可怜人妻，正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大器这个曾经被他轻视的杂役弟子身上。师姐，你受伤了。陈大器感知到于婉晴身上的灵力波动时高时低，身上的衣物也沾满鲜血。刚刚我对付几个杰修，虽然解决了他们，但是于婉晴闷哼一声，灵力波动更加剧烈，显然受伤严重。师姐，你撑住！陈大器一步跨到于婉晴身边，伸手扶住她的肩膀。入手的瞬间，他心头猛地一跳，这位平日里高不可攀、清冷如雪的大师姐，此刻身体烫得惊人，那原本紧致的身躯在轻微颤抖，像是一张紧绷到极限、即将断裂的弓弦。于婉晴原本毫无血色的俏脸泛起一抹不正常的潮红，那是强行压制内伤导致的淤血上涌。她咬牙挣扎着站起来，只着地上最后3杆流光溢彩的阵旗。别管我，快按照我说的方位，前卫3步，坤位6步，将阵旗打入地脉3分。叶长老撑不了太久了。于婉晴迅速指了2个位置，陈大器不敢怠慢，揽住摇摇欲坠的于婉晴，另一手抓起阵旗，前位落，坤位落。在神秘雾气的加持下，陈大器的感知敏锐到了极致，每一根阵旗落下的位置都分毫不差，甚至连阵旗入土的深度都精准到了毫厘。随着最后一杆主旗嗡的一声插入乱石阵中心，于婉晴挣扎着走到前位。陈师弟，你走到坤位。好。站好后，于婉晴又道：一起发力，注入灵力，开启阵法。是。随着2个人同时注入灵力，
一股无形的透明波纹瞬间荡漾开来。原本晴朗的黑夜，在黑水牢上空竟凭空生出一层浓郁的白雾，将那筑基结修的视线强行干扰。成功了！于婉晴看着升起的阵法，眼中露出一丝欣慰。她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枚特殊的金色传讯符，猛地捏碎。叶长老，索云阵已成，退入误区杀敌。说完这一切，他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的木偶，身体彻底瘫软下去。这时候陈大器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他眼疾手快，一把将这位温软揽入怀中，得马上离开这里。陈大器体内的神秘雾气此时全数涌出，感知四周，他需要找一条最合适的离开路线。有人来了，而且气息很熟悉。陈大器借着神秘雾气的感知，瞳孔骤然收缩，在那黑水牢的方向，3个身影正借着夜色的掩护，杀气腾腾地朝这里摸了过来。他们显然也发现了这边阵法波动，企图破坏。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气息十分熟悉，但那股刻在骨子里的虚伪气质，陈大器死都不会认错，竟然是本该被关入黑水牢等待审判的张万山。而跟在他身后的2个结修，修为竟都在炼气6层左右，正狞笑着擦拭着手中的长刀。不好，张万山怎么逃出来了？陈大器心中大骇，这可是炼气9层修为的人。于婉晴也感应到了那股气息，他逃出地牢了。不错，不过他勾结结修，恐怕这次结修能精准的破坏这里，定然有张万山背后相助。他变了。于婉晴眼中满是失望，走，马上走，不能被他发现我们。他绝望地抓着陈大器的衣袖，想要挣扎，却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陈大器暗自松了一口气，按道于婉晴没有看在和张万山是道侣的份上，喊什么去劝说张万山？他要是这么喊的话，自己绝对会第一时间把他扔在这里。随即咬了咬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发挥出最快的速度，他一把将于婉晴背在身后，感受到后背传来的惊人弹性，他却无暇心动，整个人如同一只敏捷的猿猴，借着索云阵刚刚升起的白雾遮掩，一个箭步冲进了不远处的一座独立小院。刚刚叶长老传音给我，去他的闭关所，那里有个密室。于婉晴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声音细微。陈大器心中一动，密室吗？那就好了。他迅速闯入屋中，根据于婉晴的指引，很快在案台下面发现了一个青铜拉环。拉动拉环，咔嚓一声，地砖挪开，随即露出一个仅容2人通过的幽深通道。陈大器背着于婉晴纵身跃入，反手关上暗门，顺便将吴红赠予的护身符贴在暗门之上，以此增加防御。此处显然是叶森长老真正的闭关之所。这密室虽然狭窄，但底下有一处聚灵阵法，所以房间里灵气浓郁。面前还有一张宽大石床，上面有一个大号蒲团。陈大器将于婉晴轻轻放在蒲团，自己则屏住呼吸，将手紧贴在石壁边上。神秘雾气穿透了厚厚的石壁，将上面的情况清晰地反馈在脑海中。妈的，刚才明明感应到阵法波动就在这附近，怎么人不见了？一个粗犷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头顶地板被暴力猛踹的巨响。随后张万山的声音阴恻恻地传了进来，找他们必定就在这附近。与此同时，于婉晴盘膝而坐，开始操控着密室之中的聚灵阵法。通过聚灵阵法，他也可以清晰感知外面一切。此时一个结修正在和张万山说着话。张道友，实在找不到人就算了，先去破坏了阵法再说。是啊，张道友，这次还是得亏你里应外合，把叶森那老鬼的布防图给了大当家，等杀光了这些人，大当家答应给你分润3成灵石，绝对不会少你。张万山冷哼一声，语气中满是报复的快感。那就好，不过张道友，反正今日我们要屠入这里，你干嘛提前杀了那吴红，还把自己搞进了黑水牢？要不然我们哥俩救你，你就麻烦了。张万山阴冷道，你们懂什么？吴红手上有不少灵石和材料，原本今日一早就要运走，我若是不提前出手，就没了。哎，本来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出了陈大器那厮。张道友放心，等我们找到那家伙，任你处置。陈大器在暗处听得心惊胆战，又是张万山。张万山果然是那个最大的内鬼，他勾结结修，这屋里有血迹。一名结修突然喊道。陈大器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手指已经扣住了腰间的储物袋。他知道，若是被发现，在这狭窄的密室里，他或许能仗着灵力只杀那2个炼气6层的，但是张万山的话，他没把握。除非于婉晴出手，可要命的是，于婉晴现在内伤严重，现在实力还不如他呢。就在这时，张万山疑惑的声音响起：“这里是叶森那老鬼的闭关处，我一直怀疑这地方可能有密室，大家仔细找找。”糟了！于婉晴听到这个声音后，心中也是一沉。张万山勾结结修，他和陈大器要是被发现，陈大器必死无疑。而他若是听话，那日后也要跟着张万山当结修。他不想当结修，对张万山他也没有了任何感情。现在他对张万山只有恨意，这个不择手段的人，他只想要他死。紧张之余，忽然他感觉到自己的手一把被陈大器给握住。于婉晴原本苍白的俏脸瞬间飞上一抹羞恼的红晕。他自幼在宗门长大，天资聪颖，气质清冷，何曾被一个身份卑微的弟子如此大胆地轻薄过？你做什么呢？于婉晴压低声音呵斥道，想要抽回手，却发现陈大器的力道出奇的大，
且眼神中透着一股从未见过的肃穆。师姐，其实我身上有一个秘密。陈大气深吸一口气，知道此时此刻只能说明情况，希望能治好于婉晴身上的伤。只有他这个炼气9层的修士修为恢复了，他们才能活命。我其实身怀一种特殊的体质，名为至尊阳体。至尊阳体？于婉晴愣住了，眼中满是惊疑。在修仙界，特殊的体质极其罕见，拥有者往往能成为一方巨擘。不过关于至尊阳体，他从未听说过。我这阳体之力能化解你体内的伤势，甚至能助你暂时恢复至少6成法力。陈大气肃然道：荒谬，胡说八道。于婉晴虽然虚弱，但作为修士的傲气还在。你一个炼气初期的杂役，若真有此体质，怎会默默无闻？陈大气，你莫不是见我落难，想趁人之危？说到最后，于婉晴的语气已带上了一丝决绝。他甚至想好了，若陈大气真敢乱来，他便立刻拔剑，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清白之身。陈大气心中焦急万分，上面的张万山等人还在屋内寻找地道呢。得罪了！他低喝一声，不再废话，右手猛地探出，直接隔着于婉晴单薄的法衣，稳稳地按在了于婉晴平坦温软的小腹上，那是丹田所在的位置。你！于婉晴美眸圆睁，还没来得及惊叫，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温热气流便顺着陈大气的手掌汹涌而入。那气流中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生机，一进入他的经脉，那些原本让他痛苦不堪的伤势疼痛，就像是遇到了烈日的残雪，瞬间消融了大半。原本断裂的经脉，在这股力量的滋润下，竟生出一丝丝微弱的清凉感。于婉晴震惊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哪怕是宗门秘制的极品疗伤丹药，也不可能做到。难道他真的身怀神体？此时的陈大气正疯狂调动体内的神秘雾气，将其模拟成灵力灌注进去。看着于婉晴那震惊的神色，他知道自己赌对了。然而陈大气却突然停了手。怎么忽然停了？于婉晴愣了一下，焦急说道：若是再来一会儿，他伤势真的可以恢复，到时候就有一战之力。陈大气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摇了摇头，脸色有些发白。不行，隔着的话，我的力量损耗太大，只能暂时缓解你的痛苦。想要彻底化解伤势并让你恢复战力，必须。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再直白不过。这种疗伤必须近距离接触才行。于婉晴如遭雷击，娇躯一颤，整张脸瞬间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身为师姐，她一直守身如玉，连张万山作为道侣时最亲密的举动也不过是并肩行走。现在要他为了活命，和一个炼气初期的低阶弟子一起修炼。陈大气，他羞愤交加，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师姐，我绝没有半点亵渎之意。陈大气语气诚恳，眼神清亮，丝毫没有那种淫邪之色。上面的脚步声还在，张万山就在咱们头顶，他一旦发现密室，以你现在的状态，后果你自己清楚。当然你也可以赌一把，赌你的道侣不会对你怎么样。陈大气见他依然挣扎，长叹一口气，随后尽是利落地站起身，伸手将贴在密室暗门上的那张护体符取了下来，握在手中。他的眼神变得决然，既然师姐不愿，我也不强求。师姐就在此处躲着，我这就出去，凭着这张符和我这命，看看能不能引开他们。他说这些话乃是发自内心，你出去就是送死。于婉晴急道：可等他们破门，我也会死，那还不如找机会冲出去。至于师姐你，我会尽量引开他们。他手上的神行符还有一半力量，若是忽然加速，有一定几率逃走。等，眼见陈大气真的要走，于婉晴的声音在颤抖，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后的破罐子破摔，叫住了他。回来。他闭上眼睛，牙齿死死咬着下唇，几乎咬出血来，声若蚊呐。那行吧，师姐的意思。陈大气停住了脚步，脸上一片凝重。你这家伙，师姐都说得如此直白，你还要我怎么说？于婉晴脸庞红得几乎滴血，随即偏过头去，都不敢看陈大气的眼睛。得罪了。陈大气快步走回石床边，片刻后，密室内原本阴冷潮湿的空气被一股炽热的阳刚气息彻底冲散。于婉晴娇躯猛地僵住，双眼瞬间瞪大，瞳孔中满是不可思议的震撼。这种感觉并非如他想象中那般痛苦，那些伤势在这股暖流面前很快冰消瓦解。这种感觉，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枯竭的法力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疯狂回升，甚至比他服用极品补灵丹还要快上数倍。更令他惊骇的是，困扰了他整整3年，无论闭关多久都无法撼动的炼气9层圆满瓶颈，在这一刻竟然像是在被巨锤夯击，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痕。那是筑基的契机。就在于婉晴欣喜的时候，头顶上方却传来了张万山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妈的，这里明明有法力残留，还有血迹，怎么可能找不到入口？张道友，这叶老鬼毕竟是筑基高人，他的隐匿手段咱们可能真看不透。别耽误时间了，刚才大当家发信号了，叶森靠着外面那阵法已经反攻，他让我们找机会迅速离开这里。张万山恨恨地跺了跺脚，震得密室顶部的灰尘簌簌落下。走，脚步声纷乱渐远，最终归于沉寂。密室内，陈大气体内的神秘雾气感知到上方的危险已经彻底消失，那些结修的气息已经离开了这座小院。他那原本由于紧张的神经
终于松弛了下来。一时间，空气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显然，于婉晴也察觉到那些人离开了，这就尴尬了。感情这里很难被发现啊。陈大器看着身下那满脸红晕、呼吸还略显急促的师姐，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涌上心头。原本他是以为必死无疑，为了给两人博一线生机才出此下策，还把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可谁能想到，叶森长老的隐秘阵法这么给力，张万山那几个蠢货压根就没发现密室。这岂不是白占了师姐的便宜？不，说的不对，岂不是白让师姐占便宜了？陈大器老脸一红，急忙想要起身，手忙脚乱地寻找衣服。师姐，刚才我也是急火攻心，以为他们定会闯进来。既然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然而，一只柔弱无骨却带着惊人力道的玉手突然勾住了他的脖颈。等下，于婉晴的声音此时不再冰冷，反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软糯。她那双美眸迷离地盯着陈大器，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得到神秘雾气滋养后的她，不仅伤势全好，整个人更是散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舒畅。她轻轻舔了舔娇艳欲滴的红唇，感受着体内那股尚未消散、正不断撞击筑基瓶颈的神奇力量，低声的喃道：“伤势好像还有一些。陈大器，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你再帮师姐一次，好人做到底。”陈大器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本以为于婉晴会羞愤欲绝，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平日里高冷如仙的师姐，竟然会主动要求再进步。师姐，这外面还危险，外面有阵法遮掩，他们一时半会回不来。既然师姐这么说了，那我定当竭尽全力。陈大器眼神一凝，密室内气温再度攀升。密室内那股升腾的炽热气息又持续了近一炷香，终于渐渐平息。于婉晴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华光，原本苍白如纸的脸色此刻红润剔透，肌肤之下仿佛有流光转动。虽然还没能一举踏入筑基期，但那层瓶颈已经变得薄如蝉翼。更重要的是，他体内的伤势被洗炼得干干净净，法力甚至比全盛时期还要精纯几分。他缓缓睁开眼，眼神深处飞快地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羞涩、震惊，以及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依恋。但仅仅是一瞬间，他便重新恢复了往日那清冷高傲的神色。他纤手一挥，地上的法衣随之披回身上，遮住了那动人心魄的娇躯。此时，陈大器长松了一口气，虽然消耗了些许神秘雾气，但终于帮助于婉晴恢复到全盛时期了。接下来有这个炼气9层的女修护佑，倒也不用再担心什么了。陈大器，他转过头，声音恢复了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冽，只是那微微颤抖的长睫毛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在，师姐。陈大器也赶忙穿好衣服，垂手而立，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今日之事乃是为了活命，迫不得已。于婉晴盯着他，语气中带着一丝警告：出了这道门，以我依旧是内门弟子与外门的区别，我不希望我们的事情传出去，你明白吗？陈大器当即肃容道：师姐放心，这种事我定然不会乱说，不过关于我体质的事情，还请师姐也不要说出去。见他如此上道，于婉晴心中莫名松了口气，却又隐约升起一丝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失落。他轻轻点头：我已道心起誓，对你的秘密绝对不会透露半句。陈大器微微一笑：多谢师姐，那我们走吧。走，随我出去杀敌。此时的街道上杀伐之声震天，叶森长老浑身浴血，却须发接章，宛如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凭借着陈大器和于婉晴先前布下的锁云阵，他硬生生在白雾中以1敌2，拖住了那名筑基结修首领和一名炼气9层的悍匪。叶森，你强行催动惊险，撑不了多久了。筑基结修狞笑着：正欲何为？邪面老鬼，那你便试试看。叶森冷笑一声，他能感觉到这邪面老鬼的法力支撑不住，而他此时凭借阵法这个地力越战越勇。突然，周围的阵法波纹剧烈震荡起来，阵起，锁龙。一道清冷如月光的声音在废墟上空响起。只见于婉晴白衣胜雪，手持一面阵旗，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院墙之上。他双手结印，原本涣散的白雾瞬间凝结成数条锁链，精准的缠绕向那名炼气9层的悍匪结修。那结修本就在叶森的猛攻下法力枯竭，此时被阵法一搅，重心顿时不稳。就是现在，于婉晴美眸一寒，手中细长灵剑化作一道惊鸿，扑哧，灵剑穿喉而过，带起一串血珠。那炼气9层的结修甚至连惨叫都未发出，便重重地倒在地上，气绝身亡。该死的！邪面老鬼大惊失色，他看向于婉晴，发现这布置阵法的女子不仅伤势全好，气息竟然非常稳固。她到底服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竟然恢复得这么快？他目光闪烁，如今他帮手被杀，这女修再加上一个拼命的叶森，他根本不是对手。点子扎手，撤！他猛地震退叶森，从怀中摸出一枚黑色烟坛捏碎，整个人借着黑烟遁入夜色之中。随着首领逃窜，剩下的结修们也纷纷作鸟兽散，原本喧嚣的矿区渐渐陷入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死寂。片刻后，叶森长老收起长剑，踉跄着落下地，看向从阴影中走出来的于婉晴和陈大器，眼中满是疑惑和欣慰。婉晴，你的伤？于婉晴面不改色，只是语气平淡的回道：回长老，刚才情急之下，
弟子带着陈大器躲入了您的密室，幸得密室内有您留下的聚灵余波，再加上弟子有极品疗伤丹药，这才稳住了伤势。至于阵法，也是多亏了陈大器在一旁辅助，才得以布置催动。陈大器站在后方，眼观鼻关心，一副我是打下手的样子。叶森长老并未起疑，毕竟在他看来，陈大器一个练气初期的杂役，除了跑腿布阵，也不可能在那充满私密的密室里帮到于婉晴什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可惜张万山他逃跑了，而且这里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劫修，也是因为他。于婉晴把自己所知的情况迅速说了一下。叶森长老长叹一声，此番多亏了你们，只是可惜让张万山那个叛徒跟着劫修跑了。长老师姐，既然危机已解，我担心吴红师姐那边，想先去看看。陈大器躬身说道。于婉晴也道，长老我也过去帮忙。好，你们去吧。陈大器和于婉晴一起转身飞奔而去。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当他们冲到店铺时，发现吴红正握着零件，警惕看着门口。大器师姐，太好了，你们都没事。吴红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吴红一瘸一拐地飞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于婉晴，泪水如断线的珍珠。没事了，没事了。于婉晴轻拍吴红后背。吴红抬起头看向陈大器，陈师弟，你没受伤吧？多谢师姐挂念，我运气比较好，没遇到劫修。陈大器回应，那便好。随后三个人一起去救助附近躲起来的人。路上，陈大器询问了于婉晴关于如何解除别人储物袋的事情。之前他击杀了一个不长眼的劫修，得到了一个初阶储物袋。解开储物袋很简单，用自己的灵力强行破除上一任主人的灵力封印即可。只要对方的修为不超过一个大境界，只需要几息就能破除，这就简单了。一边走，陈大器一边破除了储物袋灵力封印。灵力探入，扫了一眼，陈大器骂骂咧咧起来。怎么了？见此，吴红好奇看来。于婉晴也扭头皱眉道，这储物袋里面有什么东西，让陈师弟你如此生气？这里面怎么全都是女子的一些日用品？陈大器很无奈，真不知道这种日用品有什么好收集的，让我看看。吴红接过查看了一下，顿时她这个未经人事的姑娘脸红的滴血，看来这家伙死有余辜呢。有很多女子衣物，大小不一，不是一个人的。吴红很快收敛神色，冷哼说道。陈大器点了点头，可以想象这些女子恐怕早已经惨遭毒手。将一些无用的日用品杂物丢弃之后，里面有几块灵石以及低阶疗伤丹药和一瓶止血粉。收好储物袋，陈大器寻思着，这里面东西还没储物袋值钱呢。回头卖了吧。当晚，叶森长老集合了所有幸存者，随后亲自巡视整个方室。快要天明的时候，附近宗门的修士也都赶来，维持了房室秩序。天亮的时候，叶森将陈大器唤到跟前。这位平时严厉的老者，此时眼中满是赏识。陈大器，此番你能临危不乱，辅佐婉晴布阵，助我击败了那邪面老鬼，功劳不小。叶森从怀中掏出10块亮晶晶的正品灵石，递了过去。这是老夫赏你的，你虽然天赋一般，但这份定力和勇气十分可嘉，好好努力，宗门不会埋没你。多谢长老。陈大器恭敬接过，心中微动。10块灵石，这对于一个杂役弟子来说，是一笔足以让所有人眼红的巨款，加上从劫修储物袋所得以及挖灵土豆获得的工钱，现在他手上总计有35颗灵石的巨款，以及有2个价值20多颗灵石的2手低阶储物袋，当然还有1张护身符和1张消耗1半力量的神行符。翌日清晨，晨曦微露，吴红和于婉晴统计完了战损，随着名单一个个划掉，两人的脸色也越来越沉重。外门弟子战死38人，杂役弟子整整86人遇难。吴红嗓音沙哑，至于那些依附矿区的散修和家属，更是尸横遍野，根本无法统计确切数字。整个街道被染成了暗红色，到处是残垣断壁，昨夜的繁华仿佛一场遥远的幻梦。在回往宗门的巨大非洲上，非洲破云而行，凉风习习，却吹不散众人心头的阴霾。于婉晴独自立在甲板边缘，清冷的背影显得有些萧索。他在想一件事，张万山到底去哪里了？以张万山的脾气，这家伙可能会来找他。忽然，他腰间的传讯符剧烈闪烁起来，发出一阵阵微弱的红光。他眉头微蹙，注入灵力，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炸响：婉晴，看到我还活着，你是不是很高兴？是张万山。于婉晴眼神瞬间变冷，灵力传音回道：你在哪里？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问你，你想不想我？我可是你道侣，你可知道，你已经是宗门叛徒。叛徒？哼，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告诉你，邪面老祖已经收我为记名弟子。张万山的声音透着一股疯狂与威胁。现在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待在宗门里，做我的内应，帮我们打探那些老家伙的动向。做梦！于婉晴打断他，语气坚决：张万山，若你还有一丝良知，就该回宗门自首，或许长老们还能看在往日情分上宽大处理。宽大处理？张万山疯狂大笑：于婉晴，你别忘了，你还是我的道侣，若你不听我话，邪面老祖已经盯上你了，你是逃不掉的。不想死在筑基高人手里，就乖乖听话。做梦！于婉晴，你应该知道我是爱你的。这样吧，我也不强求你，
只需要你暗中给我一些人的消息，如何？张万山退而求其次，于婉晴根本没搭理他，直接收起传讯符。见于婉晴不回话，很快张万山再次发来传讯：不理睬我是吧？你等着，我会让你后悔。传讯符的光芒逐渐暗淡了下去，于婉晴紧紧握住传讯符，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抬头看向蓝天，心中却感到阵阵寒意。一个潜藏在暗处的筑基期节修，加上一个对自己了如指掌的卑鄙小人，这足以让任何练气期修士感到绝望。但他不会坐以待毙，更不会像张万山那种货色屈服。可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实力，若是不能尽快筑基，面对邪面老鬼的报复，他毫无胜算。总不能一直待在宗门闭门不出吧？这下我该怎么办？下意识的，他的目光在甲板上寻找，最终落在了正躲在角落里偷偷研究储物袋的陈大器身上。想到那日密室中的惊人暖流，以及那如大江大河般无穷无尽的生机，于婉晴的心跳竟漏了一拍。唯有他能帮我快速筑基，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压制不住。可是如何和他说这件事？于婉晴俏脸一红，她忽然后悔之前在密室的时候，她把话说得那么决绝。早知道他这么好用，自己半推半就之下，也不是不行啊。现在好了，该如何说呢？以陈大器这种老实人的性子，他肯定是把我的话当真了，绝对不会再找我。于婉晴叹了一口气，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就说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可是这不是骗人吗？于婉晴连忙摇了摇头，她天性良善，从不撒谎，也不愿意做骗人的事情。思来想去，于婉晴皱起了好看的柳叶眉，自我安慰道：不过我这也不算骗人吧，又不是故意害人家，况且这属于给人家占便宜呢。陈大器恐怕高兴还来不及吧。对于自己的容貌和身材，他可是有充足自信的。阿嚏！正研究着节修那个储物袋的陈大器冷不丁打了一个喷嚏。谁在背后打我主意？陈大器下意识朝于婉晴那边看去，神秘雾气始终在四周游走，他能感知到于婉晴时不时朝他这边看来。老是看我做什么？陈大器叹气，他猜测于婉晴肯定对他是有怨念的，毕竟稀里糊涂一起修行了。没想到张万山那伙人压根没发现那处密室，这就尴尬。所以于婉晴肯定很生气吧？罢了，以后还是躲着点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忽然他注意到了吴红，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是一只烤好的灵真鸡。陈师弟，吴红笑眯眯地走过来道：之前我买了几份烤好的灵真鸡，你尝尝。话落，周围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可是常德商会的嫡女啊，竟然对那小子这么好。陈大器也有些受宠若惊，不过想了想，他忽然想起吴红答应过他，欠他一个人情呢。可，吴师姐，那我不客气了，不过这个灵真鸡不算你还我人情吧？你想什么呢？欠你人情归欠你人情，给你吃归给你吃呀。哦，那我就放心了。接过灵真鸡，陈大器啃了起来。放心吧，答应欠你人情，我肯定记着，以后有谁欺负你，找我便是。吴红笑了笑，他还想要和陈大器搞好关系，日后收他加入商会呢。这个人情诺言，算是两个人日后联系的纽带。随即他一蹦一跳离开。吴师妹对陈大器居然这么好。于婉晴见到这一幕，心中莫名有些发酸。随着非洲缓缓降落在缥缈宗山脚下的荒野上，众人互相低声告慰后纷纷散去。师姐，那我走了。陈大器朝于婉晴拱了拱手，转身就想溜之大吉。等下，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忽然于婉晴叫住了他。陈大器微微皱眉，他注意到于婉晴的表情不太自然，心中暗暗猜测于师姐难道还在为密室的事情生气。说起这件事，他也很无奈啊，况且后面一次不是他自己主动的吗？不过不管如何，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别和女人讲道理。他急忙小声辩解道：师姐，在密室里的事情真的是意外，当时情况紧急，我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于婉晴听到密室二字，原本如玉的脸颊瞬间染上了一层红霞，心中又是羞愤又是好笑。这个木头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稳了稳心神，美眸流转，轻声道：谁跟你说那个了？我不是要怪罪你，是真的有要事相商，关于修炼的事情。陈大器愣住了，看着于婉晴那羞红却又认真的神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回了肚子里。呼，只要不是责怪我就行。那师姐请说。于婉晴看了看四周，道：此处人多眼杂，且随我去我的住处坐坐吧。陈大器挠了挠头，看了看天色，太阳还没落山。虽然去女修洞府有些不合规矩，但师姐发话了，他一个师弟哪敢拒绝？成，那听师姐的。陈大器老实地点了点头。于婉晴心中微微松了口气，由于山上不能用飞舟飞行，所以他收起了飞舟。白皙的手指又在腰间一抹，一道青色流光划过，一柄细长如水的灵剑悬浮在半空，散发着阵阵寒气。他纵身一跃，衣袂飘飘，宛如画中仙子。等了片刻，见陈大器还愣在地上傻看，他才猛然想起，这小子才练气2层，根本不会御剑飞行。那你上来。于婉晴不好意思说着，往剑身前方挪了挪，给后面空出一个位置。是，师姐。剑身很窄，为了站稳，
他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了于婉晴纤细如柳的腰肢，于婉晴娇躯一颤，一股强烈的异性气息瞬间将她包裹。她只觉得耳根发烫，心乱如麻，急促的催动灵力，嗖的一声化作流光，直冲云霄。风声在耳边呼啸，陈大器感觉到前方娇躯的温软与轻颤，心中感叹：这可比走山路快多了。大师姐这腰，呸，这剑法真稳。片刻后，两人降落在内门后山一处偏僻而清幽的山谷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处精致的洞府，门前栽着几株紫竹，这里灵泉叮咚，空气中的灵气浓度比外门杂役区高了足2倍。这里便是我的洞府了。于婉晴收起灵剑，声音有些羞涩。陈大器环顾四周，啧称奇，真是个好地方。这灵气，吸一口都觉得修为在动弹。于婉晴见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憨厚模样，心中那股局促感淡了不少，轻声道：此处安静，先有人来，以后你若是想修行，也可以来我这儿。陈大器这下是真的惊着了，内门弟子的洞府，让他一个外门进来修行，这待遇就算是张万山以前怕是都没有吧。张万山要是知道，岂不是活活气死？不过于师姐为什么忽然对他这么好？他狐疑地看着于婉晴，心直口快地问道：师姐，我就一杂役，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先进去吧。两个人进入洞府，于婉晴背对着他，双手紧紧绞在一起，他心中天人交战，羞耻感和对力量的渴望在疯狂碰撞。张万山的话绝非虚言，邪面老鬼盯上我了，若不能在短期内筑基，我恐怕会有麻烦。陈大器看着于婉晴内纤细的柳叶腰，心中直犯嘀咕：于师姐这是怎么了？他最是讨厌这种婆婆妈妈之人，一点都不爽快，但碍于对方是师姐，他只能耐着性子。这时候于婉晴猛地转过身，满是红晕地盯着陈大器，声音细若文瑞：其实是我的伤势，先前在密室中虽被你化解了大半，但我刚才运功发现还有一些残余的伤势潜伏在骨髓深处，若不彻底化解，不仅筑基无望，恐有性命之忧。他撒谎了，其实伤势已经全清了，他只是想要修行而已。所以陈大器，能不能请你再帮师姐？说完最后几个字，于婉晴的俏脸已经彻底红透，连修长的脖颈都染上了动人的粉色，娇羞欲滴地垂下了头。陈大器看着眼前这位平日里高不可攀的大师姐，露出如此小女儿神态，整个人直接呆在了原地，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再进步一次？整了半天就是说这个，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于婉晴继续道：另外，张万山那家伙也给我传讯了。什么？他说什么？师姐，他的话现在你可不能信。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拒绝了他。于婉晴简单说了一下，继续道：所以现在我很有可能被邪面老鬼盯上了，而且以张万山的性格，也肯定会记恨上你。陈大器脸色一沉，点头道：我会小心的。我在想，若是我能筑基，那也好有自保之力。陈大器眼前一亮，之前他还有些无所谓，但是得知张万山盯上他这边之后，他心中决定一定要助于师姐修行。师姐，既然如此，你这个忙我帮定了。我去里面弄点泉水，瞬间换身衣物。你坐会儿。于婉晴红着脸连忙离开，足足忙活到傍晚，陈大器这才从于婉晴的洞府之中悄悄离开。今天他可以说是很努力了，因此于婉晴得到了巨大好处。不过他也看出来了，于婉晴体内的伤势其实早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于师姐不老实，竟然骗他。不过他选择了把他原谅，毕竟于婉晴现在早日筑基对他也有好处，他就有办法应对张万山那家伙了。所以现在自己多付出一点，日后是会有回报的。而且以后有一个筑基弟子当靠山，总体来说自己不亏。夜色已深，凉风习习，陈大器一边盘算着，一边回到了外门。整整1个月没回宗门，也不知道夫人怎么样了，肯定想死我了吧？陈大器微微一笑，对徐秋月他其实是有些感情的，毕竟年轻的时候徐秋月作为地主家儿子的媳妇，对他十分关照，所以现在哪怕徐秋月修为不高，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脱离他，但他并没有做这种无情的事情，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老实但不代表好欺负。徐秋月一直对他好，那他也会回报人家。他第一时间拍了拍腰间的身份令牌，指尖划过一道法力：夫人，我做任务回来了，你现在住哪？走之前他记得徐秋月接了个采集寒烟草的宗门任务，说是要出一趟远门，攒点灵石换一处好点的修行居所。没过多久，令牌轻轻一颤，徐秋月回了讯息：大器，你终于回来了，我现在住在翠竹坡的春灵院，你直接过来吧。陈大器微微一愣，眉头锁了起来。翠竹坡春灵院，他记得走之前徐秋月看中的是东边的清风居，那里价格公道，而这春灵院虽然环境不错，质量更好，却离沈秋怡师姐的洞府较近。当初沈秋怡推荐的就是春灵院，不过被徐秋月拒绝了。现在徐秋月怎么会住到沈师姐安排的地方去了？陈大器顾不得休息，急匆匆地赶往春灵院。到了地方，只见此处翠竹掩映，环境优雅，确实是个调养生息的好去处。而且这里有3间居室，后面还有一处厨房。陈大器推门而入，却见屋内灯火昏黄，一股淡淡的药草味扑鼻而来。夫人，陈大器轻声唤道。里屋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徐秋月推门走出，当陈大器看到他的一瞬间，眉头紧紧皱起，原本温婉动人的俏脸此刻苍白如纸，毫无血色，甚至连走路的脚步都有些虚浮，左臂上还缠着一圈渗着血丝的纱布。他受伤了，怎么弄成这样？陈大器几个跨步上前，一把扶住他的肩膀，扶着他进屋。徐秋月一见到陈大器，原本强撑着的坚强瞬间崩塌，他那双往日里总是含笑的眸子，此刻蓄满了泪水，嘴唇颤抖着，一个字还没说出来，眼泪就断了线似的往下掉。大器，徐秋月再也忍不住，一头扑进陈大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任务失败了，我不仅没采到寒烟草，还遇上了妖兽，要不是一位师姐路过救了我，我恐怕回不来了。徐秋月哭得肝肠寸断，为了这个任务，他花费了差不多半个多月时间，本想着证明自己，然后给陈大器一个惊喜，让他们换一个更好的住处居住。可现在不仅身体受了重伤，还要靠沈师姐的怜悯才有了这处落脚点。现在好了，为了疗伤，他之前好不容易积攒的零食全都花光了。陈大器紧紧拥着他，闻着他发丝间淡淡的药味，心中无奈。没事就好，他轻抚着他的后背，柔声安慰道。对了，不过你怎么住到这地方来了？陈大器问道。徐秋月靠在床头，脸色黯然，解释了起来。原来他前几日回来后，由于任务没有完成，自己还受伤，零食都花完了。后来沈秋怡找了过来，二话不说就给他安排了这处住所。沈秋怡还说了，等陈大器回来也住在这里，不过并不是免费的，这住处乃是5块零食1个月，他分担3块零食，沈秋怡分担2块零食。徐秋月暂时没零食，就给他先欠着。就这样，我就住进来了。徐秋月苦涩一笑，眼下我不但欠沈师姐零食，而且还有更大的麻烦。什么麻烦？陈大器问道。采集寒烟草这个任务，若是完成，能拿到3块零食的丰厚酬劳，但是完不成，要赔偿2块零食。说到这，他眼眶又红了一圈，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他。在修仙界底层挣扎，一步踏错，往往就是万劫不复。他本想为未来拼一把，没成想却成了拖累。陈大器听完，眉头微不可察地舒展了一些。就这，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陈大器咧嘴笑了起来。这样吧，我回头让吴秋他们帮忙采摘吧。这个离最后任务期限还有几天？大概5天吧，应该来得及。陈大器微微点头。其实他也想过，要不自己去采集寒烟草，这个任务奖励确实挺丰厚的，自己接下的话也不算亏。可转念一想，张万山也不知道在哪里盯着他呢，短时间内他不打算出踪，万一为了区几块零食出踪遭了难，那亏大了。所以让吴秋他们帮忙是最合适的选择，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只可惜我前些日子白忙活一场，白忙活总比赔钱好啊。咱们把那3块零食的奖励全部让出去，就当是请人办事的工钱，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赔偿那2块零食的违约金，信誉分也能保住。至于你欠沈师姐的房租，慢慢还就是了。徐秋月听着陈大器条理清晰的分析，原本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以前在地主家时，陈大器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长工，虽然忠厚，却有些木讷，也没什么大主意。哪怕是当初2人结伴修仙，他心里其实也是带着几分俯视的，觉得自己带着他是一种恩赐，和他也是搭伙过日子罢了。可如今看着他沉稳自信的侧脸，徐秋月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异样的触动。不知不觉间，那个木讷老实的长工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了。在他身边，那种时刻紧绷的不安感仿佛都消散了许多。这种感觉难道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吗？谁能想到在修仙界这个残酷的地方，会让陈大器成熟的这么快？徐秋月眼波流转，心中竟泛起了一层从未有过的涟漪，那是比感激更深一层的情愫，在心底悄然生根。大器，谢谢你，他轻声说道，声音温柔的像水。若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夫人，咱们之间说什么线？陈大器摆了摆手，他有些奇怪，夫人的眼神怎么有些不太一样了？大器，既然来到这里了，以后你别叫我夫人了吧，叫我师姐即可。你叫我夫人，我岂不是一直是你的主子？这样不好，我长你几岁，你还是叫我师姐。对于这种称呼，陈大器倒是无所谓，他当下人当惯了，面子这东西可有可无。而且来到这里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徐秋月的下人，很多怪异的眼神他早已经习惯，不，严格来说压根不在乎。面子可以当饭吃吗？死要面子的人才活受罪呢。好，那以后我就叫夫人师姐了。对了，师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也已经是外门弟子了。陈大器拿出令牌给徐秋月看了一眼，徐秋月惊讶，接过令牌端详，你怎么做到的？嘿嘿，说来话长，你还没吃饭吧？先吃东西，一边吃一边和你说。说着，陈大器伸手拿出储物袋，随着微光一闪，桌子上瞬间多出了一堆东西，几块风干的灵兽肉脯，几个灵土豆，都是提前煮熟，准备在路上吃的。徐秋月原本正感动着，看到这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连伤口的疼痛都忘了。储物袋，他惊呼出声，不可置信地指着陈大器腰间那个不起眼的小袋子。大器，你竟然都用上储物袋了。要知道，
在缥缈宗外门，一个最下品的储物袋也要20几块灵石，那是许多炼器初期弟子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陈大器嘿嘿一笑，故作轻松道：“运气好，运气好而已。这次在那边发了点小财，捡漏弄来的。”随后他简单说了一下，得知陈大器是从死人身上弄来的，徐秋月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他虽然修仙了，但心态上还没有做好与人斗法相杀的准备。看来你在那个地方经历了不少，都与人斗法了。我们修士不都是迟早会走到这一步吗？陈大器反问道。也是。徐秋月点点头。不说这个了，快吃点东西补补身子，这灵兽肉可是大补，对你的伤势有好处。陈大器拿起一块肉脯递了过去，徐秋月接了过来，咬了一口肉脯，味蕾上传来的鲜美让他心满意足。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原来他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已经走得这么远了吗？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油然而生。不行，我也要努力了。若是差距拉得太大……徐秋月暗暗握紧了拳头，将口中的灵兽肉用力咽了下去。安顿好徐秋月躺下后，陈大器推门走出了春灵院，朝吴秋住处走去。不多时，他便来到了一处破旧院落前，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味，伴随着劣质果子酒的酸涩气息。哈哈，老刘，你这剥皮的手法见长啊！这野兔烤得滋滋冒油。那可不，当初在老家，这野兔子我每个月都能搞得到。刘能的声音传来，推开虚掩的柴门，只见吴秋、王忠、刘能三人正围着一堆篝火，火上架着一只被烤得金黄翻油的野兔子。三人身上虽然还缠着绷带，但脸色好了许多，显然这1个月的休养让他们的伤势恢复了不少。哥几个兴致挺高啊！陈大器笑着跨入院门。哎呦，陈兄弟！吴秋疼得站了起来，眼中满是惊喜。其实他前些日子就已经去找过陈大器了，不过听说他外出做任务去了，也就算了。王忠和刘能也赶忙起身，激动地拉着陈大器坐下。在他们心中，陈大器现在可是有本事的人，身后的背景比被赶出宗门的张大虎可要大多了。什么师兄不师兄的，叫我名字就行。陈大器也不客气，接过吴秋递来的一碗果子酒，抿了一口，辣嗓子，但很暖身。吴秋递过来一只兔腿，快尝尝，刚下的套，新鲜着呢。陈大器接过兔腿，没急着吃，而是看着三人，开门见山的问道：“吴老哥，我今天过来，其实是想请几位帮个忙。我有一位朋友，也就是我原本的主子徐秋月师姐，她接了个采集寒烟草的任务，可没想到这过程中出了点岔子，受伤了，现在伤重未愈，眼看就要到期了。我想请3位走一趟，把那任务结了，赚的奖励全归你们，我一分不要。”本以为这种送零食的好事，三人会拍着胸脯应下，可没想到此话一出，原本热烈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吴秋和王忠对视一眼，刘能更是缩了缩脖子，面露难色。有古怪。陈大器心中一动。吴秋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酒碗，看着陈大器认真的说道：“陈兄弟，不是我们哥几个不给面子，实在是恐怕你那位徐师姐是被人给坑了。”坑了？什么意思？陈大器眉头一皱，放下了兔腿。吴秋苦笑道：“陈兄弟，你刚进外门，有些道还不清楚。那寒烟草虽然只是低阶药草，但它生长的地方叫断魂涧，那里终年阴风怒号，更有不少喜好阴尸的妖兽出没。若是寻常任务也就罢了，可这寒烟草的采集任务一直被一伙人把持着，他们专门挑那种没背景或者新来的不懂事的弟子发放，说是奖励丰厚。其实那地方的寒烟草很少，能采集的地方都被采集光了。”吴秋压低了声音，神情凝重。更毒的是，那种任务通常带有强制赔付金，只要你接了，采不到就要罚零食。他们这是把徐师姐当成肉猪在那儿杀呢，还是没成本的杀？刘能在边上也说道：“记得去年有个刚入门的女弟子，就是因为接了这个任务赔不起，没有办法，只能如何？”陈大器皱眉问道：“哎，那伙人喜欢挑一些女弟子骗，要是赔不起，就只能任由他们玩弄，最后就让他们去接客，在他们身上榨油水。”吴秋解释道。陈大器一听怒了，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以前确实把徐秋月当成了主子，但这段时间相处，他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徐秋月是他第2个女人，李秀秀是第1个，但是徐秋月是和他在一起次数最多的，而且一直同在一个屋檐下。内心深处，他把徐秋月当成半个家人看待，所以有人要对徐秋月做那种事，这让他心中有些不舒服。他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说3块零食的任务，违约金怎么会要2块？原来是专门设下的套。他心中怒火中烧。是谁负责发放这个任务的？陈大器冷声问道。吴秋缩了缩肩膀，有些畏惧地吐出一个名字：外门弟子黄秋玲。不过他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他背后的人，内门弟子许忠，那可是个狠角色，炼气7层，专门干这种敲骨吸髓的勾当。刘能继续道：宗内不少刚刚入宗的女弟子被骗呢，有的女弟子只能拼命接客赚零食，有的女弟子最后都不见了，估计是被卖到一些风月场所。陈大器问道：宗门不管？哎，这种事怎么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不对？而且许忠乃是内门弟子，师尊是赵崇安长老，那可是一位制服师，谁愿意得罪？
吴秋叹息道：“对，谁也不会为了一些外门弟子去得罪一个制服饰的关门弟子的。”刘能说道：“所以啊，大家只能心里留个心眼。陈兄弟，幸好徐师姐只是欠了2块灵石而已，先赔了这灵石再说。你们手上若是不够，我这先予你一点。”吴秋主动说道：“这倒是不需要了，我手上有。”陈大器道：“那便好。”吴秋松了口气，看着陈大器那沉稳的样子，心里也踏实了不少。接着低声说道：“陈兄弟，既然你回来了，我这儿还有个大活，想听听你的意思。”陈大器眉毛一挑：“大活？吴老哥请讲。”他寻思着自己刚刚回来，总不能坐吃山空吧？若是有赚灵石的大活，他自然肯干。吴秋左右看了看，神秘兮兮的凑近了几分，连声音都压低到了极点。你刚回来，可能还没听说，咱们宗门那位柳如烟长老居住的如烟殿，最近要动大工程了。宗门要在那里布下一套厉害的阵法，名曰的火阳金阵。火阳金阵，陈大器心中暗暗记下这个名字。没错，吴秋点了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敬畏。听说柳长老当初冲击化神境界时出了岔子，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寒毒暗伤。这些年，他每月都得服用一颗极其珍贵的阳元丹来压制寒毒。可那阳元丹乃是5阶灵丹，药材稀缺，炼制极难，一颗的价格哪怕是长老级的身家，长年累月下来也负担不起了。陈大器心中一动，这修仙界的高层竟也有这种吃药吃破产的苦恼，他不禁觉得好笑。所以那位柳长老才打算布下这地火阳金阵，引地脉火进入殿。吴秋继续说道：“有了这阵法的日夜温养，柳长老体内的寒毒就能得到极大缓解。据阵法师推算，到时柳长老只需半年服用一颗阳元丹即可。这省下来的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灵石啊，确实是好事，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陈大器不解道。吴秋一拍大腿，眼里闪烁着希冀的光芒：“怎么没关系？陈兄弟，阵法师布阵之前得先给阵法挖地基啊。这地火阳金阵规模宏大，光是挖开那几处关键的灵气节点，就得干上整整2个月。我打听过了，这活儿虽然累，但因为是在长老殿前干活，工钱给的极高，每天1颗灵石，也就是1天1000灵沙。”一旁的刘能和王忠也停下了吃肉，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每天1颗灵石，2个月下来就是60颗，这对外门弟子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陈大器听得也心动了，平时干的活能超过300灵沙，就已经是抢着干了。这倒好，1000灵沙1天，关键是还不需要出宗门，这种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陈兄弟，咱们哥几个的名声在执事那里一般，这种肥差很难落到我们头上。吴秋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陈大器。但咱们都知道，你和沈秋怡沈师姐关系匪浅，沈师姐可是柳如烟长老的关门弟子，这如烟殿的大小事务，沈师姐是有话语权的。陈大器顿时明白了吴秋的意思，他是想让自己去当那个说客，帮他们揽下这桩差事。对于吴秋3人，陈大器印象不坏，若是能帮他们这一把，不仅能让他们对自己更加死心塌地，以后在这外门也算有了一批能跑腿办事的亲信，更重要的是自己也能大赚一笔。这事儿，陈大器沉吟了片刻，看着3人那满是期盼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我可以试着去说说，争取揽下这个活。”哎呀，太好了！吴秋激动的直接给陈大器倒满了酒：“陈兄弟，大恩不言谢，只要这事儿能成，咱们哥几个以后唯你马首是瞻。”陈大器笑着摆了摆手：“别高兴太早，沈师姐虽然关照我，但这种大阵的基础建设非同小可，我只能说尽力。而且这挖地基这种活，你们确定会吗？”他对这些一窍不通，所以有些怀疑。吴秋笑道：“只是挖地基罢了，到时候阵法师会给咱们图纸，按照图纸上的挖就行。”是啊，给战法挖地基这种事，咱们也干过好几次了，没出过任何差错过呢。刘能点头如捣蒜，兴奋说道：“那我知道了。”陈大器起身，不过在那之前，我就去会会那个黄秋玲，把2块灵石给徐师姐还了。吴秋担忧道：“那黄秋玲可是炼气2层，她在其他山峰的外门做事，不认识你，你可得小心点，最好让她知道你背后有沈师姐撑腰。”陈大器抿了一口辛辣的果子酒，眼神平静的令人心悸。放心吧。几个人又聊了几句，陈大器告别了这里。不过他没有马上回去，而是朝沈秋怡的住处走去。来到沈秋怡洞府，他散发出神秘雾气，感知四处确实无人，这才放心下来，朝里面喊道：“沈师姐，沈师姐在吗？”然而洞府内一片寂静，平日里那股淡淡的清香味虽然还在，却感应不到沈秋怡的气息。这时候洞府之中一道灵力飘出，不知道是哪位道友找我，鄙人沈秋怡暂时外出，有事请留言。这是一些住处设计的小阵法，可以记录屋主的留言。陈大器摇了摇头，看来沈师姐不在罢了，明日再来找她吧。与此同时，缥缈宗内门如烟殿，这座大殿通体由寒白玉砌成，平日里本就清冷，可此时殿内的空气几乎要凝固了，地板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四周的帷幕在阴冷的寒风中无声摆动。沈秋怡正半跪在床榻前，双手交叠，运起灵力在柳如烟的背部几处大穴上缓缓揉按。柳如烟脸色苍白如纸，唇瓣透着一抹诡异的青紫色，眉梢竟挂着点点冰渣。呼！柳如烟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
那白气落在地上，竟发出了细微的结冰声。秋姨，辛苦你了。柳如烟声音嘶哑，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这阳元丹的效果真是越来越差了。以前一颗能压制1个月，如今才过了20天，寒毒就开始反噬。长此以往，恐怕连我的元阴根基都要被冻裂。师尊，您别这么说，宗门已经决定布置地火阳金阵了。沈秋怡眼眶微红，手上力道轻柔却稳健，只要阵法一成，地火之气日夜护持，您也不需要每个月服用阳元丹了。柳如烟虚弱的闭上眼，自言自语道：“地火阳金阵，那是最后的希望了。对了，昨日那门弟子许中来找过我。”沈秋怡眉头微微一蹙，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许中，他来做什么？许中此人虽然也是内门弟子，但心术不正，沈秋怡向来厌恶。他听说我要布阵，便主动提出要承包大殿地基的挖掘工作。柳如烟闭目养神，淡淡说道：“他说他有个叫黄秋玲的外门朋友，做势力所，手底下也有一帮能干活的外门弟子，想揽下这个活计。”沈秋怡脸色一沉，忍不住直言道：“师尊，许中和那黄秋玲是什么德行？您可能不太清楚。这2人在外门勾结，专门坑害刚入宗的弟子，名声极臭。师尊不经常处理宗门琐事，自然不了解这些，但是他却是清楚的很。对于那2个人坑害外门女弟子的事情，他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苦于对方的师傅乃是服侍赵重安，他也拿对方没有办法，只能私底下告诫一些刚刚入门的女弟子，让他们小心一些。随即沈秋怡把许中和黄秋玲2个人的所作所为说了一下。师尊，若让他们进了如烟殿干活，怕是会污了这里的清净，更何况这种人干活，我实在不放心，万一事情没干好，那怎么办？柳如烟微微睁眼，看了一眼弟子，叹了口气：“我也听闻过一些风声，但如今这节骨眼，谁能尽快把地基挖好，谁就是功臣。我也没答应他，只说让你提个意见，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沈秋怡咬了咬唇，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外门那些干苦力的弟子虽多，但大多成群结队，背后各有各的小圈子，一时之间他还真找不出一个既靠谱又能让他绝对信任的人。就在这时，柳如烟的身子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噗！一口带着刺骨寒意的黑血猛地喷出，落在白玉地板上，竟发出滋滋的声音，瞬间将玉石腐蚀出一个小坑。师尊！沈秋怡大惊失色，连忙伸手扶住柳如烟。柳如烟苦涩一笑，看着地上的黑血，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绝望。我这身体修为不但止步不前，反而每况愈下。若是让宗门里那几个盯着我位置的家伙知道我寒毒恶化至此，恐怕用不了多久，我这期长老的位置也要保不住了。修仙界现实残酷，没了实力，长老的名头也不过是一张废纸。缥缈宗内9大长老的地位仅次于宗主，所以待遇极高。他每个月能用得起阳元丹这等5阶丹药，靠的就是7长老的俸禄。若是这个位置不保，以后恐怕连阳元丹都买不起了。师尊，您一定会没事的，弟子一定会想办法。沈秋怡一边轻抚柳如烟的后背，一边脑海出现了陈大器那张老实巴交的脸。之前他就考虑过，要不将陈大器介绍给师尊，不过当时师尊拒绝的异常激烈，甚至还训斥他。可现在师尊的寒毒竟然严重到如此地步，不行，不能让师尊继续这样下去。万一师尊地位不保，我们这些关门弟子的地位也会受损。从拜柳如烟为师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关系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柳如烟地位不保，他们的待遇也会下降。沈秋怡捏了捏粉拳，他还要想内门考核第一，他可不想师尊这里出什么岔子。师尊，您之前不是说过，若是能寻得传闻中的至尊阳体者，借由其本源阳气进行调理，甚至双修，便能彻底根治您体内的寒毒，更能助您更进一步窥探化神之上的奥秘吗？沈秋怡咬着银牙，声音虽然细微，却在这冰冷的大殿内显得格外清晰。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原本正闭目调息的柳如烟猛地睁开双眼，那双美眸中满是羞恼。住口！秋怡，你竟敢又提起此事，简直胡闹！由于情绪激动，柳如烟那张惨白的脸庞竟然浮现出一抹病态的嫣红。为师早就与你说过，莫要再提这等荒唐之事。至尊阳体乃是上古传说中的体质，万年难遇。如今这末法时代，莫说这小小缥缈宗，便是整个修仙界，恐怕都寻不到一人。再者，柳如烟撑着身体坐起来，眼神中透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傲。为师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若要我为了活命去与一男子行那苟且之事，我宁愿让这一身修为化为飞灰，也绝不辱了这清白之躯。话落，可能因为太过生气的缘故，柳如烟闷哼一声，再次吐出一口寒冷黑血。噗！这一口血喷出，他周身的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原本如元婴后期的强横威压，此刻竟隐隐有跌落的趋势。师尊！沈秋一下的魂飞魄散，看着柳如烟那摇摇欲坠的样子，他心中最后一点顾虑也被彻底抛开。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膝盖撞在冰冷的白玉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师尊，弟子今日斗胆，必须把话说明白了。沈秋怡抬起头，眼神中透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然。您一直奇怪，弟子为何能在短短数月内不仅突破了瓶颈，且体内灵力甚至隐隐带着一丝纯阳之气，对寒毒有了极强的抗性。柳如烟虚弱地靠在床柱上，
喘息着看向爱徒：“你想说什么？”弟子摊牌了。沈秋怡眼眶通红，弟子之所以能有此番造化，正是因为弟子已经找到了一个拥有至尊阳体的人，而且弟子已经亲身试过，他的本源阳气对我们地功法不仅没有冲突，反而有着难以想象的滋养作用。我就是靠他才获得进步的。什么？柳如烟如遭雷击，不可置信地盯着沈秋怡。你说你已经与人？他虽然没把话说完，但眼神中的震惊与痛心溢于言表。在他看来，沈秋怡是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子，他对沈秋怡寄予厚望。可就是这样冰清玉洁、不染尘埃的仙子，竟然和其他人……唉，柳如烟无奈叹息。师尊，先莫要生气，听弟子一言。沈秋怡没有解释太多细节，而是紧紧盯着柳如烟的眼睛，语气变得凌厉起来。师尊，您今年500岁，300岁便成就元婴，坐上这期长老的位置，至今已有200年。这200年来，您想尽宗门资源，受万人敬仰。可若是您现在的伤势压不住，修为跌落，莫说那些一直盯着您位置的其他长老会落井下石，恐怕连您一直服用的阳元丹，宗门都不会再供给。到时候，您不仅仅是丢了尊严，更是丢了命啊！您难道真的甘心让200年的权势化为乌有，让那些不如您的对手看您的笑话，甚至最后在寒毒的折磨下，像一块废石一样孤独的死去？沈秋怡的话字字珠玑，像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入了柳如烟内心最软弱的地方。柳如烟愣住了，她看着自己那双微微颤抖的、几乎已经透明的手，听着沈秋怡那声泪俱下的控诉。权势、修为、生命，与那虚无缥缈的清高名声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重？如果真的退了位，那些曾经被他打压的仇家会怎么对待他？那些曾经仰望他的弟子会怎么议论他？想到此处，柳如烟那颗坚如磐石的心竟然真的动摇了。那人是谁？柳如烟垂下眼帘，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却带着一丝松动的妥协。沈秋怡心中一喜，脑海中浮现出陈大器的身影，轻声道：“他叫陈大器，就是那个弟子之前向您提起过的外门弟子。”沈秋怡见师尊语气松动，连忙趁热打铁，将陈大器的情况缓缓道来，也将自己如何找陈大器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那陈大器原本只是个凡俗界的下人，机缘巧合之下才成了杂役。此人老实憨厚，性格也有些木讷，绝非那种心思深沉、贪图权势之辈。沈秋怡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柳如烟的神色，居然只是一个杂役，连外门弟子都不是。可是为师这清白之身，师尊，修仙界实力为尊，清白固然重要，但若是能换来大道的通途，又有何不可？沈秋怡眼神坚定，况且弟子并未觉得委屈，相反，那本元阳气入体时的玄妙，让弟子感觉像是枯木逢春一般。师尊，您的寒毒已经侵入骨髓，地火阳金阵只能治标，唯有这至尊阳气才能治本啊！柳如烟沉默了，如烟殿内的寒气似乎都因为他的心境起伏而变得有些狂暴。过了许久，他才悠叹了口气，眼神复杂至极。为师终究还是不甘心啊！可正如你所言，为师乃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更是宗门的7长老。若是堂而皇之的找一个杂役弟子，这种事若是传出去，为师这张老脸往哪搁？缥缈宗的威严又往哪搁？他最怕的不是陈大器，而是流言蜚语，是那些同僚冷嘲热讽的目光。师尊放心，弟子早已经替您想好了周全之计。沈秋怡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张薄如蝉翼、流转着淡淡灵光的透明面具，这是弟子早年历练时得到的一件奇宝，千面幻影。只要戴上它，再配合师尊您遮掩气息的秘法，莫说是陈大器那个练气期的小修士，便是同境界的元婴大修士当面，若不仔细查探，也瞧不出破绽。柳如烟愣愣地看着那张面具，你的意思是，为师换个身份？师尊，到时候您只需换上一身普通弟子的青衫，戴上这面具，弟子便对外宣称您是弟子在外面收的一位小师妹，因修炼出了岔子，需要至尊阳气调理。沈秋怡越说越兴奋，压低声音道：“那陈大器心思单纯，又对弟子感激涕零，只要弟子开口，让他帮小师妹疗伤，他定然不会推辞。到时候在弟子洞府之中，天知地知，您知我知，陈大器只会以为自己是在帮一位同门师姐，绝不会想到躺在他面前的竟然是高高在上的师尊。这也行？”柳如烟彻底惊呆了，美目圆睁，不可置信地看着沈秋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平日里端庄大气的亲传弟子，竟然能想出这种瞒天过海、荒诞不经的馊主意来，让师尊假扮徒弟的师妹去骗一个外门弟子的阳气。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师尊非常之实行，非常之是。沈秋怡轻轻握住柳如烟冰凉的手，真诚地劝道：“只要师尊的寒毒的解，修为恢复，甚至更进一步，到那时谁还敢嚼舌根？反正洗干净，您依旧是那位风华绝代的7长老。至于陈大器师弟，他啥也不知道啊。那对师尊您来说没什么吧？”柳如烟看着那张人皮面具，心中的防御正在一寸寸崩塌，活下去的渴望以及对更高境界的追求，终究还是战胜了那点脆弱的矜持。你这丫头真是害苦了我啊！柳如烟嘀咕着。这一刻，她确实是有些异动了。只要别人不知道，
那他的清白之身就还在。就像沈秋怡说的那样，洗洗干净，谁会知道？但是猛然间，柳如烟想起之前自己说过的话，我宁愿让这一身修为化为飞灰，也绝不辱了这清白之躯。话说快了一些，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若是直接答应，怕是要被自己这宝贝弟子笑话啊。不过柳如烟眼神却渐渐变得锐利起来。事到如今，笑话怕什么？修为、权势、长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罢了，便依你一次。不过此事绝对不能有半点风声泄露出去。师尊放心，弟子一定安排的滴水不漏。沈秋怡心中大石落地，眼中闪过一抹如释重负的光芒。他暗暗想着，陈大器啊，陈大器，这下真的便宜你了。不过师尊可是元婴大修士，力量强大，他得让师尊温柔一些才是，要不然陈大器出了什么差错，那他都没地方哭去了。而此时正走在回外门路上的陈大器没来由地打了个喷嚏，心里嘀咕道：奇怪，最近怎么老是打喷嚏？他压根不知道自己不仅被沈秋怡卖了，那位平日里只能远观的元婴期师祖都准备要变成他的师妹了。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斜斜地洒在缥缈宗外门的群山之间。陈大器早早就起了床，伸了个懒腰，浑身骨骼发出啪嗒啪嗒的脆响。自从进入宗门修炼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一座永远烧不完的火炉，精力旺盛的过分，连觉都比以前睡得少了。这除了是修行这个原因之外，更多的是体内的神秘雾气。大器，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徐秋月推开房门，睡眼惺忪，长发有些凌乱地披在肩头。即便是受伤了，他那股子由内而外的丰腴，依然让这清冷的早晨多了一丝暖意。修行之人不可懈怠。陈大器憨厚一笑，手下却没停着。徐师姐，你先去洗漱，早饭马上就好。灶台里但柴噼里啪啦的燃烧着。陈大器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他之前在矿区时偷偷存下的灵土豆。这些土豆个头不大，但由于长期生长在灵气充裕的矿脉边，表皮泛着淡淡的金黄色，蕴含的灵力极为精纯。他将灵土豆削了皮，切成均匀的小块，再配上一捧压箱底的半灵米，丢进锅里慢慢熬煮。不多时，一股混合着泥土、芬芳与米香的浓郁味道便在小院里弥漫开来，真香！徐秋月走过来，闻着那诱人的香气，肚子不自觉地咕噜叫了一声。他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这段日子，为了那2块零食的债务，他省吃俭用，已经很久没吃过像样的零食了。两人坐在石桌旁，陈大器盛了一大碗灵土豆粥递给他：“徐师姐，多吃点，这灵土豆补气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徐秋月接过粥，小口小口地喝着，感觉一股暖流从喉咙直冲入腹，温养着他的经脉。他看着对面低头猛吃的陈大器，心中再次涌起情愫。在这个冷漠的修仙界，能有这样一份简单的关怀，是何等的奢侈。放下碗，陈大器抹了抹嘴，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徐师姐，昨晚吴老哥跟我说了，那个黄秋林给你的任务其实是个圈套。”徐秋月端着碗的手猛地一颤：“圈套？大器，你说什么？”陈大器叹了口气，把吴秋告诉他的关于黄秋林、许中一伙人专门坑害女弟子的行径和盘托出。那里的寒烟草早就很稀少了，你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欠下巨额高利贷。最后，陈大器顿了顿，语气沉了几分：“最后把你卖到山下的风月场所，榨干你最后一点价值。”哐当！徐秋月手中的碗落在了桌上，里面的食物因为震动洒出了不少，他脸色瞬间惨白，如遭雷击。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没想到从一开始他就像一只落入蛛网的小虫，被人算计得死死的。怎么会？宗门长辈难道不管吗？他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以及后怕。要是还不起灵时，岂不是真的要被人卖掉啊？他可不想去接客，有一个陈大器，他觉得已经足够。果然，黄秋林的背后有一个内门弟子，谁会为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外门女弟子去得罪一个内门弟子？陈大器看着他，认真的说道：“徐师姐，这债不能再拖了，今天我就带你去把灵石还了。灵石我先借给你，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徐秋月眼眶瞬间红了，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最终顺着脸颊滑落。他猛地站起身，双手扭捏：“大器，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行了行了，别整这些。”陈大器大手一挥，笑着说道：“不过咱丑话的说在前头，我这灵石也不是白给的，我现在要抓紧时间修行，还要到处找活干赚灵石，这家里头的家务活以后可全都归你。”徐秋月一愣，随即破涕为笑，连连点头：“只要不把我卖了，别说家务，就是让我做什么都行。”考虑到他们本就在一起了，貌似他也没什么拿得出来的东西。不过他心中暗暗打定主意，以后自己得格外主动一些了，让大器感受到他的润。不知不觉间，他逐渐开始依赖起陈大器了。那好，今天你先把这些灵土豆种在后院的那块荒地里。陈大器指了指那一小堆灵土豆，这玩意儿好养活，以后咱们能省不少饭钱。还有，一会儿记得把我被子抱出来晒晒，离家1个月，床都受潮了，顺便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我回来要检查的呀。要是这点小活干不好，我得狠狠惩罚你。闻言，徐秋月俏脸一红，嗔道：“大器，你怎么也学坏了？
陈大器刚刚的话，他也知道是开玩笑，不过以前给陈大器几十个胆子，恐怕也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变了，大器真的变了。怎么了？不愿意干？不，当然不是，我肯定干好。徐秋月轻声应道，语气中多了一丝从未有过的轻快。以前在大户人家当大小姐，她确实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但在这绝境之中，陈大器给出的这些杂活，反而让她感到一种踏实的归属感。离家之后，陈大器揣着零食，直奔外门弟子居住的一处幽静小院，那里是黄秋林的住所。此时的黄秋林正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藤椅上，手里拿着一壶果酒，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在他身边，3个小弟正谄媚地替他揉肩捶腿。黄哥，那徐秋月这次肯定是跑不掉了。一个小弟嘿嘿笑道，我打听过了，他那伤没个10天半个月好不了，任务期就剩5天，到时候2块零食变4块，4块变8块，等他还不起的时候，咱们往春风楼一送，啧，那身段起码值这个数。小弟比划了一个手势，黄秋林抿了一口酒，脸上露出一抹阴鸷的笑容，那是自然。那女人，老子盯她很久了，要不是怕她有后台，老子早把她办了。不过，那个叫陈大器的憨子最近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听说是把任务完成得很不错，受到叶森长老的嘉奖呢，走了狗屎运。又一个小弟不屑道，不过他是徐秋月以前的下人，想来徐秋月遇到麻烦，他一个下人也不会帮忙的。黄秋林点头，那便好，回头顶多给那小子几个零杀，打发了便是。正说着，院门口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陈大器背着手，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黄秋林斜眼一瞧，放下酒壶，阴阳怪气地笑了，哟，这不是陈大器陈兄弟吗？怎么这大清早的有空来我这小院转转？这家伙居然认识我。陈大器猜测，这黄秋林恐怕早就暗中盯上徐秋月，顺便也了解了一下他。陈大器停下脚步，面色平静，黄师兄，我来是替徐秋月还债的。黄秋林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周围的小弟也跟着哄笑起来。替他还债？陈大器，你倒是挺护主的吗？黄秋林站起身，绕着陈大器转了2圈，不怀好意地说道，我知道你，徐秋月是你在乡下时候的主子，对不对？陈大器点头，没有隐瞒，这是2块零食，你们心中清楚，给我徐师姐的任务是什么情况？不过既然她接了，我们也不说什么，认栽了，这零食算是赔偿吧。哼，我承认那任务确实有些门道，但既然你出面了，我认你这个朋友，这事儿你别管，以后在外门我罩着你，如何？我手上可是有不少好活。陈大器摇了摇头，二话不说，直接将手里的2块零食随手一扔，啪嗒，零食落在黄秋林身边的木桌上，2块零食账清了。陈大器淡淡说道。黄秋林的笑容渐渐僵在脸上，他拿起零食放在手里摩挲了一下，眼神变得阴沉。陈师弟，你当真为了你前主惹我？陈大器道，这不是招惹的问题，是你们做事不地道。行，我们做事不地道是吧？不过你就给我2块。陈大器，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那是昨天的价，今天任务逾期，加上延误费、利息，得给3块。3块？陈大器眉头一皱，任务时限还没到，怎么会是3块？我说3块就是3块。黄秋林猛地提高嗓门，凑到陈大器面前，一脸狰狞，在这块地方，我黄秋林的话就是规矩，多给1块，这件事两清，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院子。陈大器沉默了片刻，他知道对方这是开始耍无赖了。你确定要多收1块？陈大器问。少废话，拿钱。黄秋林身后的小弟也围了上来，一个个摩拳擦掌。黄秋林冷哼一声，威胁道，陈大器，我知道你认识沈师姐，但我也得提醒你，我老大的师尊可是赵崇安长老，论背景咱们谁也不虚谁，你若是识趣，就再掏1块零食滚蛋，否则等许忠师兄亲自出手，到时候可就不止1块零食的事了。陈大器皱眉，干脆满不在乎的道，若是真的那样，那你去找你口中的许忠师兄告状吧。陈大器寻思着，现在他背后有沈秋怡，还有与婉晴师姐撑腰呢，毕竟自己帮了他们忙，他们不会见死不救吧。说完，陈大器扭头就走。妈的，这憨子给脸不要脸。黄秋林见陈大器，抬腿就朝陈大器的后背踹去。在陈大器神秘雾气的感知下，对于背后的动静，他自然是察觉到了。你先动手的。陈大器皱了皱眉，他根本没有动用灵力，仅凭借着肉身的力量，一个侧步避开，顺势一个横扫，咔嚓，那是重物撞击的声音。黄秋林只觉双腿像是撞在了一块生铁上，整个人失去平衡，惨叫一声，以一个极其滑稽的姿势摔了个狗吃屎。老大，几个小弟大惊，陈大器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又是一脚踢出，这一脚精准的命中了黄秋林的腰部，砰！黄秋林那炼气2层的身体竟然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了3丈远，直接撞翻了院墙边的酒坛子，浑身湿透，狼狈不堪。院内陷入了一片死寂。那些原本想冲上来帮忙的小弟，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看怪物一样看着陈大器。这真的是那个任人欺负的乡下土包子，这爆发力，这预判，简直深不可测。陈大器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走到瘫在地上的黄秋林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我说了，账清了，听懂了吗？黄秋林咳出一口血，
惊恐的连连点头，惊了，亲了，听懂了，那就好。陈大器收起那份冷峻，又恢复了那副老实模样，转身走出了院落。随着实力变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逐渐褪去了原本的那种憨厚老实的性格。有时候，他也开始用实力说话。刚朝翠竹坡走去，一道清丽的身影便迎面来。陈师弟，沈秋怡，快步走来。今日他换了一身淡紫色的劲装，衬托的身姿曼妙，只是脸上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焦虑。沈师姐，你怎么来了？陈大器有些意外，连忙道：昨天晚上我还要找你呢。沈秋怡左右看了看，拉着陈大器走到一处僻静的竹林，急切地说道：我知道，这不是我来找你了吗？师姐，可有什么事？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沈秋怡红着脸，轻语说道。陈大器心中咯噔一下，下意识道：师姐，你该不会是要问我借零食吧？对他来说，现在最难受的事情就是别人要问他借钱。悠然还记得乡下的时候，每次过年，主家发了工钱，村里的所谓亲朋好友就要问他借钱。一开始他还是借的，可后来发现人家压根就不提还钱的事。久而久之，他最讨厌别人借钱。沈秋怡看着陈大器那认真的样子，嘴角微抽，有种忍俊不禁的感觉。放心吧，我不是借零食。哦，那不知道有什么事？我的一位小师妹最近修行出了岔子，寒气入体，伤了根基。我知道你体质特殊，想请你帮她调理一番。沈秋怡说这话时，眼神有些闪烁，不敢直视陈大器的眼睛。陈大器一听，心里泛起了嘀咕，又来一个。上次帮你那是情分，这次又帮一个不认识的小师妹，这万一……他想到了自己那神秘雾气的效果，虽然舒服，但万一知道的人太多，那很麻烦。这个陈大器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顾虑说了一下。陈师弟，这个你放心，我们可以以道心起誓，绝对不会将你体质的秘密告诉给任何人。沈秋怡拍着胸脯，万分肯定的保证。我考虑一下。陈大器寻思着，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沈秋怡见状，连忙道：师弟考虑一下吧。对了，昨晚你找我，可有什么事？陈大器组织了一下语言，把听说如烟殿要布置阵法的事情说了一下。你是说，你要揽下给如烟殿挖阵法地基的活？沈秋怡心中一动，师尊正好要找陈大器帮忙，若是把这个活给他干，确实不错。陈大器点头，师姐，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说说，能把那活儿揽下来。这样吧，只要你答应帮我师妹这个忙，如烟殿的地基挖掘任务，我可以帮忙说说。至于你担心自己秘密暴露，我也可以保证，绝对不会。那行，陈大器点头答应了下来。反正就是重复几个动作而已，还是很轻松的。沈秋怡松了一口气，心中却暗暗苦笑：陈师弟啊，这可是我师尊元婴大修士啊，你就偷着乐吧。那就这么定了，今晚你来我洞府，我安排你们见面。不过沈秋怡提醒道，那位师妹性子傲，也受了伤，你要更加礼貌一下，尤其是做那种事的时候格外温柔。他怕自己师尊脾气不好，元婴修士一生气，后果不堪设想。没问题，我这人最守规矩了。陈大器拍胸脯保证。两个人闲聊着，陈大器又说到了关于徐秋月身上。得知徐秋月被黄秋玲给坑了之后，沈秋怡眉头紧锁起来。这件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沈秋怡歉意道。不管如何，是徐秋月介绍陈大器给他的，不管徐秋月什么目的，这个人情他暗自记下，所以有任何小忙，他也会顺带帮一下徐秋月。陈大器道：刚刚我已经帮徐师姐还了零食，不过和黄秋玲那伙人起了冲突。起冲突了？陈大器简单说了一下。沈秋怡轻哼道：放心，他们不惹你还好，若是惹你，你尽管找我。多谢师姐。陈大器顿时激动，他知道沈秋怡这条大腿他是抱得稳稳的了，日后一定要好好干，绝对不能辜负了师姐的照顾。陈大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不仅如此，也要好好给他师妹帮忙。对了，师姐，你的那位小师妹怎么称呼？陈大器问道。她叫柳青青。沈秋怡随口给师尊取了一个小名。陈大器不疑有他，那难道柳青青和您师尊一个姓？可这天底下一个姓氏的多了去了，你别多想。是，师姐。夜幕降临，一轮明月高悬于缥缈宗的群山之上，清冷的月光将翠竹坡的影迹拉得老长。陈大器洗了个澡后，便朝沈秋怡洞府走去。今晚就是要给柳青青治疗的日子。沈秋怡的洞府内，原本清幽的檀香味中，此刻竟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感。柳如烟正站在一面1人高的水银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他双手紧紧绞着衣角，心跳快得连他这位元婴大修士都有些压制不住。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七长老那般清冷孤绝、威压众生的模样？他身上那件象征着身份的素血流云袍早已褪下，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普普通通，甚至将洗得有些发白的外门女弟子青衫。这青衫剪裁紧凑，本是给那些还没彻底展开的小姑娘穿的，穿在柳如烟这般丰腴曼妙、曲线玲珑的身体上，反而透出一种呼之欲出的压迫感。尤其是胸前那抹惊人的弧度，几乎要将纤薄的布料撑破。而最神奇的还是他脸上那张千面幻影面具，随着面具贴合皮肤，他原本那张绝美却冷若冰霜的脸庞瞬间发生了变化，细长的凤眼变得圆润了一些，透着一股子灵动与稚气。这是一张只有17、18岁少女模样的俏脸，
虽然依旧美丽，却少了几分杀气，多了几分惹人怜爱的柔弱。师尊，您动一动，试试看。沈秋怡站在一旁，眼睛亮晶晶的，满是惊艳。柳如烟深吸一口气，试着牵动了一下嘴角，镜中的少女也随之牵动嘴角，露出一抹羞中带怯、欲说还休的笑容。师尊，您这样真好看。沈秋怡由衷的赞叹道：“这千面幻影不愧是奇宝，竟然能根据您脸原本的神态来调节容貌的细节。您看，因为您现在心里羞赧，这面具上竟然透出一层淡淡的绯红，看起来就像是个刚过门的小媳妇，美极了。”胡说八道什么？柳如烟羞愤地低喝一声，声音虽然依旧悦耳，但已经刻意压低了频率，听起来不再是那般空灵，反而多了一种少女特有的清脆与娇憨。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愣住了。为师这副模样，若是让宗门里那些老家伙看见，定要笑掉大牙了。柳如烟看着镜中那满脸通红、眼神躲闪的少女，只觉得这辈子积攒的威严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哎呀，师尊，您就别纠结了。沈秋怡凑上来，亲昵地揽住柳如烟的胳膊。现在您不是七长老，您是我的小师妹柳青青，您体内的寒毒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再不调理，您有性命之危。我之所以帮您，是因为您家和我家乃是世交，我们情同姐妹。师尊，你可要记得，那陈大器虽然憨厚老实，但也不傻的，万一被他发现端倪，可就麻烦了呢。柳如烟咬着下唇，看着镜中的自己，心中万分纠结。作为一个修持了500年的元婴大修士，她一直是男女情爱为修行的阻碍，是自身清白为性命。可如今，由于那可恶的寒毒，她竟然要在这荒唐的伪装下去求一个练气期的杂役弟子，这成何体统？一想到待会儿要发生的事，柳如烟只觉得浑身发烫，那股热意甚至暂时压制住了体内的寒毒。师尊，您别总想着那种事嘛。沈秋怡像是看穿了师尊的心思，坏笑着挑了挑眉。您就当是在炼丹，陈大器就是那炉火，您就是那该炼的药材。等您的伤势修复，感受到那种枯木逢春、灵力暴涨的好处后，您就知道弟子的苦心了。沈秋怡心中暗暗腹诽：师尊师尊，等您尝到了陈师弟那只尊阳体的滋味，恐怕到时候我想拦着您都不肯停手呢。你这逆徒，竟会编排为师！柳如烟恼羞成怒，伸手想去拧沈秋怡的脸，却发现自己由于修为压制到炼气修为，动作竟然慢了许多。两人正在笑闹间，忽然洞府外的静止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波动。沈秋怡脸色一肃，立刻停下了嬉闹。来了！柳如烟的身子僵住了，刚才那股子羞恼瞬间变成了纯粹的紧张。她甚至觉得当年自己面对元婴天劫时都没有此刻这般心慌意乱。师尊，快去里屋床上躺着，记得把屏风后的帐幔垂下一半，气息千万要收敛好，别让他看出端倪。沈秋怡一边推着柳如烟往里走，一边小声叮嘱。秋怡，我还是……柳如烟还想临阵脱逃，没时间了，他已经进来了。沈秋怡不容置疑地将师尊推进了内室。柳如烟深吸一口气，认命般地躺在榻上，拉过一床薄被盖在身上，双手死死地抓着被角，一双美目死死盯着屏风的屋外方向。洞府门口，陈大器有些忐忑地搓着手。今晚的他特意换上了一件干净利落的青布长衫，虽然依旧是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但由于最近实力提升，整个人精气神十足。月光下，那一身浑厚的阳刚之气几乎要满溢出来。沈师姐，陈大器低声唤了一声，脚步沉稳地走了进去。走进洞府，他便闻到了一股比往日更浓郁的清香，在那清香之中，似乎还夹杂着一种冰冷气息。那种气息极寒极纯，像是一块深埋地底万年的寒玉，让他体内的雾气不由自主地加速旋转起来，这让他心中一惊。这种寒意竟然能让被神秘雾气吸收，而后转化成精纯的灵力。陈师弟，你来了。沈秋怡从屏风后转了出来，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沈师姐，那位小师妹呢？陈大器老老实实地问道。在里屋呢。沈秋怡指了指内室方向，她受了重创，寒气攻心，现在意识还有些模糊，受不得惊吓。陈师弟，记得我交代你的吗？记得。陈大器连连点头，要礼貌，要温柔，要做得自然。沈秋怡脸一红，嗔道：进去吧，等调理结束，如烟殿的活计就是你的了。陈大器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为了赚灵石，拼了！他深吸一口气，大步迈过屏风，走进了那间内室。在那垂下的帐幔后，陈大器看到了一道窈窕的身影，正蜷缩在被子里。这位柳青青师妹，在下陈大器，受沈师姐之托前来助你。陈大器瓮声瓮气地说道，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不带邪念的赤诚。而躺在床上的柳如烟听到这个声音，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这种感觉简直比公开处刑还要羞人啊！内室内那原本让空气都要冻结的寒意，在这一刻仿佛遇到了正午的烈阳，消散得无影无踪。帐幔垂落，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却挡不住那股升腾的炽热气息。片刻后，陈大器缓缓收回了手，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此时的他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如洪荒猛兽般的雄浑阳刚之气。躺在榻上的柳如烟猛地睁开双眼，那双美眸中此刻满是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柳如烟在内心疯狂的呐喊。
他最清楚自己体内的寒毒有多么恐怖。可刚才当陈大气那本元阳气入体时，他竟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那阳气温润霸道，所过之处，那些如复古之居的寒毒竟然像是遇到了骄阳的积雪，迅速融化蒸发，最后化作一股股温和的能量，反哺到他的四肢百骸中。不仅仅是压制，而是彻底的消融。柳如烟由于过度震惊，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看向陈大气的目光变了，此刻竟带上了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依赖。而此时陈大气也正陷入了巨大的惊讶之中。刚才在帮忙治疗的过程中，他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的苦力活，可没曾想，当他接触到那股极寒气息时，他那雾气像是嗅到了绝世美味的饕餮，竟然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力，顺着两人的接触点，将柳如烟体内排出的那些极寒之气一股脑的吸了进来。那些足以冻死炼气期修士的寒气进入体内后，快速融合净化，最后转化成精纯灵力，反哺回他的经脉之中。猛地一塌糊涂，陈大气心中狂喜，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上限竟然在这一瞬间拔高了一大截，原本刚刚稳固的炼气2层境界，竟然隐隐有了向3层冲刺的迹象。这让他瞬间意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这神秘雾气似乎极其喜欢带有寒气的物质。记得之前在碧波潭那里的潭水寒冷刺骨，可他在水下却如鱼得水，甚至越待越精神。这就是神秘雾气的功劳，因为一直在吸收那里的寒气，只要吸收寒气就能转化成灵力。那我以后要是找个冰窖修行，岂不是比吃灵丹妙药还快？两个各怀心思的人在这安静的内室里，一时间竟然都没说话。过了良久，陈大气率先回过神来，他看着眼前这个容貌娇俏的小师妹，忍不住关心道：“柳青青，你感觉如何？”柳如烟听到这声柳青青，身子微微一僵。虽然明知道这只是伪装的身份，但被一个外门弟子如此直呼其名，还是让他这位七长老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涩。我感觉很好。柳如烟垂下眼帘，声音细若蚊蚋，体内的寒意少了许多，是我这么多年来最轻松的一次。何止是轻松，简直比服用阳元丹还要舒服100倍。那种如枯木逢春，通体舒泰的感觉，让他几乎想要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哼。但好在身为元婴修士的意志力强行让他忍住了。那就好。陈大气憨厚地笑了笑。对了，青青师妹，你入宗多久了？看你这病症可不轻，平时家里人会给你寄灵石买药吗？陈大气这话问的真心实意，在他看来，这位小师妹虽然漂亮，但在这冷冰冰的修仙界里，若是没钱治病，那下场可是很凄惨的。他想到了徐秋月，又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日子，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然而这话落在柳如烟耳朵里，却变了味。柳如烟心中微微一沉，原本对陈大气升起的一丝好感，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果然，终究还是个俗人吗？他心中暗暗叹息。他打听自己灵石情况，恐怕就是为了要报仇吧。如此说来，这陈大气帮自己也是看中了灵石的好处吧。我入宗不过数月，家里确实会托人送一些灵石过来。柳如烟顺着沈秋一事先编好的身世说道，只是因为我这寒毒是个无底洞，大部分灵石都换成阳性药材了，身上剩的不多，这个你先拿着。说着，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黑布袋，布袋很轻，里面放着5块灵石，这数量是沈秋怡叮嘱过的。柳如烟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病入膏肓、穷困潦倒的外门小师妹，若是随手甩出一堆灵石，那陈大气只要不是傻子，立刻就会怀疑他的身份。这里有5块灵石，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柳如烟将袋子递过去，神态平静了起来。在他看来，5块灵石对于一个外门杂役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足够他欣喜若狂。你这是做什么？陈大气不仅没有接过那个黑袋子，反而眉头紧皱，大手用力一推，直接把灵石袋子推回了柳如烟怀里。柳如烟愣住了，美目圆睁，不可置信地盯着陈大气。陈师弟，你嫌少？他的声音有些发冷。嫌少？你想哪儿去了？陈大气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语气中透着一股子乡下汉子特有的执拗正直。青青师妹，你这病是长期的，往后花灵石的地方多着呢。我陈大气虽然缺钱，但也知道什么钱能拿，什么钱不能拿。陈大气站起身，正色道：沈师姐已经答应给我介绍如烟店挖地基的活儿了，那是大活，够我赚的。我看你一个小姑娘不容易，我要是这时候拿你的救命钱，那我成什么人了？他说这番话时没有半点作为，眼神清澈见底，甚至带着一丝长辈对晚辈的责备。柳如烟呆呆地看着手中的袋子，500年来他见惯了为了灵石救父子相残，同门反目的尔虞我诈。在修仙界，贪婪是本能，卑鄙是通行证。可眼前这个男人明明看起来那么穷，明明衣服都磨破了边，却能对着唾手可得的灵石说出我不能拿你的救命钱。那种淳朴的正义感，像是一道破开乌云的阳光，狠狠地撞击在了柳如烟那颗已经冰冷封闭了数百年的道心上。他的鼻尖竟然微微有些发酸。咦，青青师妹，你怎么了？别哭啊！陈大气一愣，没想到柳青青要哭鼻子了，这是想到以前日子的艰难了吧？陈大气心中想着，他生出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自己虽然身体好，但是从小也是过着苦日子，来到修仙界也各种吃苦，
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这一步。看着面前娇俏的小姑娘，他生出照顾一下的心绪，这才没要对方的零食，因为他觉得柳青青比他更需要零食。可是你这么辛苦，柳如烟小声辩解道，语气已经彻底软了下来。那点算什么？陈大器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心里想着，说起来我还赚了你一身寒气转化成的灵力呢，真要论起来我也占便宜了。而且说实话，和李秀秀、徐秋月、沈秋怡3个人对比的话，柳青青明显给他的感觉更好，青涩但顺从，而到后面更加狂野。不愧是年轻啊，陈大器情不自禁地想着。他哪里知道眼前的小姑娘其实是活了500年的女修了，只怪她年纪轻，是老是嫩分不出。行了，青青师妹，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多喝热水，别胡思乱想，明天等我拿了地基的活，我有空再来看你。心底里陈大器还是想着多和柳青青接触的，毕竟从她身上得到的好处是实打实的。没想到柳如烟忽然拉住了陈大器，师妹，你这是？陈大器一愣，陈大哥，反正还早呢。陈大器虽然老实，但也听出了对方的意思，这是还想。见陈大器犹豫，柳如烟不禁有些奇怪，陈大哥，是人家不好看吗？你看不上？当然不是，说心里话，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陈大器一脸诚恳地说道。啊，真的吗？柳如烟受宠若惊，当然是真的了。陈大器说了一下自己理由，柳如烟俏脸更红了，没想到喜欢他的理由竟然是这个。片刻后，看着陈大器推门而出的背影，柳如烟握紧了手中的零食袋，面具之下那张绝美的脸庞浮现出一抹从未有过的复杂笑容，既有欣慰，又有几分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甜蜜。陈大器踏着月色，脚步轻快地回到了春灵院。此时的他，那一缕缕从柳青青体内吸收而来的极寒之气，在雾气的疯狂旋转下，正源源不断地转化精纯的灵力，充盈着他的四肢百骸。青青师妹虽然看着柔弱，这体内的寒气质量倒是高得离谱。陈大器心中暗暗赞叹，推开自己的房门，陈大器本想直接打坐，却冷不丁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脂粉香味。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他赫然发现自己的床榻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隆起的轮廓。谁？陈大器心中一惊，手腕微沉，已然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大器，是我。一个娇滴滴带着几分委屈和幽怨的声音响起，紧接着被褥轻轻掀开，徐秋月那张俏脸露了出来。陈大器定睛一看，只见徐秋月此时正侧卧在床，身上仅仅穿着一件薄薄的粉红肚兜，下衬一条亵裤，那丰腴身材在月光下若隐若现，那一抹惊人的弧度也几乎要跳脱出来。师姐，你怎么跑我床上来了？陈大器一脸愕然，刚才那股杀气瞬间化作了尴尬。徐秋月美目含情，幽怨地横了他一眼，大器，人家等你很久了呢，我一个人睡在那冷冰冰的屋子里，总是想起黄秋林那些人的恶言恶语，心里怕得紧，想让你陪一下。他一边说着，一边柔弱无骨地直起身子。在徐秋月看来，自己这番暗示已经足够直白了。陈大器虽然平日里憨厚，但自己这种熟透了的，在这宗门里谁不垂涎？可他万万没想到，陈大器此刻的脑子里全是怎么消化那股庞大的寒气灵力，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即将吃下山珍海味的人，哪还有心思去吃桌上的咸菜？师姐，今天不行。陈大器正色道，我现在感觉到气感饱满，正是突破的关键时刻。徐秋月愣住了，一时间竟怀疑自己是不是没了魅力。徐秋月无语了，那我走。陈大器憨厚一笑，不由分说，像抱小鸡仔一样把软绵绵的徐秋月抱了起来，直接往门外送。师姐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早起种灵土豆呢。砰！房门重重关上，徐秋月看着紧闭的房门，气得直跺脚。变心了，肯定变心了，竟然嫌弃我。徐秋月咬牙切齿地想着，满腹怨气地回了偏房。屋内，陈大器迅速盘膝坐下，屏蔽了一切杂念。呼，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引导体内灵力。那神秘雾气旋转速度瞬间提升了数倍。柳如烟体内那精纯的阴寒能量等阶之高，远超陈大器的想象。那不是普通的寒气，那是一个元婴修士即便压制修为后，神魂深处溢出的法则残余。陈大器只觉得浑身经脉发出一阵阵欢愉的轰鸣。给我开！他在心中狂吼。随着一个时辰的苦修，此时的他丹田内的灵力规模比之炼气2层时足足翻了1倍有余。炼气3层成了。第二天一早，陈大器神清气爽，感知隔壁的徐秋月似乎闷闷不乐的样子，回想起昨晚对他确实粗暴了一些，反正还早，陪陪他去。不过这时候一阵喧哗声打破了春灵院的宁静。大器，大器，出大事了！陈大器连忙起身，刚一推开门，就看到远处的小道上，吴秋带着那帮弟兄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像中了头彩似的冲了过来。怎么了，吴老哥？这一大早的捡到零食了？陈大器有些诧异。哈哈，和捡零食差不多。吴秋冲上来，从怀里掏出一张拓印好的榜文，指着上面的字大声读道：宗门外事堂特令，如烟殿的火阳金阵法地基挖掘工作，因事关重大，特指派外门弟子陈大器全权负责，担任总管事，自选人手，每人每日可得1块零食。什么？如烟殿的活给我了？此时连跟着跑出来的徐秋月都惊呆了。如烟殿，那可是宗门7长老柳如烟的行宫啊，
这种等级的工程，往常都是由外食堂那几个大管事抢破头才拿得到的肥差。大气，这回你是真的飞黄腾达了！吴秋激动的眼眶都湿了，这可是如烟店啊，你后台真是硬啊，这样的大活都能搞到手。其他几个汉子也纷纷起哄，看着陈大气的眼神充满了崇拜和讨好。大气哥，以后咱们兄弟就跟你混了，你指哪咱们挖哪。陈大气看着这帮兴奋的兄弟，心中却是一动，他猜测这肯定是沈秋怡帮了忙，不过这速度也太快了，不管了，既然活下来了就好。想到这里，陈大气嘴角露出一抹淳朴的笑容，他拍了拍吴秋的肩膀，既然活儿下来了，兄弟们，咱们就干他个底朝天。陈大气正和吴秋等人说着话，腰间的身份玉牌忽然微微一热，发现是沈秋怡传来的传讯。陈师弟，速来如烟店广场安排开工事宜，兄弟们走，沈师姐换咱们了。陈大气招呼一声，带着吴秋以及几个手脚麻利的汉子，大步流星地朝着如烟店的方向赶去。当陈大气赶到广场时，远远便瞧见沈秋怡正站在一处巨大的汉白玉照壁前，身旁还站着几位开工事宜的执事。沈师姐，人带到了。陈大气走上前行了一礼。沈秋怡回过头看向陈大气的目光中透着一丝旁人察觉不到的柔和，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由羚羊皮制成的厚重图纸，递给陈大气。陈师弟，这是地火阳金阵法的地基开挖图，如烟殿下压着一条微型火脉，长老的意思是要在这基座下开辟出9981个导灵槽，深浅走向必须严格按照图纸来，差一丝一毫都不行。沈秋怡又转头看向那几个管事，叮嘱道：这一块的活儿以后就由陈大气负责，你们负责辅助，知道了吗？那几个管事连连称是。沈秋怡交代完之后便飘然离去。陈大气和几个管事简单应酬了几句，便将吴秋拉到一边。吴老哥，传讯给兄弟们，立刻招人，要靠得住的，手脚勤快的。吴秋办事极快，不多时，一共30个杂役弟子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广场。这些人里不仅有吴秋的老相识、老相好，陈大气还让徐秋月也跟了过来。徐秋月此时穿着一身利落的淡青色粗布衣裳，虽然刻意打扮的朴素，但那玲珑浮凸的身材还是让不少杂役弟子偷偷吞口水。不过吴秋立刻呵斥了几个杂役弟子，瞎看什么呢？快点干活！他可是知道徐秋月是陈大气以前的主子，但现在看他们的样子，他不由得感叹，陈大气福气真是好啊，这就把以前的主子搞定了呢。师姐，在这里干活，1天1块零食的工钱，外加阵法一出的灵气滋养，这活儿很多人抢着干呢，你就在边上打打酱油。陈大气憨厚一笑，你还欠我不少零食，在这儿干，还钱也快些。徐秋月嗔了他一眼，心里却暖洋洋的，他知道陈大气这是在变相照顾他。片刻后，吴秋拿着一本崭新的名册走过来，压低声音对陈大气说道：大气，一共30个人，全都登记好了，按照咱们这行的规矩，每人每天1块零食的工钱，不过其中200零沙是规矩内的孝敬，由我统一收齐，每天收工后给您，您看这成吗？陈大气微微一愣，200零沙，30个人就是6000零沙，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干，1天就能净赚6块零食，再加上他自己那份丰厚的包工俸禄，他在心里快速算了一账，每天纯收入达到7块。他现在心脏跳个不停，什么时候赚这么多过？不敢想象啊！行，就按规矩办吧。陈大气点了点头。接下来的2天，如烟店广场后山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凿击声，30个杂役干得热火朝天。吴秋带来的那些汉子，个个都想在陈大气面前表现。陈大气自己也没闲着，他仗着炼气3层的修为，干起活来一个抵5个，看得那些管事们都目瞪口呆。徐秋月原本还担心体力跟不上，可陈大气却悄悄给他安排了最轻松的测绘活计，还特意免了他那200零沙的孝敬。这一切徐秋月都看在眼里，心中的感动可想而知。第3天入夜，月上柳梢头，陈大气正坐在屋里，用灵力温养着这2天因为干活而有些酸胀的肌肉。虽然有神秘雾气转化灵力，但肉身太累的话，疲惫还是实打实的。咚咚咚，房门被轻轻敲响。谁？大气，是我。徐秋月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轻快。门一开，陈大气只觉得一股清甜的花香扑面而来。徐秋月显然是刚刚沐浴过，头发还带着一丝湿气，俏脸被热气蒸得粉扑扑的。她换了一身质地极薄的丝绸长裙，灯光下里面的轮廓若隐若现。师姐，这么晚了有事？这2天在如烟店干活，领了2块零食，这不第一时间就赶着来还给你了吗？徐秋月伸出素白的小手，掌心里躺着2颗亮晶晶的零食。陈大气接过零食，随手丢在桌上，看着徐秋月那如花似玉、透着几分成熟韵味的脸蛋，心中忽然微微一动。这2天为了带队，他一直紧绷着神经。此时夜深人静，那种成熟女子的诱惑力在这一刻放大了数倍。徐秋月见陈大气盯着自己看，脸更红了，他绞着衣角，软声道：零食还了，那我走了。说着，他做事欲转过身，可那动作却慢得出奇。师姐等会。陈大气忽然伸手一把拉住了徐秋月那柔弱无骨的胳膊，
顺势一拽，徐秋月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便顺势倒在了陈大器的怀里。那惊人的弹性让陈大器忍不住长舒了一口气。最近干活累了吧？陈大器低头看着他，我感觉到你体内的灵力有些紊乱，来，让师弟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顺便帮你疏通经络。徐秋月整个人都软了，像是一滩水似的瘫在陈大器怀里，嘴上却还在娇嗔，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晨曦微露，春林院内一片静谧。这一天，陈大器没去如烟殿那边干活，地基的大框架已经打好，吴秋是个老手，带着30号人按部就班地瓦，出不了岔子。而他作为包工头，不需要亲力亲为，晚上有空去检查一下即可。今天他打算趁着这难得的空档，把催气诀练到圆满。这一门法术虽然基础，但修炼到圆满的话，效果还是很好的。他打算修炼好之后，找机会再弄一门档次好点的术法。陈大器盘膝而坐，脑海中不断演练法术路径，体内的雾气旋转，将灵力一次次压缩喷发。不知不觉已到晌午，正当他感觉到催气诀即将突破最后一道关口时，腰间的令牌剧烈震动起来，发出了急促的嗡鸣声。陈大器眉头一皱，是吴秋的传讯。大器，快来如烟殿工地，徐师姐出事了，只是弟子赵青山要拿他治罪。陈大器目光猛地一凝，身形一晃，直接冲出了房门。如烟殿工地原本热火朝天的气氛此时降到了冰点，杂役弟子们缩在一旁，战战兢兢地看着场地中央。吴秋几个人想上前求情，却被几名穿着精良道袍的内务弟子推搡在外。记录错了数诀，你知不知道这地火阳金阵法耗资多少灵石？差了1寸，火脉爆发，整个如烟殿都要受损。你这贱婢担待得起吗？一名3角眼、面色阴鸷的青年此时正死死扣住徐秋月的手腕。他叫赵青山，是外事堂的一名执事弟子，炼气5层修为，平日里专门负责巡视工地。徐秋月此时俏脸煞白，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拼命挣扎着，老师兄，我明明是按照图纸测量的，没有记录错误啊，该不会是有人改了我的记录，还敢狡辩？赵青山冷笑一声，手上力道加重，疼得徐秋月发出一声娇呼。他看着徐秋月因为挣扎而微微有些凌乱的衣襟，以及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他凑近徐秋月的耳畔，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徐师妹，这地基错了，可是重罪，轻则废去修为赶下山，重则没命。不过只要你答应今晚去我那住所彻夜长谈，这点数据误差，师兄我也不是不能帮你改回来，如何？说着，他那双贼手甚至顺着徐秋月的手腕，想要往那粉嫩的手心里滑。徐秋月羞愤交加，这一刻他哪还不明白数据错误是假，要他身子是真。他脑海中想到了陈大器的脸，正要破口大骂，只听远处传来一阵如闷雷般的脚步声。大器！看到陈大器，徐秋月连忙娇呼喊道：撒手！陈大器这一声暴喝，宛如平地惊雷，震得在场众人耳膜嗡嗡作响。下一刻，他那只大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扣住了赵青山的手腕。咔吧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陈大器身上的力道何其惊人，只是一下，疼得赵青山喊了起来：啊，痛痛痛！赵青山只觉得自己的手腕像是被烧红的生铁给箍住了，骨头都要碎裂开来。剧痛之下，他那只抓着徐秋月的贼手下意识地猛然松开。徐秋月一个踉跄，顺势躲到了陈大器身后，一张俏脸吓得煞白。陈大器，你这个杂役出身的笨货，你疯了！赵青山看清来人，一张阴鸷的脸因为疼痛而扭曲变形。他一边拼命挣扎，一边怒吼道：我乃是外事堂钦派的巡视执事，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深一浅，都得本师兄说了算，你敢对我动手？赵青山虽然惊骇于陈大器爆发出的力气，但心里底气十足。他知道陈大器跟沈秋怡有些交情，但他赵青山身后站着的可是服侍赵重山，在这外门负责工程验收的执事就是土皇帝。若是他赵青山今天说这地基不合格，别说陈大器，就是沈秋怡在师尊柳如烟面前也交不了差。他自问平时已经够给陈大器面子了，从没刁难他，否则的话，以前那些包工头哪一个不孝敬他，多管闲事？你动我的，动我手底下的记录员，还说我多管闲事？陈大器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捏得赵青山脸色从惨白变成了猪肝色。大器，我测绘的数据绝对没有错。徐秋月在身后带着哭腔喊道：我记录的时候核对过3遍，现在这账本上的数字明显被人涂改过，少了2寸。你说改了就改了，证据呢？赵青山咬牙切齿地反驳，随即转头冲着陈大器怒吼：陈大器，你给我撒手！你再不松开，我保证明天的验收报告上，这如烟殿的地基就是一堆废土。吴秋见事情闹大，也连忙跑过来，虽然腿肚子在打颤，但还是硬着头皮道：赵执事，徐师姐做事一向细心，我也看到了先前的草图，数据确实没错，这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徐秋月更是羞愤地指着赵青山道：大器，刚刚这家伙还私下传音说让我晚上去他那里，否则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你胡说八道，贱婢竟敢毁我名声！赵青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脚大喊。他知道这种事没证据
只要死不承认，宗门规矩自然会偏向他这个执事，毕竟他有背景。他不禁暗骂这陈大器给脸不要脸，区区一个贱婢罢了，居然还为他出头。此时如烟殿那高耸入云的露台上，一袭素雅长裙的柳如烟正负手而立，看似在指点亲传弟子高耀的剑法，实则神识早已笼罩了下方的广场。原本他只是关注陈大器的，没想到却看到了赵青山欺凌徐秋月的一幕。这徐秋月他也了解，是陈大器在凡俗界的主子。哼，现在有些弟子越来越狂妄了，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柳如烟冷若冰霜，让边上的高耀愣了一下。也高耀乃是如烟殿的大弟子，刚刚150岁就已经是金丹修为了。他看着广场上的闹剧，眉头紧皱，低声道：“师尊，下方广场起了纠纷。那个赵青山是服侍赵重山的亲侄，为人虽然贪婪，但终究是宗门派出的监工。”高耀见陈大器竟然和赵青山起了肢体冲突，心中暗叹这杂役弟子不识好歹，随口道：“那陈大器怕是有些膨胀了。师尊，徒儿这就下去警告他一番，免得他连累了咱们如烟殿阵法工程的进度。”在他看来，为了一个杂役弟子去得罪服侍一脉，太不划算。然而柳如烟却并没有如他预想中那般点头，他的目光穿过云雾，落在那挺拔如松、正死死护着徐秋月的陈大器身上。这小男人倒是个有血性的。柳如烟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淡淡开口道：“高耀，你下去，但不是去警告陈大器。”柳如烟朱唇微起，传音入密，对高耀说了几句话。高耀闻言，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师尊，这真的要这么做？那赵重山那边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柳如烟清冷的声音中带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区区一个服侍而已，我用得着看他脸色？”柳如烟冷哼一声：“徒儿不敢，徒儿这就去办。”高耀心中虽有万般疑惑，却不敢迟疑。他身形一纵，如同一只大鹏鸟般从数百米高的如烟殿飞跃而下，青色的剑光划破长空，直冲广场而去。此时的广场上，赵青山正变本加厉地叫嚣着：“陈大器，你给我撒手！”赵青山自诩自己修为更高，身上灵力疯狂运转，企图将陈大器震退。陈大器随手一甩，赵青山像小鸡仔一样被扔飞了出去，全场哗然。修为更强的赵青山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可，你有种，以后你等着瞧吧！赵青山骂骂咧咧的从地上爬起来，他已经做好打算，回头就给陈大器找各种麻烦，这就是得罪他的代价。就在这时，一道强横无比的剑压从天而降。高师兄看清来人，赵青山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狂喜，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般，连滚带爬的扑过去。“高师兄，您来的正好，这外门弟子陈大器伙同徐秋月弄错了阵法数据还不承认，居然公然殴打监工执事，请师兄出手教训此僚。”赵青山狞笑着看向陈大器，心想这回你还不死？可下一秒，高耀的反应让他一惊，他只是平静地询问了徐秋月数据如何测量，接着又问了吴秋等人是否看过，根据他们的口供根本没错，所以最后证明数据人为改动。至于是谁改动的数据，此事本师兄自然会调查。不过赵青山，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诬陷别人，看来你不适合做这事。高耀语气平静道。“什么？”赵青山愣住，他没想到高耀不帮他。既然事实清楚，赵青山，你身为监工执事却监察不力，即日起剥夺你外事堂监工执事之位，如烟殿的工程以后你不得踏入半步。高耀的声音冷若寒霜。“高师兄，别啊！”赵青山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亲叔叔可是服侍赵重安，他老人家和您的关系向来不错，您为了一个外门弟子，竟然要挤我的职？赵青山不死心，他企图爬过去拉住高耀的衣角求情。这个监工的肥差，他可是花了不少心思才弄到手的，不仅能捞零食，还能对那些貌美的女杂役下手。要是就这么丢了，他在赵家也没法交代啊！带走！高耀根本懒得理他，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身后2名亲随弟子上前，像拖死狗一样，直接将哭天喊地的赵青山架了起来，强行拖出了如烟殿广场。全场鸦雀无声，但很多弟子意识到陈大器的背景看来比想象的要大呀。赵重安长老的亲侄儿竟然都被赶走了，多谢高师兄明察秋毫，还我等清白。陈大器走上前，客客气气地行了一礼。他对赵青山背景不是很了解，还以为人家高耀真的明察秋毫呢，不由得心中暗叹，这个世上好人还是挺多的。高耀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小事一桩。不过陈大器，这地基数据既然被改动过，为了稳妥起见，这一片已经开挖的部分需要重做，绝不能留下隐患。我不希望因为这点琐事耽误了师尊的大事。”高师兄放心，陈大器拍着胸脯保证道：“错误的进度我会带人补回来，今天晚上我便亲自带头加班，绝对不会延误工期。”如此甚好。高耀交代完，最后深深看了陈大器一眼，便化作一道剑光重回如烟殿顶。入夜，如烟殿广场上的喧嚣早已散去，劳累了一天的杂役们也都回去歇息了，唯有工地的角落里亮着几盏昏暗的临时灯。陈大器独自一人待在深坑里，他没让吴秋他们跟着熬夜，毕竟重做数据需要极高的精度，
人多反而杂乱。况且加班也是要给人家工钱的，他索性就自己上了。他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肌肉在灯光下闪烁着汗水的微光，手中的重型铁锹每一次挥动都能带起大片的土石。他正练着催气诀，这种一边干活一边调动灵力的法门，反而让他地功法进展极快。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坑沿边传来，陈大器耳朵一动，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只见夜色中，一个穿着朴素青布长裙的身影正静静地站在那里。柳青青师妹。陈大器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顾不得自己还赤着上身，两步跨了上去。大半夜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柳如烟看着眼前这个充满野性与活力的男人，心中微微一颤。他原本在店内观察陈大器，见他当真如此拼命，竟鬼使神差的换了外门弟子的行头溜了下来。路过这边，听师兄们说这里出了事，便来看看。这样啊，我在干活呢。柳如烟微微一笑，我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来给你帮帮忙吧。别，你快上来！陈大器急忙伸手拦住他，一脸认真的说道：柳师妹，你忘了你身上还有伤势没好全呢，这种粗活累活哪能让你干？万一牵扯到伤势，我这心里怎么过意得去？陈大器看着他，眼神里满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他压根不知道眼前的小师妹就是那位杀伐果断的七长老，他只记得那一晚两人共度春宵时，他那副弱不禁风需要人怜惜的模样。没事的，我已经好多了。柳如烟轻声开口，随即他果断拿起铁锹。陈大器看他这样，忽然想到什么，柳师妹，你也是想要赚零食吧？他觉得柳青青之所以如此主动要干活，肯定是想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柳如烟都要无语了，我虽然缺零食，但也没必要这样吧？我是真的想要帮你。陈大器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知道自己想多了。那行吧，不过你要是坚持不住，可千万不要逞强。我弄这边，你弄那边。咦，你居然对这个这么了解？陈大器惊讶，本来他还想教对方呢。我对阵法也是略懂的。夜色渐深，如烟店外的灯火阑珊，而距离广场不远的一处别院内却是酒气冲天。那个膏药真是瞎了眼，竟然为了一个乡下土鳖的跟我过不去。赵青山猛地灌下一口辛辣的灵酒，将酒杯重重摔在桌上，脸色因为愤怒显得异常狰狞。坐在他对面的正是那门弟子许忠。此时的许忠脸色同样阴沉的吓人。赵老弟，消消气，膏药那是想在沈秋怡面前卖个好，毕竟谁都知道沈秋怡最近对那陈大器挺关照。一边陪酒的黄秋玲卑躬屈膝的给两人满上，语气阴冷的添油加醋。那陈大器现在可了不得，仗着有沈师姐撑腰，嚣张跋扈，目中无人，连许师兄盯着的女人他也敢私自给赎了身，这白明了是不把许师兄放在眼里啊。黄秋玲说的人自然是徐秋月。徐秋月那笔债本是他们拿捏那娇滴滴小娘子的手段，却没曾想被陈大器横插一脚，这丢的可不仅是零食，更是他在外门经营多年的脸面。哼，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敢动我的人！许忠冷哼一声，眼神阴毒。赵青山，你干嘛不和师尊说？我叔叔最近正闭关冲击境界，这种小事我哪敢去惊动他？赵青山咬牙切齿道。不过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我听说今晚那陈大器为了赶工，还在如烟店广场的地基里一个人忙活呢。许忠放下酒杯，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一个人？那感情好，走过去看看，我让他这活干不好。一行人借着酒劲，气势汹汹地朝着如烟店广场走去。而此时如烟店广场的地基坑边，陈大器和柳如烟并肩坐在一处刚夯实的土堆上。刚才的一番劳作，让柳如烟展现出了惊人的阵法造诣。他指点的几个导灵草走向，竟然比图纸上标注的还要精妙几分，让陈大器看得目瞪口呆。柳师妹，你这叫略懂，我看你这本事，去当个镇法堂的讲师都够了。陈大器满脸惊讶道：哪里，这些都是基础的吗？陈大器感叹这个柳师妹的不简单，随即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灵土豆，递了过去。来，还没凉，补补力气。柳如烟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灵土豆，微微一怔。他是堂堂七长老，平日里服用的无一不是灵丹妙药，仙酿琼浆，好久吃过灵土豆了。但看着陈大器那双真挚的眼睛，他鬼使神差的伸手接过，掰开一小块放进嘴里。陈大器自己也咬了一大口，含糊不清的说道：等这活儿干完了，发了工钱，我也给你算一份吧，不能让你白辛苦。给我算多少？和大家一个价，1天1块零食。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了。两个人说笑着，月光洒在两人身上，气氛格外融洽。柳如烟忽然感觉和这个乡下来的杂役弟子相处，让他十分心安。他有一种一直在这里赏月的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悠然还记得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和一起入宗的同伴们在一起，还有这种感觉吧？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成仙路上只剩下了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身边没有了朋友。不知不觉，数百年过去了呀。两人正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沉寂。哟，陈大器，你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啊，大半夜不干活，躲在这儿跟小娘子赏月呢。一道充满讥讽的声音传来，
陈大器眉头一皱，将最后一口领土豆吞下，站起身挡在柳如烟身前，冷冷地看着从阴影里走出来的许忠、赵青山和黄秋玲一行人。赵青山，你来干什么？今日膏药师兄已经说了，不许你靠近这里半步。赵青山狞笑着走上前，眼神在柳如烟身上贪婪地扫了一圈。陈大器，今日不是我要过来，而是许师兄，他找你算账。许忠炼气7层的灵压透体而出。陈大器，你打我师弟黄秋玲，你看他牙齿都掉了。黄秋玲恶狠狠地上前，陈大器，这笔账你怎么算？是你先动手的。陈大器眉头紧锁，这3个人深更半夜来找麻烦，这下麻烦了。他连忙扭头朝柳如烟道：“你先跑。”柳如烟手中还捏着那一半领土豆，他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微微低垂，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那一抹寒芒。哈哈，陈大器，你还挺懂怜香惜玉的吗？许忠讥讽地看着柳如烟，小师妹，真不知道你眼睛是怎么长的，居然喜欢和这种底层弟子待在一起。这样吧，我叫许忠，内门弟子，跟着我吧，只要你过来，这就是你的。许忠微微一笑，拿出了一个玉瓶，这里面可是运灵丹呢。柳如烟眉头皱得更深，这人以为她是什么女人？你算什么东西？给我滚！清冷而决绝的一个字从柳如烟口中吐出，许忠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了。他身为内门弟子，天赋虽然不算顶尖，但在外门弟子中那也是横着走的存在。平日里那些外门女弟子见了他，哪个不是含羞带怯、曲意逢迎？可眼前这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女弟子，竟然敢对他这个内门精英说滚，不识抬举的东西！黄秋玲见状，立刻跳了出来，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骂道：“小贱人，许师兄能看上你，那是你祖坟冒青烟了。别以为在这儿陪着陈大器这种土鳖赏月，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什么纯情烈女了。这瓶运灵丹够你这种见避苦修1年的，还不快跪下谢恩，跟许师兄走。”柳如烟那双低垂的眸子中寒意已经浓郁到了极致。她堂堂元婴期的大修士，现在竟然有一个炼气期的蝼蚁，拿着一瓶连给他漱口都嫌杂质太多的垃圾丹药，在这里指着他的鼻子叫他贱婢。就在柳如烟指尖微微颤动，打算不顾身份直接将这几人拍成血物时，陈大器再次横跨一步，将他死死挡在身后。要赔偿多少灵石？陈大器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他知道自己现在还太弱，硬碰硬可能会连累柳师妹。如果对方要价不多，那就破财免灾吧。哈哈，陈大器，你还真打算赔钱消灾啊？许忠收起丹药，冷笑一声，伸出一根手指。既然你这么识相，那我就开个价，100块灵石，少一颗都不行。100块！陈大器心中一震，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他拼死拼活当包工头也赚不到这么多。给不起。许忠斜眼看着躲在陈大器身后的柳青青，眼中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给不起也行，让那个徐秋月，或者是你身后这个小师妹，今晚去我那住所抵债，赔我3晚，这账就一笔勾销，如何？你找死！陈大器心头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他虽然老实，但他有底线。青青师妹，你躲远点，先走！陈大器低声喝道。想走，今天谁也走不了。许忠哈哈大笑，周身炼气7层的灵压轰然爆发，震得周围的灵石灯火忽明忽暗。在他看来，一个炼气3层的杂役，即便有些蛮力，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柳如烟正准备暗中弹出一道指尽废了许忠，可下一刻他却愣住了。只见陈大器猛地深吸一口气，一道灵力直打出。许忠原本一脸轻蔑，根本没把陈大器的反抗放在眼里。可当那股力量临身时，他脸色大变，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扑哧一声闷响，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啊，我的腿！许忠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他那条正在运转灵力的右小腿竟然被陈大器那一击生生打穿，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整个人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剧烈抽搐。全场死寂！黄秋玲和赵青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疯了，你疯了！黄秋玲尖叫道：“陈大器，你敢偷袭内门弟子，你这是以下犯上，死罪，宗门饶不了你的！”赵青山也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指着陈大器破口大骂：“陈大器，你这回死定了！就算沈秋怡也保不住你！你竟然敢偷袭许忠师兄！”在他俩看来，许忠忽然倒下，绝对是因为没有防范的缘故，否则怎么会这样？这个陈大器太可恶了，竟然搞偷袭！我不信宗门不讲道理，明明是你们深夜寻衅，还要侮辱同门，难道内门弟子就能随便欺负人吗？道理！赵青山狂笑道：“在这个世道，实力和权力才是道理。你一个蝼蚁，凭什么跟我们讲道理？”许忠一脸惨白，死死地捂着腿道：“你们2个愣着做什么？将他拿下，交给执法堂处置。”就在这时，一道青色的剑光如长虹贯日，从如烟殿顶端瞬息而至，稳稳地落在众人中间。强横的剑意瞬间平息了场中的混乱。来人一身青色道袍，气息深不可测。膏药师兄！赵青山和黄秋玲神色一喜：“您看，陈大器这恶徒无法无天，竟敢重伤许忠师兄，请师兄当场格杀此僚。”赵青山连忙道。膏药背着长剑，面无表情地看着倒在地上的许忠，又看了看满脸倔强的陈大器和柳青青。柳如烟脸上带着千面幻影，
所以就算他这个金丹修士都没有认出真实身份。他只是好奇这个女弟子怎么没见过。不过他没多想，宗内弟子数十万，他不可能全都认识。此时他之所以过来，是因为就在刚刚，师尊给他传音让他过来。眼前赵青山、许忠和黄秋玲三人竟然欺负2个外门弟子，还调戏这个女弟子，证据确凿，因为是师尊亲口和他说的。许忠半跪在地上，死死盯着那道青色剑光，眼中迸射出希冀。高耀师兄，救命啊！这陈大器公然袭杀内门弟子，证据确凿，请师兄为我做主。然而高耀却连正眼都没瞧那血流不止的许忠一眼，他背手而立，一股属于金丹期修士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压得赵青山几人骨头咯吱作响。啪啪，2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赵青山和黄秋玲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远处的石柱上，牙齿和着血水吐了一地。高师兄！赵青山捂着肿胀如猪头的脸，整个人都懵了。我刚刚就在暗处亲眼所见。高耀语气冰冷，你们3人深夜闯入工地，寻衅滋事在先，勒索钱财在后，甚至还言语调戏这位同门师妹。如今既不如人被打残了，还想恶人先告状。许忠听闻调戏师妹4个字，浑身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没想到高耀竟然早就关注着这里了。高师兄，我只是……闭嘴！高耀冷哼一声，长袖一挥，封住了3个人嘴巴。现在跟我去执法堂领罪。你们2个人扶着徐忠走。在金丹修士的威压下，这3个人哪还敢反抗？赵青山原本还想提他叔叔赵崇安，可高耀直接封了他嘴巴。高耀转过头看向陈大器，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陈大器，你不畏强权，护卫同门，此事我会如实禀报。不过深夜莫要逗留太久，修整好地基后早点休息。说完，他看了一眼自始至终安静如画的柳青青，心中虽有好奇，但想起师尊的交代，不敢多留，化作剑光卷起，那3人便消失在夜色之中。呼！陈大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感慨道：高耀师兄真名不虚传，这宗门里总算还是有明是非的好人啊。青青师妹，你刚才没被吓着吧？柳如烟看着陈大器那副劫后余生又略带憨厚的模样，心里只觉得好笑。好人？高耀若不是接到了他的传音，估计这会儿你要头疼半天。不过柳如烟此刻的注意力却放在了另一件事上。高师兄自然是正直的。柳如烟微微一笑，忽然话锋一转，那双灵动的眸子盯着陈大器。不过刚刚你那一击灵力指很不一般啊。陈大器一愣，不就是普通的灵力指吗？我练了好久的，寻常炼器3层的灵力指，顶多在石头上钻个孔。柳如烟走到那个被打穿的小腿位置，看着地上的痕迹，若有所思。你那一指灵力极度压缩，速度和穿透力几乎达到了炼器后期的水准。陈师兄，你对术法的领悟似乎远超常人。他心中暗自惊讶地说道。这陈大器看起来土里土气，天赋根骨也普通，可这悟性竟然如此妖孽，难道他就是那种传说中天赋一般但悟性极佳的天才？想到这里，柳如烟心中生出了一丝惜才之心，更多的是想试探一下这个男人的极限。他从怀中拿出一枚泛着青光的古朴玉简。陈师兄，刚才谢谢你护着我，这枚玉简是我偶尔所得，里面记载了一门名为叠浪掌的术法，正适合你这种灵力扎实的修士。这太贵重了吧？陈大器连连摆手，术法在宗门里可都是要贡献点换的，而且外门弟子只能接一些普通的任务，是无缘贡献点的。拿着吧，就当以后你找我干活的谢礼。柳如烟直接将玉简塞进陈大器粗糙的手心里，心里寻思着，我倒想看看你能把它练到第几层。陈大器握着温润的玉简，看着月光下柳青青那朦胧的身影，心中莫名一热。陈师兄，你平日修行的是哪门炼气术？柳如烟又问道。就是宗门发的那本催气诀。陈大器如实回答。柳如烟微微蹙眉，那不过是烂大街的基础货色，稍微有些本事的弟子都不会学习那门术法。他沉吟片刻，又从怀中摸出一枚色泽如脂的玉简递了过去。此为我父母留给我的养气术，你且拿去试试。陈大器受宠若惊，忙推辞道：这如何使得？这是你家传的宝贝，拿着便是，你我之间何须如此？柳如烟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陈大器只得接过，心中认定这是柳家的家传炼气法，却不知这玉简中记载的其实名为祭灵养气法的炼气术法。此法极其玄妙，能在修士体内蕴养出一尊祭灵。有了这尊祭灵，即便修士在行走坐卧，甚至睡觉干活时，体内的灵力也会无时无刻不在自行运转。莫说这小小的外门，即便是放眼整个修仙界，这也是足以让元婴期老怪打得头破血流的无上秘法。陈大器将玉简贴在额头，一股清凉的气息瞬间涌入脑海。他惊叹道：这法门好生奇特，感觉经脉都暖洋洋的。你救过我，这不算什么。柳如烟看他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不过连忙叮嘱道：对了，这2件法门都是我家里的机密术法，还请陈师兄替我保密，不能将他们随意示人，要不然我也要倒霉了呢。这是一定。陈大器连忙点头，这里活差不多了，我先走了。对了，柳师妹，
这是你的工钱。陈大器连忙拿出一颗零食，柳如烟笑了一下，接过零食，转身离开。接下来他倒要看看，有了这2样东西，这个悟性妖孽的杂役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接下来的日子，工期进展得异常顺利，如烟殿的工程不再受阻，黄秋林和许中的消息也传了回来，2人被逐出宗门，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下场可想而知。至于赵青山，由于他那位符师叔叔出面求情，仅被判在灵田劳作1年，免去了更重的惩罚。工地走上正轨后，陈大器当起了甩手掌柜。由于修炼了祭灵养气法，即便他不再刻意打坐，体内的祭灵也在无时无刻帮他搬运灵气。短短数日，他便水到渠成的突破到了炼气4层。闲暇之余，陈大器几乎每天都往于婉晴的住所跑。这一日，屋内春色渐消，在陈大器近乎拼命的耕耘下，于婉晴的修为已达炼气巅峰。大器，你这进展实在惊人。于婉晴感受着陈大器身上炼气4层的气息，由衷感慨道：照这个速度，明年的考核你定能稳入内门。陈大器嘿嘿一笑，转而认真问道：师姐，那你什么时候筑基？于婉晴眼神一暗，苦笑道：筑基谈何容易，那是需要筑基丹的，一颗筑基丹的价格，即便我攒上几年也买不起。陈大器沉默了，他想起了于婉晴的前任道侣张万山，对方正是为了这一颗丹药才不惜残害同门，可见其珍贵程度。师姐，那短时间内你岂不是不能筑基了？陈大器有些焦急，他如此卖力，就是希望于婉晴能早日破境，毕竟对方是他在这宗门里为数不多的依靠。于婉晴拢了拢鬓角的湿发，轻声道：倒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离内门大比只剩下几天了。大比分炼气组和筑基组，只要能在炼气组杀入前3甲，宗门就会奖励一颗筑基丹。说到这，他眼中闪过一丝渴望，要是之前他不抱奢望，毕竟内门高手云集，想要进前3谈何容易。但现在在陈大器的帮助下，他修为与日俱增，这也就算了，关键是灵力都好似提纯了一般，变得更加狂野。须知每个人的灵力纯度是不一样的，灵力越纯，力量越大。基于此，现在他觉得自己是有机会在内门大比上夺得前3甲的。了解内门大比之后，陈大器更有了干劲，一定要帮助师姐拿下内门炼气组前3。大器，所以这几天辛苦你了。于婉晴有些歉意，也有些内疚，毕竟这几天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每天10次以上，他都觉得太过离谱。由此可见，陈大器是多么辛苦啊！不辛苦，只要能帮到师姐，我……陈大器话未说完，眉头猛地一皱。在祭灵养气法与体内神秘雾气的双重加持下，他的感知力提升了2倍之多，方圆100丈内的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他隐约察觉到洞府外的乱石堆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气息正死死锁定着这里。见于婉晴又要搂上来，陈大器轻轻推开他，低声道：师姐，外面有人窥视。于婉晴神色一惊，瞬间披上长袍。有人？难道你被跟踪了？绝无可能，我每次过来都极其小心。陈大器走到洞府入口，屏息凝神，再次仔细感知。片刻后，他的脸色变得阴沉无比。是张万山？什么？他不是已经被通缉逃走了吗？于婉晴难以置信，做梦都没想到张万山这么大胆，竟然还敢进入宗门。他戴了人皮面具，身上也用了遮掩气息的符箓，但我还是能感知到他气息。陈大器语气笃定。于婉晴银牙紧咬，我这就传音报告执法堂，绝不能让他跑了。等等，陈大器拦住他，冷静分析道：现在拿下他固然容易，但极可能会打草惊蛇。他背后站着邪面老鬼，那才是真正的威胁。我们何不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他把那老鬼也给揪出来？2人对视一眼，迅速定下了计策。而此时躲在暗处的张万山确实快要发疯了。他今日杀了一名下山落单的外门师弟，换上对方衣服，戴上精心制作的人皮面具，混入宗门。本想潜伏在于婉晴洞府外寻找机会，可没想到大清早便看见陈大器鬼鬼祟祟地钻了进去。这一带就是大半天。张万山只觉得心口像被毒蛇啃噬一般，头顶仿佛顶着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贱人竟跟一个炼气4层的杂碎勾搭在一起。他双拳紧握，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若非为了那颗筑基丹，他真想现在就冲进去杀个痛快。但为了邪面老鬼交代的任务，他强行忍住了怒火。终于，洞府石门开启，陈大器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慢悠悠地朝宫地走去。而于婉晴则整理了一番衣裙，神色如常地走向任务堂。张万山死死盯着于婉晴的背影，眼中的杀意一闪而逝，随即压低了弟子服帽，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张万山压低帽檐，遮住眼中的狠戾，在任务堂外的拐角处拦住了于婉晴。他递上一个精巧的玉瓶，装出普通弟子的嗓音：于师姐，请留步。何事？有人让我把这瓶药液给你。你是谁？谁让你给我的？于婉晴明知故问，心中却是一片冷意。是张万山师兄托我送来的。张万山低着头，语气诚恳：张师兄说他心里始终有你，知道你内门考核在即，这瓶药液能助你在比试中灵力暴涨，夺取前3。切记，一定要在考核当天服用。交代完毕，张万山唯恐露出破绽，没等于婉晴回话，便迅速转身离开。脱离视线后，张万山躲在暗处松了一口气，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那药液确实能强行提升修为，但其中掺杂了邪面老鬼秘制的剧毒，一旦服下，于婉晴不仅要帮他拿到筑基丹，往后余生都得靠他的解药活命。于婉晴，你只能是我的玩物。他阴冷地笑了笑。入夜，陈大器借着月色再次来到了于婉晴的洞府前。咦，这家伙居然还没走，真够敬业的。陈大器通过感知发现张万山依旧潜伏在远处的乱石堆后，他没去理会，大摇大摆地走入洞府。咔嗒一声，于婉晴开启了洞府防御阵法，隔绝了一切窥视。于婉晴第一时间把情况说了一下。给你药液。陈大器吃了一惊。于婉晴将玉瓶取出，厌恶地皱了皱眉，说是能提升修为，但我敢肯定没安好心。陈大器接过瓶子嗅了嗅，冷声道：我也看不出是什么玩意，不过他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你拿到筑基丹，只要他觉得你还在掌控中，他就不会轻易露头。我也明白。于婉晴依偎过来，吐气如兰，所以我绝不会喝。大比那天我凭自己的本事赢，不过这几天还得辛苦你多指点我修行了。陈大器正色道：为了师姐的筑基丹，再辛苦也值得。我们一起沐浴吧。今天我偷偷买了很好看的衣物，穿给你看。于婉晴深知，想要让男人一直对她感兴趣，必须要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那怎么才能与众不同呢？这些日子她私底下研究过，比如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衣服，女人的衣服为什么千奇百怪，就是因为不一样的衣服穿在身上，能展现出不一样的风格。有时候一件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比不穿更加美丽诱人。与此同时，洞府外的张万山正蹲在草丛里，浑身颤抖。1个时辰，2个时辰，眼看着天边都泛起了鱼肚白，那陈大器竟然还没从洞府里出来。听着阵法偶尔泛起的灵力波动，张万山心如刀绞，双目赤红。他只觉得头顶那片草原在这一晚的时间里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绿得发亮，绿得他心里发慌。贱人，贱人，竟然一整晚都待在一起。张万山死死抠住身下的泥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杀人，但他知道为了计划他必须隐忍。这张万山真是够能忍的呀，待在外面一晚上，气急败坏成这样，居然还躲着。洞府之中，陈大器搂着娇滴滴的于婉晴师姐，不由得说道。两个人刚刚战况激烈，灵力波动不可避免大了一些。洞府的防御阵法只对外面的攻击有效，里面的有时候会溢出，所以两个人都知道，张万山只要不是笨蛋，必定可以感知到一些。这一点从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就可以看出。可是那厮竟然这么能忍，这让陈大器这个老实人也不由得无语。于婉晴的纤纤手指在陈大器肚子上转着圈圈，道：若是我得到内门弟子前3甲了，一旦得到筑基丹，他可能就要找我了呢。肯定是这样，到时候你第一时间服用筑基丹。然后陈大器说了一下计划，于婉晴的眼眸逐渐明亮了起来。陈师弟，你这个办法好，不过你说邪面老鬼会上当吗？我也不清楚，不过除非他不在这边，但只要在这边，那就没问题。数天后，如烟殿的工程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今天工地上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外门与内门的交界处，巨大的演武广场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除了数千名内门弟子，还有不少像陈大器这样来长见识的外门弟子，甚至云端之上还隐约可见几尊气息深沉的亲传弟子在此驻足观望。今天是缥缈宗1年1度的内门大比，陈大器大清早便带上了徐秋月过来，两个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大场面。陈大器，你看那边那个骑着白鹤的师兄好威风，那是亲传弟子，咱们看看就行。陈大器羡慕地应着。原本他也想叫上柳青青，但柳青青传讯说最近家族那边有些琐事，脱不开身。正聊着，陈大器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那英气勃勃的吴红师姐。吴红今日穿了一身利落的劲装，即便不打算上台，也显得神采奕奕。吴师姐，你也来看热闹？陈大器打招呼道。这种捞零食的好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吴红晃了晃手里的账本，显然是打算在大比期间倒腾点物资。随后他上下打量了陈大器一眼，惊讶道：你这小子突破到炼气4层了，运气好。前阵子斗法，我似乎悟到了什么，然后就突破了。你这运气……吴红也没多疑，只当他是厚积薄发。此时，不远处的巨大擂台上，2道亮丽的身影掠过。沈秋怡和于婉晴双双上台，从执事手中抽取了属于自己的号码牌。沈秋怡的目标很明确，他路过陈大器身边时，悄悄比了个50的手势。他现在炼气7层，自知夺冠无望，但只要能杀入前50名，就能领到30颗灵石的慰问奖。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笔巨款了。反观于婉晴，今日她换了一身雪白的广袖流仙裙，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冷艳而又狂野的气息。她的眼神深邃，走动间周身灵力流转，竟隐隐有压过周围人的势头，这让一些内门弟子都朝她投去惊讶的目光。按到接下来，这与婉晴是各劲敌。陈大器对这大比规则还是一头雾水，便虚心请教吴红。吴红指着那几座擂台，解释道：规则其实简单，第一轮是混战淘汰，每组100人，最后留在台上的10人晋级。第2轮开始便是抽签对决，1对1，胜者晋级，败者退场。那于婉晴师姐要得到前3甲，应该很容易。陈大器问道。吴红摇了摇头，脸色变得严肃了些。大器，
你把这内门想得太简单了，内门水深着呢。宗门9大长老，每位手底下都有亲传，那些亲传弟子不仅修行的是顶级功法，手里更有赏赐的天才地宝，比如大长老的弟子袁冰，炼气9层圆满已久，据说已经半只脚踏入筑基了。这样的人物其实早就可以筑基，他也不缺筑基丹，但是据说他想要自行筑基。自行筑基者虽然风险大，但是一旦成功，收益明显。最明显的就是灵力精纯无比，而且极其狂暴，几乎同境界无敌。他叹了口气，看向远处的于婉晴。于师姐虽然资质不错，在咱们这片算个名人，但她一没师尊贴身指导，二没家族资源支撑。说句不好听的，她能进前20名便是极限了。想要杀入前3甲抢那3颗筑基丹，难如登天。陈大器闻言，目光远眺，看向正紧握号码牌的于婉晴。别人不知道，但他清楚，于婉晴现在的灵力纯度早已在他艰苦奋斗下发生了质的质变。高台之上，云雾缭绕，灵气氤氲。宗主端木清端坐在中央的紫金宝座上，神态威严。左右两侧9大长老一字排开，各个气息深沉如海。此时，大长老林志坚摸了摸胡须，看向下方的一名黑衣少年，呵呵一笑：“宗主，你看老夫门下的那员兵，气息愈发稳固了。为了这次内门大比的奖励，这孩子可是生生压制了2年，修为没有筑基，底蕴之深，怕是同阶难寻对手啊！”哈哈，大长老有心了。二长老接话道：“不过我那关门弟子杨不悔，这半年在万寿林历练，杀气内敛，手下亡魂无数，这次怕是要跟援兵争这头名了。”几位长老唇枪舌剑，言语间满是对自家弟子的自豪。柳如烟坐在一旁，听着这些老家伙的吹捧，只觉得无趣。他那双清冷的眸子在广场上巡视，先是扫过了躲在人群里东张西望的陈大器，嘴角不由得微微一挑，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正准备登台的于婉晴身上。咦？柳如烟轻咦一声，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于婉晴虽然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但因为住在如烟殿附近，他以前心血来潮也指点过几次。在他的印象中，于婉晴资质虽好，但灵力略显虚浮，想要突破至炼气巅峰尚需磨砺。可现在柳如烟能感觉到于婉晴周身的灵力凝练的可怕，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金刚，不仅浑厚，而且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爆发力。这股气息怎么可能提升的这么快？而且纯度竟然高到了这种地步。柳如烟心中暗暗称奇，下意识的又看了陈大器一眼，心中生出一个荒诞的念头：难道这跟那小子有关？作为过来人，柳如烟可是知道陈大器的好用之处。就在此时，一名负责主持大比的长老身形一晃，悬浮于半空之中。他运起灵力，声如洪钟，瞬间传遍整个广场。肃静！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此次内门考核共计800名弟子参加，由于人数众多，第1轮为淘汰赛。长老袖袍一挥，广场中心隆隆作响，8座巨大的石质擂台拔地而起，每一座都足以容纳上百人。规则很简单，800人分为8组，每100人站上一座擂台进行混战，落台者败，昏厥者败。每座擂台最后留在上面的10人方可晋级下一轮。另外，禁止动用法器、符箓、阵法，也不需要吃任何丹药，更不能故意杀人。此言一出，底下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100人混战只留10人，这不仅考验实力，更考验反应速度和心理素质。若是被几个人联手针对，哪怕是修为高深之辈也有翻车的可能。所以这次的擂台混战纵然也有运气之分，但是光有运气没有实力也万万是不可能的。陈大器在台下听得暗暗啧舌，低声对吴红说道：“吴师姐，这规则也太狂野了吧，这不是乱套了吗？”吴红笑了笑，低声解释道：“这就是修仙界的规矩，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若是你连混战都撑不过去，以后遇到邪修围攻，岂不是死得更快？你看，沈师姐和于师姐要上台了。”只见沈秋怡和于婉晴对视一眼，各自握紧了手中的号码牌，分别朝着3号和6号擂台走去。而人群之中，张万山戴着人皮面具，死死地盯着于婉晴的背影，藏在袖子里的手由于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他不仅在等候于婉晴喝下药液，更在等候一个未来能亲手折磨他的机会。片刻后，随着主考长老的一声令下，整个演武广场瞬间沸腾。开始！轰轰轰！8座巨大的石质擂台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出了5颜6色的灵力光芒，剑气长鸣，灵力爆开，法术对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这是一场真正的乱斗。由于淘汰率极高，擂台上的弟子们在开赛的瞬间便自发地分成了几个阵营，修为高深的占据圆心，目光如电地扫视四周；修为稍弱的则3、5成群，背靠背缩在边缘，企图浑水摸鱼。乱，真够乱的。陈大器感慨道。他首先看向3号擂台，沈秋怡师姐就在那上面。原本吴红和陈大器都觉得沈秋怡炼气7层的修为，在这100个猛人堆里怕是撑不了多久，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沈秋怡平日里看着温婉，动起手来却异常刁钻。她并不与人硬碰硬，而是一边打出一道道灵气凝聚的长鞭，一边在人群的缝隙中灵活穿梭。每当有人打得不可开交时，她总能精准地补上一记冷招，
将那摇摇欲坠的倒霉蛋直接扫下台去。沈师姐，这战术深得我心啊！陈大器忍不住赞叹。那是，沈师姐可是咱们中间最会过日子的。吴红在一旁笑眯眯的嗑着零瓜子，你看他现在已经送下去5个了，位置稳得很。接下来，陈大器更多的注意力则是放在了6号擂台的于婉晴身上，毕竟他还期盼着于婉晴能拿到筑基丹，以后有个筑基女修罩着，那他就爽歪歪了。定睛一看，于婉晴在那上面简直就是一道危险的风景。一袭白裙在混乱的人群中飘逸若仙，她的身法极其轻灵，每一步踏出都仿佛踩在云端。那些呼啸而至的法术总是擦着她的衣角飞过，却伤不到她分毫。一名练气9层的壮硕男弟子见她生得貌美，又是一人独处，便动了心思，狞笑着挥舞拳头砸了过来。师妹，叫声哥哥，我可以让你晋级。此人乃是4长老的外门亲传弟子雄霸，据说他体质特殊，拥有神力。面对这千钧一力，于婉晴不躲不闪，只是平平常常的拍出一掌。砰！一掌拍出，那壮硕弟子的脸色瞬间从嬉笑变成了惊恐。他只觉得于婉晴的手掌中爆发出一股凝练到极致，甚至有些狂暴的灵力。那灵力竟然比大长老的弟子袁冰还要蛮横，这怎么可能？这一瞬间，攻击击碎了他的防御，将他整个人连人带锤直接震飞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重重摔在了擂台外。全场寂静了一瞬。雄霸输了，我操！雄霸可是稳稳能拿前10的呀！逆天，太逆天了！那个女弟子是谁？好狂野的灵力啊！高台上的柳如烟猛地坐直了身体，美眸中满是惊异。我看的没错，这灵力的纯度甚至超过了许多筑基初期的修士。于婉晴这些日子到底遇到了什么奇遇？柳如烟下意识的又看了看台下的陈大器，难道陈大器也分给了于婉晴？想到这，柳如烟的脸色微微红润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冷艳。他想到好弟子沈秋怡介绍他的呢，那陈大器若是有别人也很正常。而此时躲在暗处的张万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在他看来，于婉晴会这般厉害，一定是服用了他的药液。好，筑基丹跑不了了。擂台上时间一点一滴过去，800名弟子在短短半个时辰内便被清理掉了大半。于婉晴站在6号擂台的一角，周围3丈之内竟无一人敢靠近。而在他斜对面的3号擂台，沈秋怡依然坚挺，他那一身炼气7层的修为，在这混战的末尾显得尤为刺眼，却硬是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熬到了最后时刻。主考长老再次升空，目光扫过8座擂台，沉声喝道：时间到！每座擂台剩下的人便是此次晋级的80强。于婉晴收起灵力，微微吐出一口浊气，美眸下意识地扫向台下陈大器的位置。两人目光交汇，陈大器悄悄竖起大拇指，做了个厉害的口型。于婉晴嘴角微微勾起一个细小的弧度，这一笑在那满是血汗的演武场上直如百花盛开，看得周围不少幸存的男弟子直接呆住了。张万山在暗处看着这一幕，气得喷出一口老血。你没事笑得这么当干嘛呀？他怀疑自己的眼光真的不行，以前怎么没发现于婉晴是这样的女人？接下来的流程便是最为紧张刺激的抽签对决。晋级的80名弟子再次汇聚在主擂台前，按照编号抽签。这不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运气的博弈。若是和2个夺冠大热门提前撞上，那只能怪运气不好。沈秋怡抱着签筒晃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一枚。4号擂台。沈秋怡看了一眼自己的号码，又看了看对面那个同样拿着4号签的弟子，顿时松了一口气。那是一个长得有些尖嘴猴腮的男弟子，外号钻山鼠猴三。此人虽然也有炼气8层的修为，但在内门中名声并不好，手段大多是些偷鸡摸狗的小道，极少正面硬刚。嘿嘿，沈师妹，待会儿下手轻点啊，弄疼了你，哥哥我可是会心疼的。猴三舔了舔嘴唇，眼神轻浮的在沈秋怡身上打量。沈秋怡平日里性子温婉，此时却也忍不住秀眉微蹙，冷声道：擂台上见真章。两人的战斗很快开始，猴三的身法确实灵活，像只滑不溜秋的耗子在擂台上乱窜，还不时打出灵力偷袭。台下的陈大器看得直皱眉，这哥们儿打架怎么一股子下三滥的味道？吴红在一旁点评道：这猴三就是这种路数，专门恶心人。不过沈师姐可不吃他这一套。果不其然，沈秋怡站在原地，手中的灵力宛若游龙出水，不仅封死了他后退之路，更是在猴三依次妄图近身偷袭时看准破绽，攻击如铁鞭般狠狠抽出。啪！一声清脆的响声，猴三被抽得原地转了3圈，牙齿都飞了2颗，整个人灰溜溜的摔下了擂台。好！陈大器在下面带头鼓掌。沈秋怡走下台，小脸微红，显然也因为刚才那人的轻浮语调有些动怒，但好在赢了这一场，他已经稳稳进入了前40名，那30块零食的奖励已经稳了。此时其他擂台上的斗法也进入了白热化，陈大器并没有只顾着看自家师姐，他的目光很快被几个气息异常强大的身影吸引了过去。大器，你看那边，那1号擂台的便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袁冰。吴红压低声音说道。陈大器定睛看去，那黑衣少年袁冰双手黝黑，宛若2柄铁锤，但他对面那个同样是炼气9层的精英弟子，竟然连他的一拳都接不住。他的灵力也好精纯，
陈大器嘀咕道。袁冰出手很简单，没有华丽的灵光，只有快到极致的挥拳。只是一拳，对手的护体灵力便如纸糊般破碎，连衣服都被震碎，活像个乞丐飞出。好纯粹的灵力，陈大器心中暗惊。当然了，看真正纯粹的灵力，还是他和于婉晴师姐的更加精粹。除了袁冰，二长老的门生杨不悔也同样耀眼。杨不悔走的是刚猛路线，每一拳挥出都带着隐隐的虎啸龙吟之声，直接以力破法，将对手轰下擂台。这些亲传弟子，每一个都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法器、功法、丹药几乎从不短缺。他们站在台上，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和优越感，让普通的内门弟子感到绝望。这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吗？陈大器摸了摸下巴，他突然在想，如果这些天骄知道他们苦修多年的纯净灵力，竟然还不如自己给予师姐疏导几次来的精纯，不知道会不会当场气得走火入魔。就在陈大器胡思乱想之际，轮到于婉晴上场了。她的对手是一名身着火红色短裙的女弟子，此女方一现身，便引起了台下一阵不小的骚动。是司徒婉儿，三长老的亲传弟子，据说她可是司徒家的天之娇女，虽然也是炼气9层，但战力极强。只见那司徒婉儿纵身一跃，如同一团红色的火焰，轻巧地落在擂台中心。她生得极美，一张鹅蛋脸精致动人，那双明眸透着一股子难以掩饰的高傲与野性。司徒婉儿扬起高傲的头颅，打量了于婉晴几眼，有些意外地开口道：“本以为我这一轮的对手会是杨不悔或者袁冰那两个蠢货，没想到对上的竟然是你。你这修为，以前在内门怎么没听说过你的好人物？”于婉晴虽感受到对方身上炽热的灵压，却面色如常，只是微微拱手行礼：“我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不过我听说过司徒师姐的大名，还请手下留情。”“呵，能打到现在，说明你很厉害。”司徒婉儿嘻嘻一笑，眼中的傲气化作了浓浓的战意。“但是我一定会打败你。”台下，陈大器挠了挠头，好奇地问向身边的吴红：“吴师姐，这司徒婉儿什么来头？看样子很有底气的样子。”吴红面色严肃，压低声音解释道：“他是三长老的心头肉，更是司徒家的传人。司徒家在这一带可是修仙世家，据说他们家族拥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特殊天赋。什么天赋？具体我也说不准，但传闻中是司徒家的一种古老瞳术。”说话间，擂台上的气氛已然剑拔弩张。看招！司徒婉儿率先发难，他娇喝一声，身形化作一道红影。由于大比规则规定此时不能动用强力法器，两人皆是运起法术对轰。只见司徒婉儿双眼深处隐隐流转着一抹奇异的紫光，那是司徒家引以为傲的破望紫瞳。在这种瞳术下，于婉晴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体内灵力的流向，在司徒婉儿眼中都变得有迹可循。左边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右边我说了太慢了，太慢了！再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司徒婉儿娇笑一声，身形诡异地一扭，竟是好几次预判了于婉晴的掌法，反手一记烈焰掌狠狠拍出。于婉晴心中一惊，几招下来，她发现自己的攻击每次都被对方精准避开，而对方的法术攻击却总是能出现在她防御最薄弱的地方，这让她有些根本无法对抗的感觉。这些亲传弟子果然一个都不是好惹的存在啊！于婉晴心中暗叹，不过她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认输的。此时，司徒婉儿所施展的法术皆是三长老亲传的高阶秘法，无论是威力还是等阶，都远超于婉晴平时所练。一时间，于婉晴被压着打，身形不断后退，险象环生。哈哈，婉儿那丫头又在戏耍对手了。高台上，三长老抚须大笑，显然对自家弟子的表现极其满意。柳如烟冷哼一声，不到最后一步，说不准呢。柳长老，看来你很看好这个于婉晴。边上长老问道。司徒婉儿虽然凭借天赋占据上风，但是她太骄傲了。柳如烟淡淡说道。果然，仿佛要验证柳如烟话似的，战斗只持续了片刻，司徒婉儿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他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按理说，在高强度的对攻下，普通炼气9层的灵力早已该见底了，可眼前的于婉晴虽然看似落在下风，但每一次回击的力道竟然丝毫不减，反而隐隐有种越来越沉重的感觉。不对劲，你的灵力怎么回事？司徒婉儿双目紫光大盛，通过瞳术，他震惊地发现于婉晴体内的灵力丝毫不显虚浮，反而凝练得如同液态一般。如果说他自己的灵力是翻滚的浓雾，那于婉晴的灵力就是奔腾的江水。每一份灵力碰撞，司徒婉儿都需要消耗2倍甚至3倍的量才能抵消对方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更精粹吗？于婉晴目光微凝，她想起了昨晚在陈大器那里的温存，想起了那种深入骨髓的灵力疏导，那不只是身体的愉悦，更是对她修为根基的一次脱胎换骨。司徒婉儿急了，她原本占据优势，但由于法术消耗巨大，此时气息已经开始急促，甚至连破望紫瞳的光芒都暗淡了几分。没办法，这破望紫瞳虽然强大，但是也有一个致命弊端，那就是消耗极大，所以一旦战斗时间拉长，对他而言是致命的。我不信，给我下去！司徒婉儿强提一口气，施展出最强一击，一股炙热火焰再次被他轰出。于婉晴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伸出素手，掌心处喷薄而出的灵力纯净到了极致，竟是生生将那漫天火光震碎。输的人
是你。于婉晴轻声开口，身形如电，在那司徒婉儿力竭的瞬间，一指点在对方的肩头。砰！司徒婉儿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袭来，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飞出了擂台。全场死寂。三长老的笑声戛然而止，手里的一撮胡须被生生拽了下来。于婉晴站在台上，气息平稳，甚至连衣角都没有凌乱。她下意识地低头，再次看向台下那个笑容灿烂的男子。她知道这一胜全是靠那个人给对出来的。赢了！于师姐竟然赢了！吴红是最惊讶的一个人了，因为他自诩是宗门最了解于婉晴的人啊。按理来说，师姐根本不是司徒婉儿的对手，可现在他赢了。我知道了，师姐肯定是偷偷修炼，偷偷进步。吴红有些气恼地想着，他不是嫉妒，而是寻思着师姐偷偷修炼进步，居然也不知道找他一起。随着于婉晴将司徒婉儿打落擂台，整个演武广场先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如浪潮般的议论声。天哪，我没看错吧？司徒婉儿竟然输了，那是破望子瞳啊！司徒家族的真传秘术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给破了。这位师妹叫于婉晴，以前怎么没发现内门还有这等高手？不仅生得极美，这份战力简直离谱。高台之上，三长老司徒雷猛地站起身，原本红润的脸色此时阵阵发青。他死死盯着台上的于婉晴，又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截不小心扯掉的胡须，咬牙切齿道：怎么会如此？婉儿的紫瞳已经修至第2层，寻常炼气9层根本逃不过他的预判，为何那于婉晴的灵力竟能强横至此？呵呵，司徒长老莫要激动。柳如烟轻轻摇动着玉扇，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语气中带着几分促狭。看来婉儿这丫头平日里还是被宠溺的太过了，实战经验尚浅，还得再多多练习才是啊。你三长老气急，却又无话可说。哼，倒是看走眼了。另一位长老皱眉沉思道：这个于婉晴以前在内门考核中平平无奇，今日表现出的灵力纯度，哪怕是比起袁冰和杨不悔那2个弟子，似乎也毫不逊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吧。柳如烟淡淡的回了一句，只有他心里最清楚，这哪是什么厚积薄发，多半是陈大气那小家伙的结果。擂台边缘，司徒婉儿在2个师妹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那一身火红短裙此时沾满了灰尘，看起来有些狼狈。起开！司徒婉儿一把推开身边的师妹，那张原本写满骄傲的小脸长得通红，她怒视着正欲走下擂台的于婉晴，尖声喊道：站住！于婉晴，你别得意，我刚刚只是一时没注意，被你钻了空子。于婉晴停下脚步，转过身，神色平静得如同一汪秋水。那也没办法，胜负已定。司徒师姐，承让了。你司徒婉儿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能跺了跺脚，满脸不服气的叫嚣道：哼，回头我定要再找你比试。这次不算。他原本是内定前3甲的热门人选，如今却在第1轮抽签对决中就被刷了下来，这让他感觉脸上无光。然而于婉晴并没有理会他的叫嚣，而是自顾自地走下了擂台。让人意外的是，随着于婉晴走下台，四周原本还在观战的男弟子们呼啦一下全都围了过去，那热情的镜头简直比见了亲妈还亲。婉晴师妹，你刚才那一指实在是太惊艳了，不知晚点是否有幸请教1、2？一名炼气8层的男弟子挤在最前面，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婉晴师妹，不知道晚上有空喝酒不？走开走开，别挡着婉晴师妹的路。师妹，我是。一群男弟子七嘴八舌地套着近乎，眼神中满是惊艳。修仙界就是这么现实，以前于婉晴虽然也美，但毕竟平平无奇，可现在展现出碾压亲传弟子的实力后，瞬间就成了众人追捧的女神。可以预见，于婉晴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能够筑基了。若是能娶一个筑基女修，对这群男弟子来说，那就是光宗耀祖啊。这位师弟，陡然一个相貌娇俏的女子来到陈大器身边，之前好像见你和于婉晴师姐走得很近呢。这位师姐有事吗？陈大器看着对方好奇道。师姐，我身怀名气，擅长房中聊天秘术，师弟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兴趣呢？相貌娇俏的女子捋了捋秀丽的长发，极尽魅惑。陈大器他一脸怪异，想了想，释然了，这是觉得于婉晴师姐未来筑基有望，这个师姐想通过她套近乎呢。筑基修士就是香啊，可惜她现在哪瞧得上这些？不好意思，师姐，我还有事。陈大器婉拒。你确定？师姐修炼九阳功，绰号九阳榨汁。陈大器嘴角微微抽搐。九阳功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这位师妹没看到人家不想搭理你吗？吴红娇蛮地白了他一眼。见师姐不满，这娇艳女修尴尬一笑，只能悻悻离去。多谢吴师姐替我解围。陈大器微笑道。没事啦，宗门里多的是这样趋炎附势的人，你为人忠厚老实，这女的存心是想依靠你，以此认识于师姐呢。没想到这么多人想要接近于师姐。陈大器感叹道。那有什么奇怪的？现在瞎子都看得出于师姐未来必定筑基，而且天赋不差，能和她走近，不光自己地位会高一层，关键是以后也能接到很多轻松赚钱的任务啊。吴红不以为意地说道。陈大器微微点头，的确如此。就比如他和沈秋怡师姐走近之后，不就是因此接到一些很不错的任务吗？
就连修缮如烟店这样的肥差都交给他做了呢。须知这还只是外门，据说内门的肥差更多。如此一想，也就明白为什么那女修想要和他套近乎了。吴红在一旁拖着下巴，眼神幽怨地看着被人群簇拥的于婉晴，继续小声嘀咕道：“陈师弟，你说师姐最近是怎么偷偷修炼的？居然连我都瞒着。也许是厚积薄发吧。怎么可能？总之很不对劲，下次我也得问问他到底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竟然变得这么猛。”吴红大大咧咧地说道。陈大器听着吴红的嘀咕，心里暗自发虚，什么灵丹妙药，那可是他的成果啊！若是被吴红师姐知道，抢着要吃咋办？倒不是说吴红师姐人不好，实际上他对这个师姐还是挺有好感的，但陈大器还是觉得知道的人越多，自己越危险，所以他寻思着回头偷偷和于师姐再告诫一番，绝对不能透露半字。就在吴红刨根问底之际，原本被男弟子们围得密不透风的于婉晴，终于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朝着陈大器这个方向走来。而与此同时，刚赢了比赛的沈秋怡也快步凑了过来。沈秋怡虽然修为只有炼气7层，在那群炼气9层的精英面前不算拔尖，但她身后站着的可是修仙世家沈家，作为沈家的掌上明珠，又是柳如烟亲自收下的亲传弟子，她的底气比谁都足。眼见那帮男弟子像苍蝇一样围着于婉晴，沈秋怡俏脸一寒，直接挡在了于婉晴身前。都没事做了吗？沈秋怡冷哼一声，那一双碱水秋瞳中满是冷淡，声音虽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没看出于师姐现在需要休息，再在这里纠缠不休，别怪本小姐不客气，去执法堂告你们一个骚扰之罪。沈家在宗门根基深厚，谁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得罪这位大小姐。见沈秋怡动了真怒，那些原本还想套近乎的男弟子们这才悻悻地缩了缩脖子，四散开来，但目光仍旧忍不住朝这边偷瞄。当他们看到于婉晴和沈秋怡这两位风格迥异的大美女竟然一左一右地走到了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陈大器身边时，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小子是谁啊？凭什么让两位仙子自降身份去找他？我刚才听到了，好像叫陈大器。陈大器，何方神圣？难道是哪个隐世家族的少主？一时间，无数道神识和目光开始在大比会场搜寻关于陈大器的信息，可打听回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如遭雷击。搞错了没？那陈大器就是各乡下来的凡人，之前还是杂役出身，听说以前是给沈秋怡师姐干杂活的，后来不知道怎么讨了欢心，才被提拔上来的。我呸！搞了半天是个会拍马屁的小白脸啊，真是丢咱们修士的脸。就是，众人议论纷纷，酸溜溜的声音此起彼伏。在他们看来，陈大器定是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谄媚手段，才哄得沈秋怡这样不谙世事的小仙女对他另眼相看。至于于婉晴，估计也是看在沈秋怡的面子上才对他客气几分吧。如此一想，大家舒服了许多，同时对陈大器更加鄙夷。而在人群最为偏僻的角落里，一个娇小的身影正死死地盯着陈大器。李秀秀。此时的李秀秀脸上十分好奇，她没想到陈大器现在混得这么好，不管他是不是靠拍马屁上位，但至少他也算是有背景的小人物了吧。而且炼气3层，李秀秀感受着陈大器身上并没有刻意掩饰的气息，眉头一挑，竟然炼气3层了。他自存天赋极佳，又是南宫灵的宠徒，日日服用上品灵丹，夜夜在聚灵阵中苦修，到现在也不过才炼气4层。而陈大器一个普通杂役，没背景，没资源，没名师，竟然已经追到了炼气3层，只差一个境界。按理来说，他不是顶多炼气3层吗？怎么追得这么快啊？看着陈大器被沈秋怡和于婉晴环绕，甚至连那位眼高于顶的吴红都对他亲近有加，李秀秀心中狐疑起来。回头找他聊聊天吧，不管怎么说，他是和我唯一一个有过关系的男人。李秀秀心中嘀咕，在乡下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疯狂过，在田中，在河边，在井上，在山口，在桌上，就是没在床上。呸！想什么呢？李秀秀俏脸通红，轻啐了一口。她理了李裙摆，心中却已打定了主意，不管陈大器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既然他现在能跟沈秋怡、于婉晴这样的人物搭上话，那对自己而言也是个机会。毕竟在这冰冷的修仙界，多一个有潜力的熟人总归是好的，更何况还是个跟自己有过深厚交情的男人。演武场上的战斗还在继续，但高潮已经在这一轮结束了。接下来的比试中，大长老的亲传弟子袁冰，二长老的亲传弟子杨不悔，这两尊大神纷纷拿出了压箱底的本事。袁冰的一对铁拳几乎能震碎空气，而杨不悔的刚猛劲力更是直接将擂台震出了裂纹。直到傍晚时分，夕阳将整片演武场染成了一片金红，这场备受瞩目的内门大比终于落下了帷幕。按照最后的积分与战绩排名，袁冰、杨不悔以及异军突起的于婉晴三人并列前3甲，成为了本次大比最耀眼的存在。他们的奖励是相同的，那就是1颗筑基丹以及100灵石。至于沈秋怡，虽然没能进入前10，但也凭借着顽强的斗志拿到了第24名的好成绩。当主考长老宣布他可以领到30颗下品灵石奖励时，沈师姐那张清丽的小脸笑得如同春花灿烂。半个时辰后，事务堂后门，一道修长的倩影悄无声息地闪了出来，正是已经领到奖励的于婉晴。此时的她
怀里紧紧揣着那个装着筑基丹的玉瓶以及100颗沉甸甸的灵石。之所以走后门，是因为正门口那边张万山正在那儿伸长了脖子等着呢。可以想象，他一出去，张万山必定跟过来。接下来他就要筑基了，他可不想再搞出什么幺蛾子。于婉晴轻车熟路地穿过几条偏僻的小径，很快便来到了沈秋怡的洞府前。陈大器和沈秋怡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于师姐，东西拿到了。陈大器笑着迎了上来。于婉晴点了点头，美眸中闪过一丝决绝。拿到了，我马上筑基。没错，夜长梦多。沈秋怡也一脸严肃地握住于婉晴的手。师姐，今晚就在我这洞府之中冲击筑基。这洞府有我沈家特制的阵法守护，外人闯不进来。大器和我为你护法。三人计议已定，当即封锁了洞府。这一晚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个难眠之夜，尤其是张万山，他从黄昏一直等到了深更半夜，腿都站麻了，还没见到于婉晴从事务堂走出来。怎么回事？难道这女人领完奖励直接回自己院子了？张万山咬着牙，脸色阴沉的可怕。他并不知道于婉晴早就换了道走。在他看来，于婉晴今天能大杀四方，绝对是因为偷偷服用了他之前送去的那些药液。哼，于婉晴，你别以为拿了前3就能飞上天。张万山从怀里掏出一枚黑色的丹药，阴恻恻的冷笑道：那药液里我可是加了毒，就算你真的筑基成功了，只要没我的定期解药，你照样得乖乖爬到我床上来求我。他抬头看向后山的方向，眼中满是吃定对方的狂妄。这时候，张万山腰间的传讯符震动了一下，他面色微变，是邪面老鬼传讯来了。须知，在这宗门之中，可不止他一个内奸，邪面老鬼可是有很多徒子徒孙的。他肯定是得到了消息，内门炼气组大比已经结束，邪面老鬼想询问他情况呢。张万山从怀中摸出那枚散发着淡淡乌光的传讯符，手指微微颤抖地注入一丝灵力。下一秒，传讯符中传出邪面老鬼那沙哑的声音：白痴，老夫怎么收了你这么个蠢货？事务堂内早在1个时辰前就没人了，你守在内正门口，是打算给宗门的石狮子当伴读吗？你那所谓的道侣早就溜得没影了。什么？张万山脸色瞬间一阵青一阵白，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环顾四周，原本安静的事务堂大殿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讽刺。可师傅，我一直盯着正门，他不会走后门吗？蠢货！邪面老鬼冷哼一声，老夫在内门的眼线来报，于婉晴已经领了筑基丹，不知去向。你快去他的洞府找找，他如此迫切，很有可能是寻个隐蔽处尝试筑基了。这个贱人竟然敢耍我！张万山低骂一声，五指猛地攥紧，骨节由于过度用力而发出咔吧的脆响。不过想到自己留下的后手，张万山又强行平复了呼吸，对着传讯符阴冷地笑道：师傅，您放心，就算他真的筑基成功了也无碍，他已经喝下了您亲手调配的那瓶药液，以后师傅你能对他为所欲为。虽然这次没能截获筑基丹有些可惜，但能安插一个筑基器的内应，对老夫的大计倒也算是个不错的补救。邪面老鬼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随即又严厉地叮嘱道：早点找到他，那药液5日之内若没有老夫的特制解药，他的灵力就会逆流，经脉尽断而亡，到时候你那个宝贝道侣就只剩一具红粉骷髅了。是，徒儿明白。张万山收起传讯符，眼神中满是癫狂的欲火。他认准了沈秋怡洞府的方向，身形化作一道暗影，飞速掠去。与此同时，沈秋怡洞府内淡淡的灵雾在空气中弥漫，沈家的阵法闪烁着柔和的青光，将一切嘈杂隔绝在外。于婉晴正在洞府最深处的密室闭关冲击瓶颈，而外室沈秋怡和陈大器相对而坐，这或许是两人认识以来最正儿八经的一次相处，没有之前的荒诞温存，两人只是在低声交流着这几日的变故。大器，你放心吧。沈秋怡端起一杯灵茶，神色郑重。邪面老鬼和张万山勾结的事情，我昨天就已经向师尊禀报过了。师尊说，让我们暂时不要惊动对方，尽量把邪面老鬼引出来，后面的事情他会亲自出手解决。如烟长老既然肯背书，我也就放心了。陈大器点了点头，长舒一口气。如果能借助柳如烟的力量彻底铲除后患，他这几天就能安心外出办事了。最近如烟殿的修缮活快到尾声了。陈大器眼神明亮，继续说道：我盯上了外门任务堂几个不错的活计，等处理完张万山这个麻烦，我就打算出去转转，顺便搜集点提升灵根资质的材料。沈秋怡看着陈大器那认真的侧脸，心中微微一动。这个男人虽然出身卑微，但身上却总有一种韧劲。你准备干什么活？一个是采药，一个是伐木，对了，还有一个是帮忙去找人。沈秋怡听了有些无语，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大活，赚的肯定不多。陈大器挠头，憨厚笑道：我就一个普通外门弟子，这些活对我来说不错了。沈秋怡无奈地白了他一眼，他都有他们几个师姐关照了，陈大器居然还如此朴实，换别人的话，这些活恐怕看都不会看一眼了吧。不忘初心，沈秋怡总结了一句：你可知道这次排名前10的修士还有一个奖励，那就是前往司徒家的水仙山庄，那里有一处灵桃园，司徒家邀请排名前10修士前往那里采摘灵桃，并且可以修炼10日。哦，灵桃吗？
和凡界桃子有什么区别？区别可大了，一颗极品灵桃可延寿20年。陈大器眼前一亮，这么好？当然了，就算是普通的灵桃，也能延寿个几年。而且那地方灵力浓郁，是司徒家族顶级的修炼场所。司徒家族为什么这么好？陈大器好奇。司徒家族和缥缈宗是盟友关系，司徒家族的子弟会进入缥缈宗修行。作为回报呢，每年司徒家族会招待缥缈宗顶尖弟子前往，给予一些资源上的帮助。两个修仙势力也算是互惠互利吧。沈秋怡笑了笑，就比如我沈家，其实也是一样如此的。那不错，于师姐刚刚筑基，正好可以去巩固一下。陈大器是由衷的为于婉晴高兴。看着陈大器乐呵的模样，沈秋怡问道：一看到于师姐能过去修行，你就不嫉妒啊？为什么嫉妒？陈大器摇了摇头，正色道：那是于师姐的机缘，我应该为她高兴才是。看着陈大器认真的样子，沈秋怡微微点头。按到这年头，像陈大器这样真心为身边人着想的人真的不多。听说去水仙山庄的时候，每个优秀弟子可带一个优秀的外门弟子去见识一下的。大器，我觉得于师姐肯定会带你过去。哦，我真的可以过去？陈大器一听有些心动，我看多半会带你，毕竟这次于师姐修为暴涨，是不是你帮忙的？转了这么多圈，说了这么多话，沈秋怡终于问出了心中所想。作为过来人，沈秋怡也不傻。于婉晴忽然和陈大器走得这么近，修为忽然暴涨，两个人没一腿才怪了。陈大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也没说话了。但沈秋怡已经明白，心中无语地想，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嗡！就在两人交谈之际，洞府深处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纯净的灵压，那灵压如潮汐般一波接着一波，带着某种如释重负的清灵感，竟是直接透过了密室的石门。陈大器和沈秋怡同时起身，惊喜地对视一眼。此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雾，落在洞府门口，紧闭的密室大门缓缓开启。只见于婉晴缓步走出，她周身萦绕着淡淡的华光，皮肤晶莹如玉，双眸之中金芒内敛，整个人透着一种脱胎换骨般的仙灵之气。筑基成功了，恭喜师姐筑基成功，从此长生可期。沈秋怡第一个蹦了过去，满脸红光，仿佛筑基的人是她自己一般。陈大器也赶忙上前，感受着于婉晴身上那股如渊如海的气息，诚恳地拱手道：恭喜于师姐终于踏出这关键一步。于婉晴深吸一口气，周身华光尽数敛入体内，她看向两人，清冷的眸子里多了一抹感激。总算成功了。大器、秋怡，多谢你们彻夜为我护法。师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沈秋怡笑嘻嘻地挽住于婉晴的手臂，于婉晴轻轻拍了沈秋怡一下，道：如今我已筑基，是时候去处理那些脏东西了。说罢，他神色一肃，对陈大器叮嘱道：大器，等解决了张万山和邪面老鬼，我会向师门申请，带你去水仙山庄小住一段时日。水仙山庄，陈大器微微一愣，随即一喜。之前沈秋怡就和他提过，那是司徒家族仙城之中的一处仙地。于婉晴耐心地解释道：山庄内不仅灵气浓度，更栽种着司徒家秘传的灵桃。传闻那灵桃吃一颗可延寿，修士吃一颗可精纯灵力，亦可延寿。你是五行杂灵根，若能吃了灵桃，去那里调理一番，对你未来突破炼气后期大有裨益。陈大器心中大喜，暗道这几日的辛勤耕耘果然没有白费，这下真的抱上筑基期高人的大腿了。这不，资源待遇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多谢师姐栽培。陈大器应道：我先出去了，你们留在洞府内等我传讯。若张万山真的找上门，我便顺藤摸瓜，引出邪面老鬼。于婉晴说罢，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沈秋怡的洞府。片刻后，于婉晴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洞府。果不其然，远远的他就看到一个戴着人皮面具的张万山。此时他正焦躁地在院门口徘徊。张万山一见到于婉晴，眼神瞬间变得极其火热，感受到于婉晴周身那股挥之不去的筑基威压，他心中妒火狂燃，忍不住暗骂：这贱人竟然真的成了！你是谁？在我洞府门口鬼鬼祟祟做什么？于婉晴故作不知，冷冷地看着戴着面具的张万山，筑基期的神识直接锁定了他。张万山被这股筑基威压的呼吸一滞，心中惊骇于筑基期的强大，却又想到他体内有毒，胆气又壮了几分。他赶忙压低声音，装出一副恭敬的模样上前行礼：恭喜于师姐筑基成功。小的是张万山师兄的人，师姐贵人多忘事，之前张师兄担心师姐大比，特意吩咐小的给您送去药液，您可还记得？于婉晴听罢，装作思考的样子，颔首道：哦，我想起来了，这药液确实不错，若不是那瓶药液让我在比试中神力大增，这大比前3的位置我还真未必能稳稳坐住呢。见到于婉晴上钩，张万山心中狂喜，成了，这贱人果然以为是药液的功劳，只要他喝了那药，那接下来的一切就由不得他了。师姐满意就好。张万山面具下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不过张师兄说那药液虽好，却有些猛烈的后劲，他怕师姐初次筑基境界不稳，特意让小的请师姐去外面一叙，说是要亲手为师姐调理一番。调理什么？张万山现在被宗门通缉，你可明白？于婉晴冷哼一声：可别害苦了我。师姐，张师兄说了，只要你过去，
定然对你有好处。至于会不会被发现，还请放心。不去。于婉晴冷哼一声。于婉晴寻思着，直接答应张万山，可能没那么容易让他上钩。只是没想到，张万山直接急了。实话和你说吧，给你喝的药液之中含有一种特殊药物，1个月必须服用解药，否则灵力逆流而亡。什么？轰！于婉晴如遭雷击，娇躯剧烈一颤，周身那股刚刚收敛的筑基期灵压竟隐隐有些暴走的迹象。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张万山，眼神中充斥着愤怒。我不信，张万山那个废物竟敢如此算计我！他口口声声说那药液是助我夺魁的重宝。于婉晴咬着牙说道：“师姐，信不信由你。”张万山见他如此反应，心中大定，愈发有恃无恐起来。你现在试着运转灵力，仔细感知一下自己的血液，是不是在丹田正下方3寸之处，隐隐有一种灼热又麻痒的异样感？其实于婉晴体内清爽无比，根本没什么事。毕竟那瓶所谓的药液其实在他洞府里面呢。但此时他却故意露出一抹惊疑不定的神色，当即闭目屏息。片刻后，他猛地睁开双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们到底加了什么？他脚步踉跄了一下，扶住身侧的石墙，眼神中流露出挣扎。你想怎么样？他深吸一口气，语气无奈。师姐是聪明人，自然明白张师兄并不想伤害师姐，只是想请师姐出去一叙，商量一下未来的远大前程。张万山语气戏谑地说道。还有谁要见我？于婉晴冷哼一声，美眸中闪过一丝狐疑。以张万山那家伙的本事，绝弄不出这种连筑基期都无法察觉的诡异毒药。他背后一定有其他人指使吧？呵呵，师姐果然慧眼如炬。张万山也不再隐瞒，阴恻恻地笑道：“邪面老鬼前辈正在山外等候，他老人家手上有独门解药，只要师姐肯乖乖配合，不仅性命无忧，往后在宗门内那更是要风的风，要雨的雨。”于婉晴低着头，沉默了良久，似乎在进行剧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无奈叹息。本以为他给我的药液是真心助我，却没想到竟是催命符罢了。在这宗门里，实力再强也抵不过人心险恶。我去一趟便是，但你们记住，若是想乱来，我与婉晴便是拼着自爆机台，也绝不会让你们好过的。还请师姐放心，我们要的是宗门，不是师姐的命。张万山做了个请的姿势，心中却在狂笑，等到了师傅手里，自不自爆可就由不得你了。两人各怀鬼胎，很快便离开了缥缈宗的外围区域。两个人身形如电，直奔东边那片山谷而去。约莫1炷香的功夫，来到了一处被迷雾笼罩的幽深山谷。山谷中央，一个披着宽大黑袍，脸上附着一张狰狞木雕面具的老者正负手而立，在他身后还站着2个神色阴鸷的炼气七弟子，此时正贪婪地盯着飞驰而来的于婉晴。哈哈，终于来了！邪面老鬼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桀桀笑声，那双隐藏在面具后的枯瘦眼睛贪婪地在向于婉晴身上打量着，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不愧是筑基期的苗子，这股灵力波动当真是极品啊！随着于婉晴的身影稳稳落在山谷中央，他那隐藏在袖中的手指轻轻摩挲过一张传讯符，他联系的自然是柳如烟。落地后，于婉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他冷冷地环视了一圈四周，目光最后落在那个带路的面具人身上，语气冰冷刺骨。邪面老鬼张万山那家伙呢？他躲在哪儿？叫他滚出来见我！嘿嘿，我的好道侣，你这性子还是这么急。带路的面具人发出一阵低笑，随后猛地抬手一撕，呲啦一声，那张栩栩如生的人皮面具被他粗鲁地扯了下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张万山随手将面具扔在地上，目光贪婪地在于婉晴那玲珑有致的娇躯上游走。彻底撕下伪装后，他也不装了，性格也变得扭曲起来。竟然是你！于婉晴故作震惊地倒退了半步，美眸中满是不可置信。张万山，你竟敢勾结邪修，你疯了吗？哈哈哈，疯了！我是被你逼疯的！张万山放声狂笑，语气中充满了怨毒。婉晴，之前在传讯符里，你是怎么对我的？你不但辱骂我，竟然还直接捏碎了传讯符。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相处多年的道侣的？道侣？于婉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满脸鄙夷。亏你还有脸提这2个字，既然是道侣，你在那药液里下毒。张万山，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根本不配提这2个字。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贱人！张万山气得满脸通红，指着于婉晴骂道：若不是那药液，你能有今日的筑基修为？你能拿到大笔前3，现在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以为你筑基了就能摆脱我？于婉晴并不急着动手，她一边唇枪舌剑的回击，一边暗暗感知着四周的阵法波动。她在拖延时间，等柳如烟的合围。好了，都闭嘴！这时候，一直冷眼旁观的邪面老鬼沙哑开口了。他缓缓向前走了一步，阴恻恻地看着于婉晴与道友。万山虽说手段激进了一些，但那药液确实是老夫压箱底的宝贝，它能短时间内压榨潜能，让你修为暴涨，这可是无数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当然了，作为交换，里面加的一点小东西，也是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什么毒？于婉晴咬着牙，美眸中透着一丝恐惧。此毒名为鬼气散。邪面老鬼阴森一笑，
这种毒平时潜伏在血液与灵力之中，甚至能助你精纯灵气。可一旦没有老夫1个月1次的特制解药，那些鬼气就会瞬间反噬，从内部腐蚀你的灵力。到时候，你的肉身会一点点烂掉，灵力仿佛被万鬼啃食，那种滋味，啧，你好狠！于婉晴面色惨白，声音颤抖。婉晴，你怎么和师傅说话呢？张万山立马跳了出来，摆出一副狗仗人势的架势，呵斥道：“给我客气点，只要你以后乖乖听师傅的话，帮我们在宗门内传递消息，解药自然少不了你的。说不定等师傅大功告成，你还能混个长老当当。”张万山越说越得意，甚至想伸手去摸于婉晴那嫩滑的脸蛋。现在，先给师傅跪下谢恩。就在张万山那只肥腻的手即将触碰到于婉晴脸颊的一瞬间，一边突声轰隆隆，原本死寂的山谷上空，虚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生生撕裂，一股厚重如泰山压顶的恐怖威压，带着令人窒息的冰冷寒意，排山倒海般倾泻而下。那威压太过庞大，山谷中的迷雾在刹那间被震散得无影无踪，周围的怪石承受不住这股重压，纷纷崩碎化为齑粉。邪面老鬼那原本英智得意的脸色瞬间惨白，他那双枯瘦的双腿猛地一颤，险些直接跪倒在地。他猛然抬头，惊恐地看向云端，声音颤抖地变了调：“不好，有顶尖高人降临！这股灵压！”他行走江湖多年，感知非常敏锐，对方的气息如深渊般不可捉摸。以他的眼界，起码是筑基巅峰，甚至极有可能是金丹大修。但他万万没敢往元婴期想，毕竟元婴大修士那是如神明般的存在，怎会轻易现身？什么高人？张万山也被这股威压压得胸口发闷，喉头一甜，险些喷出一口血来。他满脸惊骇地环顾四周，心中满是慌乱。这里如此隐蔽，又有阵法遮掩，怎么会有人过来？到底是谁？张万山，是不是你这蠢货漏了行踪，把尾巴带过来了？站在邪面老鬼身后的一个炼气期弟子吓得魂飞魄散，尖声指责道：“不可能，绝不可能被人跟踪！”张万山声嘶力竭的辩解。忽然，他转头看向面色惨白、瑟瑟发抖的于婉晴，脑子里灵光一闪，自以为是的吼道：“肯定是巧合，那位高人恰好路过此地罢了。”想到这里，张万山眼中闪过一抹狠戾，对着于婉晴下令道：“于婉晴，你现在已经筑基，又是名门正派弟子，身份最不易引起怀疑。你立刻出去迎上那位高人，就说你在此处感悟功法，请他速速离开，莫要惊扰。”邪面老鬼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那双阴毒的眼睛死死盯着于婉晴，咬牙切齿地威胁道：“不错，快去把那高人打发走！若是敢露出一丝破绽，老夫立刻催动鬼气散的毒性，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要你乖乖照做，老夫今日便先赐你3个月的解药。快去！”于婉晴低着头，由于极力忍住笑意，身体在微微颤抖。他正想着快点抽身离开呢，没想到他们让他过去，这岂不是正好？他这副样子落在邪面老鬼和张万山眼里，还以为他是怕到了极点。好，我去。于婉晴深吸一口气，扭头朝天空飞去。这一瞬间，那原本惊恐的神情在转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死人般的漠然。等飞出去一段距离，于婉晴冷漠说道：“张万山，今日你必死无疑。你什么意思？”张万山心中咯噔一下，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就在这时，天空中的云层缓缓散开，一道风华绝代、身披淡紫色长裙的身影如仙子下凡，脚踏虚空而立。那双清冷的眸子俯瞰着下方，如同神灵审判蝼蚁。在于婉晴的身后，不知何时2道年轻的身影也悄然浮现。陈大器负手而立，沈秋怡则是满脸兴奋：“张师兄，几日不见，你这待客之道还真是越来越别致了呀！”沈秋怡戏谑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陈大器则是怒视张万山：“就是因为这个叛徒，那天晚上死了很多人，你们怎么会？”张万山咽了一口口水，邪面老鬼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看着天空中那道散发着元婴气威压的身影，发出了绝望的惨叫：“柳如烟，元婴大修士，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来？”张万山此时肝胆欲裂，现在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然而，元婴大修士的领域之内，空间仿佛被彻底冻结，那股排山倒海般的威压之下，张万山只觉得浑身骨骼咯吱作响，别说御空飞行，就是连抬起一根手指头都重于万钧。张万山，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邪面老鬼气得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他做了一辈子邪修，向来谨慎，但自打收了张万山这个所谓的内应弟子后，不仅没捞到半点好处，反而一步步跌进人家挖好的坑里，真的是被到家了。张万山脸色惨白如纸，死死盯着天空中冷漠的于婉晴，终于反应过来，歇斯底里的吼道：“是你引他来的？于婉晴，你这贱人，你难道疯了吗？你体内的鬼气散只有师傅能解，杀了他，你不出3日便会灵力逆流，浑身溃烂而死，你就不怕毒发身亡吗？”于婉晴飞落在柳如烟身侧，闻言竟是轻笑一声，俏脸上满是讥讽，好整以暇的耸了耸肩：“那也要我真的中毒了才行啊！张万山，你真以为我会蠢到喝你送来的所谓灵药？那种脏东西，我连碰都觉得恶心。不可能，那你如何气息暴涨？若非药效，你怎能筑基？”邪面老鬼不信邪的怒吼一声，双手飞快结印，脸色狰狞，
给老夫去死吧！起！他疯狂催动秘法，试图感应于婉晴体内的毒素。然而时间一息一息过去，任凭他如何掐诀念咒，眼前的于婉晴依旧气息沉稳，红光满面，哪里有半点中毒的迹象？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邪面老鬼愣在原地，如坠冰窖。他猛地转过头，看向张万山的眼神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张万山，你这个废物，你根本没让他喝下去，你竟然拿假消息坑骗老夫！噗！急火攻心之下，邪面老鬼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气息瞬间萎靡。废话说完了。天空中，柳如烟那冷彻心扉的声音缓缓落下，他甚至连法宝都未祭出，只是白皙修长的玉手轻轻一挥，死！只见2道紫色的流光宛如雷霆划破长空，那2个练气期的邪修弟子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身体便在瞬间炸成了一团血雾，形神俱灭。不，饶命！如烟长老饶命啊！张万山见状，吓得魂飞魄散，竟是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力气，掏出一张血色盾符，想要捏碎。背叛宗门，残害同僚，留你不得！柳如烟眼神微冷，并指如刀，虚空一划，一道月牙般的紫色气刃瞬间跨越空间。张万山还没来得及激活盾符，那道气刃便从他颈间掠过，紧接着他的身体被后续的元婴之力震得粉碎。曾经在外门意气风发的张万山，到死都没想到自己最后竟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最后，柳如烟的目光落在了瘫倒在地的邪面老鬼身上。至于你，还有些用处。此人是魔门长老，宗内有不少内应，此人应该是知道不少，所以留着他可以了解魔门很多情况，顺便铲除叛徒。他玉手虚空一按，一股狂暴的灵力如潮水般涌入邪面老鬼的体内。咔嚓数声脆响，邪面老鬼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全身经脉被瞬间震断，丹田气海更是被彻底捣毁。这位令方圆百里闻风丧胆的邪修高手，眨眼间变成了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柳如烟袖袍一卷，将死狗般的邪面老鬼禁锢在半空，转头对陈大器3人道：走吧，带回宗门，那些被他害死的弟子也算有个交代了。陈大器看着这一幕，心中唏嘘不已。这就结束了？在元婴大佬面前，所谓的阴谋诡计当真如纸糊的一般。是，封主。陈大器拱手回到宗门，这次抓到邪面老鬼，可谓是抓到了一条大鱼。在宗门执法堂长老的操作下，邪面老鬼全都招了。通过邪面老鬼的口供，直接在宗内抓到4个叛徒，现在全都被押入执法堂，听候发落。下午的时候，陈大器、沈秋怡和于婉晴都来到了如烟殿里面，因为封主说了，这次抓到邪面老鬼，他们3个人功劳很大。柳如烟打算好好奖励他们3人，尤其是陈大器，一定要好好奖励。不过该怎么奖励他呢？前些日子，陈大器一直往于婉晴那里逃，于婉晴过了好一段苦逼的日子，如今好不容易他闲下来了，他这个做长辈的得好好给陈大器补补呢。如烟殿内檀香袅袅，气氛肃穆中透着几分轻快。柳如烟端坐在上手的紫金檀木椅上，一袭淡紫色长裙衬托的她如月宫仙子般高冷圣洁。她目光扫过下方站立的3人，最后在陈大器身上状似无意的多停留了一瞬，眼底藏着一抹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温柔。此次邪面老鬼伏诛，尔等3人皆有不世之功。柳如烟清冷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邪面老鬼位列宗门内门任务榜多年，悬赏数额高达500灵石。按照规矩，此贼由本座亲手镇杀，本座占大头，拿走400灵石以做宗门资源统筹，剩下的100灵石由你们3人平分。对此，你们可有异议？陈大器3人赶忙躬身作揖，异口同声地答道：全凭封主定夺，弟子绝无异议。100灵石分到每人手上也有30多块，对于普通的外门弟子甚至新进内门弟子来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更何况此番最大的收获是铲除了后患。陈大器心里更是透亮，若没有柳如烟出手，他们别说拿奖赏，怕是连命都要交代在那荒山谷里。基于此，3个人都没有异议，尤其是陈大器，他出身寒微，平日里干杂役，每天就赚一些灵沙而已，现在到手的30多块灵石，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啊！很好，柳如烟玉手轻挥，一个小黑带紫稳稳落在于婉晴手中。婉晴，这灵石你且拿去分了。另外，他话锋一转，目光柔和地看着于婉晴，此次你深明大义，不惜以身犯险引出叛徒，心性天赋皆是上佳，本座身边尚缺一名亲传弟子，你可愿意拜入本座门下？每一个优异的内门弟子都是有机会被长老们看中，成为亲传弟子的。亲传弟子和内门弟子的待遇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每个月可听师尊的讲课论道，平日里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请教师尊，师尊心情好了，时不时也会赏赐一些修炼资源。当然了，最大的优势便是有背景了，毕竟亲传弟子要比内门弟子地位高，哪怕是一些长老执事也不能对你发号施令。于婉晴闻言，娇躯猛地一震，随即便被巨大的惊喜所淹没。拜入元婴大修门下，那是多少弟子梦寐以求的造化，放在以前他是想也不敢想的。他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恭敬叩首：徒儿于婉晴参见师傅。柳如烟微微点头，示意他起身，
接着说道：“还有一事，司徒家族已经送来了请柬，炼器组内门考核的前10甲，以及接下来的筑基期考核前10甲，皆可前往司徒家族位于水月仙城内的水仙山庄做客10日。那水仙山庄内有一口水月灵泉，且庄内灵桃正值成熟之际，对夯实根基有极大好处。按照规矩，你们每个人可以带一名外门弟子过去见见世面。”说到这儿，柳如烟那双深邃的眸子微微闪烁了一下，她心里其实在盘算，这次水月山庄之行，灵气浓郁，最适合大气增进修为，但她若要名正言顺的过去，必须得有人举荐。万一于婉晴这丫头推荐了别人，自己该怎么开口暗示才不显得刻意呢？毕竟这可是她私下里想给自家小男人开的后门，她不想做得太过明显。正当柳如烟在脑海里组织措辞时，于婉晴却是想都没想，直接拱手道：“回禀师父，徒儿心中已有合适人选，我想带陈大器师弟一同前往。”哦，柳如烟心头微微一松，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甚至还故意秀眉微蹙，露出一副疑惑的模样。为何是他？我若没记错，陈大器此前似乎只是杂役弟子出身吧？内门中优秀的师弟不少，你为何选他？于婉晴神色坦然，语气坚定，回师父，陈师弟虽出身杂役，但胆识过人，心思缜密。此次若非他提前察觉张万山的异样，并暗中提点，徒儿恐怕早已陨落。如此良才，不该因出身而被埋没。徒儿想带他去见见世面，也算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既然你如此坚持，那便准了。柳如烟这才勉为其难的微微颔首，目光转向陈大器，语气平淡道：“陈大器，此去水仙山庄机会难得，莫要辜负了你师姐的一番好意，在那儿好好修炼，争取早日突破。”陈大器连忙拱手：“多谢峰主，多谢师姐，弟子定当努力，绝不丢缥缈宗的脸面。”出了如烟大殿，三人沿着幽静的山间小道缓缓而行。于婉晴一边走一边从储物袋中取出2袋灵石，将其中的1袋递给了陈大器。“陈师弟，这里是40颗下品灵石，你且收好。”于婉晴轻声道。陈大器微微一愣，有些诧异的掂了掂手中沉甸甸的布袋：“师姐，峰主不是说100灵石咱们3人平分吗？按理说我只需拿33颗，你这给的也太多了。”还没等于婉晴开口，一旁的沈秋怡便掩嘴轻笑，眼波流转道：“大器，你就安心收下吧。这次师姐能拿命拼回大比前3，保住前3的名额，还要多亏了你，而且也因你解决了张万山，所以多给你几颗，师姐心里才踏实。”被沈秋怡这么一揶揄，于婉晴原本冷艳的俏脸竟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她有些羞赧的嘟囔道：“不错，秋怡说的对，况且此次大比入榜，宗门还奖励了我1颗筑基丹，那才是真正的重宝。相比之下，这几颗灵石实在算不得什么。你若是不收，倒显得我这个做师姐的小气了。”见于婉晴态度坚决，陈大器也不再矫情，笑着将灵石收入怀中。既然如此，那便多谢2位师姐了。正好去水月仙城见世面，兜里总得有点碎银子才行。于婉晴见他收下，心里莫名一松，语气也轻快了不少。行了，我先回去闭关几日，我刚刚筑基，根基还不稳，我得趁这段时间好好巩固。陈师弟，你也别落下功课。待于婉晴那道窈窕的身影消失在林荫尽头，沈秋怡这才收起笑意，凑近了些，那一股淡淡的兰花香气扑鼻而来。大器，说正经的，你最近修炼进度如何？炼气5层的瓶颈可有松动？沈秋怡眨了眨眼，那眼神里透着一丝只有2人才懂的深意。陈大器挠了挠头，含糊道：“还行，也就是那样吧，稳扎稳打。你就没觉得缺些什么修炼资源？”沈秋怡挑眉问道。陈大器心中一动，开玩笑的伸出手：“怎么，师姐是要私下资助我点什么灵丹妙药？”沈秋怡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有些尴尬地摊了摊手：“我那点修行资源自己用都紧巴巴的，哪还有多余的给你？不过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柳青青师妹前几日回了家族一趟，今天刚回来，她走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呢。听说她从家里带了不少财物，晚上说要给你送去，所以晚上我让她直接去你那儿。”说完，沈秋怡对他露出了一个你懂的眼神。师姐洞府不是更加方便？王大器倒不是为了财物而给柳青青帮忙，主要是看那个小姑娘可怜。我那洞府边上最近搬来了好几个弟子，人多眼杂，知道不？你住处偏僻，只有徐秋月一个人，反正他也不会乱说的，正好他也可以帮忙盯梢。那行吧，陈大器倒是无所谓，只是可怜了师姐要熬夜盯梢了。晚上见，我走了。沈秋怡随后哼着小曲，轻快地转身离去。陈大器告别了沈秋怡，回到了春林院，可还没进院门，他便愣住了。原本清静偏僻的小院，此刻门口竟然围了不少人。这些人3、5成群，手里还都提着大大小小的礼盒，正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陈师弟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那群人顿时像苍蝇见了蜜一般，作势就要围上来。正在院子里焦头烂额的徐秋月见状，如获大救星，连忙快步迎了出来，仗着那股子干练，进而硬是挡住了众人，一把将陈大器拽进了屋。哎呦，大器，你可算回来了！徐秋月抹了一把额头的细汗，长舒了一口气。陈大器听着院门外那嘈杂的喧闹声，一脸纳闷：师姐，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
怎么都提着东西上门？徐秋月毕竟曾是锦衣玉食，见惯了权谋交易的少奶奶，对这些人情世故摸得透彻。她拉着陈大器走到窗边，压低声音解释道：“你还不知道吧？消息传得比风都快，现在全宗门都知道，于婉晴师姐不仅成了封主的亲传弟子，还把前往司徒家族水仙山庄进修的名额给了你。现在大家都来认识认识你呢，毕竟你和于师姐关系好。”陈大器瞪大了眼睛，有些哭笑不得。消息传这么快，我这也才刚从如烟大殿出来没多久啊。那是自然，宗门里想往上爬的人，耳朵都尖着呢。徐秋月说着，神色严肃了几分，小声提醒道：“大器，这些礼，我建议你还是全推了吧。”陈大器道：“师姐的意思。”徐秋月语重心长地说道：“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些人送的东西，虽说现在看着诱人，可一旦收了，以后他们在宗门里惹了事，或是求你帮忙引荐于师姐，你是帮还是不帮？这人情债最是难还，万一哪天把你牵连进去，得不偿失。况且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外门，太张扬了，反而容易招人嫉恨。”陈大器看着徐秋月，心中不免感叹，这徐秋月心思确实缜密，看问题入木三分。师姐所言极是。陈大器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两人正说着，几个耐不住性子的弟子已经推门挤到了廊下。陈师弟在下外门弟子李大，得知师弟即将前往水月山庄，特备了一瓶聚气丹，还请师弟收下，祝师弟修为大增啊。陈师弟，我是执法堂的吴兰，这是我家乡特产的千年老餐，壮阳的。看着一张张谄媚的笑脸，以及那包装精美的丹药、符箓和补药，陈大器心里说，不心动是假的，这些东西攒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资产。唯独那什么壮阳的，请问他需要吗？他深吸一口气，压下了那股诱惑，一脸正色地走到门口。诸位同门，大家的心意陈某领了。陈大器拱了拱手，语气温和，只是陈某无功不受禄，还请大家把东西带回去，免得让陈某为难。众人面面相觑，又劝了几次，见陈大器油盐不进，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最后也只能悻悻地提着礼物作罢，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待到院子里重新清静下来，徐秋月看着空荡荡的门口，不仅没有因为错失礼物而懊恼，反而满面春风，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他看向陈大器的目光中，除了原本的感激，更多了几分深深的依恋。在他看来，那个曾经的丫鬟秀儿良心大大滴坏，进了宗门不认识他了。可陈大器却完全不同，他很照顾他。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徐秋月觉得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带着陈大器进入宗门了。这个男人知恩图报，等他在水仙山庄得了造化，自己作为他身边唯一的贤内助，往后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大器，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碗热汤。前些日子你肯定累坏了吧？徐秋月欢快地挽起袖子，忙活去了。他心中寻思着，好不容易陈大器有空了，今晚一定要奖励奖励他。顺便狠狠地奖励自己一番。陈大器看着他的背影，哑然失笑。曾经的大户人家小姐，现在居然如此勤快，而且他能够发现徐秋月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以前对他好是因为有利益关系，但现在对他好似乎十分纯粹。入夜，皓月当空，清冷的月辉洒在春林院的小院里，平添了几分静谧。然而屋内隐约传来的阵阵陈大器和柳青青的细语声，却让站在院中的徐秋月有些心不在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特意换上的一身水蓝色轻纱长裙，又摸了摸发间刚插上的玉簪，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委屈。本想着今晚借着庆功的名义好好奖励一下大器的，也顺便让他温存温存，让他感受一下自己的美好。谁曾想这柳青青师妹竟然半路杀了出来，还一头扎进屋里就不出来了。徐秋月悠悠地叹了口气，手里的蒲扇无意识地扇动着。怎么，心里不平衡了？一旁传来一声轻笑。沈秋怡端着一碗徐秋月刚熬好的参汤，姿态优雅地靠在石桌旁，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徐秋月俏脸微红，有些局促地低头道：“哪有，我只是担心大器太累了。沈师姐，您还没回去歇息呢，我特意拿了点东西给你。”沈秋怡微微一笑，放下汤碗，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瓷瓶，递到了徐秋月面前。这瓶运灵丹你收着。徐秋月愣住了，受宠若惊的连连摆手：“师姐，这可使不得，这丹药贵重，我不过是做些杂事，让你拿着就拿着。”沈秋怡强行塞进他手里，语气柔和了几分：“今晚让你在外面守着，也是辛苦你了。你是大器身边最亲近的人，修为你上去了，对他也有好处。”徐秋月握着温润的瓷瓶，心里一暖，违心的小声嘟囔道：“师姐平日里就这么照顾我，守个门真没什么的。我平日里事务繁杂，以后大器这起居生活还得靠你多费心照顾。”沈秋怡眼神幽深：“请师姐放心，我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的，定会尽心尽力。”徐秋月连忙表态：“亲弟弟。”沈秋怡饶有兴味地打量了一下徐秋月那玲珑浮凸的身段，也不点破，转手又掏出一枚玉简：“对了，这门聚水养气术你也拿着。之前听你提过，你水系灵根感应不错，这术法虽不算顶尖，但最是温养经脉，适合你现在的底子。毕竟你之前修炼的催气诀太差了。”徐秋月这下是真的激动了。对于散修或家道中落的人来说，
一门合适的术法远比灵石珍贵，而一个普通外门弟子是买不起珍贵的术法的。他眼眶微热，深深行礼，多谢师姐大恩。行了，那你慢慢钻研吧，我还有事，先回洞府了。沈秋怡摆摆手，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夜色中。与此同时，屋内蜡烛摇曳，映照着一室温馨。陈大器此刻正坐在榻上，怀里赖着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正是那位装嫩的柳青青长老。大器哥哥，青青这次回家可是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呢。柳青青仰着娇俏的小脸，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满是邀功的神色。这副模样要是被弟子沈秋怡看到，一定会惊讶的下巴都掉下来。顺沙鞋面老鬼那群人的师尊，在陈大器面前竟然如此娇滴滴。这说着，他将一个绣着金丝云纹的粉色袋子塞进陈大器手里。陈大器本以为只是一些小玩意而已，可定睛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一堆灵石，粗略一数，竟然有200颗下品灵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发着异香的灵果和普通符箓。200灵石，陈大器有些吃惊。要知道，刚才封主分下来的奖励也才40颗，这小丫头出手未免也太阔绰了。大器哥哥不许推辞。柳青青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两只小手死死搂住陈大器的腰，撒娇道：青青的命都是你救的，你要是不收，青青会伤心难过的。陈大器不知道的是，之前柳如烟在大殿之中收走的400灵石，其中一半就是给他留着呢，剩余的则是换成了灵果、符箓等物。毕竟陈大器马上就要出远门，前往水仙山庄了。虽然说很安全，可身上背这点东西，总归不会错。陈大器看着怀里这个软糯糯的小姑娘，心中又是感动又是感慨。他紧了紧怀里的娇躯，低声道：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东西我不能要。在他心里，柳青青就是个不谙世事、身世悲催的小姑娘，她自己都过得不如意，怎么能要她的东西？他估摸着这些灵石等物必定是他多年界族留下的一些财物吧，他不能要。柳如烟看着陈大器再次拒绝，心中不由得一荡，他竟然又拒绝了。须知这么多修炼资源，哪怕是筑基修士都要眼馋呢。没想到区区一个炼气4层的修士会拒绝。陈师兄，你就收着吧，说了不要就不要。那你出远门，总归身上要带一些防身的吧。柳青青苦口婆心道。陈大器沉默了，看着柳青青认真倔强的俏脸，无奈道：柳师妹，你自己伤势都没好全，就给我这个那个的，你以后也还要修炼呢，我那还有呢。况且陈师兄你修为更好了，是不是更能帮助我呢？柳青青娇滴滴的说道。这行吧，不过灵石你都拿回去，这次柳如烟长老可是赏赐给我不少灵石。陈大器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二位师姐客气，多给了我一些，加上我以前存的，现在我手上可是有75块灵石了，这对任何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来说，绝对算得上是巨款了。他也不贪心，这么多足够了，你还真是实在。柳青青不由得感叹。不过既然陈大器都这么说了，他也没有继续说，随后便将200灵石取出。现在袋子里还剩下一些能增进修为的灵果，以及3张1阶中品的攻击符箓，以及2张1阶上品的护身符。收好东西，柳青青又问起了他修炼叠浪掌和祭灵炼气术的事情。对于不懂的东西，可以和他说。陈大器自然问了一些，柳青青也是一一解释过去。他发现和陈大器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便已经是后半夜了。柳青青穿好了贴身衣物，忽然心中一动，问道：累了？陈师兄，你见了柳如烟长老，你觉得他人怎么样？他呀，很强大。陈大器回忆了一下大殿里面，由衷感叹，这样的女人他连直视一眼都不敢呢。我知道很强大，我的意思是他为人风格如何？他人很好啊，嫉恶如仇，绝对是个好人。陈大器对柳如烟的印象确实不错，那样貌如何？活了500岁的柳如烟最在意的其实是她的容颜，很美。陈大器实话实说。真的啊？柳如烟心中一喜。陈大器坦然道：当然了，就是什么？柳如烟心中一紧，就是衣着穿的不是很好看的样子，有些老气吧。陈大器回忆了一下说道。柳如烟老气？穿着老气？什么眼神啊？她平时穿的可都是高阶的法袍，你觉得呢？陈大器朝柳如烟问道。柳如烟只得尴尬的笑笑，是有点，估计是平日里一直闭关不出的缘故吧。陈大器倒是没多想，柳如烟则是暗暗决定回头多买几件好看的法袍回来。等柳如烟离开后，徐秋月便忙不迭地推门进了屋，屋子里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咸鱼味，以及柳如烟身上的淡香。徐秋月抽了抽鼻子，心中酸溜溜的。他知道柳青青那丫头虽然看着娇小，但在大器心中的分量可不轻。毕竟陈大器好几次说过柳青青姑娘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开始替陈大器收拾起略显凌乱的屋子。收拾完后，他见陈大器打算睡觉，便俏脸一红，也没等陈大器开口同意，就咬着唇解开外袍，像条滑溜的小鱼一样钻进了暖烘烘的被窝。大器，夜深了，外面风大，我给你暖暖。感受着那熟悉的充满弹性的温热贴了上来，陈大器那点关于修炼的思绪顿时被打断。被窝里暖洋洋的，夹杂着徐秋月身上那股踏实的烟火气，确实格外舒服。也罢，师姐替他站岗了大半夜，
也不能让他太寒心。这一夜注定又是狠狠奖励徐秋月的一夜。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陈大器和徐秋月温存了一阵后，便穿戴整齐起了身。看着还在熟睡中，嘴角带着一丝甜笑的徐秋月，他心中一定，推门而出。考虑到过几日便要跟着于婉晴前往水仙山庄，那可是大地方，他手里既然有了灵石，自然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是为了仪容，长途跋涉总不能一直穿着这身磨得起毛的外门弟子服，还得备件轻便耐磨、体面些的衣服和新鞋。二则是为了保命，灵石虽然也能恢复灵力，但那需要静心打坐，慢条斯理地吸收。而在危机四伏的野外，若灵力枯竭，得服用吞下即化的丹药，比如炼气修士常服用的，便是一种叫回灵丹的丹药，价格不贵，格外好用。陈大器下山来到了山脚下的缥缈仙城，这里是修仙者的集散地，店铺林立，叫卖声不绝于耳。他没有急着下手，而是发扬了以前货比三家的优良传统。在询问了3家铺子后，陈大器心里大概有了数。第一家万药阁的名气大，但回灵丹价格也是最贵，一颗需要500灵沙，实在太宰人。第二家虽便宜些，但丹药成色不一，有些甚至还有焦糊味，怕是药效不佳。最终他停在了第3家名为百宝斋的铺子前。这家店规模中等，但招待客人的女修看起来颇为实诚，暗示东西要得多，有特殊服务。竟然有特殊服务！看着面前面容姣好的女修，陈大器心中一动。首先，这家百宝斋铺子的回灵丹只需要400灵沙而已，其次还能有特殊服务，这让陈大器心痒痒起来。按照女修说法，这一颗回灵丹的药效差不多是一颗灵石的灵气，不知道有什么特殊服务。陈大器问道：道友，我有几个小姐妹，乃是散修，长得比我漂亮许多，可以做灵石道侣。只要你在本店购买10灵石以上的货物，就可以只需要支付1块灵石，让以为漂亮的女修做你1晚上灵石道侣。原来是咯咯哒！陈大器一听，顿时无语了。本以为是一些听课讲道等特殊服务呢，原来是咯咯哒的服务。这种咯咯哒他在乡下见过很多，所以见怪不怪了。呵，道友，这个还是算了，我要20颗回灵丹，这是8块灵石。陈大器直接拿出了8颗灵石。女修见陈大器不需要服务，顿时有些失望。她和几个小姐妹经营这家铺子，因为生意不好，只能出卖一些相貌。当然，她也不是谁的生意都接。这不是看陈大器穿着缥缈宗弟子服饰，而且相貌敦厚老实，他才介绍的吗？没想到人家不需要。片刻后，陈大器收好那20颗回灵丹，正准备转身离开铺子，那原本有些失望的女修忽然神色微动，压低声音提醒了一句：道友，你回去的时候千万小心身后。陈大器脚步一顿，眉头微皱，原本平稳的气息凝了凝。掌柜的意思是，你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街角有个眼神不正的人一直盯着你呢。女修一边整理着柜台上的杂物，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你穿着缥缈宗的弟子服，若是寻常散修道也不敢动你，但才搏动人心，看来你被人盯上了。女掌柜是江湖人出身，对这种劫道的事情见得很多，而陈大器看起来敦厚老实，又在他这里买了东西，所以他出于好意提醒了一句。陈大器心中一凛，下意识的就要转头朝街上看去。道友，别打草惊蛇！女修低喝一声，止住了他的动作。他巧笑嫣然的抬起头，像是在送别老主顾，大大方方走便是。这仙城之内他们还不敢动手，出了城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陈大器稳住身形，深吸一口气，暗道自己终究还是江湖经验浅了些。由于来的路上行人如织，嘈杂不堪，他虽然感知强大，但真的没注意身后情况。多谢提醒，这份情陈某记下了。陈大器朝女修郑重的点点头。女修见他这副模样，眼波流转，补充了一句：没事，道友若是真遇上什么麻烦，解决了之后，我这里也收2手商品，价格公道，绝不外传。所谓的2手商品，陈大器自然心领神会。这修仙界的黑市买卖，说白了就是销赃。许多杀人夺宝之后的战利品，苦于无法在正规渠道出售，便会找这些铺子变现。陈大器点了点头，转身大步走出了百宝斋。踏入繁华的街道，他并没有立刻急行，而是像寻常逛街一般，不紧不慢地朝城门口走去，顺便还在路边的地摊上买了2双结实的鹿皮靴子和一身墨青色的劲装。有了女掌柜的提醒，他此时感知全开，神秘雾气最近增长了一大截，让他的感官变得极度敏锐。很快，他便感知到在身后几10丈开外有3个若即若离的气息，一个炼气1层，2个炼气3层。就这，陈大器心中一松。与此同时，他也感知到其中2个人的身份，竟然是熟人。一个是当初在杂役房针对他的张大虎，另一个则是张大虎的表舅赵长海。这赵长海当初乃是管事，做些管理的活，可惜因为他，这2个人都被逐出宗门。至于那第3个炼气3层的，生面孔，看打扮似乎是个散修。这2个阴魂不散的东西，竟然这么巧。陈大器忍不住嘀咕，他不想伤人，但是这3个人跟了他有一段时间了，摆明了是找他麻烦。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了。另一边，在街道转角的阴影处，张大虎目光怨毒的死死盯着陈大器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表舅，还真是这小子，我托守门的杂役盯着，说只要见到这姓陈的独自下山，就立刻通知我。
没想到真等到了。张大虎一边低声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右手。当初在杂役房，他被陈大器一掌打伤，随后更是和表舅赵长海一起被无情地逐出了宗门。从那天起，他每日每夜都在盘算着如何报复。毕竟他早就打听过，陈大器只是杂灵根，这辈子炼气3层算是修炼到顶了。而前几日竟然传出这小子举报邪面老鬼立了大功，还得了一大笔灵石奖励，30多块灵石啊！赵长海在一旁阴沉着脸，眼中的贪婪之色丝毫不加掩饰。在他们看来，陈大器依旧是那个只会埋头干活、撞了狗屎运的杂役。至于他能进外门，甚至还被封主看中，在张大虎两人眼里，那全是靠着八戒鱼丸、秦和沈秋怡得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此时的陈大器已是炼气4层的修为，战力更是远非同阶可比。熊林兄，看到前面那个背着包袱的小子没？那就是咱们的目标。他身上至少揣着30块灵石，而且看他刚才在百宝斋待了那么久，恐怕手里还买了不少好货。赵长海转头对身边的一名魁梧汉子说道。那被称为熊林的散修冷笑一声，目光在陈大器身上扫了扫，满是不屑。呵呵，他身上灵力气息散漫，走路也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看起来平平无奇。这种货色也能当上缥缈宗的外门弟子，现在的名门大派真是越来越回去了。熊大哥，你有所不知，这小子奸诈得很，极善钻营拍马。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师姐们，偏偏就喜欢他这副憨厚老实的长相，对他照顾有加。张大虎愤愤不平地啐了一口，心中极度的发狂。不错，真不知道他除了那张脸还有什么长处。赵长海跟着冷哼，一想到自己当初在那杂役房当管事时是何等威风，如今却成了这仙城里的落魄散修，他心头的恨意就像毒蛇般撕咬着他的理智。哈哈，行了，管他有什么长处，一会儿到了城外，老子一刀下去，保准让他现出原形。熊林猖狂一笑，他按了按腰间的一把造型诡异的短刀，那是一把残破的一阶下品法器阴风刀。虽然刃口有些豁口，但由于融入了一丝阴魂之气，对付同阶修士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老规矩，事成之后我拿4成，你们2个分剩下的。熊林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赵长海虽然心中有些不舍，但想到熊林毕竟是炼气3层巅峰，且手握法器，战力非他们可比，便点头应道：可以，成交。三人隐匿好气息，像3条游走在阴影中的毒蛇，不远不近的尾随着陈大器出了仙城大门，一路朝着那荒草丛生的乱石岗走去。而走在前面的陈大器此刻神色紧张，他没怎么打过架，但这次他自知是一定要面对的。另一方面，他对自己也有着自信心，他现在是炼气4层，境界比他们都高，且修炼了叠浪掌，身上还有各种符箓以及神秘雾气加持，所以根本不怕。一个炼气3层巅峰，一个炼气3层，还有一个炼气1层的废物。陈大器心中暗暗摇头，步子却越走越偏，专门往那人烟罕至的林子里钻。陈大器快步走进了一片密林，这里古木参天，荒草没息，是个杀人越货的好地方，也是个埋骨他乡的寂静地。他走到一棵歪脖子树下，装作体力不支的样子，靠着树干缓缓坐下，还从怀里掏出水壶大口喝着，眼神却不断地往四周瞟，露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哈哈哈，这就累到了，跑啊！你怎么不跑了？一声狂笑从灌木丛后传来，张大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狰狞。在他看来，陈大器不过是个炼气1层的废物，如今又落了单，根本不值得他费心思去偷袭。赵长海紧随其后，眼神阴毒得像是要滴出水来。两人并肩而立，完全没把树下的陈大器放在眼里。跟在最后的散修熊林扛着那把散发着淡淡寒气的阴风刀，虽然觉得这两人如此拖大有些不妥，但转念一想，对方只是个名门大派里的杂役，料想也没什么反抗能力，便也因沉着脸走了出来。是你们？陈大器故意手一抖，水壶跌落在地，脸色变得惨白，声音也带着几分颤抖。张大虎，赵管事，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陈大器，你当初害得我和表舅被逐出宗门，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张大虎呸了一口，笑得肆意妄为。赵长海则是上前一步，咬牙切齿道：也害我没了职位，今日在这荒郊野外，老夫定要一刀刀剥了你的皮，把你的肉喂了这林子里的妖兽，方能泄我心头之恨。陈大器咬牙，当初是你们欺负我在先，我不过是求个公道。公道？赵长海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陈大器，你还没醒呢，在这修仙界，拳头就是公道，弱者注定就是要被欺凌、被掠夺的。你之所以能进外门，不就是靠着那几个师姐的裙带关系吗？没了他们护着，你算个什么东西？是吗？你们真的是这么认为的？陈大器原本瑟缩的身子忽然顿住了，低垂的眼帘遮住了其中流转的神秘雾气。废什么话，杀了再说，老子还赶着回去快活呢。一旁的熊林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这叔侄俩的叫嚣。身为一个常年游走在刀口上的散修，他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反派往往死于话多。话音未落，熊林猛地横跨一步，腰间的阴风刀骤然出鞘，但嗖的一声，陈大器手上的速度更快。刚刚在说话的时候，
他身周的神秘雾气已经将这3个人锁定，他的首要目标是这个看起来最不好惹的雄灵。灵力值猛然爆发，扑哧，雄灵手里的阴风刀只拔了一半，他全身好像被抽去了灵魂一般，全部瘫软了下来。随着他倒下，赵长海和张大虎跟见了鬼一样。陈大器又是一记灵力值，但这时候赵长海终于反应过来，他连忙一拍腰间，嗡的一声，一层防护罩将他保护了起来。但身边的张大虎没这么好运气了，他胸口被洞穿，倒在地上，口中不停冒血。怎么会？张大虎双目失神地看着越来越靠近的陈大器，不可思议。炼气4层？你是炼气4层了？赵长海瞳孔一缩，被吓得亡魂皆冒。对方不是杂灵根吗？怎么忽然变成炼气4层了？这是什么怪物？此时的他连逃跑的心思都没有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求饶，放过我！不是我要来的，是张大虎，都是他。张大虎，你瞎了狗眼，竟然找大器兄弟麻烦。可惜张大虎注定是不会回应了，因为他已经翻白眼，气绝身亡。陈大器冷笑着看着他在这修仙界，拳头就是公道，弱者注定就是要被欺凌、被掠夺的。这句话还给你。话落，陈大器打出一掌，叠浪掌，噗！随着陈大器这一掌拍出，空气中竟隐约传来了潮汐澎湃的声音。这叠浪掌一共有9层，一层比一层强大。而这叠浪掌虽然他只练成了第1层，但炼气4层的雄魂灵力汇聚一点，又岂是赵长海那种靠资历混日子的炼气3层能抵挡的？那一层薄薄的护身符光照在掌力面前，脆弱的像一张纸，瞬间崩碎。紧接着，赵长海惨叫一声，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身后的树干上。他的胸口肉眼可见的凹陷下去一大块，口中鲜血夹杂着内脏碎片喷涌而出。你隐藏的好深！赵长海歪着头，眼中充斥着悔恨，最终头一歪，彻底断了气。密林中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陈大器站在原地，由于一次性杀3人，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心跳得厉害。但看着地上那3具尸体，他眼中的惊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呼，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原本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已经收起。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在弱肉强食的修仙界，如果今天他不够强，躺在这里被剥皮拆骨的就是他陈大器。唯有强大才能活下去。他自言自语道，随后迅速上前检查3人的遗物。赵长海这老家伙果然没少捞油水，怀里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里面竟然有4颗灵石和几百粒灵砂，甚至还有一张未激发的轻身符。张大虎这个废物理所当然最穷，身上只有几十粒零散的灵砂。最后是那散修雄灵。陈大器捡起那把掉落在地上的阴风刀，刀刃通体暗青，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虽然有几道缺口，但显然比赤手空拳要强得多。除此之外，雄灵兜里还有2块灵石和几瓶不知名的劣质丹药。陈大器没有耽搁，他按照江湖规矩，熟练地在3具尸体的大动脉处补了鸡刀，任由鲜血喷溅进入泥土。这种血腥味在野外极易吸引妖兽，不出半个时辰，这里就会成为妖兽的餐桌，连骨头都不会剩下。做完这一切，他再次运转藏息诀，从另一条小路潜回了缥缈宗的住所。一推开院门，一股淡淡的皂香扑面而来。只见徐秋月正挽着袖子，露出一双雪白纤细的胳膊，像个小媳妇似的坐在小板凳上，正费力地搓洗着她的脏衣服和那大片的床单。看到陈大器回来，徐秋月的脸蛋微微一红。没办法，昨晚2人的床单没法看，她一早起来就羞得不行，趁着陈大器出门，赶忙拿出来洗了。大器，你回来了。徐秋月刚说完，目光忽然落到了陈大器腰间别着的那把阴风刀上，惊讶道：咦，你买法器了？这刀气息好生阴冷。陈大器见他那副温婉持家的模样，心中一暖，道：仙城里捡了个漏，虽是残破的，但防身够用了。这可是法器。徐秋月娇呼道：不错，可惜残破的。陈大器微微一笑，虽然是残破的，不过在来的路上，他尝试输入灵力，发现比起普通的武器要好用多了。法器这东西，若不经过炼化，拾起来终究隔了一层。徐秋月一边拧着湿毛巾，一边认真地说道：我听那些讲经堂的长老说过，唯有将自身的灵力烙印打入其中，才能如臂使指，否则非但威力大打折扣，还容易在关键时刻被原主残留的意念干扰。陈大器心中一动，点头应道：原来还有这些门道，多亏你提醒，我这就去试试。回到屋里，陈大器盘膝而坐，横刀于膝前，他尝试调动体内的灵力，缓缓渗入刀身，却发现这把阴风刀内部仿佛有一团顽固的乱麻，那是雄灵留下的灵力印记。以他炼气4层的修为，想要强行磨灭这股印记，恐怕得耗费1日之功。试试那个。陈大器心念微转，引出一缕丹田深处的神秘雾气，顺着指尖钻入刀柄。意外发生了，那原本顽固无比的雄灵印记，在接触到神秘雾气的瞬间，竟像老鼠见了猫一般，发出一声极其细微的滋滋声，眨眼间便被消融得干干净净。仅仅几息功夫，陈大器就感觉到手中的阴风刀与自己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的奇妙感。他猛地睁眼，对着空处随手一挥，嗡，刀身巨颤，一道惨绿色的月牙形刀芒呼啸而出，速度快得惊人。
空气中仿佛有凄厉的风吼声炸响，刀芒重重撞在远处的一块破木桩上，竟没有发出撞击声，而是如热刀切黄油般将其一分为二。切口处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白霜，周围的空气温度骤降，透着一股直钻骨髓的阴寒。好霸道的阴风技！陈大器满心欢喜，这残破法器的威力远超他的预料。数日后，今日便是正式出发前往司徒仙族水仙山庄的日子。大清早，于婉晴便来到了陈大器的住所。他今日换上了一身利落的束绣道袍，显得英姿飒爽，只是眉宇间依旧带着几分习惯性的清冷。准备好了吗？司徒家的非洲已经到了。陈大器背着简单的包裹，腰间系着那把用布条缠绕伪装的阴风刀，憨厚一笑，准备好了，师姐。当两人来到宗门出口处时，陈大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只见两艘长达数十丈、通体由玄青色陵木打造的巨大非洲静静悬浮在半空，周身雕刻着繁复的符文，在晨曦下流转着淡蓝色的光晕。船头悬挂着绣有司徒二字的巨大旗帜，猎猎作响，尽显千年仙族的底蕴与威严。非洲下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子，都是内门中佼佼者，而在这些内门前10甲弟子的身边，还跟着像陈大器这般的同行之人。这些人也无一例外，全都是外门的佼佼者，实力最低都是炼气8层。而在非洲的甲板上，几名身着华服的司徒家修士正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众人。外门弟子前来登记。不远处，一个司徒家族的修士冷着脸坐在一张不知名兽皮包裹的长案后，手里拿着一卷闪烁着流光的玉简，声音中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陈大器扭头朝身边的于婉晴道：“师姐，那我去登记了。”“好，我在这里等你。”于婉晴微微点头。陈大器迈步走向报名处，此时登记台前正围着一圈人。只见那司徒家族的修士正对着一个剑眉星目的少年冷声道：“区区炼气7层，你确定要去？此次去我家族的水月山庄，可不只是游山玩水，到时为了夺得食用灵桃的资格，外门弟子之间或许会有竞争比试。你这个修为进去了也是自取其辱，白白浪费名额。”那炼气7层的少年名叫萧良，虽然修为在这一众外门佼佼者中垫底，但脊梁挺得笔直。他此次乃是跟着一位筑基期的内门天才师兄前来，身份倒也并不普通。修为高低固然重要，但并非绝对。面对质疑，萧良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昂首说道，声音传遍四周：“修仙之徒本就是逆天而行，若因畏惧挑战，担忧修为不如人便裹足不前，那还修什么仙，求什么道？我辈修士争的是那一线生机，守的是一颗无畏道心。若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纵然空有一身法力，也不过是长生路上的种种枯骨罢了。”这一番话值得有声，引得周围那些炼气8层、9层的外门弟子纷纷嗤笑，觉得这小子在大放厥词，说的倒是好听，到时候看我不打趴你。看来那灵桃非我莫属，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让内门师兄带你过去。一群外门弟子十分不屑，觉得萧良在说着大话。然而在非洲甲板上围观的几位内门精英听了萧良的话，却微微点头，眼中露出一抹赞赏。好一个争一线生机，守一颗道心。萧师弟说的不错。一名内门弟子出声附和道：“不错，若是所有人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那还修什么道？”有一个内门女弟子颔首。陈大器排在后面，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豪情万丈。原本他炼气4层的修为有些心虚，毕竟炼气7层的萧良都被嘲讽，他恐怕也会被人贴脸开大。但听了他的话，他顿时觉得说的有道理。吾辈修士就应该有一颗无畏道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赞赏夸奖萧良，萧良挺起胸膛报名。萧良乃是黄立行师兄带来的师弟，炼气7层。报名的司徒家族修士白了他一眼，还是给他报了名。下一个司徒家族修士目光看向陈大器，姓名、修为、所属名额。这位师弟不要怕。萧良看陈大器也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顿时也知道对方修为不高，于是鼓励要有一颗无畏道心，大胆地说出自己修为吧。对，这位师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支持你。对啊，修为低又怎么了？不要怕。众多弟子纷纷喊道，予以对陈大器的鼓励。陈大器被说得热血沸腾，他有模有样地学着众人拱手，激动道：“多谢诸位师兄的鼓励。说实话，我修为不高。”萧良微微一笑：“不要担心，在这里没有人会取笑你。”是啊是啊，取笑你做什么？估计是炼气6层吧，努力一下就能炼气7层了。你还年轻，炼气6层其实并不算弱。众人鼓励着，就连之前嘲讽萧良的弟子心神也被触动，自觉惭愧之下，开始鼓励陈大器。陈大器用力点头，心中彻底放下心来。其实我是炼气4层。人群都是呆愣了一下。炼气4层，师弟，你没开玩笑吧？萧良嘴角一抽。陈大器老实巴交道：“师兄，我没有开玩笑。师弟，你这个修为太低了，过去真的浪费名额啊。”萧良忍不住说道。其他人也绷不住了：“陈师弟，你这妥妥的垫底了呀！哎，浪费名额，灵桃怕是与你无缘了哦。你这过去不是添乱吗？”陈大器嘴角抽搐，朝萧良道：“萧师兄，刚刚你说要有一颗无畏道心，我可是听了你的话。”萧良寻思着，这无畏道心是不假，可不能以卵击石啊，那不是傻子了吗？
谁家无畏道心是傻乎乎跨越这么多修为去挑战的？这就好比炼气小散修朝元婴大修士叫嚣，那不是茅坑里点灯找屎吗？不过萧良见陈大器极为认真，也不说丧气话了，勉励道：“没事没事，重在参与嘛。师弟，那你大胆的报名吧，师兄双手双脚支持你。”外门弟子陈大器，炼气4层，跟于婉晴师姐的名额。陈大器说道：“炼气4层。”那司徒家修士跟见鬼了一样看着陈大器，不过最终还是给他记了上去。经此一事，陈大器算是彻底在这里出名了。众人看向他的眼神各异，有的带着怜悯，觉得这小子真把萧良的毒鸡汤当了真；有的则是一脸鄙夷，觉得他纯粹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浪费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珍贵名额。而在半空中那艘巨大的非洲甲板上，一道火红色的娇俏身影正凭栏而立，听着下方的动静，原本精致的俏脸此刻满是无语。此人正是司徒家的天之娇女司徒婉儿，这就是于婉晴带的师弟，区炼气4层也敢往水仙山庄凑，这不是招人笑话吗？司徒婉儿冷哼一声，当初在内门大比中，他败在于婉晴手中，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很不服气，所以对于婉晴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注。他身后的中年女长老压低声音道：“小姐，老身打听过了，这个陈大器原本只是个杂役，资质平平，但据说此子重情重义，在之前的灵州仙城劫修之乱中，曾拼死救过于婉晴。想来那于婉晴是想借此机会报恩吧？原来是有过救命之恩。”司徒婉儿嗤笑一声，眼中闪过一抹轻蔑。这于婉晴虽然天赋不错，可惜太过念及儿女私情，修仙路漫漫，恩情这种东西，直接用灵石打发了便是。他竟然把如此珍贵的名额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修行之心不纯，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女长老点了点头，又有些担忧地转过话题：“小姐，家主之前传讯，不建议你此次前往水仙山庄，最好留在家族闭关。为何？”司徒婉儿挑眉道：“灵桃盛宴乃是家族盛事，我怎能缺席？近期水月仙城附近不太平，有不少修士神秘失踪，其中甚至不乏筑基期的散修。”女长老神色凝重，家族怀疑可能有大魔修在大规模出没，正在暗中炼制什么歹毒的万灵血旗之类的法宝。哼，区魔修而已，不必担心。司徒婉儿傲然道：“本小姐从不独行，且有家族重保护身，再加上宗门这么多精英在此，哪个魔修敢自寻死路？我非要去，我还要在那于婉晴面前再试试他的手段。之前被于婉晴打败，他很不服气，所以想要再找回场子。”一个多时辰后，随着2声低沉的轰鸣，2艘巨大的非洲缓缓升空，灵光护照升起，破开云层，朝着水月仙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水月仙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因城中有一口常年喷涌、色如琥珀的水月灵泉而得名。传说在那灵泉边修炼，能抵御心魔，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圣地。现在司徒家族以这口灵泉为中心，建立了水仙山庄。山庄附近有一片占地很广的灵桃园，都是用灵泉水浇灌。每年这个时候是灵桃成熟的季节。陈大器坐在非洲一角的甲板上，看着下方飞速倒退的山川，心中有些郁闷。因为刚刚他打听过了，过去不代表就可以吃上灵桃。据说每年司徒家族都会出考核，外门弟子之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司徒家族内部修士以及一些附属家族的修士一起竞争，排名前20名才有资格享用灵桃。而那些修士实力最低的都是炼气6层，大多数都是炼气8层甚至9层的修士，难怪被人嘲讽。我确实自不量力啊！如此想着，他从储物袋内拿出一颗灵果，这灵果是之前柳青青送给他的，他一直不舍得吃，想着出门的时候解渴用。但此时一吃，陈大器顿时瞪大了眼睛，好香，好浓郁的灵力。只是一瞬，陈大器只觉得一股精纯的灵气在喉间炸开，顺着喉咙直冲4肢百骸，那感觉就像是久旱的土地迎来了暴雨，全身的窍穴都在贪婪的开合。这哪是解渴的果子，这是宝贝啊！陈大器瞪大眼睛，这灵果的后劲极大，他的丹田瞬间被塞得满满当当，原本停滞在炼气4层的瓶颈，在这股巨力面前竟显得有些摇摇欲坠。他脸色通红，浑身灵力涌动。这一刻，他知道柳青青给他的不是普通灵果。哎，柳青青这个小姑娘也太客气了。陈大器暗暗决定，下次见面一定要狠狠地补偿她才行。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突破，无异于赤身裸体走在大街上，万一被打扰，后果不堪设想。陈大器强行压制住体内暴走的灵力，找到了于婉晴，把自己要突破的事情说了一下之后，于婉晴表示等进了仙城，可以让他在自己住处突破。陈大器感激地点了点头，有了师姐的保证，他心神稍定。一转眼已经是2日之后，这一天傍晚，天边残留着如血的晚霞，与下方一座宏伟的城池交相辉映，远眺而去，水月仙城的城墙竟是半透明的琉璃色，城中有一股浓郁的灵雾升腾而起，那是水月灵泉散发出的气息。远远望去，整座仙城仿佛笼罩在一层琥珀色的轻纱之中。非洲穿过后云，掠过热闹的闹市，最终落在了仙城南边的水仙山庄。这里花开如锦，流泉飞瀑，与其说是山庄，不如说是一处人间仙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桃香，沁人心脾。
陈大器感觉到体内的那股灵力又不安分地跳动了一下。刚下非洲，等级森严的规矩便体现了出来。内门弟子如雨晚晴、司徒婉儿之流，皆有司徒家的执事亲自引路，前往环境优雅、灵气浓郁的单独起居室。而陈大器这些外门弟子，则被带往了山庄侧翼的一处普通别院。此处名唤厅宇居，你们这些外门师弟便暂居于此，4人一房，莫要喧哗，更不可乱闯内院禁地，否则严惩不贷。一名司徒家的执事冷冷地交代了几句，随手分发了令牌，便转身离去。陈大器拿着属于自己的丁字30号令牌，走进了别院。屋内陈设简单，4张硬木床分列4角。此时屋里已经坐了3个人，正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见到陈大器推门进来，原本热闹的气氛诡异的寂静了一瞬。那3人的目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陈大器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都知道陈大器，毕竟炼气4层的修士，这名字早已经传遍了。坐在首位的一名身材魁梧、留着络腮胡的男子站了起来。陈师弟，鄙人张翠龙，炼气9层。你好，我叫陈大器。张翠龙点头，随意的指了指角落的抹布，忽然道：陈师弟，咱们修仙界打者为师，既然你占了个名额，总得体现点价值。反正接下来的灵桃竞争你也铁定没戏。这屋子脏得很，你先把地扫了，桌子抹一遍，我们几个还要抓紧时间修行，争取在那20个名额里争上一争，所以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了，懂了吗？另外2人一脸平静，在他们看来，陈大器这种靠关系进来的弱鸡，确实只能干一些杂活，否则的话，难不成让他们干啊？他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还要修行呢。原本以为陈大器肯定不太乐意的，另外2个弟子都已经把教训的说辞想好了。但让张翠龙3人意外的是，陈大器听完要求后，只是抬头看了看地上的灰尘，随即平静地点了点头，知道了师兄。3位师兄尽管修行便是，这里交给我就行。他曾在外门当了多年的杂役，打扫卫生这种事并不算什么，心中也没觉得有多大的屈辱。打扫就打扫吧，早点忙完就去师姐那里突破去。见陈大器如此识趣，张翠龙微微一笑，暗道到底是杂役出身，这骨子里就是个伺候人的命。另一个炼气8层的弟子道：手脚利索点，别弄出太大动静，耽误我们吐纳。说完，3人便自顾自地占据了屋内存有的3张上好软榻，旁若无人地聊了起来。通过他们的交谈，这3个人各自叫张翠龙、吴蒙以及徐振轩。除了徐振轩是炼气8层之外，其余2个人都是炼气9层。打听到了，这次司徒家族以及其附属家族的修士一共出动了80多人吧，加上我们此行的20个人，一共100人左右，竞争20颗灵桃。规则是这样的，到时候这20颗灵桃都会散落在一片林中，我们进入这片林中，不仅要找到灵桃，还要处理妖兽以及竞争者的威胁。陈大器听了，心中暗暗盘算，100人争20颗桃子，5选1的概率，但他有着神秘雾气作为感知手段，因此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个绝佳的机会。但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突破。半个时辰后，陈大器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甚至皮肤表面都隐隐透出一层红润。3位师兄，屋子打扫好了，我想出去透透气，顺便去拜访一下于师姐。陈大器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几个人一听，心中暗自嗤笑。在他们看来，陈大器所谓的去拜访于师姐，无非是过去当狗腿子，去拍马屁罢了。去吧去吧，别在外面惹事，免得丢了我们外门的脸。张翠龙无所谓的摆摆手。陈大器转身退出了别院，顺着青石小径朝着内门弟子居住的天字号区域赶去。这里的灵气明显比丁字号别院要浓郁数倍，空气中甚至带着一丝丝清凉的甜意。由于此次司徒家邀请的内门精英并不多，这一排精美的独栋竹楼显得颇为幽静。陈大器轻叩响了其中一扇房门：进来吧。屋内传来了于婉晴清冷中透着一丝温柔的声音。陈大器推门而入，于婉晴正警惕地看了一眼窗外，确认无碍后，一把拉住陈大器的胳膊，将他拽进屋，顺手落下了隔绝禁制。这就是内门弟子的待遇，连住处都有阵法和禁制。以2人如今的私密关系，早已与道侣无异。陈大器刚站稳，便嗅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体香，夹杂着淡淡的琥珀灵泉味道。屋内的红木屏风上，凌乱地挂着几件轻薄的丝绸亵衣，甚至还有一抹惹眼的肚兜，款式都是陈大器见过的，甚至摸过无数次的。角落里的半人高水桶正氤氲着白色的热气，显然于婉晴刚刚沐浴完毕，她那头如瀑的长发还湿漉漉地披在肩头，几缕湿发贴在红润的脸颊上，更添了几分平日里见不到的妩媚。怎么搞这么晚才过来？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呢。之前于婉晴一到这里就给陈大器传讯了，没想到陈大器直到现在才过来，让他一通好等，所以只能一个人单独洗澡了，要不然高低也要一起来着。于婉晴一边说着，一边像个温婉的小媳妇似的，动作自然地替陈大器脱下沉重的外衣，嘴里还嘟囔着：原本还想着让你洗个热水早解乏呢，看你这一脸通红的样子，是药力压不住了。陈大器点点头道：原本是想早点来的，不过刚刚打扫了一下卫生。陈大器将刚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于婉晴一听，原本温柔的俏脸瞬间冷了下来，黛眉一横，那个张翠龙好大的胆子，不过区炼气9层，竟敢如此指使你。师姐，这也没办法，
我修为确实最低。陈大器挠了挠头，倒是心态平和。于婉晴心疼地嗔了他一眼，你呀，就是性格太敦厚，下次再有这种事，直接传音给我，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的人。别忘了，师姐我现在是筑基了，现在赶紧突破吧，明天就是灵桃盛宴，考核地点在后山的镜湖桃源，我们内门弟子可以去灵泉源头感悟，而你们外门弟子只有20个人才能拿到灵桃奖励。于婉晴把规矩简单说了一下，倒是和张翠龙他们说的一模一样。知道了，师姐。陈大器不再废话，深吸一口气，迅速坐在了屋内的温玉蒲团上。蒲团上还残留着于婉晴刚刚盘坐后的余温，那种独有的体香让他浮躁的心神迅速沉静下来。他紧闭双眼，全力运转起修行功法，体内那颗灵果积蓄的力量如同决堤的洪水，在沉寂2日后疯狂宣泄开来。原本狭窄的经脉在灵力的冲击下阵阵胀痛。陈大器咬紧牙关，识海中那一缕神秘雾气微微颤动，像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漏斗，强行梳理着暴乱的能量。嗡！一股微弱的灵力波纹从他身上扩散开来。炼气5层，轻松，太轻松了，就这么突破了。然而灵果的药力远不止于此，那一滴滴纯净的液化灵力开始冲刷他的四肢百骸，甚至在他的骨骼表面附上了一层淡淡的荧光。随着体内最后一道汹涌的药力被收纳进丹田，陈大器周身散发的灵压终于稳固在了炼气5层。虽然只是提升了1层，但经过那神秘灵果的淬炼，他现在的经脉宽度和灵力纯度再次上了一个台阶。呼，柳师妹给的灵果，这也太好了。陈大器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只觉浑身黏糊糊的，刚刚出了一身汗水。成了，大器，快去那浴桶之中洗个澡，解解乏，顺便稳固一下气血。于婉晴美眸中满是欣喜，指了指那还冒着氤氲热气的水桶，说道。陈大器正有此意，也顾不得许多，3两下褪去衣物，便跨入了水桶之中。温热的灵泉水包裹全身，那股钻心的胀痛感瞬间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舒爽。就在这时，一阵轻柔的触感从背后传来，于婉晴竟然挽起袖口，拿着一条柔软的毛巾，动作轻柔的开始为他擦拭脊背。热气腾腾中，于婉晴那张绝美的俏脸被熏得微微泛红，眼神温柔的几乎要溢出水来。这一幕若是被外面那些自诩天才的内门弟子看到，恐怕会惊的下巴都掉在地上。堂堂筑基期的天之娇女，竟然再给一个外门弟子擦背，这简直是荒唐，更是无数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待遇。大器，待会洗完就别走了，今晚就住我这。洗得差不多了，于婉晴一边帮他擦干水渍，一边轻声提议道：“这屋子有聚灵阵和隔绝禁制，修行起来事半功倍，免得你回去又被那个张翠龙寻麻烦，看着就心烦。”陈大器微微一愣，有些迟疑道：“师姐，可是要是我彻夜不归，被人看到的话，会不会有麻烦？”“有什么麻烦？”于婉晴有些俏皮的挑了挑眉：“若是有人问起，你就说你在外面找了个偏僻安静的山头单独修行突破。这水仙山庄这么大，修士为了突破找个安静去处是常有的事，谁会挨个查的？”“那行吧。”陈大器憨厚的笑了笑，他也确实不想回那个丁字号别院。洗漱完毕后，两人并肩依偎在温玉蒲团上，于婉晴引导着陈大器如何更精细地操控暴涨的灵力，两人的气息在聚灵阵的作用下交织在一起，相融互补。后半夜，两个人都有些疲累，随即顺理成章地钻进了暖乎乎的被窝之中，在静谧的夜色中相拥而眠。第二天，天色微蒙，远处的山峦还笼罩在晨曦之中。陈大器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天字号区域，悄然回到了原本的住处。让他意外的是，推开房门时，张翠荣、吴蒙和徐振轩三人正忙着整理行囊。对于陈大器的彻夜未归，他们竟然连问都没问一句，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原因很简单，昨晚为了在灵桃盛宴前做最后的冲刺，不少弟子都嫌别院人多眼杂，灵气稀薄，纷纷外出寻找僻静处修行。在张翠龙等人眼里，陈大器肯定也是如此，所以懒得多问。在司徒家族执事的带领下，众人先是前往饭堂。这里的早膳也非同寻常，皆是由灵米与妖兽肉精制而成，虽然比不上灵桃，但也足以让这群外门弟子精神一振，将状态调整至巅峰。饭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开往后山的镜湖桃源。这镜湖桃源并非普通的果园，而是一片被上古阵法笼罩的原始山林，外围处是桃园，每一棵都被看管得很好。林中常年雾气缭绕，山势险峻，由于灵气浓郁，林中不仅生长着各种珍稀药材，还蛰伏着不少实力强劲的守护妖兽。山脚下，除了宗门的弟子，司徒家族本家的子弟以及各路附属家族的精英也悉数到场。人群中3、5成群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一会儿进去后，咱们2个得拉开网状搜寻，一旦有人发现藏着的灵桃，1个人1半，那是当然。不过这次司徒家的司徒号听说已经炼气9层圆满，咱们得避开他。一时间，大家都在忙着寻找强力盟友，也凑在一起谈着利益分配。唯独陈大器身边，方圆3丈之内空无一人。大家都知道他修为不高，跟他组队，那就是带个累赘。陈大器倒也乐得清静，他嘴角浮现一抹淡然。毕竟他自信自己拥有神秘雾气的感知能力，
这种找东西的考核对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司徒雪之，不好意思了，我已经找到同伴了，这次不能带你了。就在陈大器观察四周地形时，不远处传来一道尖细的女人声音。他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浓妆艳抹的女修，此时正紧紧挽着一名身材魁梧的男修胳膊，一脸冷漠地看着对面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那少女名叫司徒雪之，虽然也姓司徒，但看其朴素的青衫便知是旁系偏支。每个修仙家族人员可能有好几十万，旁系弟子更是不知道多少。此时这个叫司徒雪之的女孩正一脸愕然地看着昔日的好友陈文。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互相扶持吗？雪之，修行路是很现实的。叫陈文的女修指了指身边的男修，林大哥已经是炼气8层巅峰，有他带我拿到灵桃的机会很大。而你修为不过才炼气5层，实话实说，带上你和带个累赘有什么区别？我可不想被你拖累的连灵桃的边儿都摸不到。当然，你一定要跟着的话也可以，但说好了，第3颗灵桃才能给你享用。那林姓男修也冷淡地扫了司徒雪之一眼，没说话，但眼神中的嫌弃已经说明了一切。你，司徒雪之眼圈瞬间红了，咬着嘴唇，单薄的身子微微颤抖，最终只能落寞地低下头，转身走向人群边缘。第3颗灵桃才能给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还不如自己行动呢。陈大器收回目光，暗暗摇头。修仙界便是如此，利益面前，昨日的盟约甚至抵不过一颗灵石的厚度。这一刻，他想到了自己，实力唯有自己有实力。那个，请问你有同伴吗？如果没有的话，要不我们一起合作？就在陈大器准备等阵法开启便独自入灵时，一个细若蚊娜带着一丝怯懦的女声在他背后弱弱的响起。陈大器转过身，发现正是刚刚那个被甩掉的累赘司徒雪之。他此时正绞着衣角，红着眼眶看向自己，显然也是因为修为太低被排挤，无奈之下才找上陈大器。他刚刚看了一圈，发现只剩下陈大器一个人独处，于是干脆就找到了陈大器。陈大器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要矮上半个头、局促不安的少女，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波澜。他性格善良，所以觉得这个女孩确实可怜。不过虽然同病相怜，但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我实力低，你找我不太合适。他本意是想给对方留点自尊，暗示自己只会拖他的后腿，没想到司徒雪之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陈大器是自惭形秽。他急忙解释道，没关系的，我看你也是一个人，我修为虽然只有炼气5层，但我毕竟在司徒家长大，对这镜湖桃源内部的地形非常熟悉，我知道哪些地方盘踞着强大的妖兽，可以提前绕开，甚至我还知道几处平时没人关注的灵桃可能存放的位置。陈大器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实话，听到地形熟悉和存放位置，他确实心动了。在这里，这无异于随身带了个活地图，但考虑到一旦找到灵桃就要分出去，陈大器还是皱了皱眉，直白地说道，实话说吧，若是找到了灵桃，我不想分享，对方的修为确实太低了，而且他对自己有自信。司徒雪之脸色一白，正要再争取一下，忽然陈大器整个人猛地一僵，他敏锐地感觉到沉寂在体内的神秘雾气仿佛嗅到了绝世美味一般，竟然在没有任何催动的情况下剧烈地颤动起来。紧接着，一股微弱到近乎不可察觉的寒意正顺着空气从司徒雪之这个女孩身上丝丝缕缕地传递过来，被神秘雾气贪婪地吸收着。就这样，神秘雾气竟然在壮大。这一刻，陈大器心中掀起滔天巨浪，这种让神秘雾气极度渴望的寒意此前只出现过2次，第一次是在除水草任务时，在那口冰冷刺骨的深潭之中，那次吸收让他体内的雾气壮大了整整1圈，可惜任务结束后水潭被封锁，他再无机会进入了。第2次则是给柳青青治疗时，柳青青体内的极寒之毒对别人是致命砒霜，对他而言却是大补之物。然而随着柳青青伤势痊愈，那股寒意也就断了来源。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司徒家旁系少女身上再次感受到这种纯粹而奇特的寒意。这样吧，若是找到灵桃令牌，我只需要一半，不，只需要1/3的灵桃奖励就行，剩下的都归你，拜托了，那灵桃对我真的很重要。司徒雪之咬着嘴唇，近乎哀求地看着陈大器。陈大器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闭上眼仔细感应了一下，仅仅是站在他身边这片刻功夫，他就能感觉到体内的神秘雾气在缓慢而后实地增长着。这竟然也是个宝藏女孩，这个女孩就像是一个散发着寒气的聚灵阵，对于神秘雾气而言，她简直就是行走的充电宝。成交。陈大器睁开眼，语气缓和了下来，一来1/3的分配比例对他而言完全可以接受，二来这女孩身上自带的这种寒意对他修行神秘雾气的价值恐怕比1颗灵桃还要大得多，三来这女孩说了解内部，那对他来说也是不错的助力，四来从刚刚一幕可以看得出，这女孩没有什么恶意，留她在身边不会有什么麻烦。真的太好了，谢谢你，我叫司徒雪之，是司徒家族的旁系弟子。司徒雪之转忧为喜，苍白的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丝血色。他修为不高，而且从小到大不知为何会忽然手脚冰凉，
全身麻痹。这种手脚冰凉的病症会忽然爆发，没有规律可循，所以他只要外出都会尽量找一个同伴一起，否则的话，一旦病症爆发，就会瘫痪在地，到时候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的地不灵了。这种病症除了身边一些人知道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也不敢和陈大器说这些，唯恐他了解真相之后不搭理他。我叫陈大器，缥缈宗外门弟子。其实我也是炼气5层。陈大器说道。司徒雪芝连连点头，对于陈大器的修为，他倒是没怎么在意。我们修为低，但是我有信心能找到灵桃。司徒雪芝很有自信地说道。好，那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陈大器颔首道。就在两人敲定合作的一瞬间，山谷口的阵法禁制彻底消散。司徒家族的一位执事朝众人喊道：看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此行给你们5天时间。你们进入镜湖桃园的人数共有108人。镜湖桃园分内外2层，内层都是桃园，由于灵桃已经成熟，现在都已经被我等采摘。你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乃是外层，外层是镜湖山脉，内部的情况相信大家都了解。虽然说大型妖兽没有，但也有一些炼气层次的妖兽，尔等切记小心。山脉之中存放了20颗灵桃，都用紫檀木装着，藏的位置可能在树上，也有可能埋在地下，甚至可能在水里，这就需要你们动用灵力搜索智能去仔细检查了。另外，每个人拿一张传讯符，若是遇到危险，可捏碎符箓，我司徒家族在附近的修士会第一时间出现。最后还是那句话，宝物有能者居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每个弟子都露出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没有人说有问题，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冲进去。看来大家没什么问题，那好，现在开始进去吧。随着司徒家执事的一声令下，108道身影如离弦之箭，掠向那白雾茫茫的山脉。陈大器和司徒雪只走在队伍的末尾，周围不时有弟子投来诧异且戏谑的目光。毕竟一个靠关系进来的弟子和一个家族公认的累赘凑在一起，在众人眼里简直就是一对奇葩。哈哈，雪芝姑娘，不如跟着我们队伍吧，只要伺候好我兄弟俩，我们要是找到灵桃了，分一口给你。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修士调侃笑道。哈哈，边上干瘦男子也是戏谑一笑，朝司徒雪芝投去猥琐的目光。司徒雪芝虽然实力弱，但不得不说，无论是身段还是脸蛋，属于独树一帜，别有风味。面对调侃，司徒雪芝脸长得通红。滚！哈哈，两个修士大笑2声，离开了这里。走吧，陈道友，跟紧我。司徒雪芝深吸一口气，努力压制住心底的那抹自卑。他虽然嘴上说着有信心，但心跳却极快。他不敢告诉陈大器，自己之所以找他，是因为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冰冻症，因为一旦告诉对方，肯定会嫌弃他拖累了。现在他只希望自己能熬过去。此时，随着进入山脉，山间的潮气加重，他能感觉到那股寒意又在经脉中蠢蠢欲动，手脚指尖已经开始隐隐发麻，他体内的寒气似乎更浓了。陈大器走在司徒雪芝身后半步，这种距离最方便他吸收溢散出来的寒意。他内视丹田，发现那缕神秘雾气此时正异常活跃，如同贪婪的幼兽，将司徒雪芝身上散发出的丝丝冷意尽数吞噬。这哪里是找了个同伴，这简直是背了一座人形灵矿。此时，司徒雪芝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刚刚手脚指尖发麻的情况怎么忽然消失了，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收了一样。不过他没有多想，一步入镜湖山脉，景象陡然一变，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湿滑的苔藓覆盖着嶙峋的怪石，空气中除了泥土的芬芳，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沁人心脾的桃香，但这香气背后却隐藏着无数双饥饿的眼睛。镜湖山脉外围虽然没有高阶大妖，但那些低阶妖兽数量极多，一旦被缠上，司徒雪芝的话还没说完，身形猛地一顿，脸色瞬间变得严峻。前方低矮的灌木丛中缓缓走出一条通体灰白，眸子散发着幽幽绿光的妖狼，他压低了前肢，喉咙里发出阵阵威胁的低吼。是隐月狼，炼气3层修为，虽然不高，但他是群居的。司徒雪芝急忙压低声音说道：陈道友，别动，千万别打他，这种狼极具报复心，一旦见血，他会发出特殊的嚎叫，召集周围所有的同伴，到时候咱们就算有10条命也跑不掉。他紧张地环顾四周，心中暗暗祈祷附近没有狼群。陈大器站在原地，并没有像司徒雪芝那样如临大敌。在这一瞬间，他体内的神秘雾气已经如蛛网般无声无息地蔓延出去。方圆100丈之内，除了草木的呼吸和眼前这头落单的孤狼，并没有第2头妖狼的生命波动。躲，太浪费时间了。陈大器心中暗忖，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灵桃的归属，他可不想为了躲避一头毒狼而浪费半个时辰绕路。你退后。陈大器淡淡开口，在司徒雪芝惊骇的目光中，他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向前踏出一步。陈道友，快回来！你……司徒雪芝的话语还没出口，只见陈大器并指如剑，一道极其凝练的灵力在指尖一闪而逝，那是炼气5层才能拥有的灵力强度，却被他压缩到了极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噗！那头隐月狼甚至连哀鸣都来不及发出，眉心便出现了一个血洞，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瞬，随即便重倒在泥泞之中，抽搐了2下便彻底断了气。放心，
这附近就一头妖狼。陈大器收回手指，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路边踢开了一块石子。司徒雪支愣在了原地，小嘴微张，满脸的不可思议。他看了一眼那妖狼死不瞑目的尸体，又看了看陈大器，心中惊涛骇浪。他不是炼气5层吗？刚才那一击的速度和精准度，即便是我认识的师姐师兄都做不到啊！而且他怎么敢肯定附近没有其他狼？一时间后怕和恼怒涌上心头，他气鼓鼓的跺了跺脚：“陈道友，你也太鲁莽了！万一刚才还有别的狼藏在暗处怎么办？在这里生存不是靠蛮力的，我们修为低，必须小心再小心。”随即他板起脸道：“接下来在这里听我的，这次算你运气好，下不为例。我不希望再出现这种意外，知道了吗？”陈大器没去跟这姑娘争论，而是弯下腰将妖狼的尸体收入储物袋。蚊子再小也是肉，这皮毛回头能换一块零食。他笑了笑。司徒雪芝看着他这副财迷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心中的警惕感却莫名降低了一些。虽然鲁莽，但这个陈道友似乎挺强的。走吧，前面那个山坳有一处溶洞，那里常年有雾气汇聚，很有可能藏着紫檀木盒。司徒雪芝指了指前方，两人再次深入，而陈大器却敏锐地发现，随着刚才那一番情绪波动，司徒雪芝体内散发出的寒气似乎更强烈了，光是近距离就能吸收，这若是距离再近点，陈大器简直不敢想象。不过他乃是正人君子，这种想法只是想想就可以了，是断然不会乱来的。两人一前一后，顺着湿滑的岩壁向那处溶洞摸索而去。随着不断深入，四周的雾气愈发浓郁，甚至带上了一丝丝渗人的凉意。司徒雪芝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他感觉到体内的那股寒气似乎在与外界的环境共鸣，原本已经缓解的指尖发麻感，竟然隐隐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而在他身后，陈大器则是另一种状态，他像是步入了一个巨大的补给站，那股从司徒雪芝身上疯狂溢散出的寒意，被他体内的神秘雾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鲸吞蚕食。快了，再吸收一些。神秘雾气似乎要发生某种质变，陈大器心中暗喜，但他的警惕性并未减弱，相反，随着神秘雾气的壮大，他的感应范围竟然再次扩张。突然，陈大器的脚步猛地一顿，右手精准地按在了司徒雪芝的肩膀上。别动，他低声喝道。怎么了？司徒雪芝吓了一跳，正要回头询问，却被陈大器一把拉到了几株2人高的茂密灌木后方。与此同时，在林间更深处，一阵刺耳的狞笑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划破了寂静。大姐，快逃！别管我，一定要把魔头出现在这里的消息传出去。一道凄厉且带着哭腔的女声响起。只见2个女修此时正狼狈不堪地在林间穿行，她们衣衫褴褛，其上一道道深可见骨的剑伤触目惊心，鲜红的血液早已浸透了大半个身子。其中一名年纪稍长的女修脸色惨白，右手死死捂着腹部的伤口，凌厉紊乱，显然已是强弩之末。而在他们身后不远处，2名相貌干瘦、眼神阴鸷的修士正如猫系老鼠般不紧不慢地追着。这2人的气息透着一股子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修为竟都在炼气9层。嘿嘿，逃吧，往哪里逃呢？其中一个高个子干瘦修士怪笑一声，手中玩弄着一枚散发着乌光的阵盘。这方圆3里之地早就被我们师兄弟布下了隔绝阵法，神识不通，音信不传。哪怕你们现在捏碎球就服，外面那些老家伙也别想察觉到半点波动。乖乖听话，把一些修士骗过来，否则，嘿嘿，炼气7女修的原因可是大补之物啊。另一个矮个子修士舔了舔嘴唇，眼神中满是污秽之色。你这邪魔！那年长女修咬牙切齿，眼中满是绝望。灌木丛后，司徒雪芝已经吓得全身僵硬，脸色比纸还要白。魔头，这进湖山脉里怎么会混进魔修？陈大器透过枝叶缝隙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陈道友，我们怎么办？快跑吧！他们是魔修，我们打不过的，立刻去叫人。司徒雪芝紧张地传音道。扑哧一声闷响，一枚长达半尺、透着幽幽蓝光的丧魂钉狠狠贯穿了那名年长女修的肩胛骨，将其整个人死定在一株苍劲的古槐树干上。啊！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林间，听得人头皮发麻。另一名年轻些的女修惊呼一声，正要扑过去，半空中却传来一阵锁链滑动的脆响，一道带钩的漆黑锁链如毒蛇般探出，精准地勾住了她的肩膀，顺势一扯，鲜血飞溅，将她整个人拖拽在地。现在立刻给你们认识的所有修士发传音符，呼叫他们过来。高个子魔修一脚踩在年轻女修的断臂上，满脸狰狞，就说：你们在这里发现了3颗聚在一起的灵桃，我就是死也不会帮你们害人啊！年长女修的话还没说完，那丧魂钉上的毒素便开始发作，她全身的经脉仿佛被万蚁啃噬。不听话没关系，魔道多的是折磨人的法子。矮个子修士狞笑着，手中多了一把如薄一般的短刀。我会先把你们的皮一点一点剥下来，再把你们的魂魄抽出来，放在魔火上烤够749天，到时候你们想死都难。我干！求求你住手！我干！在绝对的痛苦和恐惧面前，2姐妹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她们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传音符，急促地发出了求救信息。灌木丛后，司徒雪芝被这一幕吓得瘫软在地，如果不是陈大器死死捂住她的嘴，她恐怕早就尖叫出声了。炼气9层，
还是2个魔头？陈大器瞳孔微缩，大脑飞速运转。他虽然能感知方圆100丈，但对方修为太高，一旦正面冲突，必死无疑。更何况这2个魔修竟然把同门当成诱饵，准备在这个隔绝战法里进行一场血腥的收割。此地不宜久留。趁着2名魔修的注意力都在折磨女修身上，陈大器半搂半拖着已经浑身发软的司徒雪芝，身体紧贴着阴影，无声无息地向后退去，足足退出了2里地，直到耳边再也听不到那惨叫声，司徒雪芝才勉强找回了自己的双腿。他带着陈大器钻进了一处隐蔽在瀑布后的窄小缝隙，这里就是他所说的溶洞，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穿过缝隙，里面别有洞天，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溶洞。司徒雪芝颤抖着手，从储物袋中掏出2面土黄色的阵旗，迅速插在洞口2侧。随着一道微弱的黄光闪过，洞口的痕迹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呼呼，直到这一刻，司徒雪芝才软倒在石凳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惊惧。这里竟然混入了魔修，他们太狠了！他们这是在利用白蓉和白影2姐妹钓鱼。你认识他们？陈大器坐在一旁，沉声问道。认识，他们是修仙白家的孪生姐妹，在宗门里为人很不错的，之前还帮过我。司徒雪芝眼圈一红，不行，陈大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些魔修布下了隔绝阵法，目的是要杀光所有人，我们必须想办法联系外界，把魔头魂进来的消息传出去。陈大器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不过这2个魔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杀人？司徒雪芝皱眉，我也不清楚啊。最近这附近发生了很多起修士失踪的事件了，有传言就是魔修所为，难道就是这2个人？不，也不对。他忽然想到什么，惊呼出声，之前有好几个筑基修士失踪了，应该不止那2个魔头。如果这些事情有联系的话，看来此地有不少魔头啊。陈大器叹了一口气，继续道，必须要尽快联系外界。你还行吗？刚刚我看你身体身上涌现寒气，好像浑身无力的样子。事已至此，作为同伴，我不希望你对我有所隐瞒。看着陈大器认真的眼神，司徒雪芝微微一滞，神情犹豫起来。他不想告诉陈大器自己身上的秘密，可是事已至此，他没有别的选择。我其实有病，从小到大，我时常会无缘无故的手脚发冷，然后全身麻痹，瘫痪在地。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找帮手一起来到这里的原因。哼，那你可真是够大胆的，你压根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会帮忙？就不怕我会趁着你全身麻痹的时候对你做不好的事情？陈大器说道。我觉得你不会。怎么说？你长得很实在。司徒雪芝说道。另外，我也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得到灵桃。说完，司徒雪芝紧张地看着陈大器，他担心陈大器在知道他的身体情况之后会抛弃他，毕竟他们才认识不久。最关键的是，眼下外面有实力强悍的魔修，带着他必定是个拖累。听完司徒雪芝那近乎自揭伤疤的坦白，陈大器平静的眸子直直地盯着他，只看得这小姑娘下意识地绞紧了衣角，仿佛一个等待判刑的囚徒。空气凝固了片刻，陈大器忽然轻笑一声，既然如此，接下来你必须听我的吩咐行事。我让你往东，你绝不能往西，明白吗？司徒雪芝愣了一瞬，随即眼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喜。他没有嫌弃我，他竟然愿意带着我这个废人。好，我肯定听你的。司徒雪芝用力点头，那张苍白的俏脸竟多了几分动人的神采。在这一刻，他对陈大器的看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外表看起来老实巴交，甚至有些土气的缥缈宗外门弟子，不仅心思缜密，临危不乱，更有一股让人心安的担当感。与此同时，司徒雪芝心中浮起一抹疑惑，刚刚自己明明已经出现了发麻的征兆，可为何陈道友一接触他的肩膀，那些症状就像雪域骄阳般消失了？难道陈道友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天生克制他的寒症？想到这里，他看向陈大器的目光里，除了感激，竟莫名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陈大器忽然眉头一挑，转头看向溶洞外的那处深不见底的水潭，那种波动的反馈，没错，就在水底。你先在这里等我，别乱跑。陈大器丢下一句话，在司徒雪芝愕然的目光中，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跳入了冰冷刺骨的水潭之中。陈道友，司徒雪芝急忙跟到洞口，担忧地探出头，这潭水冰寒入骨，他跳下去做什么？难道是？司徒雪芝连忙感知了一下，果然，他也感知到水潭下面有东西。不到片刻，水面破开，陈大器单手托着一个湿漉漉的紫色木盒，翻身落地，浑身灵力一震，水汽便化作白烟蒸发了个干净。这是存放灵桃的紫檀木盒。司徒雪芝惊得捂住了嘴，呵呵，运气不错，这宝贝藏得够深的。陈大器憨厚一笑，刚刚一路走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用神秘雾气感知四周，在进入溶洞的那一刻，他也感知到这木盒的存在。啪嗒，木盒打开，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瞬间溢满了整个溶洞，里面果然是一颗灵桃。此桃通体粉润如玉，隐有经文流转，浓郁的生机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握着一团微缩的朝阳。太好了，这下妹妹有救了。司徒雪芝盯着灵桃，眼眶微红，他看着眼前这个被水浸透的男子，心跳竟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他真的太能干了，
待在他身边，让他感觉到一股安全感。收起来，走。陈大器顺手就要往储物袋里塞，然而下一秒他却愣住了，那木盒像是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怎么也进不去。陈道友，别费劲了。司徒雪芝连忙解释道，咱们这储物袋只是1阶，灵力太低，存放不了这等3阶灵果，必须用2阶以上的储物袋才行。则讲究真多。陈大器暗骂一声，只能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块宽大的黑布，将木盒裹了个严实，斜挎在肩膀上。行吧，等离开这鬼地方，分你1/3。多谢陈道友。司徒雪芝甜甜一笑，心中大定。两人按照原路贴着山壁悄悄往回走，途中司徒雪芝还是忍不住捏碎了求救的传讯符。很快，符纸中传来一道沙哑的声音：“你们在附近等候，我等马上救你们。”太好了，家里人快到了。司徒雪芝舒了口气。就在两人落在一处乱石堆后方稍作休整时，两道有些耳熟的笑声从侧方林间传来。哟，这不是雪芝小姐吗？真巧啊，竟然在这儿遇上了。陈大器抬眼望去，正是先前在入口处大肆嘲讽司徒雪芝的那2名男修士。这2个人，一个络腮胡，一个干瘦如猴。此时两人身上的气息毫无保留地散发出来，皆是炼气8层的压迫感。他们的目光从司徒雪芝脸上掠过，最后死死地定在了陈大器肩膀上那个突兀的黑布包上。那包里是什么好东西？络腮胡阴恻恻地笑了起来，手已经搭在了腰间的刀柄上。林间落叶被灵力卷起，秦建仁和秦建义两兄弟呈夹角之势，不怀好意地逼近。秦建仁、秦建义，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司徒雪芝往前踏出半步，即便脸色依旧苍白，却努力拿出司徒家族弟子的气势，厉声喝道：“做什么？雪芝小姐，明人不说暗话。”络腮胡秦建仁默然一笑，目光死死锁定在陈大器肩头的黑布包上。这灵桃本就是无主之物，有能者居之，这不是宗门考核默认的规矩吗？就是。干瘦的秦建义在一旁帮腔，眼中满是贪婪。这次考核只是严禁故意杀害同门，可没说不能争抢机缘。要怪就只能怪你们连个2阶储物袋都买不起，把这么扎眼的宝贝背在身上，不是明摆着勾引哥几个动手吗？眼看2名炼气8层的修士就要动手，陈大器眼神微冷，他没有任何废话，右手猛地搭在腰间，噌的一声，阴风刀悍然出鞘。刹那间，一股阴冷且充满戾气的黑芒掠过林间，四周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你小子手上竟然有法器！秦氏兄弟的脚步猛地一顿，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忌惮。一件上好的法器，往往是越阶战斗的本钱。够了！司徒雪芝咬牙喊道：“我劝你们顾全大局。我们刚刚在那边发现了魔修的踪迹，白家的白蓉和白银姐妹已经被抓了，对方正设局猎杀考核弟子。你们现在乱来，只会害死所有人。”秦建仁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俯后仰。魔修还白家姐妹，雪芝小姐，为了保住这颗桃子，你这谎言编得也太低劣了吧？就是当我们是3岁娃娃不成？秦建义冷哼一声，手中灵力开始汇聚。既然你们不肯乖乖交出来，那就别怪哥哥们手下无情，先废了这小子，再请雪芝小姐去旁边叙旧。两人对视一眼，正欲抱起发难，突然一道灵力至极的破空声从斜上方轰然砸落，伴随而来的是一股厚重如山的恐怖威压。这气息，炼气9层巅峰，甚至隐隐有一丝突破筑基的韵味。什么人？秦氏兄弟脸色大变，急忙收招后撤。只见一名身穿灰蓝色司徒家族长袍的中年男子稳稳落在乱石堆前，他目光如炬，腰间配着一枚青玉令牌，一落地便朝秦家兄弟看去。刚刚是何人求救？中年男子沉声问道，声音中透着一股子不怒自威的霸气。这位长老，刚刚是我捏碎的符箓。司徒雪芝连忙上前说道。秦氏兄弟看到来人，脸色瞬间变得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司徒雪芝真的求救了。难道真的有魔修？为何求救？中年男子看向司徒雪芝说道。司徒雪芝见长辈现身，心头的巨石总算落下一半。他急切地指着先前逃离的方向说道：“长老，那边密林深处有魔修，白家的白蓉和白影两姐妹已经被他们抓住了。那魔修狠毒至极，正逼着他们发传讯符，诱杀其他考核弟子。真的有魔修？”秦建仁和秦建义两兄弟面色巨变，原本贪婪的神色瞬间被恐惧取代。他们虽然平日里嚣张跋扈，但听到魔修2字，还是惊出一身冷汗。这竟然真的有魔修魂进来了！秦建仁缩了缩脖子，随即换上一副笑脸，对着司徒雪芝拱手道：“雪芝小姐，刚刚那是误会，咱们也是为了考核心切。既然有长老在此，咱们定当为马首是瞻。”都闭嘴！中年男子眼神冰冷地扫过秦家兄弟，最后落到司徒雪芝身上，语气生硬地问道：“魔修在哪？带我过去。”就在那边的溶洞附近，司徒雪芝正要迈步带路。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陈大器眉头紧锁，在他感知的视野中，这名长老虽然外表看起来是炼气9层巅峰的灵力波动，但在那层皮囊之下却隐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最关键的是，那股气息竟与刚才那2个魔修同出一源，这哪里是救星，这分明是披着人皮的狼。陈大器心中又惊又怒：“雪芝道友，站住！这长老不对劲，准备离开。”陈大器立刻传音：“
什么？司徒雪之猛地一愣，不可思议地转头看向陈大器。虽然疑惑，但出于对陈大器敏锐直觉的信任，他下意识地止住脚步，身形往后一缩，退到了陈大器身边。中年男子的眼神微微一沉，一丝阴鸷转瞬即逝，他依然维持着威严的神态。雪之，你这是做什么？白家那2个丫头危在旦夕，你带路便是，磨蹭什么？司徒雪之此时也冷静下来，察觉到了对方语气的急促，他按照陈大器先前的叮嘱，试探着说道：“这位长老，既然您修为高深，还请您自行过去搜寻。白家2姐妹就在那边的乱石岗附近，晚辈方才受了惊吓，体质虚弱，实在是不敢过去了。”胡闹！我不知道具体方位，若让那魔修跑了，你担待得起吗？中年男子往前踏出一步，威压陡然增强。一旁的秦剑人见状，为了讨好这位长老，立刻跳出来呵斥道：“就是啊，雪之小姐，有长老在此，你怕什么？白白耽误了营救时机，回头家族怪罪下来，你一个分支弟子承受得起吗？”没错，赶紧带路，别磨磨唧唧的。秦建义也帮腔道：“我还有事，恕不奉陪。”司徒雪之又后退了3步，甚至已经暗中捏住了身上带着的护身符。你这是什么话？秦剑人见司徒雪之油盐不进，气得又要喝骂。然而陈大器却冷笑一声，手中的阴风刀发出一声凄厉的刀鸣：“你们想要去，自己过去便是，何必强拉着一个女流之辈？找死！”中年男子的耐心似乎终于耗尽了，只见他原本威严的脸孔微微扭曲，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在那秦家兄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猛地一挥袖袍，嗖嗖，2道带着阴冷死气的黑色飞镖破空而出，速度之快，近在咫尺的秦家兄弟根本避无可避。在他看来，这里最强的就是这2个秦家兄弟，均都是炼气8层的修为。虽然他有自信能轻松解决这2人，但也很容易被他们逃跑。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先杀了这2个人再说。扑哧扑哧，飞镖直接洞穿了秦氏兄弟的胸膛，一股浓郁的黑气顺着伤口迅速蔓延。你不是长老，你是魔头！秦剑人瞪大双眼，捂着胸口缓缓倒地，眼中满是惊骇与绝望。中年男子扭了扭脖子，浑身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原本厚重的灵力瞬间变得阴冷厚重。嘿嘿，你这丫头居然如此敏锐，竟然被你发现了。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司徒雪之，又贪婪地扫了一眼陈大器背后的黑布包。不过发现又如何？在这里，你们以为能逃得了？大哥！眼看秦剑人已经断气，一旁的秦剑义自知必死无疑，脸上闪过一抹困兽犹斗的狠色。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怀中摸出一张赤红色的火球符，不顾一切地朝魔修脸上扔去。轰！炽热的火光骤然爆发，虽然伤不到那魔修分毫，却成功制造出了一瞬的混乱与烟尘。跑！几乎在火光亮起的同一秒，陈大器猛地拉住司徒雪之的手腕。司徒雪之只觉得一股霸道的力量传来，脚尖点地，身形如离弦之箭般随他向林间深处掠去。2人一前一后，在密林中疯狂穿梭，不知死活的东西。火光散去，魔修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随手拍灭衣角的一点火星，随即看向一脸惊恐的秦剑义，屈指一弹，命中对方的额头。秦剑义闷哼一声，惨死当场。这魔修发出一声阴冷的嗤笑，身形微晃，整个人化作一道灰影，速度竟比全速奔逃的2人还要快上1线。糟糕了，他追上来了，速度好快！司徒雪之余光瞥见后方急速逼近的阴冷气息，吓得俏脸惨白。别慌，我有一计，等下你往右侧那个乱石堆跑，假装力竭，记得捏好你的护身符，不管发生什么，绝对不要回头。陈大器冷静的声音通过传音入密，清晰地落在司徒雪之耳中。司徒雪之心中一惊，满脸诧异，那魔修可是瞬间秒杀2名炼气8层的高手啊！陈道友虽然有些神秘，但他毕竟才炼气5层，能对付得了这种恐怖的存在。要不是之前陈大器救过他，且展现出过人的感知力，他是断然不会相信陈大器的。怎么，你不信我能对付他？陈大器察觉到他的迟疑，皱眉道：“不，我相信。”司徒雪之紧咬银牙，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将命交给这个认识不到1天的男人。2人掠过一片灌木丛时，司徒雪之猛地身形一折，狼狈地朝右侧乱石滩冲了出去，而陈大器则是眼神一厉，左手一晃，一张泛着青光的神行符瞬间拍在腿上。嗡！符箓自燃，陈大器的速度陡然暴涨，竟带起了一串残影，直冲前方的密林深处而去。追击而来的魔修见状，眉头微微一皱，竟然分开了。他看了一眼速度奇快的陈大器，又看了看身形摇晃、明显灵力不支的司徒雪之，嘴角泛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小子跑得倒快，追起来费些功夫。罢了，先解决这细皮嫩肉的女修，再去追她不迟。魔修冷哼一声，身形陡然加速，几个起落便追到了司徒雪之身后。去死吧！他指尖一弹，一道黑色飞镖划破长空。砰！司徒雪之虽然及时动用了护身符，但炼气9层的劲力依旧透过防御，震得他气血翻涌。他整个人被击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一棵百年古树上，脸色惨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哼，不自量力的小麻雀！魔修缓步走向瘫倒在地的司徒雪之，眼中满是猫戏老鼠的戏谑。
60个，再集齐60个你这样的修士，血魔大人就能借助水月灵泉复活了。他狞笑着，抬起手掌，准备将司徒雪之解决。然而话音未落，他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意瞬间从他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噗嗤一声令人牙酸的利刃入肉声响起，魔修僵硬地低头看去，不知何时，一道匪夷所思的力量穿透了他的心口，带起一大团血雾。这怎么可能？他甚至没感觉到身后的人靠近，难道是筑基？没有呼吸，没有灵力波动，甚至连风的流动都没有察觉。在他身后，陈大器面色冰冷如铁，他全力催动体内的神秘雾气，发动藏息诀，彻底隔绝了他的气息，同时运转灵力值，直接从背后偷袭。用神秘雾气催动术法，效果果然不一样。原本这一击顶多对付炼气中期的修士，可用神秘雾气催动，效果加几倍都不止。陈大器手臂猛地一震，又是一缕灵力兵法，将那魔修的生机连同五脏六腑一并搅成了碎片。随着魔修沉重的尸体轰然到地，四周那股令人窒息的阴冷威压如潮水般退去。司徒雪之扶着树干，脸色苍白的踉跄起身，眼中还残留着惊魂未定的震颤。他看向陈大器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再是看一个普通散修的眼神，而是一种混杂着看不透的复杂。呼，幸好及时。陈大器缓缓收回那只萦绕着淡淡余雾的手掌，长吐出一口浊气，看向司徒雪之问道：“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你。”司徒雪之擦掉嘴角的血迹，声音还有些颤抖：“你刚才那一击简直不像炼气期的手段，保命的底牌罢了。”陈大器没有多言，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没事就好。你对这片区域熟悉，我们得立刻离开这里。我怀疑魔修不仅占据了这个地方，而且你们司徒家族派进来的很多修士，恐怕都已经遭了毒手。一定是这样。”司徒雪之心中一阵恶寒，传讯求救符原本掌握在少数家族执事和精英弟子手里，现在却落到了这个魔头手中。这意味着此时森林里若有弟子捏碎符箓求救，引来的根本不是家族长辈，而是这些魔头。你先休整一下。说话间，陈大器已经习惯性的蹲下身子，开始在那魔修尸体上摸索。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战利品是战后的第一要务。咦，陈大器从此人腰间的布袋里摸出了一个不起眼的木盒，打开一看，浓郁的果香瞬间弥漫开来，赫然又是一颗灵桃。现在手上有2颗了。陈大器心中暗动，随即将木盒收好。接着他扯下了对方挂在那衬里的一个一阶下品储物袋，灵力探入其中，陈大器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储物袋里除了20多把闪烁着幽暗寒光的黑色飞刃法器外，堆叠的满满当当的，竟然全是一个个贴着封条的瓶瓶罐罐。陈大器随手取出一瓶打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扑面而来，这是全是修行者的鲜血。陈大器大惊失色，司徒雪之凑近一看，瞳孔猛地缩紧，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惊呼道：“我想起来了，刚才这魔修临死前嘀咕着什么？只需要凑齐60人，就能通过水月灵泉复活血魔大人。”血魔，水月灵泉。陈大器眉头紧锁，司徒雪之满脸焦急，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渗透，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杀害考核弟子，收集精血，是想复活老魔头。血魔是谁？陈大器问道。我也不清楚，不过肯定不简单。60个修士的精血。陈大器看着那一袋子的血罐，只觉得头皮发麻。这意味着已经有很多考核弟子惨遭杀害。不行，此地绝不可久留。一旦他们的复活仪式开始，整片山脉都会变成死地。走！陈大器果断起身，没有丝毫贪恋。两人身形一晃，消失在浓重的暮色密林之中。密林中，陈大器与司徒雪之全速撤离，沿途的气氛凝重的几乎让人窒息。没过多久，前方的乱石堆旁闪过2道身影，那是一男一女2名休息的修士，原本手拉着手，颇为亲密。女修甚至含情脉脉，轻语道：“别在这里，万一来人怎么办？”忽然见有人靠近，两人如同惊弓之鸟，瞬间拔出佩剑，灵力含而不发，眼神中充满了戒备。别误会，我是司徒雪之。司徒雪之显然也认识这2个人，他顾不得喘息，连忙自报家门，随即将魔修潜伏并猎杀弟子的事情快速说了一遍。怎么可能？那名身材魁梧的男修士眉头一皱，满脸狐疑。司徒家的考核密地，防守森严，魔修怎么可能大规模潜入？雪之小姐，你莫不是被吓破了胆，认错了？陈大器没有废话，直接从怀中摸出一个缴获的血罐抛了过去。这是从魔修储物袋里搜出来的，你自己看。男修士接过瓷瓶，揭开封条的一角，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伴随着阴冷的煞气瞬间弥散。他脸色大变，手一抖，差点没拿稳瓷瓶。这是鲜血血液，真的是魔修手段？真的有魔修？那名女修士也白了脸。我们需要找到散落在各处的人，联合起来，防止魔修各个击破。陈大器沉声建议。另外，传讯求救符不能用了，用了之后反而会找来魔头。这2人看到了鲜血之后，哪里敢不从，当即点头加入。接下来的1个时辰里，队伍在撤往入口的过程中，又接二连三遇到了6名惊魂未定的弟子，其中2名炼气9层的修士显得格外扎眼，他们衣衫褴褛，身上带着血迹，却神情亢奋。我们也遇到了魔修，
那杂碎确实难缠，但还是被我二人合力斩杀了。其中一名高瘦修士冷笑道，随即翻开一个黑色的储物袋，里面密密麻麻装满了鲜血罐子。这种血腥味，错不了。现在已知的情况就是魔修在杀人取血。陈大器看着已经初具规模的10人小队，前面就是入口阵法所在地，先离开这鬼地方。众人纷纷响应。就在队伍即将抵达谷口转角处时，2道熟悉的身影挡住了去路。雪芝，你们怎么往回走？开口的正是之前嫌弃司徒雪芝战力低，不愿与其组队的陈文。他身边的林道依然维持着那副冷峻高傲的模样，手持长剑，显得气度不凡。然而当林道的目光落在陈大器背后的2个黑布包上时，那双冷漠的眸子深处猛地闪过一抹贪婪的精芒。这家伙竟然得到了2颗灵桃。林道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司徒雪芝看到好友，心中并未计较之前的抛弃，反而急切地喊道：陈文，林道道友，这里出现了魔修，非常危险，白家姐妹都遇难了，咱们快一起回去吧。魔修？陈文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边的林道。林道却并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反而慢条斯理地走上前，目光越过司徒雪芝，死死锁定在陈大器身上，嘴角挂起一抹讽刺的弧度。雪芝小姐，你这种说辞不觉得太漏洞百出了吗？林道嗤笑一声，语气森然，此处乃是司徒家族的密地，经营数百年，若真有大规模魔修潜入，为何家族长辈没有发出任何示警？为何不见巡逻执事的身影？求救符在魔修手里，长辈们可能已经被司徒雪芝急切解释。够了！林道挥手打断，眼神愈发冰冷。让我猜猜，你们是担心我们抢夺那2颗灵桃，所以故意编造出魔修屠杀的谎言，想把大家骗出这里。只要离开了这里，宗门考核结束，我们也就不便再对你们动手。他往前踏出一步，炼气8层的气势轰然爆发，直逼陈大器。陈道友，你们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利用大家的恐惧来保全自己的机缘，你不觉得太无耻了吗？陈文听到这话，看向陈大器的目光也变得惊疑不定起来。2颗灵桃，司徒雪芝，这种时候开这种玩笑可不好玩。陈大器都要无语了。你们不信我，那可以询问一下身边的道友。那2名炼气9层的修士对视一眼，点头道：林道友，我们确实亲手斩杀了1名魔修，此事绝非虚言。那储物袋里的精血，我们都亲眼所见。林道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可随即他那双阴翳的眼睛里又浮现出一抹令人齿冷的笑意。好，就算魔修之事是真的。林道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可这些魔修手段诡谲，感知力惊人。陈道友，你区区一个炼气5层，手里拎着2颗灵桃，就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扎眼。为了大家的安全，这2颗桃子不能留在你手里。他转头看向那2名炼气9层的修士，循循诱导道：两位道友实力高强，拿1颗灵桃合情合理，至于另1颗，就由我林某代为保管，你们看如何？原本那2名修士还有些犹豫，觉得林道此举太不地道，可一听能分到1颗灵桃，眼中的犹豫瞬间被贪婪取代。在这秘境之中，谁能拒绝1颗能延寿的3阶灵桃？林道有所言即是。高瘦的炼气9层修士跨前一步，语气变冷：小兄弟，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这种重宝你们护不住，只会害了大家。你说什么呢？灵桃是我们拼命得来的。司徒雪芝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喊道：你们这是明抢！哼，那又如何？林道嗤笑一声，步步逼近，搞不好那些魔修就是循着你们身上灵桃的气息找过来的。正好我身上带的是2阶储物袋，有隔绝气息之效，存我这里，我答应你们，出去之后定会归还。林道这番鬼话连3岁小孩都不信。陈大器虽然平日里表现的老实本分，但不代表傻呀。要是真把灵桃给他，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休想！陈大器冷冷吐出2个字。那你拿着灵桃，万一魔修追过来，是想拖着大家一起死吗？林道脸色一沉，暗道区区炼气5层，竟然如此不识相。下一刻，他周身灵力狂涌，右手已经搭在了剑柄上。那2名炼气9层的修士也微微散开，隐隐封住了陈大器的退路。林道一步步靠近，眼神阴鸷：我最后再问一遍，给不给？就在这时，司徒雪芝的传音在陈大器脑海中响起，带着一丝决绝大气：动手！要是事后族里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说明是林道趁火劫掠。陈大器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灵力值瞬间沸腾，那一缕神秘的雾气瞬间缠绕在指尖。扑哧！林道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炼气5层小散修，竟然敢率先发难。一道肉眼难辨的劲气，夹杂着冰冷的雾气，如同闪电般射出，精准地击穿了林道的防护灵盾。啊啊！惨叫声响起，林道的右小腿像是被攻城弩射中一般，瞬间爆开一个拳头大小的血窟窿，森森白骨清晰可见，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鲜血狂喷。你这个杂种，竟然敢对我动手！林道捂着残腿，满脸惊恐与难以置信。陈大器面无表情，右手一翻，2张灵光四溢的1阶上品攻击浮出，现在指缝间。这是之前柳如烟送给他防身的。他冷冷地扫过那2名蠢蠢欲动的炼气9层修士，这是他自找的。现在魔修在即，我不想把力气花在内耗上。谁要是再敢打灵桃的主意，这2张符
我保证贴在你们脑门上炸开。不信，尽管试试我的手段。看着林道那几乎废掉的腿，再看着那2张足以威胁炼气后期的攻击符，几名修士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半步，眼中满是忌惮。这种时候，谁也不想受伤。道友，有话好好说。是啊，我们刚刚也没说什么，都是林道这家伙说的，还请你能理解。雪芝，你疯了！你的朋友竟然打伤了林大哥！这时候，陈文猛地叫嚷起来，神色激动地冲过去扶住林道。陈文，我看疯的人是你！司徒雪芝挺起胸膛，眼神冰冷地看着曾经的好友，是他挑事在先，想要打劫我们，这种人打死也是活该。陈文嘴唇蠕动，很想反驳，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理亏，只能冷哼一声，不再看司徒雪芝。陈大器看着满地狼藉，没有丝毫犹豫，收起攻击符，目光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沉声道：“此地是是非之地，不想死的，现在立刻走，全速撤往入口。那我们怎么办？”陈文看着倒地哀嚎、右腿血肉模糊的林道，急得眼泪直掉。林道现在行动不便，在这魔修横行的林子里，几乎就是个死。司徒雪芝扫了陈文一眼，原本的热情早已冷却，只是硬邦邦地丢下一句：“你想救他，就自己背着他走，没人会留下来帮你。”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跟上了陈大器的步伐。那2名炼气9层的修士互相对视一眼，也没敢多言，更没心思去帮累赘，施展身法便紧随其后。其余人也亦是如此。陈文咬了咬牙，只能恨恨地背起林道，吃力地在后方追赶。一路上，陈大器想到了于婉晴，他们这里遭遇如此险情，那于婉晴那边呢？看距离入口已经不远，周围相对安全了一些，他立刻从储物袋中取出传讯玉简，强行注入灵力联系于婉晴。师姐，你那边情况如何？玉简内很快传来了于婉晴急促的声音：“大器，刚刚我一直联系你，刚刚我遇到一些麻烦，我和你说，这里有魔修。大器，你们那里也遇到了，你还活着就好。我和你说，整个水仙山庄都出乱子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大量的魔修，甚至还有内应。我们一群人现在在水月灵泉附近，这里突然升起了一座极其诡异的血色阵法，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里面，无法离开。这里的灵泉似乎在变色。”呲啦，一阵刺耳的噪音突然响起，于婉晴的声音戛然而止，玉简上的灵光瞬间熄灭，任凭陈大器如何灌注灵力，也再无回应。声音被屏蔽了，还是阵法彻底合拢了？陈大器心中猛地一沉，怎么了？司徒雪芝察觉到他的异样，内门弟子那边可能出大事了。陈大器牙关紧咬，快冲出去！片刻后，一行人终于狼狈地冲出了考核密地的入口。一出密地，众人便感觉到一股浩瀚如海的威压覆盖了方圆百里。只见前方空地上，几十名身着司徒家族核心服饰的高阶修士严阵以待。人群中心，一袭淡金色长裙的司徒婉儿正面色冷峻地指挥着人马。司徒雪芝见状，如同见到了救星，他顾不得仪态，连滚带爬地冲上前去。婉儿小姐，里面全乱了，有大魔头出现，他们在杀人取血，白家姐妹被抓了，还要复活什么血魔？大家放心，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司徒婉儿伸手扶住雪芝，声音清冷而有力，瞬间安抚了周围惊魂未定的弟子们。执法队已经封锁了出口，救人的人手已经进去了。陈大器此时也走了过来，抱拳行了一礼，顾不得身份悬殊，急切问道：“婉儿小姐，内门弟子所在的水月灵泉那边呢？刚刚我给师姐传讯，他那边似乎被血色阵法困住了，生死不明。”司徒婉儿转过头，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认出了他：“我记得你，你是跟于婉晴过来的师弟，你倒是很关心你的师姐。”他微微一笑道：“不过你放心吧，那些魔头的动向已经在我母亲的掌握之中，他们想利用我司徒家族的灵泉血迹，妄图复活被镇压的血魔，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娘亲已经亲自赶过去了，家主大人亲自动手了。”司徒雪芝惊呼一声，满脸喜色地对陈大器说：“大器，这下稳了，家主大人修为已达化神境界，乃是顶尖大修，有他坐镇，什么血魔魔修都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听到化神二字，陈大器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回了肚子里。在化神期强者面前，炼气、筑基乃至金丹期的魔修确实翻不起什么浪花。婉儿小姐，还请为我等做主啊！却在这时，林道在陈文的搀扶下，顾不得腿上的剧痛，连滚带爬地扑到司徒婉儿面前，砰的一声跪倒在地，神情凄厉。林道，你这是怎么了？司徒婉儿眉头微蹙，看着林道那血糊淋拉的右腿，眼中闪过一丝嫌恶。但林家作为司徒家族的附庸，每年供奉不少灵石资源，他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理。是这家伙，他出手偷袭我！林道指着陈大器吼道。司徒雪芝脸色一变，急忙上前解释：“婉儿小姐，事情不是那样的，你闭嘴！”林道厉声喝断，抢先告状道：“这个人叫陈大器，他心思歹毒，竟然在魔修环4的紧要关头对我下死手，是何缘由？”司徒婉儿皱眉：“我只是担心他一个炼气5层护不住灵桃，反而会引来魔修追杀，才提议替他代为保管。谁知他不但不领情，还突然发难，要置我于死地啊！”说罢，林道指向不远处跟随而来的那2名炼气9层修士，2位道友也可以作证。那2名修士目光闪烁，在司徒婉儿的威压下支支吾吾，
虽然没敢明着帮林道撒谎，但也没出声替陈大器辩解。哦，司徒婉儿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看向陈大器的目光中带了几分审视与寒意。陈大器是吧？林家对我司徒家向来忠心耿耿，若你仗着是我师姐的同门就随意残害附庸子弟，这件事恐怕说不过去。陈大器皱起眉头，他没想到这个林道会恶人先告状。就在他打算辩解的时候，司徒雪芝主动替他说话：“婉儿小姐，您别听他一派胡言。”司徒雪芝猛地跨出一步，挡在陈大器身前。当时魔修就在身后，林道见利忘义，非要逼大器交出灵桃。若不是大器果断出手震慑，我们这一群人恐怕早就为了争夺灵桃那号而死，成了魔修的养料了。那魔修的血罐就在这，大家都可以看。司徒雪芝一边说，一边将缴获的血罐和魔修储物带呈了上去。司徒婉儿看着雪芝焦急的样子，原本冰冷的眼神渐渐缓和。他对司徒雪芝是有印象的，在司徒家族众多的旁系子弟中，雪芝曾经是年轻一辈的旁系子弟中最耀眼的一颗星。他出生时便身怀万里挑一的极品冰灵根，修行速度惊为天人，10来岁便直入炼气5层。当时连他的母亲，也就是司徒家族的家主，都亲自指点过他，称其有化神之资。可惜造化弄人，10岁那年，雪芝忽然生了一种怪病，灵力非但不再增长，反而如同泥牛入海般消失。家族曾请来数位高阶炼丹师，甚至元婴期长老诊治，却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位天才少女陨落，沦为现在这般模样。这一辈子恐怕只能在炼气5层修为，原地踏步了。对雪芝的话，他自然是信的，因为在他印象中，司徒雪芝为人不错，不会信口开河。他转过头，厌恶地扫了林道一眼：“林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小姐，我劝你想好了再说，若是被我知道欺骗我，后果自负。林道色变，边上的陈文都不敢再说什么。哼，你那点心思真当我不知道？想要灵桃自保是假，想要杀人越货才是真。这种考核虽然允许争斗，但你既不如人被反伤，还有脸在这里哭诉？司徒婉儿冷哼一声，林道浑身一颤，到嘴边的脏话生生憋了回去，脸色长成猪肝色，只能在陈文的搀扶下灰溜溜地退到一旁。陈大器，既然雪芝为你担保，此事便作罢。司徒婉儿看向陈大器，语气虽客气，却透着一种高高在上。对了，你和于婉晴师姐关系不错，小姐问这个做什么？陈大器好奇，之前在缥缈宗，我技不如人，败在了于婉晴师姐手上，不过我不服气。不服气？陈大器脸色古怪。不错，我想再挑战她。师姐的修为已经筑基了，现在婉儿小姐再挑战师姐，恐怕更不是对手。陈大器平静说道：“我可以让她压低境界，再比试一次。可惜于婉晴师姐不愿意。”司徒婉儿说道：“那小姐和我说这些做什么？她蛮看重你的，我想让你回头帮我说话，让我们再切磋一番。”司徒婉儿趾高气扬地说着，仿佛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陈大器一听，眉头皱起，毫不犹豫地拒绝：“既然于师姐不想和婉儿小姐你切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放心，不让你白干。你帮我去说，给你2块灵石，如何？”在司徒婉儿看来，给这样的人2块灵石已经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他还不感慨跪下谢恩？哪知道陈大器依旧平静地摇了摇头：“婉儿小姐，于师姐做事自有她的道理，她若不想比试，定是觉得这种切磋并无意义。我只是个外门弟子，左右不了师姐的想法。这2块灵石，小姐还是收回去吧。”司徒婉儿那张娇俏的脸蛋瞬间涨红，眼中透出一股羞恼：“你这个人怎么如此不知好歹？在这水仙山庄，多少人求着想为我办事，本小姐给你机会是看得起你。小姐，救人要紧！”见气氛僵住，司徒雪芝连忙上前打圆场，指着林间入口道：“白家那对双胞胎姐妹还在林子里被魔修困着呢，再晚一点，恐怕真的要出大事了。”司徒婉儿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怒火。白家也是司徒家族的重要合作伙伴，若是白家姐妹真在司徒家的地盘出了事，确实不好交代。他狠狠剜了陈大器一眼，语气蛮横地命令道：“陈大器，既然你熟悉里面的路线，现在由你带路，带我们进去救人。”哪知道陈大器压根没搭理他这茬，他转头看向司徒雪芝，正色道：“雪芝小姐，你对那里熟悉，就由你带婉儿小姐去吧。师姐那边情况危急，我得过去看看。”你站住！司徒婉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炼气5层的小修士竟然敢公然抗命。你一个炼气5层过去有什么用？送死吗？我看你就是怕了那些魔修，故意找借口溜走。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也配当于师姐的师弟？陈大器脚步微顿，却连头都没回，只是淡淡的拱了拱手：“我是缥缈宗弟子，并非司徒家的家臣，救我宗门师姐是我的本分。至于婉儿小姐如何看我，并不重要。”说完，他脚尖一点，竟是头也不回地朝着水月灵泉的方向飞驰而去。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司徒婉儿气得在原地直跺脚，毫无大小姐风范的大骂道：“陈大器，你和你那个师姐一样讨厌，都是一锅硬邦邦的臭石头。”陈大器听着身后的骂声，嘴角微微一撇，心中暗自嘀咕：真是个嚣张跋扈的大小姐，一点都不可爱。还是秋月师姐温柔，不仅懂事，最近还帮我洗衣服、洗床单，
比这大小姐强出100倍。临行前，他没忘记给司徒雪芝传了一道音：雪芝小姐，临逃一事，等此事结束，我再分给你。你带路时万事小心，那些魔修手里可能有高阶符箓。正在带路的司徒雪芝身形微僵，心中流过一丝暖意，默默点了点头。水月灵泉原本是司徒家族的修仙圣地，终年灵雾缭绕。可当陈大器赶到附近时，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他心惊肉跳。只见远处那片山谷的上空，一个巨大的黑色半透明光幕拔地而起，如同一个倒扣的大碗，将方圆数里的灵泉区域彻底封死。那光幕上流转着密密麻麻的血色符文，散发着阵阵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这便是于婉晴提到的那个诡异阵法。阵法外围此刻正围着10几个司徒家族的高层，他们个个气息雄浑，最弱的也是筑基后期，甚至有几位金丹期的长老。然而这些平时威风凛凛的高手，此时却都围在光幕外，眉头紧锁。不行，这是魔宗失传已久的隔世血幕，从外部极难破开。家主在里面已经半个时辰没有消息了，那些魔修到底想干什么？陈大器悄悄潜伏在一块巨石后，看着那厚重阴森的阴影光幕，心沉到了谷底。连金丹长老都束手无策的阵法，师姐在里面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眼前的情况远不像司徒尔说的那么乐观。陈大器隐匿在人群后方，观察着那些金丹长老铁青的脸色，心中暗道：司徒婉儿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这隔世血幕背后的凶险，否则这些金丹长老不会如此神态。此刻战法外围已经聚集了数百名修士，除了司徒家族的子弟，还有不少依附而来的修仙家族精英。众人看着那遮天蔽日的血色光幕，议论纷纷，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大家不要着急，长老们已经在推演破阵之法了，那么多内门精英弟子都在里面，甚至连家主大人都亲自进去了。魔修此举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想自寻死路？我司徒家族的家主乃是化神修为，这里谁能伤得了他？阵法一破，那些魔头必将灰飞烟灭。听着周围弟子盲目的乐观，陈大器的目光却一直盯着半空中。那几位金丹长老虽然不断打出法诀，但他们眼底的焦虑却是骗不了人的。就在这时，悬浮在半空的一名白须长老深吸一口气，声音如雷鸣般在众人耳边炸响：所有人听令，此阵乃是内耗之阵，不可蛮干，随我等一起全力攻击阵法东南角，那里是阵纹交替的薄弱点，给我轰开它！是！数百名修士齐声应和，一时间五颜六色的灵力光芒冲天而起，飞剑、符箓、法术如同暴雨般倾泻在光幕的东南角。然而那血色光幕极其诡异，所有攻击落在上面就像是泥牛入海，只激起了一层层淡淡的血色涟漪。光幕纹丝不动，甚至还隐约吸收了部分灵力，变得更加凝实。陈大器混在人群中，并没有急着出手，他双目微凝，悄然运转体内那团神秘的雾气。他屏息凝神，指尖轻弹，一缕细若游丝的灰色雾气顺着地表悄无声息地钻入了地底，朝着阵法边缘探去。他想要仔细了解一下这阵法，可就在神秘雾气接触到隔世血幕的瞬间，令陈大器惊讶的一幕发生了。原本连金丹长老都难以撼动的强大防御，在接触到这灰色雾气的刹那，竟然如同残血遇沸油，瞬间开始消融。那种坚不可摧的血色符文在雾气面前像是被强酸腐蚀一般迅速瓦解。怎么会如此？陈大器心中巨震，紧接着便是一阵狂喜，这神秘雾气竟然能无视这种高阶阵法的禁制。既然如此，他没有丝毫犹豫，趁着众人的攻击声势浩大，以此为掩护，疯狂催动体内的神秘雾气。他并没有选择攻击其他地方，而是精准地瞄准了金丹长老们指出的那个东南角。很快，那个地方的阵法防御开始消融，转瞬出现一个巨大的薄弱点，可轻易破开。在众人的视觉中，只见那几位金丹长老的法宝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光，而阵法东南角的位置，血色光幕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原本深红色的屏障竟然变得透明稀薄。有用，快再加把劲！长老们见状大喜，还以为是合力攻击终于起了效果。陈大器咬紧牙关，额头沁出冷汗，将神秘雾气的输出功率开到了最大。仅仅1息时间，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刺耳。那看似牢不可破的隔世血幕，在灰色雾气的精准腐蚀和外部强攻的内外夹击下，终于崩碎出一个数丈宽的巨大缺口。阵法破了，冲进去，杀进去！众多家族弟子也是满面红光，兴奋的大喊。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认为这下稳了，他们这么多人，且有家主坐镇，绝对稳了。现在跟着杀进去，也许能拿到功劳。长老们率先化作几道流光冲入缺口，陈大器也立刻收回雾气，身形一晃，混在涌动的人群中潜了进去。然而当他踏入灵泉区域的那一刻，一股浓郁到实质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原本清澈见底的水月灵泉，此时竟然已经变成了一潭暗红色的血水。陈大器感觉不太对劲，连忙停住脚步，随即便给于婉晴传讯：师姐，我跟随其他人进入阵法了，你在哪里？陈大器紧握着传讯玉简，指尖微微泛白。很快玉简剧烈颤动，于婉晴那带着几分虚弱却又急促的声音传入脑海：大器，你怎么进来了？糊涂啊，快走，带上所有人快走！我和司徒前辈被困在灵泉下方的地洞深处，这里
这里已经被魔头彻底控制了。那是血魔，是1000年前被镇压的血魔残魂。陈大器心中一凛，脚步顿住，看着前方如潮水般涌向血池的家族子弟，急忙回道：“师姐，阵法已经破了，司徒家的长老们都杀进去了，我该怎么帮你们？”破了？不，那是陷阱。于婉晴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惧，这血魔想借助灵泉核心的本源解开封印，好在司徒前辈及时出手，不惜损耗精元，动用化神级别的封印之力，强行与血魔僵持。可血魔太强了，他在不断腐蚀前辈的灵力，我们也无法离开这里。现在只有我和司徒前辈的力量能勉强消耗血魔的力量，至于别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只要修为低于元婴，进入这片核心区域都会瞬间被血魔的血煞之气侵蚀，变成他的养料。刚刚已经有好几个司徒家的内门精英被吸成了干尸。什么？陈大器如坠冰窟，他猛然抬头看向那些兴奋冲杀的修士。此时跑在最前面的几名筑基期修士已经接近了那口翻滚的血池。如果这样说，那这些人冲进去岂不是正好中了魔修的计？没错，于婉晴喘息着说道，魔修是故意让你们破阵的。血魔需要新鲜的血肉精气来冲破司徒前辈最后的封印，一旦我们陷入下风，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全都会变成血魔复活的祭品。陈大器呼吸一滞，正要喊话提醒，却听于婉晴语气变得极为古怪和不解。但有一点很奇怪，司徒前辈是靠化神修为在支撑，而我只是筑基，按理说我早就该被血煞化作脓血了。可是我体内的灵力中竟蕴含着一种奇特的排斥力，那种力量极其高位，竟然能反向吞噬血魔的气息。大气，那种力量的气息好像和你有关。和我？陈大器心中巨震，他下意识地感受着丹田中那团深藏的神秘雾气。是的，我每次和你都好像得到一缕暖流，起初我没有在意，但这次这股暖流好像是雾气，起到了巨大作用。于婉晴迅速解释了一下，陈大器了然。是了，之前在宗门，他曾多次帮助婉晴修行，神秘雾气可能在不经意间渡了一丝入他体内，虽然只是一丝，但由于日积月累，逐渐也就变多了。这么说的话，我也能克制这魔修。陈大器正色道，你别糊涂，还是离开吧，虽然可能来不及了。你们既然进来，阵法必定会关闭。仿佛要验证于婉晴话似的，陈大器身后忽然多出了几个阴冷的气息。与此同时，刚刚被破开的阵法竟然再次恢复。陈大器猛地扭头看去，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4名身着黑袍，周身萦绕着森森鬼气的魔修，他们呈扇形散开，正好封住了陈大器退向阵法边缘的死路。这4人修为皆在炼气9层，在那名带头魔修的操控下，原本崩碎的血色光幕竟诡异地蠕动起来，转瞬之间便再次合拢，将所有进入此地的修士彻底变成了瓮中之鳖。奇怪，按理说这阵法东南角的节点还算稳固，应该能再撑半个时辰才对，怎么提前被打破了？一名魔修皱着眉头，疑惑地打量着四周。管他呢，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引这些自命不凡的家族子弟进来。为首的魔修阴冷一笑，看向远方乱作一团的人群，眼神如同看着一群待宰的羔羊。现在目的已经达成，精血已经足够，剩下的这些人都是血魔大人的养料，我们立刻加固阵法，绝不能让一个活口溜出去。是。4人旁若无人地聊着天，甚至没把只有炼气5层的陈大器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这个落单的小修士不过是第一批被血煞之气吸干的炮灰罢了。陈大器心中冷哼，藏在袖中的手指微微颤动。以他体内神秘雾气的霸道，想要再次腐蚀阵法，逃出升天并不难。可他看了一眼远处那口已经沸腾成暗红色的血池，心中想起了于婉晴的话，若是自己走了，于师姐必死无疑。既然于师姐说我那雾气能克制血魔，甚至能维持他在血煞之中的生机，那我若是亲自过去，岂不是能彻底打破僵局？想到这，陈大器眼神坚定了几分。他没有急着和那4名魔修硬拼，而是顺着人群混乱的趋势，悄然将神秘雾气扩散至脚下地表，开始地毯式的搜索于婉晴所说的地洞。与此同时，灵泉区域内的其他修士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阵法怎么又合上了？长老，阵法打不开了，灵力在流失，我的身体好热！惊恐的尖叫声四起。那些原本指望立功的修士们惊恐地发现，脚下的土地开始渗出粘稠的血水，空气中的血腥味简直要将人的神智搅乱。而那几位金丹长老正被几名同样修为的魔道高手缠斗在半空，根本无暇顾及下方的弟子。不好，中计了！尔等快离开这里！几个金丹长老收到了家主司徒琴的传讯，面色微变，他们都意识到自己中计了，阵法再次被封锁起来，而他们从里面想要打出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外界暂时也不会有支援，整个水月仙城的高端战力几乎都在这里，短时间内很难有支援赶来。就在这时，地下有无数细长如虫的血虫从地底钻出，成群结队朝修士们涌去。一旦被血虫钻入皮肤之中，他们身体会迅速干瘪下去。这是什么玩意？陈大器瞳孔骤缩，只见脚下那原本粘稠的土层中，无数细若发丝、长约寸许的暗红色虫子正疯狂钻出。这些血虫像是有灵性一般，专门感知生灵的气息，所过之处，
无论是草木还是坚石，都被腐蚀出一道道焦黑的痕迹。啊！救命！这是什么？滚开！不远处，一名练气中期的司徒家子弟发出一声惨叫，仅仅是几个呼吸的功夫，3、5条血虫便顺着他的脚踝钻进了皮肤。在陈大器惊骇的注视下，那弟子的身体像是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干瘪下去。先是皮肤紧贴骨骼，接着血色全无，最后竟然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直接化作了一具枯黑的干尸。而那几条血虫在吸饱了精血后，体型瞬间长大了1倍，颜色也变得愈发鲜红欲滴，继而又裂变为更多的幼虫，朝着下一个目标涌去。该死！这是血魔育灵术，这些虫子在收割生命，为血魔提供养料。1000年前血魔的手段。半空中，几名金丹长老目眦欲裂，一个长老一掌拍出，滔天火光想要焚烧这些妖虫。然而火光掠过，虽然烧死了一大片，但更多的血虫却从血池中源源不断地爬出，杀之不尽，灭之不绝。此时也有10几条血虫嗅到了陈大器的气息，像是嗅到了世间最美味的珍馐，兴奋地弹射而起，直扑陈大器的面门。找死！陈大器心中冷哼，他并未表现出惊慌。在血虫即将触碰到他身体的刹那，他体内那沉寂的神秘雾气突然自动运转。虽然外人看不见，但在陈大器的感官里，一层薄薄的灰雾已然覆盖在他的体表。是那几条足以瞬间吸干筑基修士的血虫，在触碰到灰雾的瞬间，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在半空中崩解成了最原始的虚无，连一星半点的灰烬都没留下。陈大器发现，这些由血魔分化出来的邪物，在神秘雾气面前，脆弱的就像是浴火的寒冰。虽然雾气能克制它们，但如果我一直用这种方式清场，太显眼了，而且这对我雾气的消耗也很大。现在陈大器很清楚，神秘雾气是他最大的依仗，是机缘，只可以壮大，不能消耗过多。陈大器眼角余光扫过四周，发现那几名金丹长老已经注意到了下方的骚乱，正焦急地寻找对策。一些修士动用了护身符，那些血虫也不能靠近他们。陈大器立刻从自己储物袋中拿出一张散发着淡淡青光的符箓，这是一张一阶上品的厚土护身符，乃是柳轻轻给他的。他手指极快地夹起符箓，灵力灌入，口中大喝一声开，嗡，一道土黄色的光照瞬间将他全身包裹。与此同时，陈大器在光照的内层悄悄铺设了一层神秘雾气，在外人看来，是这防御符箓挡住了血虫的进攻。无数血虫撞击在土黄色光照上，发出细密的爆裂声。虽然符箓在血虫的腐蚀下摇摇欲坠，光芒明暗不定，但陈大器却稳如泰山，身形灵巧地闪过几处地裂，顺势朝着那早已看准的地下通道入口滚落而去。找到了！片刻后，陈大器眼眸一亮，在他的神秘雾气感应中，沸腾血池的边上竟有一处极为隐蔽的灵力漩涡，那里正是地宫的入口。就是现在！陈大器没有丝毫犹豫，他身形如电，借着浓郁血雾的掩护，整个人化作一道灰影，在几个冲过来魔修愕然的目光中，一头扎进了一处地缝之中。这小子疯了！那里是血魔大人的地方。一名魔修愣住了，哼，想必是吓破了胆，去了那里，不管你是谁，都要死。几个魔修没有再去管陈大器，而是进攻边上其他人。陈大器一入地缝，眼前瞬间被浓稠如浆的暗红色血雾所遮蔽，四周的石壁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肉质感，不断渗出暗红色的液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甜。这地方乃是司徒家族的密地，经营数百年，这些魔头是怎么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在这里布下这种弥天大阵的？陈大器心中惊疑不定，他一边小心前行，一边观察着石壁上若隐若现的古老符文，那些符文正被一层黑色的魔气强行侵蚀。他推测，这地底深处恐怕早就被魔道势力渗透，或许是有内应，又或者是某种沉睡千年的邪祟被唤醒，里应外合。嘶！几条足有成人手臂粗细，浑身长满到沟口气的巨大血虫从裂缝顶端垂落，粘稠的咸水滴在地上发出刺鼻的白烟。陈大器强忍着反胃，眼神一冷，指尖虚滑，即便不动用神秘雾气，以他如今对灵力的细微掌控，出手亦是迅捷如雷。噗噗！几道灵气精准地贯穿了巨大血虫的头颅，血虫甚至没来得及发出尖鸣，便化作几团烂肉摔落在地。陈大器不敢停留，身形如灵猫般在狭窄的通道中飞速穿梭。很快，他来到了通道的尽头，这里的景象让他忍不住眼角抽搐。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数十具尸体，其中不乏先前意气风发的年轻才俊。陈大器一眼扫过去，看到了二长老的亲传弟子杨不悔。此人平日里眼高于顶，此刻却双目圆睁，整个人被吸成了薄如纸张的皮包骨。不远处，四长老的关门弟子，号称天生神力的雄霸，也已变成了一具干巴巴的人干，甚至连骨架都因精血耗尽而崩碎了。他们竟然都死了，还有一些尸体，这些可都是司徒家族以及各大势力的精英，未来的支柱，此刻却如草芥般堆叠在这里，成了血魔恢复实力的养料。这血魔真该死！陈大器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神秘雾气悄然扩散。在那边，他感知到了于婉清的气息。就在地厅的最深处，一处散发着微弱白光的石台上，两个身影显得格外孤寂。
其中一人自然是于婉晴。她面色苍白，正咬牙掐诀，一层淡淡的青色光幕将她和身后的女子笼罩。而在她身后，正坐着一名姿容绝世的美妇。那美妇身披一件残破的紫金色宫装长裙，虽然此刻气息萎靡，嘴角带血，却依旧掩盖不住那种身居高位的威严与华贵。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极其傲人的身材，即便在重伤虚弱之际，宫装下起伏的曲线依然波澜壮阔，尤其是那丰盈的胸脯，随着艰难的呼吸剧烈起伏，展现出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韵味。这美妇正是司徒家族的家主司徒琴。在修仙界，只要修为强、战力高，不管男女都能上位，而且女修也是可以3男4妾的。当然，这种例子很少很少。此时的司徒琴双目微闭，双手抵在于婉晴的后心，似乎在借用某种力量勉强维持。而她的眉心处，一团血色的魔印正若隐若现，试图吞噬她的神智。前辈，此地只剩下我们了，要是再没有人来救我们，恐怕……于婉晴声音沙哑，满是绝望。她刚刚筑基，没想到就要遇到这种情况。这血魔实在是难缠，我们必须要坚持，绝对不能让封印破除，否则整个仙城生灵涂炭。司徒琴的神色也很不好看，但毕竟是化神女修，依旧咬牙坚持着。对了，你之前说你有好友过来了，我让他离开了，但是不知道听不听，希望他不要来吧。于婉晴虽然这么说，但内心深处有着一丝期待，同时他心中也清楚，陈大器若是过来的话，也许能对血魔的力量起到克制作用，毕竟他体内的那一丝丝雾气都有作用，陈大器一定作用更大。不过这属于陈大器的秘密，他没有和司徒琴说这些。幽暗的地宫内，唯有石台散发着惨淡的白光。谁？司徒琴虽然重伤，但化神修士的灵觉依旧敏锐。在陈大器踏入地厅的一瞬间，他凤目陡然睁开，两道宛如实质的威压横扫而出。若非他此刻极度虚弱，单是这一眼便足以让寻常炼气修士受伤了。陈大器只觉一股如大山般的压力扑面而来，他脚下微微一顿，体内神秘雾气自发流转，将那股压迫感瞬间化解。是我。陈大器顶着压力缓步走进了光幕范围。大器，你怎么真的进来了？于婉晴娇躯一震，猛地抬头，看到那张熟悉且清秀的脸庞，她眼中先是迸发出难以言喻的欣喜，随即却被浓浓的担忧取代。不是让你快走吗？这里是死地啊！嘴上虽然责怪，但他那双因脱力而颤抖的手却不自觉地放松了几分。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陈大器的出现无异于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簇微光。陈大器走到近前，先是对着于婉晴温和一笑，示意他稍安勿躁，随后对着那宫装美妇郑重拱手：晚辈陈大器见过司徒前辈。司徒琴那一双凤目在陈大器身上来回扫视，当他看清陈大器的修为后，眼底深处掠过一抹深深的失望，甚至带了一丝自嘲的苦笑。婉晴，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师弟吗？司徒琴的声音清冷中透着无尽的疲惫，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那起伏剧烈的胸廓。紫金宫装下的波澜壮阔因这种痛苦的起伏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是的，前辈，我这师弟能来到这里，说明也能抵御血魔的力量。区区炼气5层，即便你在这地道中有些保命的手段，可在这血魔残魂面前又与蝼蚁何异？在司徒琴看来，陈大器过来和送死无异。其实一开始司徒琴以为能潜入这个地方的人起码也是有些实力的吧，比如说至少是筑基修士，可眼前的年轻人实在太弱了。前辈，我可以试试。陈大器说道。司徒琴摇了摇头，惨然一笑：罢了，你来都来了，这份胆识倒是让本座刮目相看，只是可惜了你这一身气血，怕是也要填了这些吃。他强撑着一口气，指了指石台下方那已经翻滚如沸水的灵泉，现下的情况比你看到的更糟。血魔企图借助我司徒家族的灵泉洗去魔躯构浊，逆转阴阳而复活。本座动用了祖传的封印阵法，想将他强行困在泉底，可惜原本负责护持阵脚的多位我司徒家族的修士都已经死了。提到这些，司徒琴眼中闪过一丝痛楚，那些家族修士都是他的心腹，是精英，他们的陨落意味着阵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全靠本座何婉晴在这里硬顶。但本座体内的化神精血已被他污了大半，神智僵硬。原本本座打算在最后一刻自爆，彻底封死这里。你既然来了，或许……司徒琴深深地看了陈大器一眼，那眼神中竟透出几分决绝的托付之意。或许你能带婉晴走，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陈大器没有说话，他只是平静地走到了石台边缘，低头看向那翻滚的暗红色泉水，以及泉底深处那个正在疯狂挣扎的狰狞血液。他能感觉到这血气的强大，若非自己体内有神秘雾气，恐怕下场早就和那些人一样死在了这里。什么？前辈，你让我们走？于婉晴震惊了，这里迟早撑不住的。司徒琴叹声：你们离开这里，也许能叫来帮手，记住，至少要元婴修士进入此地，才能有一线生机。陈大器皱眉，他没有说话，而是探头看向面前的封印阵法。这个封印阵法形成无数条金色锁链，牢牢锁住了血池。这个血池原本是灵泉，可现在已经被污染，鲜血不断腐蚀着封印阵法，
发出滋滋滋的响声。如果不是于婉晴和司徒晴两个人不断给封印阵法输入力量，否则的话，这阵法早就被破开了。前辈，这封印阵法一旦破开，会有什么后果？陈大器问道。这血魔乃是1000年前的一个大魔头，修为高深，达到了合体期。这里只是他的一缕残魂罢了，否则的话，我这上古封印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司徒晴低语道。我也不知道那些魔修是怎么做到的。这处灵泉之下早就被他们打通，建立了这处转身灵泉池，意图通过这灵泉重新让这魔头的一缕残魂复活。虽然只是残魂，可一旦复活，堪比化神巅峰，连我都不是对手。届时，这里所有人的血气被他吸收，整个仙城生灵涂炭。陈大器一阵后怕，也就是说，就算我和于师姐逃跑，这大魔头一旦出来，我们也逃不了了。化神修士的速度可不是他们能够比得上的，届时肯定会被追上。司徒晴沉默了，但意思不言而喻。陈大器说的对，到时候都会死。血魔已经记住了你们的气息，你们若是能逃离这里，切记一定要跑得越远越好。话没说完，陈大器伸手，一缕气息如同丝线朝阵法延伸而去。逃跑吗？那岂不是下半辈子一直逃跑？陈大器皱眉，况且也不一定跑得了，那还不如拼了。轰！仿佛感应到了陈大器那近乎挑衅的言论，封印下方的血魔残魂发出一声愤怒咆哮。刹那间，原本就翻涌的血池如火山喷发般狂暴起来，一股股粘稠发黑的磅礴气血化作无数狰狞的鬼爪，疯狂的撕扯，撞击着上方的金色锁链。咔嚓，那是阵法根基碎裂的声音。噗！首当其冲的于婉晴娇躯猛地一颤，那张本就苍白如纸的俏脸瞬间全无血色，一大口鲜红的血液喷洒在石台上，整个人摇摇欲坠，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婉晴！司徒晴发出一声惊呼，凤目中满是凄然。于婉晴的力量虽弱，却是维持阵法平衡的关键一环。现在他支撑不住，单凭重伤的司徒晴根本压不住这即将破风而出的万载大魔。完了，水月仙城终究还是……司徒晴眼底闪过一抹绝望的死志，他已经准备燃烧神魂进行最后的自爆。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大器身上的力量已经进入到封印阵法之上。嗡！没有惊天动地的响声，只有一种如同大象踩死蚂蚁般的绝对静谧。陈大器指尖那缕看似柔弱的雾气，如同长了眼睛的灵蛇，顺着阵法纹路猛地注入其中。接下来的一幕让司徒晴这位化神期强者彻底呆滞在原地。原本在血气侵蚀下不断暗淡的金色锁链，在触碰到那灰色雾气的瞬间，竟发出了阵阵兴奋的嗡鸣声。雾气所过之处，那些狰狞的血色鬼爪像是遇到了滚油的残雪，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直接被净化成了虚无。原本摇摇欲坠的阵法竟在瞬间光芒大放，其稳固程度甚至超过了司徒晴的全盛时期。司徒晴愣住了，他张了张诱人的红唇，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于婉晴此刻也已经脱力撤去了力量，靠在石柱上大口喘息。他看着陈大器的背影，美眸中除了死里逃生的庆幸，更多的是一种果然如此的异彩。他之前就猜测自己体内的神秘力量能克制血魔力量，那陈大器肯定更可以。如今一看，猜测是对的。区区炼气5层，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且诡异的神秘气息？司徒晴喃喃自语，他能感觉到这种灰色气息的等级极高，甚至高到了连他这位化神修士都产生了一种想要膜拜的错觉。那种气息对血魔的压制，不是力量上的对撞，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天生的抹杀。前辈，我曾经偶然间修炼过一种专门克制魔气的特殊秘法，倒让您见笑了。陈大气头也不回，随口编了个瞎话。他此时压力其实也不小，虽然雾气等级高，但他的灵力底蕴毕竟太浅，这种维持封印的消耗极快。他之所以敢暴露，是因为刚才司徒晴让他和于婉晴先走的举动，让他认准了这位家主，即便身居高位，心性却并不阴毒。毕竟若是其他人，绝对不会做出让他们先走的举动。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这种保护者的人格往往最重承诺。好，太好了！司徒晴神色大喜，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一丝。这一放松，他才感觉到体内的伤势正在疯狂反噬。他神色复杂地看着陈大器的背影，地宫的光影在陈大器身上摇曳，那并不算伟岸的身躯，此刻在灰雾的衬托下，竟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不知为何，司徒晴看着这个背影，视线竟有些模糊。像，真的太像了。那个3年前在一次秘境探索中失踪，至今生死未卜的亲生儿子。虽然两人的气息和容貌截然不同，但这种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侧影，这种面对强敌却始终平静的姿态，简直如出一辙。司徒晴原本冰冷威严的心房，在这一刻竟不可抑制地泛起了一丝酸涩。儿子至今未归，一直是他心底深处的痛楚。你叫什么？他鬼使神差的低声唤了一句。我叫陈大器。陈大器吗？你和我儿子长得很像，我儿子叫司徒白青。陈大器微微皱眉，不知道他提自己儿子做什么。前辈，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这样下去，恐怕我也坚持不住。陈小友，若是撑不住，随时告诉本座，本座现在空出手来了，正好可以加固此处。那太好了，还请前辈加快速度。那是自然。
顿了顿，司徒琴忽然想到什么，朝于婉晴看去。婉晴小友，现在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拿本做护身符，逃离此处，告知外界情况，找元婴大修士前来相助。说话间，血池底部的血魔似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不再盲目撞击阵法，而是开始收缩所有的血气，似乎在孕育某种极其恐怖的临死反扑。司徒琴先手一挥，一张散发着温润白光的二阶护身符落入于婉晴手中。陈大器眉头紧锁，沉声道：“前辈，恐怕现在逃走也没那么容易。外面的裂缝处全是血虫，地宫入口更是被数名魔修把守，甚至还有多个金丹期的魔头坐镇。”司徒琴闻言，凤目中寒芒一闪，随即又化作一抹无奈的决绝。他再次从怀中摸出一张泛着暗金色雷光的符箓，以及一枚雕刻着青鸾图案的紫玉令牌。此乃3阶破障雷符，足以在瞬间炸开一处通道阵眼。这令牌是我的家主信物，剑牌如见人。司徒琴将3样东西塞进于婉晴手里，语气不容置疑：“婉晴，你拿着它们寻找司徒家族在城东驻扎的执法长老，让他开启净世水幕，只有那样才能彻底净化这里的血毒和血虫。同时，命令所有我司徒家族的附属家族，所有元婴修士前来助阵。好了，走吧。这里的血气已经开始凝缩，一旦血魔发动自爆式的反扑，就算本座自爆元神也护不住你。”可是大气于婉晴死死咬着下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看着陈大气单薄的背影，这个男人为了救他，一头扎进这九死一生的地缝，可现在他却要先逃走。师姐，快走吧！陈大气此时双手抵住阵法，神秘雾气正与拳底的血气疯狂角力。他头也不回地低喝道：“师姐，只要你能带回元君，我便没问题。快点走吧。婉晴，你浪费的时间越多，这仙城死的无辜之人就越多。你每迟疑1秒，都是在拿全城人的命在赌。”司徒琴严厉呵斥道。于婉晴一咬牙，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泪，对着陈大气的背影深深看了一眼。霸气，等我！话音落下，他化作一道青烟，顺着陈大气指出的隐蔽路径疾驰而去。随着于婉晴的气息消失在通道中，地厅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唯有内血泉不断收缩，发出咕嘟咕嘟的吞咽声。司徒琴此时虽然在全力调动灵力压制伤势，但眼神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陈大气的侧脸上，那种坚毅的轮廓在惨淡的封印光芒下显得格外深邃。陈小友，你到底师承何方？如此惊世骇俗的秘法，绝非等闲势力能够培养出来的。司徒琴轻声问道，声音中多了一丝长辈对晚辈的慈爱。陈大气感觉到司徒琴的目光，不自在地动了动肩膀。前辈抬举了，我不过是乡下出身，幼年时曾在一处山洞捡到一本对付邪物的秘籍，才练就了这一身古怪的气息。这种理由在修仙界最是常见，也最难考证。若是对方要他的秘籍，他就说早就搞丢了。司徒琴却没有追问，只是眼中的柔和更甚。乡下出身吗？那更难得了。白青那孩子，若能有你一般的冷静，或许也不会在3年前失踪。他叹了口气，又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随即像是做出了某种重大的决定，神色变得异常严肃。陈小友，你安心施展秘法，本座在此立誓，只要今日能挺过这一关，你便是司徒家族的救命恩人。司徒琴顿了顿，目光掠过陈大气虽然略显狼狈但依旧清秀的脸庞，想起自家那个整日胡闹性情娇蛮的女儿，心中忽然动了一个念头，等结束了这里，我会亲自做媒，将司徒婉儿嫁给你为妻，作为你救命之恩的报酬。司徒家族的资源以后都将为你敞开，如何？和陈大气说这些，司徒琴也是存有私心的。一来他能够看得出陈大气表面修为不强，但是那奇怪的气息足以证明未来的他恐怕成就不会太低。他毕竟是化神修士，这点眼力劲还是有的。二来此番陈大气若是能够救他，算是他化神修士的救命恩人，他做事向来是有始有终。三来还是因为陈大气和自己儿子长得太像了，背影、身形，哪怕是发型，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见到陈大气，他屡屡能想到自己的孩子司徒白青，所以让陈大气和司徒婉儿在一起，他是存着这些私心的。这种感觉就好像他的儿子还没有死一般，自己能留一个念想。什么？陈大气手下一抖，差点没让那缕神秘雾气断掉。他猛地转头，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位绝美且成熟的家主，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司徒婉儿那张总是带着傲慢，恨不得拿鼻孔看人的脸。那个娇蛮的大小姐，嫁给我？前辈，这种玩笑开不得。陈大气一脸黑线，本座从不开玩笑。司徒琴嘴角竟牵起一抹极淡的笑意，那是3年来他第一次露出笑容，即便是在这必死的绝境中，那笑容也如牡丹盛开，惊艳夺目。婉儿虽然性子野了些，但心的不坏，且天赋极佳，你和他在一起磨合一下，我相信会和一对完美的神仙眷侣。前辈，这还是算了。陈大气，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放心吧，本座很中意你。就在这荒诞的谈话间，地底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碎裂声，血泉中心原本收缩的力量猛然炸开，一只完全由暗红色结晶组成的巨大手臂狠狠地抓住了封印锁链，硬生生将其扯断了一根。那血魔的本体
竟是要强行冲出来。